这乞丐的容貌竟与殿下如此相似，若再施以我春秋山的秘术，定可李代桃僵，以假乱真。记住，从今天起，你就是19皇子，能在太子大婚之日与绝色的太子妃一度春宵。今后就算死，你也该死而无憾了。空气中充斥的刺鼻酒气，令人轻微不适。秦墨迷糊地睁开眼，像是被人灌了10斤烈酒，大脑昏沉，视线都有些模糊，但眼前的一幕依旧令人血脉奋张。温暖的红袖床上，一个凤冠霞帔、衣衫凌乱、肌肤雪腻的娇艳美人，正比她还要主动，吐息若兰，玉臂勾魂。凤冠、金钗、凌云髻，无不凸显着美人身份的尊贵。那双本就好看的丹凤眸，顾盼生辉，在药酒的作用下，又添了几分娇俏和绵绵媚意。美人腰肢若细柳扶风，浑身软弱无骨，尤物般的模样激发着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秦墨察觉自己被歹人下了药，很快攻守一行。1个时辰后，秦墨冷静下来。不久前，他还在爆肝一款席卷东方的神秘游戏《登仙》，刚刚完成一个隐藏成就，就眼前一黑，没想到居然穿越了，还是身穿。他的身体还是自己的，但容貌像是被人用易容术微微调整，头发也变长很多。被迫放纵之后的余温，让他意识到一切都不是梦。红袖床上，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的太子妃还在昏迷。我成了19皇子的替身，那个假皇子。秦墨记忆刚苏醒，就进入到了一个死局。今夜是太子大婚之日，太子妃却出现在了他的府上。19皇子胆大包天，为了破坏太子与太子妃双方势力的联姻，当晚就派死士掳走皇嫂，送到府上与替身洞房。而他早早就润出了地经，金蝉脱壳到了边境。即便震怒的太子追查下来，最终杀的也是一个替身。他正可以借假死脱，离地经夺权的漩涡，到北离发展。19皇子自幼就流落在外，拜入了北离魔道之首的春秋山，回北离算是如鱼得水。他用来给秦墨遮掩血脉气息的秘术，也出自北离春秋山，短时间内很难暴露。这小畜生真够狠的，自己嫂子就这么拱手送人。以秦墨对登仙世界的了解，死局未必是死局。19皇子既然想拿他趟雷挡刀，就不能怪他以后假戏真做，篡夺了大玄的江山了。现在的19皇子本尊应该还在前往敌国北离的路上。主世界剧情中，在秦墨这个假皇子死之前，大玄中枢没有乱到不可收拾，他都蛰伏在北离布局，等待时机。我穿越的这个时间节点是灵气复苏的3年前，3年后，整个世界才开始从高武向着仙武时代蜕变。现在登仙中的第一古堡应该还未出世，还藏在皇宫的藏经阁。秦墨回忆起来，英宁。绣床上浑身酸痛的太子妃悠悠转醒，睁开眼看到秦墨的那一刻，她脸色煞白，红唇咬出鲜血，悲愤欲绝。小19，你疯了！太子妃掀开被褥，看到一抹嫣红，更觉五雷轰顶。别喊！你要是想让整个地京的人都知道太子妃大婚之日在楚王府上，你就喊吧。秦墨一手捂住太子妃的嘴，看着对方瞪大的凤眸，毫不慌张，等他点头后才松手。嗨，绝色容颜上2条晶莹泪痕划过，太子妃重重咬在秦墨虎口，蜷曲着身子，眼神空洞。虽然她与太子并无感情，是为家族联姻，可名义上她已经是太子妃未来的皇后。若今天这件与19皇子的事情传出去，不仅她要身败名裂，家族也要受到牵连。念及此处，他趁着散去全身修为的药酒功效还在，心一横，抬头就想向着柱子撞去。砰！秦墨拦住了他。怎么，死都不让我死吗？今日的事情谁能瞒得住？等太子回府发现了一切，你觉得自己还能活多久？太子妃羞愤欲绝。太子他比谁都看重名声，大婚之日被人掳走太子妃的事情是奇耻大辱，他不会也不敢声张。秦墨出奇的平静。大玄国做绵延太久，天界权柄早已在4分5裂的边缘。如今的太子殿下虽是皇后嫡子，却非皇长子，反而在皇子中排名很靠后，与秦墨年岁相仿，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3年前，太子得监国之权，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与太子妃的家族联姻，是他最快稳定朝局的办法。太子妃杨玉婵所在的杨家，一门3上将，其祖父沧州侯镇守东海，手握30万大军；其父武安侯是军中杀神，守南蛮之地；其弟杨绍宇天资盖世，曾有救驾之功，封4相将军，现随龙象真宗长老修行。而杨玉婵则是武安侯唯一的掌上明珠，老太君最喜爱的重孙女。如此地位，就是他直接给太子戴帽子，太子也不敢真把他怎么样。只是他一时半会脑筋没能转过弯来。就算太子殿下不声张，也一定会彻查此事，甚至祖父还要受我牵连。东海战事频发，这次联姻虽有圣旨赐婚，更重要却是太子以援军做了筹码，
他现在会心甘情愿的发兵吗？杨玉婵惨戚戚道：若不是此刻破碎感太重，绝色容颜配上凤冠和金黄纹大红嫁衣，真有几分母仪天下的气质。会。秦墨笃定道，太子不仅会发兵，还会满足沧州侯的一切要求。毕竟此事错不在你，太子就是要查，也是暗中调查。若消息走漏，让你父亲知道了，太子没能保护好你，大选就彻底乱了。你不是19皇子？杨玉婵惊疑，他并不觉得世俗的美色足以让一个如此冷静的人丧失理智。是与不是又如何呢？今日这场意外是有人做局，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改变你。若想杨家安然无恙，你能够报仇，就放弃自杀的念头，好好在楚王府待着。秦墨并不打算替19皇子背着黑锅，但也不能放太子妃离开，先软禁是最好的办法。听了他的话，杨玉婵怔怔出神，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离王府不远，太子府，太子还在宴请四方，开怀畅饮。哎，19弟来了，方才怎么没找到你？今日姑大喜，快跟姑再喝2杯。臣弟有伤在身，实在不胜酒力，太子殿下也还是要以身体为重，少饮烈酒为好。秦墨脑海中闪过关于太子的记忆，不卑不亢地回道。太子目光诧异，扫到秦墨脖子上的吻痕时，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大笑道：原来方才那一个时辰19弟是找了个权贵之女探讨阴阳大道了啊，姑都懂，姑都懂。19弟你有伤在身，武道根基又不稳，这方面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姑这里有鹿血宝丹1枚，可助你4意驰骋。太子笑着挥手，让人呈上一个散发着药香的白玉方盒，玉盒内安静地躺着1枚浑圆的血色丹药，仅是看一眼就让人有忍不住要吞下的冲动。虽说姑如今已经与杨家结盟，可如今朝堂之上党派林立，内有妖妃，外有门阀，姑是举步维艰，今后待你那位舅舅归来，还需多仰仗1、2。秦墨神色古怪地收下鹿血宝丹，说了几句客气话，让太子脸上喜色更浓，眉飞色舞。眼前这位太子对他的态度一直暗藏几分讨好的意味，原因有很多。其一，19皇子刚出生时，帝京就遭遇了兵变，许多人都以为他死了，实际上流落到了边境，最近才被找回。他在朝中并未结党营私，是个值得被拉拢的对象。其二，19皇子被迎回的路上遭遇刺杀，有惊无险，凶手最终查出是太子一派的人。被栽赃的太子震怒无比，下令彻查，却没能找到幕后黑手，所以他对待19皇子的态度极其谨慎，生怕被记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19皇子有个被称之为军中五魁的亲舅舅，还有个嫁入顶级门阀的小姨，这2位如今都在回帝京的路上，就为了见见失散多年的外甥。臣弟来寻殿下是另有一事相求。秦墨道明来意，戒严期间他想进皇宫的藏经阁，就必须拿到太子手令。好说好说，这些年19弟修行都耽搁了，是该寻一上等玄功打好基础，带着姑的金令出入皇宫，无人敢阻。太子解下腰间金龙令牌递给秦墨，笑容依旧和煦。谢过殿下。秦墨拿到令牌，毫不耽搁，转身直往宫门而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太子眼中暖意顷刻消散，止于一片冷冽。呸！昨日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今日求到姑面前，倒装的云淡风轻。若不是仗着你那舅舅撑腰，一个在外养了20年的贱种也配登堂入室。今日敢拒姑的酒，来日姑要你跪着进回来。皇宫藏经阁，一座9层阁楼直冲云霄，漆黑的盘龙柱撑天立地。皇宫禁地，不可擅闯。藏经阁的大门外，一个拿着扫帚靠在麒麟石像边打盹的老太监察觉到有人来，悠悠转醒，抬起扫帚拦住秦墨的路。旁人或许不知道老太监的身份，秦墨却十分清楚。他是300多年前大玄皇宫12监提督，唯一的莽文紫袍大监，曾服侍过6位帝王，在如今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寿元所剩无几，才来到藏经阁养老。论辈分，宫中现在那些青袍、红袍、紫袍的大小太监都要喊这位一声老祖宗。秦墨晃了晃太子的令牌，老太监让开前路，继续打盹。但秦墨却没有进去，而是看着老太监直接问道：李公公可曾听过一本名为《人皇记》的手札？闻言，穿着破烂青衣的老太监微微眯眼，不答反问：这位小殿下是如何得知咱家的名号？秦墨摇头，李公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老太监平淡道：想找什么自己进去找，藏经阁内藏书100万，年年添新，谁能记住一本不知名的手札放在哪？秦墨轻笑道：可惜了，我无意中看到一本名为《太阴秘典》，下卷的2句16字真言，本想与李公公探讨1、2，可惜没这个机会了。等等！李公公叫住了秦墨，微眯的眼眸睁大，紧紧盯来。你刚刚说什么？那2句16字真言是什么？李公公的声音变得有些尖细，
显得极其迫切。幽阴养神，气息归脉，虚灵手中，化浊成清。说到这，秦墨戛然而止。他之所以对太阴秘卷的真言记忆深刻，是因为之前刷的某个 BOSS 放大招时，经常会念出这2句16字真言。那 BOSS 他刷了几十次，2句真言倒着都会背了。幽阴养神，气息归脉，虚灵手中，化浊成清。李公公念叨着16字真言，一魂飘散，气机运转，两鬓的白发都变得黑了几分。突然，一切中断，他脸色刷得惨白，吐出一口逆血，气息萎靡，目光炽热地看向秦墨，焦急问道：“下一句呢？下一句是什么？”秦墨淡淡道：“忘了，或许过几天才能想起来。”李公公苦笑：“小殿下要找的东西在最顶层的甲字柜，还望殿下大人不记小人过。等殿下记起来后，若能告知咱家剩下16字真言，咱家愿卸下宫中官职，为殿下鞍前马后1年，无怨无悔。”没人知道他这份承诺有多重。话音落下时，秦墨已经径直踏入了藏经阁内。藏经阁内别有洞天，空间看着比外面看大上10倍不止，书籍陈列浩瀚如海洋。第9层甲字柜，秦墨足足寻找了半刻钟，才找到那本《人皇记》。手札原本其材质非金非玉，非丝非绸，像是某种不知名兽皮。秦墨用匕首点破手指，按记忆里的模样，用鲜血在《人皇记》原本上绘制出一个图案。嗡，血色图案绘成之时，一抹金光突然从兽皮古卷中飞出，钻入秦墨眉心。随之，他脑海中的意识中浮现出一道神秘符照，正是天下古宝榜排名第1的万象命图。传说此物是上古人黄巨日月星辰之力和7成人族气运所铸，是改命的无上至宝。而且在未来灵气复苏，进入仙武时代后，这东西还能升级，即便未来仙宝降世，其排名也稳居前3之列。此刻，秦墨脑海中万象命图之上，日月轮转，符文交织，像在演绎宇宙洪荒，万物生灭，仙光璀璨，令人心神震动。他也逐渐明白了这至宝的作用。古朴辉煌的命图徐徐展开，如有一轮煌煌大日升起，照破万古黑夜，极尽璀璨。此刻，秦墨意识进入到命图空间内，周身气运凝散，在虚空中留下符文烙印成字。命主秦墨，命格未凝聚，命数一紫一蓝2白，灵种100。看看我自身的命数。秦墨心念一动，命图空间内天穹震动，远处星空中几颗星辰亮起，投来万丈神光，化作一紫一蓝2白的命数。福祸相依，紫。死局中寻求出路，运道昌隆。狸猫皇子，蓝。庶民之命，却行龙子之权。天生繁体，白。根骨平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魂魄受尽，白。心性不凡，悟性上佳，魂魄却遭秘术所伤，有所缺憾。魂魄受尽是因为19皇子在我身上留的后手。秦墨很快察觉到身上的异常。世间万物皆有命数，在登仙世界中，人的命数可分为4类，分别为运、势、体、时。运代表某个人一段时间内运势的好坏，势是一个人未来权势发展的轨迹和上限，体代表肉身状态，与体魄、根骨、血脉有关，时是灵魂的根本，与悟性、心性、资质有关。福祸相依是运，狸猫皇子是势，天生繁体是体，魂魄受尽则是时。消耗灵种就能强化或重塑命数。秦墨目光停留在灵种那一行的金色文字时，关于如何获取灵种的方法也了然于心。人在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时，会影响到自身命数，让生命本源和气运有所逸散。而获取灵种就需要让人某种情绪突破正常的限度，例如极度愤怒、恐惧、爱欲等等。命数平凡、实力弱小者，即便情绪剧烈波动，也无法产生完整灵种。但如果秦墨让命数不凡、实力强大的人情绪破线，就能从对方身上大量收割灵种。灵种除了能改变命数之外，达到一定数量时，还能凝聚特殊命格。当务之急是先解决19皇子留在我魂魄上的禁制，不知道100灵种有多少效果。秦墨没有犹豫，当即就消耗了命图中残存的100灵种，开始修改魂魄受尽的命数。此刻，万象命图震动，一棵星空古树虚影浮现，其分之万千，某根枝桠上100枚灵种化作光雨，洗涤冲刷着秦墨那道魂魄受尽的命数。片刻，光雨消散，眼前原本散发着灰白之光的命数中，随之孕育出一抹蓝色华光。命数改变，过目不忘，蓝。记忆力大幅度提升，悟性小幅度提升，阅览群书可过目不忘。新命数凝聚，就命数消散时，秦墨顿时感到耳聪目明。曾经脑海中一股让人感到压抑的沉闷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19皇子留在他身上的一层厚手和禁制被彻底抹去。从现在开始，命运才掌握在我自己手上。秦墨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放下，但他也没有就此放松警惕，而是趁着太子府宴会没有结束的时间，翻找起藏经阁顶层有用的藏书。皇宫东面，太子府，穿着大红喜袍的太子喜形于色，容光焕发，笑着四处敬酒，将一众皇族供奉，文武大臣和勋贵们都喝得晕头转向。喝，继续喝。满朝文武，难道就无一人是孤的对手吗？太子看着被喝趴的众人，心底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一想到自今日起就能得到杨家的全力支持，他脸上笑容更加灿烂，情难自禁。这一次为了与武侯府杨家联姻，他可是付出了超乎想象的代价。仅聘礼就有奇珍10车、丝绸1匹、赤金3万两，还有给沧州侯元兵的承诺，以及10万军械和甲胄。如此珍重的聘礼，乃大玄开国1500年来头一等。宣读礼单时，天下震动。太子府上曾有无数门客相劝，让太子三思而行，但在太子看来，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神江府杨家可是有着3尊镇国柱石，若为自己手中利剑，肃清寰宇，指日可待。况且武安侯嫡女杨玉婵不仅容貌绝世，秀外慧中，还是一个极具经商天赋的丫头。她年纪轻轻，财富就已经可以比拟那些中原巨贾。太子现在最缺的就是钱，若能得此贤内助，行事可事半功倍，怎么算都是不亏的。太子妃，姑来了。喝了一杯醒酒汤漱口的太子笑容真诚，一路来到府邸最深处，有些迫不及待地推开贴着大红喜字的殿门。太子寝宫内踩着柔软无声的白虎皮铺设满地，龙涎香袅袅升起，提神醒脑。桌案上硕大的夜明珠比红烛更要耀眼，映照出熠熠生辉的金色器皿。太子拿起金色器皿，倒了2杯交杯酒，来到床榻边，看向盖着红盖头的安静身影。爱妃，该喝交杯酒了。见对方没有动静，太子皱了皱眉，酒醒了几分后，忽然感觉到眼前的人有些不对劲，他抬手揭开了眼前嫁衣女子的红盖头，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了愣，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红盖头下竟是他安排在太子妃身边的婢女，此刻这被他当作眼线的婢女已经死得不能再死。太子妃呢？太子脸色铁青，一把掀飞这婢女的尸身。他不相信杨家敢这么玩他，这是在找死。太子妃知书达理，不是那种蛮横女子，既然收下了聘礼，就不会悔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姑不知道的变故。太子冷静下来，目光忽然扫到死去婢女身下压着一封信，拆开信封，看到其中内容，他只感觉大脑轰的一声炸开，额头青筋暴起，脸色狰狞，再也无法冷静的大骂：混账！混账！竟敢在孤眼皮子底下掳走太子妃，简直狗胆包天！当诛九族！东宫的护卫都死光了吗？连一个人都护不住。季先生，给姑茶。姑要知道今日发生的一切。太子唤进守在门外的贴身隐卫，咬牙切齿道：敢碰太子妃，无论他是谁，姑都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太子手中信件上赫然写着几个挑衅意味十足的大字：夜深难耐，臣弟先替殿下洞房，殿下稍安勿躁。再次看到这几个字时，太子顿感气血上冲，脸上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怒目圆瞪，拳头捏得咯吱作响，嚣张至极，狂妄至极，让姑抓住扒了你的皮。此时太子的酒已经彻底醒了，脑海中全是这挥之不去的挑衅话语，以及让他越想越发狂的暧昧场景。洞房之事，大婚之日的太子妃风华绝代，明艳到足以照耀天下，洞房的正主却不是他。该死，该死！到底是哪个混账？太子发狂，暴跳如雷。虽说那狂徒留下的挑衅话语自称臣弟，但他不相信皇子当中有人敢干出这样的事。况且在不久前的酒宴上，无论是支持他的皇子，还是与他不对付的几位皇子都在场，他们根本没法抽身，也不会傻到抓了人还留下线索，显然是有人想栽赃嫁祸。殿下，查到了。一炷香功夫过后，被太子称作季先生的挎刀中年面容严肃，沉声来禀道：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子声音已经沙哑。臣方才调动殿下的暗卫严查太子府，发现寝宫附近有一宝镜花水月的气息，此物能隔绝一切动静，营造幻境。太子妃应该是殿下在前殿敬酒时被贼人掳走的。你确定？太子死死地盯着季先生，得到后者肯定的答复后，气急反笑：是姑瞎了眼啊，把那狼崽子认成了羔羊。一宝镜花水月本是当今圣上的藏品，不久前银回流落在外多年的19皇子时，才赏赐给19皇子备作防身之用，所以他到底是吃了多少雄心豹子胆，才敢做这种事情？一想到1个时辰前自己还调侃那小崽子探讨阴阳大道时要注意身体，特赐鹿血宝丹，供他保重身体，好日夜驰骋。
太子五官都扭曲了，气火攻心之下，噗的喷出一大口逆血。这小畜生找死吗？顶着个楚王的虚名，就敢骑在姑的头上，真烈土封王了还了得！随姑现在就去楚王府，姑要杀人！太子盛怒之下，已经不想管19皇子背后的势力。殿下三思，此事绝对不只有一方参与。季先生劝阻道：“太子妃身边有个侯府的老嬷嬷，实力强横，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臣在探寻线索时，还发现了魔道手段，十有八九是宫中那位贵妃麾下的妖人来过。除此之外，多处死人的地方另有几种非同寻常的气机残留，臣也难以判断来者是谁。19皇子出入帝京，根基尚浅，没那个实力，多半是其他势力也参与了进来，想拿他当出头鸟。殿下想一想，若是殿下与杨家联姻成功，其他几位还有谁敢在朝堂上反对殿下？他们现在就是想看殿下失去理智，杀了19皇子。一旦如此，殿下不仅会得罪死19皇子的母族，也会得罪陛下。陛下最愧对的就是19皇子，虽说现在龙体欠佳，可余威犹在。在陛下心中，19皇子固然有罪，却罪不至死。况且19皇子既然做了，必然有所准备。现在的楚王府中，说不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太子殿下入套。臣恳请太子殿下三思，再三思，千万以大局为重。太子越听越怒，推翻了桌案上的所有物品。难道姑就要这样咽下这口气？真若如此，不如直接杀了姑。姑这些年兢兢业业的监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将来能坐稳那个位置吗？可若在大婚之夜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姑坐在那个位置上又有什么用？当个笑话。不杀老19，姑念头不通达，姑会有心魔。姑的尊严岂是一个剑种能够践踏的？季先生等太子发泄完，才缓缓道：为今之计，只有在大朝会上禀明陛下，让陛下做主了。众目睽睽，陛下顾忌影响，不会太偏袒19皇子，绝无可能。太子一口否决，刚压下的怒火又有爆发之势。他声音发颤地质问道：你难道想让天下都知道姑大婚之日遭此奇耻大辱？姑丢不起这个人，杨家也丢不起这个人。就算这样让老19遭罚，事后呢？姑如何面对杨家？如何面对太子妃？季先生轻叹：是臣思虑不周，殿下息怒。他也只是给出一个建议，事实上这是个无解之局。有太多人不希望看到太子与杨家联姻了，明暗交织的力量都不会让太子顺利伸冤姑，终究还是差了一步。若能走到那个位置上，整合满朝文武和皇族宗室的力量，什么妖妃和佞臣都不过土鸡瓦狗，弹指灰飞烟灭。太子悲愤之下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老东西怎么还不死？明明已经半疯半傻还占着位置，搞得如今的龙庭乌烟瘴气。季先生，殿下慎言。不行，今日的屈辱姑忍不了，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太子咬牙发令道：季先生，姑命你带人去楚王府，迎回太子妃，阉了老19，暂时不能杀他，就阉了他，算是便宜他了。诺。季先生不再劝，只要太子不以身犯险，他走一趟楚王府是没问题的。当夜，太子府内隐藏的暗卫开始频繁调动。与此同时，皇宫北楚王府，一架雕刻着赤色龙纹的奢华马车停在王府门前。秦墨掀开帷幔从中走出，指了指身后的藏书，吩咐马夫道：这些都搬到书房吧。辞去了宫中打扫藏书阁之职，当起马夫的李公公立刻下马搀扶着秦墨，笑容灿烂：殿下慢点，咱家办事一定让殿下放心。李公公笑得像花一样，即便已经几十年不服侍人，当奴才的记忆还是没有生疏。他低眉顺眼，卑微的像是一粒尘埃，是个让任何人看了都不生厌的好奴才。楚王府绣楼，身着正红嫁衣，美到不可方物的太子妃静坐在阁楼内，怔怔出神，似流落人间彷徨不知归途的仙女，惹人怜惜。看到秦墨回来，他明眸微烁，红唇翕动，轻声道：让我回去吧，留在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今日我没见过你，回去后我还是太子妃，你也还是19皇子，太子那边我来应付，不会让他找你的麻烦。整理好妆容和凌乱凤袍的杨玉婵熠熠生辉，她的声音很是轻柔，与她仪态万方、清贵绝尘的高冷模样有些不符。在绣楼中冷静许久，杨玉婵已经大抵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害她的是19皇子，而不是眼前这个替身。在两人都被迫饮下了有何欢散的药酒后，秦墨起初还是靠意志力撑着没有乱动的，先一步主动的反而是他。一回想起不久前的淫靡画面，他心中就充满羞耻，袖颈之上随之蔓延开淡淡的红晕。秦墨看了眼显露出些许异样的杨玉婵，微微摇头道：你太小看一个男人的好胜之心了，何况他还是太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监国，这样的人又岂会允许大婚之日自己的女人失身于旁人？你回去
无非只有2种结果：要么被囚禁致死，成为太子牵制杨家的筹码；要么沦为太子日夜泄愤的玩物。他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想起今日的屈辱。秦墨是知道19皇子在太子府留下的挑衅信的这一点，就完全断绝了他与太子和平相处的可能。哪怕今晚他没有动杨玉蝉，太子也会心存芥蒂，动一半算不算动？一个天皇贵胄能受得了这种屈辱？洗刷耻辱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碰太子妃的人挫骨扬灰。1天办不到，太子的耻辱与愤怒1天都不会停。而这一点，恰恰正是秦墨所需要的。他要收集灵众，就要让命数强大的人情绪破线。没有谁比太子更合适用来薅羊毛、刷灵众。在回来的路上，秦墨明显感受到命途异动，灵种数量暴涨，已经突破了1000，而且势头还没有停下的意思。很明显，应该是太子准备洞房，发现太子妃不见了，又看到了19皇子的挑衅信件。未来只要太子妃还在楚王府，太子就是个经验宝宝。杨玉蝉峨眉轻蹙，可我继续留在这里，太子查到蛛丝马迹后，今日就会杀了你。让我回去与太子斡旋，你至少能有个逃命的时间。秦墨笑了笑，目光盯向杨玉蝉，戏谑道：嫂嫂何时如此在乎臣弟的安危了？听到嫂嫂的称呼，杨玉蝉神色一僵，再想到此前的经历，倍得感瞬间充斥心田。他下意识的眼神闪躲，有些乱了方寸的轻斥道：你不是19皇子，无需这般称呼我。秦墨笑道：嫂嫂说什么就是什么。说罢，他没再与杨玉蝉闲聊，转身离开绣楼，最后留下一句话：臣弟不管嫂嫂是真心还是假意，总之莫要耍小心私害了自己。等时机成熟了，是走是留你自己决定，现在以养好千金之躯为重，其他有什么需要尽可吩咐李公公。听到秦墨还是如此称呼，杨玉蝉微愣蹙眉，捏起粉拳，羞愤地跺了跺脚。门外的李公公笑着行礼道：咱家参见太子妃殿下。殿下万福金安。对于皇族之中的荒唐之事，他早已见怪不怪。皇子与太子妃的小秘密算什么？皇帝与臣妻，皇子与皇妃的私情，他都见过不少。他肚子里藏的秘密，若是都抖出来，能让天下人惊掉下巴，能让大玄皇族无地自容。甚至连新主子是不是真皇子，李公公都不太在乎。他为皇族为奴为仆操心了一辈子，人生的最后一点时光，只想为自己而活，寻求大道。太阴秘典下卷2句16字真言，就是他在无尽黑暗中能看到唯一的一束光。朝闻道，夕可死矣。秦墨正是看中这一点。在游戏中，玩家从隐藏副本中拿到太阴秘典下卷，交给李公公，就能获得一个忠诚且强无敌的助战打手。只是李公公的寿元无几，血条只有1丝，何时遇到要力战之敌，离陨落也就不远了。殿下，太子妃毕竟是万金之躯，咱家日夜守着不太合适，若殿下信得过，咱家可以让宫中的干孙子调一些身世清白、信得过的宫女来。李公公走在秦墨身后，略一犹豫，躬声请示道：自从进王府之后，他就发现暗处都是眼睛，各方眼线已经将王府渗成了筛子，府中婢女若不更换，未来恐怕会有数不尽的麻烦。李公公看着办就是，今后你就是王府的大管家。秦墨将王府的人员调度大权全权交给了李公公，让他一直守在绣楼，这确实不合适，夺嫡之争凶险无比，皇子的身份不是保命牌，不排除太子或其他19皇子的仇人狗急跳墙想杀他。有李公公在他身边担任贴身护卫，他做事才没有掣肘。来到书房，秦墨意识沉入万象命图，此时灵众的数量已经暴涨到了2000。他还意外发现代表玉的命数多出了2个，福祸相依特制触发或命数：桃花运、刀光之灾。桃花运蓝，人格魅力提升，花香蝶自来。刀光之灾，嘿，遭人惦记，恐有刀光之灾。太子妃态度的变化，是我最近命犯桃花。黑色负面命数刀光之灾提示遭人惦记，太子这是准备动手了。秦墨并未感到意外，从灵种暴涨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太子已经愤怒到几乎失去理智。换作是谁大婚之日被戴了帽子，都不可能保持冷静。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狂风骤雨时，秦墨开始思索起那2000灵种的用法，是用来改变命数，还是凝聚新命数。命数的等级分为黑、白、蓝、紫、金、红，其中黑色命数都是负面的，如运势类的刀光之灾预兆着即将面临的危机，但只要将危机化解，这道负面命数也会自行消散。秦墨现有的各类命数是1紫3蓝1白1黑，紫色福祸相依，蓝色有狸猫皇子、过目不忘和新获得的桃花运，唯一的白色则是代表体魄和根骨的天生凡体。肉身是一切的本源，提升根骨应该放在第一位。万象命图的空间内，
秦墨试着调用1000灵种的力量靠近白色命数天生凡体，赤白的光团中孕育出了一丝湛蓝之色，很快迅速蔓延开来，最终又涌出缕缕紫气。见状，秦墨将剩下的1000多灵种所化的灵气也调用过来，紫色变得更浓，但并未有向金色转变的趋势。这一刻，他大概明白了灵种的价值，1000灵种能凝聚一个入门品质的紫色命数，再加1000会有量变，却无法质变，离金色还很远。除了体魄，悟性也很重要。秦墨略一沉吟，抽出未曾完全融入的灵种力量，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提升天生凡体的命数，另一半则用来凝聚新的悟性资质类命数。随着他念头确定，万象命图之上，星空古树虚影显化，白色天生凡体碎裂，转而凝成一道紫光炽盛的命数天生五脉紫。五脉齐开，天生的武夫成年便有举象之力，根骨百万无一。轰！这道命数凝聚的刹那，秦墨瞬间感觉到体内气血翻涌，筋骨齐鸣，传出虎豹雷音。哪怕没有踏足修行之路，都能感知到宛若实质化流淌的气血之力以及天地灵气。这一刻，他体内无数神秘因子涌动，像是进入了传说中的内景地，五脏六腑、筋骨皮膜都在期间发生着激烈蜕变。须臾之后，秦墨睁开眼，如有电芒闪过，呼吸悠久绵长，浑身骨骼噼啪爆响，五感六识都变得清晰无比。天地间的一切都仿佛变慢了许多，他聚精会神时，甚至能看到远处蚊虫振翅的频率。沉下心来聆听，100米之外婢女窃窃私语的声音如在耳边，更远处还有数道轻彩瓦砾的声音，像有人在屋脊跳跃。好一个天生五脉！秦墨感觉肉身中有用不完的神力，一拳能打死一头象。另一边，新的10类命数也在凝聚，3道虚幻的紫光浮现，在命图上勾勒成纹。三选其一，百折不挠，紫。意志坚硬如钢，纵然经历千百次失败，依旧斗志不减，昂扬向前。金刚佛心，紫。心如明镜台，不惹一丝尘，心中有佛，万法皆空，无欲则刚。玲珑心，紫。举一反十，慧根深厚，每日观想日月天地，皆可提升悟性。这3个紫色10类命数都十分出色。武道修行，非有大毅力、大意志者，难有大成。百折不挠非常适合武道修行，佛心也是如此。拥有佛心者踏足武道，修成金刚武僧只是时间问题。但这2个都不是必选不可，只有最后那能不断提升悟性的玲珑心，让秦墨十分心动。他已经有了天生五脉，在肉身上的修行如喝水般简单，现在更看重的弥补悟性所缺。从长远来看，悟性比天生五脉都重要，因为这不仅能让他快速修行各种玄功武技，在未来仙宝降世、灵气复苏的时代，悟性能让他走得更远。没有太多犹豫，秦墨果断选择了最后的玲珑心。这道紫色命数凝成时，秦墨感觉到脑海中迸发出无数念头，思维无比的敏捷活跃。一些关于登仙的模糊记忆都被他想起。根据前世那些支线剧情推演，19皇子虽是掳走太子妃的主谋，但暗中应该还有另一个势力的人在顺水推舟。秦墨目光变得深邃如渊，思维快速跳跃。俗话说，100年王朝，1000年世家，在他前世从未有超越1000年的王朝，基本都是数百年一循环，经历动乱和权力更迭。而大玄王朝国坐绵延1500年，有超凡武力镇压不假，内部却也早已乱得不成样子。明面上玄帝是至尊，是天子，至高无上，可实际上他晚年昏聩，为求仙走火入魔，现在一天只有1个时辰清醒，权力大不如前，几乎被架空大半在大玄中枢，太子只能算是一方较强的山头。还有2方势力，影响力都比太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是皇后母族外戚吕家，以镇海王为首，封地8000里海域，雄踞东海、北海，封地已成国中之国。另一方则是以宫中第一女魔头洛贵妃洛扶摇为首的江湖宗门和魔道势力。她来自孕育神灵之地天山，曾是屠龙杯上第1名。问到各教时，几乎废了同辈所有天才，压得同辈都抬不起头来。她入宫选妃，还是大玄皇族宗室撮合，本意是借助天山神女的特殊治愈玄帝暗疾，殊不知这是引狼入室。洛扶摇的到来，非但没让玄帝摆脱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反而更严重了，见美人如见白骨，唯恐避之不及。太子虽有监国之权，却也动不了洛扶摇，而且这位女魔头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那些反对她的，无论是拥兵自重的将军，还是修为有成的修士，第2天都暴毙在家。如今整个大玄后宫也只有皇后能与她抗衡1、2。秦墨对洛扶摇的记忆也十分深刻，她是登仙中的超人气角色，也是超级反派。因完美的身材、比例惊人的大长腿、妖媚的容颜、杀伐果断的性格和强大的实力，
让无数玩家抢着喊妈妈。太子与杨家的联姻，无论是皇后还是他都不愿意看到。吕家不想未来有一个自主的皇帝，掳走太子妃这种极端的事情，皇后不一定会派人做，但洛扶摇极有可能就插手其中。如果他与19皇子是同盟，对我而言并不利。秦墨脑海中刚闪过这个想法，就否决了。洛扶摇是个极其骄傲的人，他应该不屑于与真身都不敢录的19皇子合作。不过他也是个随心所欲的魔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以常理来揣度，留个心眼为好。轰！就在此时，王府上空突有惊雷炸响，层层肉眼可见的真气如浪潮般翻涌席卷开来，外界有强者在交手。夜黑风高，乌云遮月。秦墨推开门的一刹那，凛冽的寒风几乎灌满他的衣袍，而比寒风更刺骨的是扑面而来的浓重血腥气。他略微抬头，视线陡然撞上屋脊之上的孤傲身影，紫衣翻飞，如一朵嗜血的毒花，在狂风中猎猎作响。那人一手负于身后，姿态从容的近乎优雅，另一手正扣着一个黑衣死士的发髻，五指如铁，毫不留情地向后一拧。咔嚓，瘆人的脆响声甚至压过风声，黑衣死士的头颅被硬生生扯断，脖颈处血肉模糊。紫衣人信手一抛，那头颅便划破黑暗，翻滚着没入夜色。无头尸身兀自站立片刻，才如破麻袋般重重砸进泥地，溅起一片血污。如此一幕让周围准备围来的太子府死士们都一阵心惊胆寒，牙关发酸，头皮发麻。他是六监提督洛妃麾下的紫袍大监。太子府的死士当中，有人认出了紫衣人的身份，声音颤抖，只是话音未落，手刀斩过，一颗好头颅又冲天而起。死士们看到如此惨烈的死法，都下意识退了2步。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19皇子是贵妃娘娘点名要见的人，想送死就多派些人来。紫袍太监随意擦拭着手上的鲜血，语气平淡：荣公公，你应该知道今日发生了什么，季某不替殿下讨个交代是不会走的。一身着文武袖，挎刀而来的中年来到荣公公面前。哦，季江河，刀圣的关门弟子，咱家与你师父倒是不错的酒友，不过吗？荣公公笑眯眯的，话音未落，那只还染着鲜血的手喷薄出锐利无匹的剑罡，毫无征兆地刺入季江河的胸膛，而他另一只手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住对方的刀柄，轻轻推回出鞘半寸的长刀。不用比了，让你大师兄来，或许还有机会胜我。你这些年玩弄权术，疏于武道，出刀的速度真是越来越慢。荣公公摇了摇头，将手从季江河的胸膛抽出，惋惜道：可惜了你这一身天赋，本可以超越刀圣，问鼎封号武道，可惜你权欲熏心，浪费了这一身绝佳的天赋。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咱家留你半条命，回去告诉你主子，太子妃的事情自己心知肚明就好。他若是气不过，那就气着吧。被剑罡穿透胸膛的季江河陡然倒退数丈，咳出大口鲜血。他拄刀而立，快速自封经脉，眼神冰冷如虎豹豺狼。荣公公眯起眼，食指之间蔓延出银白丝线，他抬手一扬，银线陡然绷得笔直，染上一层淡淡的血光。这一次的偷袭更加阴险难防，令人毛骨悚然。季江河身后10数名死士们还未来得及反应，便都感觉到脑袋一阵天旋地转，哐当坠地。你！季江河惊怒，抽刀斩断一根掠向他脖颈的血线后，又咳出一大口鲜血，脸上血色渐失，心头忌惮不已。他身后的死士可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都是太子府花大价钱培养出来的中3品武修，有的甚至修成了刀枪不入的水火仙衣，可还是挡不住这老烟狗的袭杀。传闻这老烟狗投靠妖妃之后，已经突破武道3品，成就武道大家。如今看来，传言不假。若不是事发突然，且太子妃被掳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真想调来禁军和太子府其他供奉们围杀了这老烟狗。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老烟狗的寒毒罡气已经开始向他的肺腑扩散，拖延下去，他真有可能会死在这。来日方长。季江河冷哼一声，如惊鸿掠影般快速撤离此地。老烟狗没杀他，可不是什么看在师傅的面子上，而是他知道真生死之战，自己就是死也能咬下他一块肉来解决了所有麻烦后，荣公公转身目光正巧迎上秦墨。秦墨最初听到外面动静时，还以为是李公公在杀人，没想到的是杀人者另有其人。来人正是宫中现任的2位紫袍大太监之一，贵妃心腹，兼任6监提督，权倾朝野。19殿下，贵妃娘娘有请，跟咱家走一趟吧。荣公公目不斜视，居高临下，语气平淡道。与秦墨见过的其他太监们不同，荣公公的骨子里透露着一股傲气，就不像是个奴才，而是一头桀骜难驯的凶狼。不过他的确有几分狂傲的资本，武道3品可誉王不败。他就是不当提督，到了外面也是能称霸一方的武道宗师，或是脚风脚雨的江湖魔头。咱家的话
殿下是没听见吗？荣公公神色冷然，一步踏出，横跨数十丈距离，来到秦墨面前，抬手向他肩头抓去。这时，一只干枯的手掌突然抓住荣公公的手臂，让他的手悬停在半空，难以落下。任由荣公公如何发力，这条手臂都纹丝不动。一股猛烈的罡气爆发，让整条袖臂炸成布条，他都没能成功抽回手臂。你是谁？荣公公看着气血枯败的李公公，眉头拧得极深。什么时候这世上除了干爹，还有太监能与他一较高下了？念在小公子的份上，我现在只废你一条手臂，但你能否活命，要看殿下的意思。李公公声音平静，目光也古井无波。话音落下时，他身上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绝伦的气机，100丈之内瞬息冰凝半尺。荣公公顿时害得面无人色，此刻他的整条手臂都被冰晶覆盖，那是浓郁到压缩了千百倍的真气，任由他如何调动气机想要突破，都像是撞在万载冰墙之上，丝毫无法撼动。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荣公公眼中爬满血丝，呼吸急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条手臂毫无知觉地爆成冰晶血雾炸开。太阴秘典大圆满，护体真罡被破，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的荣公公忽然想起自己干爹宫中另一位紫袍大太监钟公公最喜欢讲的故事，那是一个让他一提起来就肃然起敬的故事。大玄历1210年，天灾连连，人祸四起，皇权式微，奸臣当道。大玄江山风雨飘摇，内有各路藩王拥兵自重，列土称霸，外有北离100万铁骑挥师南下，踏破出龙关，直指中原。彼时的大玄天子已经成了吉祥物，虽然名义上还是天子，但真正属于他的土地却只剩下当时纸醉金迷的玉京城。那一年，李平安8岁，他出生在离玉京城不远的平安县，在家中排行老4，家族兄弟排行第9。平安县的地主老爷喊他李九。那时候李九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点长大，长足了力气，帮地主老爷耕田，这样就能有机会每天都吃饱饭。小时候是大哥和3姐省下自己的口粮才养活了他，还有2姐为了给他找羊奶，远嫁到了隔壁县，却因难产而死。8岁的李九那时还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以后再也看到2姐了。他不想大哥、3姐也这样，所以他那时还有个小小的奢望，就是能让大哥和3姐也吃饱饭。可惜天不遂人愿，他10岁时藩王征兵，大哥被抓到了军中，从此杳无音讯。11岁，平安县闹蝗灾，3姐饿死，卧病在床的父亲饿死。12岁，平安县遭匪寇，地主家被人灭门，他没了家。同一年，他同族的堂兄饿死，堂姐饿死。他从绝望中挺过来，什么都没有变，只有心变得更强大了。那一年，他第一次走出平安县，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是白骨。听说玉京城里遍地都是黄金，没有饿死的人，李九跟逃难的人一样，逃到了玉京城。可到了这才发现，他们这些贱民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转机发生在一个夜晚，天子大怒，赐死了宫中上百名太监。宫中人手短缺，一个老太监出城来物色新人。李九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把自己卖给了老太监。他不知道身后那些都快饿死的人为何有进城的机会还犹豫，直到真正成为太监的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世上还有比挨鞭子疼上千百倍的事情。不过他不后悔，成为了太监，在宫中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馍馍，这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更珍视太监这个身份，谁不让他当太监，谁就是他的大仇人。每天宫里都有老太监教小太监们规矩、礼法、修行，还有最重要的忠心。他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他将老太监的一字一句都刻在了心中，不敢懈怠，不敢遗忘，生怕当不了太监，以后吃不上白面馍馍。可后来他发现，在宫中想当好一个太监，光有忠心还不够，得有手腕，有靠山。他亲眼看到一个修行比他还努力的小太监，因为得罪了有权势的大太监，被生生杖毙。还有为了一个官位手足相残的太监兄弟，他自己就因为没有色钱而被分配到了直殿间倒夜香洗马桶。太天真，在宫中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从那一天，李九发誓一定要找个大靠山。他开始日日夜夜伺候起至殿间内的一个老太监，就为了对方能收自己当杆，多几分保命的机会。16岁那年，他武道修为有成，老太监也答应了收他当杆。可天意弄人，他刚拜干爹没半个月，老太监就寿终正寝死了。好在老太监给他留了一笔财富和毕生的武道心得，他也因祸得福，从直殿间升到了白马监。彼时的他已经不再像是当初那样天真弱小，靠着一身强悍的武道修为和忠心耿耿，懂得老太监心思，而步步高升。这一年，他拜了白马监提督当干爹，全是盛极一时。当时他的干爷爷就是宫中最大的太监，几乎是除了天子之外说话最管用的人。
慢慢的，他也收了很多干儿，干孙，成为宫中的一方山头，小太监需要孝敬的存在。可没过多久，他上面的山头又塌了，干爹因为后宫之争站错了队，死状极惨。这时候他才明白，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的道理。因手上掌握了不少干爹贪墨的证据，他及时检举，激流勇退，捡回了一条命，却也再次被打进尘埃里，发配到冷宫服侍将死的皇太后。那时的天子只是皇太后过继的子嗣，因不满太后指手画脚，一怒之下将其软禁冷宫。李九并未因太后失宠而有所怠慢，他依旧本分地当着一个合格的太监，从不逾矩。这一点都被太后身边的老太监看在眼中。连天子都不知道的是，玉京城之所以没有武道强者来犯，就是因为太后身后的这个老太监在，他乃当世一品，堪比古时地仙的绝世强者。只可惜他为了护住这座玉京城，守好太后，已经经历过太多次大战，身体的旧疾越积越多，距离陨落之日不远。老太监看到了李九对皇族的忠心，也看到了他一身惊人的武道天赋，最终决定收他为徒，倾囊相授。他只有一个要求，护住太后，护住太后的后人。那一天，李九郑重地磕头拜师，他明白自己成为自己靠山的这一天要来了。大玄历1260年，老太监死在冷宫。第二年，北黎的数百万铁骑大败诸侯联盟，长驱直入，肆虐中原，杀至玉京城下。玉京城数万守军望风而降，宫中百官竞相修缮相表，而李九却依旧坚守承诺。他在冷宫悟道30年，一朝出关，登临武道绝巅。那一天，大雪，宫中3000涣关成了玉京唯一的一道防线，拒北黎大军于宫门外。李九自冷宫走出，漫天风雪化一剑，剑斩天门，以凡人之躯强行登临人仙大道，震动天下。那一天，血水盖过了天地间的白雪。李九7次杀进主将大营，手挽敌将头颅，傲立于狮山之上，让北黎千军万马都莫敢向前一步。那时他气机已然接近枯竭，在北黎同样有高手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位全盛的陆地神仙来了，也要折戟沙场，饮恨于此。可在北黎人看来，他就是个疯子，一个只顾杀人的疯子。他没彻底倒下前，没有人敢去赌他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各路藩王重整大军，切断北黎补给，多战线溃败的北黎主力只能撤走，大玄国祚得以延续。而那天留下无数暗伤，断了自己登仙大道的李九，也成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人。他一人力挽天青，为大玄国祚再续300年。他是大玄1000年来第一位封王的太监，莽文子袍大监他还是历经6朝的第一元老，是2世的大玄帝师。随着最后一位太后的后人因病而逝，这位曾改变了大玄历史的绝代豪杰也逐渐隐退。如今大玄王朝宫中资历最老的紫袍大监钟公公，每次提起这个故事都肃然起敬，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他拜的干爹就是这位最后的一个干儿子。论辈分，李公公就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干爷爷。钟公公虽无后，却执着于修族谱，族谱第一页上就是李平安的名字，末尾页中才勉强加了个荣公公的名字。楚王府，秦末面前，荣公公突然僵在原地，额头豆大的汗珠滑落，神情骇然地看向李平安。方才他整条手臂爆成血雾，都没有哼一声，但此刻却是瞳孔巨震，声音如吞了刀片般沙哑干涩。你是？想到300年前那个为大玄力挽天青，杀到北黎100万大军莫敢向前一步的封王子袍，荣公公心中不禁掀起惊涛骇浪。他不敢相信，这位已成历史的老祖宗竟还活着。300年岁月更迭，整个天下和王朝早已天翻地覆，就算是昔日的一品绝巅，在仙路断绝的时代也该作画了。荣公公想不通，但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令他细思极恐的是，老祖宗为何会认19皇子为主？难道当今圣上没疯？走火入魔的间歇性议政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圣上在暗中安排？不可能！如果老祖宗还在为皇室效力，20多年前的3王之乱，皇宫血案就不会发生。当年随着大玄疆域的拓展，封的王越来越多，中枢权力分散，玄帝决定削藩，但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有不少极其看重自身封地的老一辈亲王都选择了起兵造反。玄帝为平叛御驾亲征，遭诸叛军盟算计，被困于前线。随后叛军联盟领头的3王带兵绕后直取京都，几乎打下半座皇城，杀得血流成河。宫中的19皇子天崩开局，不仅出生之时恰逢兵变，连母妃也在惊吓中难产而亡。最终其母妃嘱托一位皇族供奉，带着尚在襁褓中的19皇子逃出皇宫，却遭遇围杀。3王精锐围杀下，那皇族供奉和婴孩尸骨无存。这些年来，所有人都以为19皇子早就死了，直到不久前才有人挖掘出真相，当年那位皇族供奉竟在逃亡路上将襁褓中的婴儿给换了，真正的19皇子没死。
他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北方边境，生活在那近20年，还是最近才被迎回京都。这样一位远离大玄权力中枢20年的皇子，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老祖宗？感受到荣公公情绪波动破线，被万象命图汲取气数转化了数百灵种时，秦墨嘴角浮出一抹微不可察的笑意。既然是小李子的晚辈，自然要留一条活路的。听到这个称呼，荣公公愣愣地看向李平安，见对方毫不在意，甚至还顺着秦墨的话在点头回应后，更是瞠目结舌小李子。他喊六朝亲王，2世帝师是小李子，这皇宫中的水到底有多深？这世上到底还有多少石破惊天的秘密自己不知道？被赦免的荣公公没有丝毫的开心，反倒是对自己的无知产生了深深的绝望。这位武道修为强悍，足以镇压天下半数武夫，且提领6监，被人称作都公的紫袍大监，今日竟有些失魂落魄。看到灵种又有增长，秦墨目的达成，摆手道：“滚吧！谢殿下不杀之恩，谢老祖宗不杀之恩。”先前不可一世的紫袍大监如蒙大赦，跪下不停的谢恩，身上的气机也在衰退。心脉受损之下，他已成的武道3品竟在跌进。你靠外力强行破境本就不稳，如今被太阴真气冲碎经脉，若能涅槃，2品可期。李公公平静点拨，谢老祖宗指点。荣公公心中升起一丝希望，像是个老演员般，一秒便涕泪横流，感激不尽道：“老祖宗与我有再造之恩，孙儿永世难忘。将来若有用得上孙儿的地方，无论是上刀山下火海，定万死不辞。”李公公不做反应，一道带有询问意味的眼神投向秦墨。他的目的其实不是指点，而是点明荣公公的威胁性。宫中老太监都是人精，说的话笑得中，如果真信了，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现在反悔要杀他还来得及，将来若等他真成了2品，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李公公觉得自己最多还有1年可活，1年后秦墨自然不是一个实力强大、老奸巨猾又懂隐忍的老太监的对手。他想尽可能的铺好路，解决掉一些暗中的隐患。明白了李公公的意思后，秦墨却摇了摇头。他看向荣公公，轻笑道：“公公既然是带着贵妃娘娘的旨意来，就这样回去也不合适，帮我带句话吧。”刚转身的荣公公的身形一僵，额头流下一滴冷汗，挤出一个笑容后才转身道：“殿下请讲，奴婢定原话转告。素闻贵妃娘娘艳冠大玄，有风华绝代之姿，比之9天玄女都丝毫不逊，而臣甚是仰慕，将来若有机会入宫，定要在凤榻上一沾娘娘娇颜。”秦墨一番略带轻佻的话语落在荣公公耳中，嗡嗡炸响，愣了半晌都没回过神来。虽然玄帝就没敢宠幸过落贵妃，但名义上她至少也是天子的女人，是贵妃。身为皇子如此口出狂言，若是被有心人听去，可是祸乱后宫，加上欺君的死罪。荣公公不敢想自己这话在喜怒无常的贵妃娘娘面前说出来是什么样子，他脸上笑容僵了僵，硬着头皮道：“奴婢定一字不差地转告贵妃娘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秦墨的目光无波无澜。他之所以留下荣公公的性命，并不是因为他与李公公有着8辈子打不着的祖宗和重孙关系，而是他留着有用经验。荣公公杀了太子府的人，他活着才能让太子府的人记恨，让快狗急跳墙的太子有个情绪发泄点，死了反而用处不大，还会和洛贵妃成为敌人。至于他那句大不敬的话，只是想试探这位贵妃娘娘，毕竟她可算不上正儿八经的贵妃，而是一个女魔头，做出什么样的事都正常不过。就算是皇后，秦墨也敢这么说，毕竟她可不是什么大玄皇族血脉，只是一个假皇子，并不介意当19皇子他爹。别偷看了，怎么夜深难眠？月下小酌2杯。秦墨忽然抬头看向绣楼方向，偷偷关注着这儿的杨玉婵。他今夜心情很不错，因为荣公公让他总共收获了近500灵种，等同半个紫色命数。绣楼窗边那道藏在窗后的窈窕身影如受惊的小猫，快速缩了回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片刻后又轻轻推开了窗。太子府报，今夜隐卫3营18名死士皆遭遇贵妃麾下紫袍袭杀，无一生还，季先生重伤而归，现已昏迷过去。化悲愤为食欲，正大快朵颐的太子听到麾下来禀，顿时变了脸色，愤怒地将饭碗倒盖，气急败坏地怒斥道：“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季江河追随刀圣修行多年，到头来连个太监都打不过。姑每日花重金供养着他，他就这样给姑交代。滚，都滚！”太子一脚踢翻桌案，额头青筋暴起，气得肺都要炸了。不行，太子妃还在水深火热之中，1日不脱离老师9那畜生的魔爪，姑1日不安。来人，召6大供奉回来，姑要将拦路的都杀尽。太子刚一下令，一旁屏风后就传来一道清冽如泉的女声：“殿下，万万不可！”一个身材傲人、玉腿修长、正摇着折扇的狐媚脸紫色宫裙女子款款而来，
平退了上前听令的死士，耐心劝阻道：“此刻6大供奉皆有要务在身，万不可轻易调动。若是入京，引得各方势力的忌惮，坏了大局，反而得不偿失。”太子冷静了一下，很快又烦躁恼火起来。那姑还能怎么办？太子妃在楚王府多留一刻，姑的心就多流一滴血。狐媚脸幕僚沉吟片刻道：“为今之计只有忍着，毕竟真正阻挠我们迎回太子妃的不是19皇子，而是贵妃。”太子咬牙，这一步若是退了，姑这辈子都抬不起来了。况且太子妃会怎么看姑？姑若是就晚了，今后与太子妃离心离德，与杨家的联姻就白费了。狐媚脸幕僚很是平静：“殿下，天界无情，被情绪左右行为是天界大忌，只有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今后才能成就常人所不能成之事。妾身是女人，比殿下更懂女人，太子妃要救，但不是现在。殿下要明白，杨家的人都是硬骨头，若太子妃以死相逼，19皇子也不敢冒犯。以太子妃的聪慧，在王府留得越久，越能将事情看得明白，知晓自己的敌人是谁。如此，将来迎回太子妃时，太子妃才能与殿下戮力同心，对付19皇子背后的人，将杨家与殿下彻底绑在一起。现在去救太子妃虽可成，却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只有在他最看不到希望时，殿下出现，才能让太子妃死心塌地。”太子狐疑：“真的？可姑还是有些不放心。殿下若不放心，妾身还有2个后手。”狐媚连女幕僚道：“其一，奴婢可以杀个楚王府中的婢女，取而代之，替殿下看着太子妃。若19皇子敢有逾矩之举，定立刻上禀。其二，殿下可派人对天魔教的人展开围剿。洛贵妃是天魔教的教主，她这些年来之所以如此猖獗，离不开天魔教撑腰。6大供奉虽不可轻易入京，却可以带头剿灭天魔教余孽，既可警示，亦可震慑。望殿下三思而行，棋局之胜负，不在一子之得失。”太子脸色一阵变幻，最终咬牙道：“好，就依你说的办。姑先忍了。”狐媚女闻严款款退回屏风后，唇边勾起一抹笑意。“等等！”太子忽然开口，让狐媚女心头紧张了一下。“殿下还有何吩咐？”太子眸光闪过一丝冷芒：“姑暂且放过老19，不代表就要让他好过。”即刻派人将老19已经查到了当初遇刺是8皇子谋划的消息透露给8皇子。他的岳丈与老19的舅舅既是政敌，又有血仇，而他还筹划过一场刺杀，不暴露还好，一暴露必然想着斩草除根，先下手为强。不久后就是秋寿，老19初次认祖归宗，按照祖训必须要参加，对8皇子而言，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狐媚女笑着点头：“殿下这招借刀杀人可真是妙啊。”2日后，大玄王朝边境一处山林破庙中，真正的19皇子坐在篝火旁，神色平静，听着手下带回的情报。我那替身没死到是在预料之中，毕竟京都有太多人不想看到太子与杨家联姻。不过太子没能把事情闹大，从楚王府上抢人，这一点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以太子隐藏的实力，不应该啊。他手下心腹闻言道：“或许只是太子太无能了，又或是他早已被架空，外强中干。”19皇子目光深邃，摇头道：“我这些年随师傅在北离修行，练得最多的就是这双眼睛，从来没有看错过人。太子的城府只会比你我想的更深，没有手腕，他如何能坐得稳这3年的监国之位？现在我倒希望我那替身能聪明点，多活些10日，给太子制造足够多的麻烦，把水搅浑，让各方斗得两败俱伤。”心腹担忧，主上与那替身皆容貌不俗，若是弄巧成拙，让太子妃殿下成了那替身的人，岂不是会养虎为患等？主上出了边境，到了北离，大玄之事就远在万里之外，无法触及了，不可不防啊。19皇子淡然一笑：“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谁都想靠联姻间接掌握杨家，殊不知那杨玉蝉是天生的凤鸣之体，活不过20，饮下狂暴的药酒，与我那替身合欢之后，寿数更是会大大削减。他母亲是御医世家，都救不了他，他自身虽也是优秀的医师，却无法自医，只能等死。况且即便有奇迹让他活了下来，让杨家成了我那替身的助力，也没什么可怕的。假的终究是假的，那替身如今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权势，可都源于一身的皇族血脉。将来等我回归之日，就是他重新被打入尘埃之时。我倒希望他能在帝京的夺嫡之争中有所建树，最好是能坐收渔利，成就越高越好。这样，等我在北离布局成功，迎娶了公主，成为未来的北离新主后，再回来将她取代，君临天下就轻松多了。”心腹闻言愈发恭敬：“主上深谋远虑，属下佩服。或许那替身还以为可窃国称王，殊不知他只是主上养的羔羊，何时肥，何时宰。”大玄帝京，楚王府，老奴见过楚王殿下。一个宫中来的红袍胖老太监进了府中，躬身拜向秦末。楚王是玄帝给19皇子的封号，
名义上有开府建衙、组建自己班底的权利。在大玄王朝，并不是所有皇子都能封王，相反，许多排名在19皇子之上的皇子，努力了小半辈子，连侯爵都没封上。因为大玄的皇族血脉实在是太多了，既不能都封王，玄帝干脆让他们都从最低级的奉恩将军做起，封王者凤毛麟角，封一字王的更是不超过5人，19皇子是个特例。只是楚王的封地还没有定下，玄帝在养伤，现在的军国大事大部分都是监国的太子做主，他不想看到又有皇子另立山头，所以一直借口拖延。这位公公是来传陛下旨意的。在院中扎着马步练体的秦墨见状起身停下修炼，平静的目光扫过红袍老太监和他身后几个搬着箱子的小太监。箱子落地就是一声闷响，看样子相当的有分量。没有旨意，只有圣上送楚王殿下的礼物。红袍老太监笑容和蔼道：圣上特意嘱托了，殿下无需跪拜，不久后就是秋寿，按照祖训，殿下刚认祖归宗，要参加这次的秋寿排名。圣上忧心殿下武道入门的晚，而秋寿之中又凶险无比，为保殿下安全，特令老奴送来护身古宝天蚕软甲1件，龙虎大丹10枚，黄金1万两，由殿下自由支配。小太监打开箱子，露出一片金灿灿的金锭，最精致的方盒内则安静躺着一件通体雪白、材质如玉的软甲。回去带我谢过陛下，公公辛苦了，里面喝口茶。秦墨挑了挑眉，似乎没有太多喜悦，说了句客套话，随后给老太监塞了一张银票。老太监吓了一跳，殿下，使不得，使不得！楚王可是圣上如今最恩宠的皇子，他可不敢吃拿卡要，万一被记恨了，他一个奴婢以后怕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虽说圣上现在一天只有1个时辰清醒，权力也大不如前，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圣上这个大山头一天不倒，他们这些做太监的就一天不能生出妄念，必须忠诚。宫里的规矩该遵守还是要遵守，公公莫非是不想给本王面子？秦墨脸色一冷，这，老奴叩谢殿下。红袍胖老太监汗流浃背地收下银票，既无奈又欣喜。殿下有什么问的，老奴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到王府大厅，胖老太监奉上天蚕软甲之后，便为秦墨奉茶，说什么都不敢做。天下宝物大抵可分为奇珍、异宝、神兵、古宝4类，其中完整的古宝最为珍贵，像这天蚕软甲就是一件极其稀有的防御性古宝，水火不侵，刀剑难伤，穿上之后甚至还有自动调理气机、活络血脉的养伤之用。每一件完整的古宝都是无价的，在诸王争霸时期，有人甚至用古宝换过3座城池。看得出来，玄帝对年幼时便流落在外的19皇子很是恩宠，随手就赐下皇室封存不多的古宝，太子都没这待遇。本王初来乍到，对大玄祖训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公公口中的秋寿都有哪些规矩，是老奴疏忽了，竟忘了给殿下讲述。胖老太监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笑着解释道：自太祖平定天下以来，大玄历经1000年不倒，但期间有数次都险些亡国。为了锻炼皇族的血性，记得大玄以武立国的初衷，秋寿就成了每一位皇子、公主要经历的磨练。秋寿3年1届，每一届都至少要有10名年轻皇族子弟参与，且不能带7品境以上的护卫，全凭自身实力狩猎。过往的秋寿都会有伤亡出现，最惨烈的一届甚至死伤过半，但规矩却从未动摇。不久后的秋寿地点定在城北100里的太阴山脉，那里除了有凶禽猛兽之外，还有一批如毛饮血的野人，他们凶残暴虐，天生神力，比山中兽王都更具威胁，殿下定要小心。对了，还有秋寿的赏罚，历届秋寿排名前3者都有惊人的赏赐，末尾3名者则都有最严苛的惩治。以往秋寿的第一，除了能入皇室宝库任选一件神兵或古宝之外，还能向圣上提一个条件，只要不过分都会应允。而排在末尾前3的都要罚万金，拿不出就削爵，且1年内不可在朝中担职。老太监说完，立刻垂手低眉，小心翼翼地观察起秦墨的脸色，生怕对方对这荒唐的处罚制度不满，迁怒于他。难怪他会送来1万两黄金，原来是觉得我会垫底。听到这句话时，老太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本王就却之不恭了。秦墨态度不冷不热，真正的19皇子就对玄帝始终心怀芥蒂，但玄帝还十分纵容。也就玄帝现在一天只有1个时辰清醒，权力被架空大半，若是全盛状态，恐怕19皇子都不需要找替身，直接就能仗着恩宠平步青云。秦墨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些本该属于19皇子的东西，对方想让他当替死鬼，现在不过是收些利息罢了。待宫中来的一行人离去后，秦墨继续其武道修行。如今天下灵气枯竭，仙道断绝，武道以9品划分，1品最高，9品最低。初始3品境分别为养血、冲窍、观想，练的是体魄、气机、意魂，讲究体弱熔炉，生生不息。秦墨天生五脉全开，
契机绵长，可直接跨过八品冲窍境，不过基础不能跳过。养血境是打熬自身基石，练好庄功就是基础。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搭配各种宝药秘血，熬炼体魄，一次次的将骨髓潜力激发出来。距离秋寿还有半个月时间，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些天他必须要尽全力提升武道实力。完成了半个时辰的庄功修行后，秦墨刚抬起头，就看到绣楼方向一个侍女慌张来禀：殿下，不好了，太子妃殿下出事了。绣楼软榻之上，一个病美人双目紧闭，脸色苍白，身上不断散发着寒气，像是一块千年玄冰，令人感到寒入骨髓。李公公，他这是怎么了？秦墨记忆中对太子妃的印象极少，似乎大玄夺嫡之争的后期他就没有出场过。现在想来，可能不是他不想露面，而是他英年早逝了。李公公替杨玉婵把着脉，眉头深深皱起，轻叹道：殿下，太子妃这是传说中的凤鸣之体，体内如有1000载寒冰，若在上古时期或许是修仙道的绝世天才，可在如今却是催命的体质。此刻太子妃的经脉之中竟是比太阴真气还要霸道的寒气，若任由扩散至心脉，不出7天必死无疑啊。秦墨神色凝重，就没有治疗之法吗？杨玉婵的身上有太多秘密，家世也无比煊赫，救他利大于弊。反之，他如果死在了楚王府，就真的顺了19皇子的意，彻底陷入死局了。李公公犹豫了片刻，道：有是有，可条件十分苛刻，能救他的东西太过珍贵了。在大玄主龙脉的地底，每年都会产生一滴寒灵玉髓，每100年，髓液沉淀便会孕育出一株养龙莲，此莲不仅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还能护人灵魂，体魄不朽。用此物救太子妃，性命自然可以，可龙脉之地100年才开启一次，只有圣上才能进入。在圣上之前的几任帝王中，有人想进龙脉之地取寒灵玉髓续命，都求而不得。最近一次龙脉之地开启虽在本朝，但那些寒灵玉髓和养龙莲已经被圣上取走。若圣上已经服用，再想提取药效，就只能取血炼药。秦墨沉默了。养龙莲是能为受尽者再续20年阳寿的天地之宝，无论谁得到都不会留在手上。更何况秦墨知道玄帝晚年修行出了岔子，走火入魔，已经服用过养龙莲续命。秋寿第1名虽可以向玄帝提一个条件，但想要取他的血炼药还是有些天方夜谭。至于强抢，更不可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玄帝本身就是武道至强者，身边鹰犬无数，取他的血不比杀一位全盛的陆地神仙简单。不过秋寿的第1秦墨还是要争一争的，毕竟寒灵玉髓效果虽差，但也有续命之用。秦墨冷静下来问道：李公公，那现在可有法子续住太子妃的命，让她恢复意识？李公公回应道：有是有，但要看殿下是否愿意。但说无妨，若咱家没有看错，殿下应该是极其难得的天生五脉，浑身气机宛若一体，宝血内蕴含着磅礴无穷的生机。若以殿下宝血为引，再配合皇宫秘库中的几味灵药，可为太子妃续命1年。李公公提笔在白纸上写下那几味贵重灵药的名字，停笔时他提醒道：殿下，天生五脉骨髓内的宝血有限，关系到殿下未来武道修行的上限，亏空一些或要数年才能弥补回来，还需慎重。就用这个法子。秦墨并未犹豫，对旁人而言，体魄根基非常重要，可他有万象命图，天生五脉只是一个紫色命数，未来更换金色命数时，这些亏空自然就不存在了。案例，我这个月有3次进皇宫秘库取药的资格，我先取血，取药的事就让府上婢女带着我的令牌去一趟吧。秦墨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安排下去，让李公公为自己护法，亲自取血。很快，碗中就盛满了小半碗的宝血，鲜血流淌时并无异常，可盛在碗中表面却浮现出一抹淡淡的金色，像有条金龙游弋，其中散发的至阳之气，将绣楼内的寒意都驱散不少。杨玉婵浓密的眼睫毛轻轻颤了颤，似乎有所反应。殿下，奴婢无用，奴婢该死。您要的3份灵药只取来2份，还有1份是秘库中的孤品，被八皇子捷足先登了。去皇宫取药的侍女回来后不停磕头，急得哭出了声。八皇子，武平王。秦墨神色冷淡，在游戏中，八皇子就是一个倒霉蛋，点中点的反派，往死里得罪世界主角。登仙世界主线中3大主角之一的林凡，就是在他的打压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林家因八皇子而灭，八皇子却没有斩草除根，反而让林凡和他妹妹活了下来，还将林凡视为重置，一次次碾进尘埃，戏谑玩弄。只是他不知道，他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会是未来龙象真宗的大师兄，还是仙武时代肉身修行最强横的龙象五祖。哈哈，19弟，本王不请自来，不知可否打扰到了19弟啊？侍女前脚刚到，府邸外就传来了八皇子的笑声。听说19弟在找一味灵药啊，
本王这恰巧就有这么一味药，不过平白交给19弟，想必19弟也不会收，不如我们赌斗一局如何？”一袭金袍的八皇子蛮横闯入楚王府中，咧嘴笑道：“就赌你的天蚕软甲，我们去血斗场，所有罪级奴隶你任选一个，只要能打赢我选的奴隶，不仅灵药双手奉上，教坊司的女人本王也保你随意挑选10个，你亲自上场也行。”见秦墨没回应他眉头一皱，又加大赌注。八哥知道天蚕软甲珍贵，但你也用不到，这样我再加一张太祖用过的宝弓。秦墨看了眼八皇子，平静道：“那就请八哥带路吧。”19弟果然爽快，八皇子一阵大笑，心中暗暗笑道：“这小子输定了。”等他输掉了天蚕软甲，看他在秋寿之上如何自保。身旁秦墨将他的一切细微表情都看在眼中，他之所以答应，并不仅仅是为了赢那一味灵药，还因为八皇子得罪的那世界主角现在就在血斗场，而且还是个罪级奴隶。暮色沉沉，京都外城一处挂着诡异大红灯笼的街上，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一些戴着面具的人自由交易。19弟出来京都不久，想必只听说过鬼市，却没有真正来过鬼市。在这只要你给的价钱够高，什么奇珍异宝、美人、面首，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戴着一张虎头面具的八皇子走在秦墨前方，笑着介绍：“血斗场就在鬼市的最深处，罪级奴隶们每天都有7场淘汰制的死斗，最终活下来的那个可以选择获得自由。若是19弟看中哪个罪级奴隶，觉得他能活到最后，可以随意压住，无论压多大，血斗场的东家都接得住。”八皇子就是个笑面虎，一路上滔滔不绝。秦墨根本就没搭理他依旧笑得很殷勤。如果真信了他的热情，哪天背后被捅一刀都不知道。到了人声鼎沸、血腥味扑鼻的血斗场时，他只是一个眼神，血斗场的负责人立刻上前陪笑。一条通往血斗场最高处看台的道路被快速清了出来，两旁有许多木笼子都关着所谓的罪级奴隶。按大玄律法，严禁组织生死血斗，更严禁圈养奴隶。但鬼市比黑市还黑，无视律法，笼子里的人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压住的奴隶能不能胜。冤枉，冤枉啊！救我出去，我有良田千亩，救我出去都是你的。大人，救救我！我知道一个前朝的大秘密，找到前朝的宝藏能让大人飞黄腾达。木笼中不停地有手伸出来，里面人看到有让血斗场负责人都恭敬对待的大人物到来时，各有各的理由想逃出去。这里的罪级奴隶19弟，你可以随意挑选一个为你出战，放心，八哥不欺负你，只让同境奴隶跟你选的人打。若是你对他们都不满意，你可以亲自下场，我安排一个5到9品的护卫与你一战，点到为止，绝不伤你。八皇子不想秦墨反悔，一步步引诱着他。不，我选好了，就他了。秦墨一眼就看到了木笼中最独特的那人，其他人都在求饶喊冤，唯独一个少年低头蜷缩在角落，目光冷意。看到秦墨指着的那个少年，八皇子意外地笑了。他若是不行，那就不赌了。秦墨转身欲走，难道有诈？八皇子皱眉，为什么老19会选那个8品初期的小子？难道是故布疑兵，想让自己犹豫，好反悔离开？不会错了，留步。19弟选的人当然可以，但19弟可千万不能输不起啊，会让人笑话的。八皇子拉住秦墨，笑着说了句激将的话。木笼内，林凡蜷缩在角落，目光冷意，看到戴着虎头面具的八皇子时，他拳头死死捏紧，指甲嵌入血肉。他记得那个因为一个荒唐原因而灭了自己满门的家伙，就是这个虎头面具人的手下。对方不仅灭了他满门，还把他打上罪级，关在这里当死斗的奴隶。如此血海深仇，他林凡发誓将来定要10倍偿还，要让幕后之人死无葬身之地，永世忏悔。你出来！死斗场的管事冷漠地将林凡提了出来，丢到秦墨面前。秦墨审视一番，这蓬头垢面、手脚都带着镣铐的少年，的确是他印象中的那个主角。只是现在他身上到处都是鞭痕，看来受过不少虐待。把镣铐解开。大人，这些奴隶都是争勇斗狠的疯子，现在就解开镣铐，恐怕会有意外。血斗场管事犹豫着开口。秦墨瞥了眼八皇子，后者笑着点了点头，解开吧，有本王在，他还翻天不成？就在血斗场管事解开林凡手脚镣铐的时，异变突生。林凡突然抱起贴近眼前之人的身子，手腕一翻，从袖口中抓出一块磨得锋利的铁片，快速在对方脖颈上划过。刺！鲜血飙溅，让在场众人都大吃一惊。找死！血斗场管事是体魄打磨圆满的5到7品，这一刀之下竟没有毙命，暴怒之下正要一掌毙了林凡。住手！随着秦墨一声冷斥，跟在后头的李公公身如鬼魅，一步横跨数丈，
抬手间就废了血斗场管事整条手臂的经络。你杀了他，报不了仇，更不能活着离开这里。替我上去打一场，赢了，我给你自由之身。秦墨的声音平静，却让林凡骤然止住。吃了这丹药，可助你疗伤。看到秦墨抛来的一枚来历不明的丹药，林凡冷哼一声，没有犹豫地吞下。这鬼市里有什么好人？想必是想用带毒的丹药控制他。真以为他会就此认命？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体内有一道能吸收天地所有毒素和能量的古堡符箓。片刻后，林凡心头微惊，这丹药竟然没毒，甚至其中蕴含的生机和气血之力，比他这辈子吃过的补药都要强10倍不止。从记事起就被针对打压了一辈子的林凡，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的温暖。哪怕这陌生人是要利用他，对方也至少给了他尊严和一条活路。19弟好大的手笔，竟给一罪级奴隶一枚龙虎大丹，真是暴殄天物啊！八皇子表面惋惜着，心中却在冷哼：无知者无畏。龙虎大丹药效刚猛，没个10天半月根本不可能消化，受伤的人吃了之后，若参与死斗，只会适得其反。而且这少年只是8品武夫，对上自己选的一个即将突破到7品的假奴隶，孰强孰弱，几乎没有任何悬念。既然19弟已经选好了人，事不宜迟，立刻开始吧。我观此子出手果断，骨子里有一股狠劲，说不定还真能让19弟赢了这局呢。八皇子催促时，还不忘抬举一句，生怕秦墨反悔。血迹斑斑的血斗场上，林凡踉跄登场，对面的通道中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片刻后，闸门打开，一个身高8尺有余，浑身肌肉如囚笼，凶神恶煞的光头壮汉暴吼一声冲了出来。杀！光头壮汉像是一头饿了3天的熊皮，眼泛绿光，狂暴无比，想上前撕了眼前的少年。场边有武器架，但此刻林凡根本来不及取用。砰！骨裂声清脆作响，只见那光头壮汉使出一记靠山桩，浑身气血轰鸣，硬生生将林凡撞飞出去，鲜血凌空，泼洒数丈。好！观众席上，八皇子心情大悦，拍手叫好。他还不忘刺激秦墨道：19弟，这次不怪你眼光差，是本王运气好，选的这醉血奴隶刚好上场就突破了。再来一次的话，说不定19弟就能赢了呢。听说父皇还赏了19弟1万两黄金，若是19弟对输了天残软甲心有芥蒂，本王可以做主再赌斗一场。秦墨看着场上的战斗，眼神毫无波澜。八哥的话未免太密了，好好看着就是。八皇子嗤笑，7品打8品，能有何种意外？血斗场上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印证着他的话。凶神恶煞的光头壮汉一拳接一拳砸在林凡身上，打得林凡吐血不止，节节败退。7品观想境已经修炼出了一魂，对万物感知更加敏锐。林凡想要格挡，动作诡计却被提前预判，根本防不住八王爷。属下想起来了，此人是林啸的儿子。八皇子身旁，一个手下盯着林凡的脸，突然开口：林啸是何人？本王认识吗？与禹州林氏有关。八皇子漫不经心地问着。他的封地就在禹州，可谓是一手遮天。这些年来，禹州大族几乎都已向他臣服。一个林氏，2流门阀都排不上，在他眼中不过是个大些的蝼蚁，根本不会刻意关注。王爷有所不知，林啸是禹州林氏支脉的族长。近年来，林氏支脉愈发壮大，有脱离主脉控制的迹象。世子爷曾派人去好意招揽，不曾想派去的人却被打了一顿，属下便做主将，这狂悖逆主的林家分支给灭了。八皇子的手下解释道：一桩小事罢了。八皇子笑道：方才这蝼蚁看本王的眼神居然带有杀意，这是多少年没见过的趣事了。可惜他运道不好，只能下辈子再来找本王了。血斗场上，林凡七窍流血，双目通红，被打断了骨头，依旧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目光冰冷。他在心中一遍遍嘶吼，自己不能死，一定不能死。他还有血海深仇没有报，他妹妹还等着他去救。当初禹州那位世子爷的手下来到林家，不仅逼迫父亲要重新并入林氏主家，还想把妹妹抓走给世子当妾，而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当哥哥的职责，教训了那口出狂言的家伙，却不想为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但错不在他，该死的是那些草菅人命的家伙。是禹州的武平王，我要活着，我一定要活着出去。似乎是感应到了林凡的强大意志，他体内吸收了龙虎大丹药性的那道符箓骤然复苏，所有的药力都在此刻被激发，修补着林凡断骨的伤势。噗噗噗，几声冲开五脉穴窍的闷响接连从那染血的身躯中传出。此时林凡周身气劲翻涌，一声低吼，双臂猛然向上擎起，硬生生拖住了壮汉下砸的重拳，竟一寸寸挺直了腰背。八皇子陡然坐直，有些惊讶，突破了。不过就算穴窍全开，也还只是8品巅峰，差。
话音未落，只见场上那壮汉惨叫一声，胸膛前骤然多出一道深凹的拳印。林凡周身骨节噼啪作响，气血如潮奔涌，龙虎大丹之力已被他彻底炼化。在这短暂的片刻内，他的力量疯狂暴涨，胸如蛮龙。他神色冷峻，没有废话，自架上抽刀一挥，寒光闪落间，头颅落地，血涌如泉，满座哗然。不少压住了赌金，拿着票据的鬼市观众都气愤离场。咔嚓，八皇子沉默片刻，捏碎了手中把玩的核桃，忽然笑道：好，好啊，很好，是本王输了。19弟眼光独到，先前本王答应你的灵药，还有叫方思的婢女，都是19弟的了，本王输得起。李公公淡淡道：八王爷似乎忘了，还有太祖长弓，咱家可是曾亲眼见过那张弓，其神异，寻常神兵难仿。虎头面具下，八皇子的嘴角抽了抽，他起身拂袖离去，冷哼道：聒噪，这点小玩意本王还是输得起的。走了2步，他心都在滴血。太祖长弓可是他唯一一次立下足够封王的大功时请回府的神兵，当时为了这东西，他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甚至放弃了爵位晋升的机会。此弓曾随玄太祖征战，射杀过陆地神仙，绝对是近1000多年来最好的一张神弓，价值比之不少完整古堡都不逊色。一想到如此神兵要落入他越仗政敌想要扶持的皇子之手，他的心不停地在滴血。没事没事，那小子拉不开太祖长弓，给他也只是让他暂时保管，迟早还是本王的。该死的林家被灭门了，还出来一个人坏本王的大计。八皇子安慰着自己，冷冷瞥了眼身后的手下，后者噤若寒蝉，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厮杀结束，林凡躺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心有余悸。若是没有那枚龙虎大丹，今日他或许已经死了。好在现在一切都挺过去了，只要给他龙虎大丹的那人信守承诺，他就能重获自由。走吧，在离开京都之前，此地无人敢拦你。秦墨平淡的声音落下，周围蠢蠢欲动的几人都僵在原地，有人忌惮于他的身份，有人契机已经被李公公锁定，稍有异动必身首异处。林凡面前让出一条道路。多谢。他看了眼秦墨，拱手道谢一声，毅然转身向外。可就在他与八皇子那名折返的手下擦肩而过时，却骤然止步，目光死死盯着对方。小子，你若敢走出京都城，明日你那被关在教坊司的妹妹就会被人剁碎喂狗。林凡紧攥拳头，指甲刺进血肉，冷冽如刀的目光死死盯着八皇子的手下，令人发毛。折辱他可以忍着，唯独不能忍有人触他逆鳞。他从小在家族就受尽欺凌，只有妹妹一直无条件支持和鼓励着他，父母都已离去，如果连最后的妹妹都保护不好，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敢碰他一根汗毛，我不惜代价也避免你全族。林凡凶厉的目光对上八皇子的手下，让后者眉头直皱。哼，小子，你是不是失心疯了？老子已经派人把你林家支脉给灭族了，就算不动你妹妹，你就会放过我吗？八皇子的手下不禁冷笑，若不是有大人物说了要让你活着出京都，老子现在就可以挑断你的手脚筋，架着你去教坊司，看你妹妹如何受辱。砰！林凡忍不了了，借助体内龙虎大丹的残余药力，一拳突然砸向八皇子手下的面门。碎骨声炸响，林凡闷哼一声，心逐渐跌落谷底，骨头碎的不是对方的鼻梁，而是自己的手骨。他全力一击，竟连对方的护体罡气都没能破开。还不快滚，明日过来给你妹妹收尸。听着对方嘲弄的话语，林凡有些绝望，他宁愿继续被关在这里当罪级奴隶，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对了，那位赐我丹药的大人物能让武平王吃扁，求他，他一定能救妹妹。林凡脑海中瞬间闪过秦墨的身影，没有过多犹豫，他毅然回头来到秦墨面前，咬牙跪下，欲要叩首，凄惨道：大人。林某此生只跪天地父母，从未向旁人屈膝，今日求大人救小妹一命，林某愿抛却所有，誓死相随。秦墨抬手将他拖住，目光平静：你妹妹不会有事，至于这害你林家之人，可杀。突如其来的这句承诺让林凡眼眶通红。秦墨忽地察觉到万象命途的异动，林凡情绪剧烈波动时，灵种竟暴涨了1000之多。不愧是未来的龙象五祖，简直是灵种生产机。秦墨平静无波的话语落下时，八皇子的手下却慌了。林家这蝼蚁何德何能，能让19皇子如此在乎，还要杀他？殿下，闭嘴！李公公一步来到八皇子手下的身后，手中拂尘一扫，将后者压跪在地，真气堵住嘴。后者神色慌张无比，呜呜的不停叩首求饶。现在八皇子已经离开了，这里地位最高的就是19皇子，如果19皇子真要杀他，他死了也就白死了。林凡吐出一口浊气，神色冷漠地来到八皇子手下的面前，抬手就是2巴掌扇了过去，最后一脚将他踹翻。
谢大人好意，不过我想先留他性命，林家的仇我还是想以后亲手来报。固然现在杀了能少很多麻烦，但林凡也不是傻子，在大人的帮助下杀了八皇子的人，自己或许没事，但一定会给大人带来些麻烦。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有信心，在将来的某一天能手刃仇人，包括八皇子武平王和武平王世子在内。好，既如此，姑且留他一条狗命。秦墨并不想过多干预林凡的选择，他现在还要回去救人。至于林凡的妹妹，让李公公安排其他太监去接人便可。回到楚王府后，林凡被楚王府的建筑规格震惊到了，本以为就自己的大人最多是个皇亲国戚级别，没想到竟是大选楚王，是极尊贵的单字封号王之一。论品级，八皇子武平王都不如他尊贵。刚开始还有些顾虑，对方是觊觎自己体内古堡符箓的林凡有些惭愧。大玄王朝雄居万法天下中神州1500年，人口亿万，疆域无穷，得天下供养的皇室更是强者如云，宝物无数。听说每一位封丹自王的亲王都能得一件完整古堡的封赏，像大人这样的人岂会觊觎自己一个小人物的机缘？大人以真情待他，他却把大人想得如此不堪，他真该死啊！林凡惭愧地抽了自己一巴掌，让自己清醒清醒。另一边，教坊司捡回一条命的八皇子手下脸色阴沉地来到此地，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扣留住林凡的妹妹林清浅，这是他手上唯一的筹码，只有扣下才能让林凡忌惮。杨杰，杨大人，不知大人来我教坊司有何贵干？教坊司司主看到八皇子的手下来了，熟络的笑问道：前不久送来的那个林家小丫头在哪？我要带走。杨杰态度强硬：大人，这似乎不合规矩吧？教坊司司主为难：什么规矩？他得罪了八王爷，现在我就是带八王爷来教他规矩，再不滚开，明日教坊司的主事就可以换人了。杨杰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来了教坊司，再有不长眼的拦他，不介意动手撒火。天界的地盘何时轮得到武平王养的狗狂吠了？就教坊司司主憋屈地让开路时，一道阴冷的讥笑声突然从远处传来。杨杰闻言大怒，正要发作，目光扫到来人身影时，他神色一僵，将话全咽了回去。来的是一位紫袍大太监，宫中一共就2位紫袍大监，分掌12监，全是彪炳，连皇子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其中一位替贵妃娘娘办事，一位效忠皇后，来的正是替贵妃办事的荣公公。如果是钟公公也就罢了，至少他讲理，懂权衡。可这荣公公可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无法无天。杨杰宁可得罪太子，得罪皇后，都不愿意得罪荣公公。后者掌握的巡天司最精通的就是各种折磨人的酷刑，进了巡天司的大牢，毕竟诏狱还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林清浅，咱家提走了，谁有意见，让他找咱家来说。断了一臂，袖袍空荡的荣公公语气淡漠，目光忽然扫到杨杰完整的手臂，唇角勾起，手中银线陡然射出。啊！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杨杰额头冷汗直流，看着自己的断袖，做着深呼吸，脸色惨白，却还敢怒不敢言。咱家最看不得你这等恶犬，还身躯完整的。荣公公优雅地擦了擦银线上的血珠，满意离去。杨杰看着被切成数段的断臂，忍着怨气，直到荣公公走远，才敢在心里骂老烟狗。难怪19皇子如此有恃无恐，原来是傍上了妖妃，回去定要将此事禀报八王爷。一架前往楚王府的马车碾过青石板，微微颠簸。林清浅一袭青衣如裙，倚窗出神，红唇已咬出血迹。他目光涣散地望向窗外，眉间笼着愁绪，年纪虽小，脸蛋却已是明眸秀鼻的美人胚子模样，透着股惹人怜的灵气。从林家被灭门开始，他的心就死了。哥哥林凡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可现在他被抓入了教坊司，听说那里是官家最女的地狱，不是成为官妓，就是被那些大老爷买走当奴。他暗暗发誓，绝不受辱。如果接下来他被送的地方是青楼，或是某个色鬼的府上，他就算死也要保全清白。若素素在就好了。马车停下，林清浅的心也随之咯噔一下，他捏紧了藏在袖口中的短刀，忐忑地下了马车。清浅，一道熟悉的呼唤声让他惊喜万分，几乎要哭出声来。楚王府门前，林凡一脸宠溺愧疚地看着少女。哥哥，你没事？是哥哥救我出来的吗？林清浅红了眼眶，声音哽咽。他预想了无数种结果，每一种都很绝望，唯独没有想到还能安全地和哥哥见面。是19殿下，新晋的楚王殿下救了我们，没有他，你哥哥我或许已经死了。提及秦墨，林凡肃然起敬，殿下是我林家的恩人，今后你就留在楚王府，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林清浅不知道楚王是谁，但他相信林凡不会骗他，能让林凡哥哥都如此敬重的人，一定有其过人之处。那恩人在哪？清浅想当面道谢。林清浅轻声开口，
殿下现在应该有要事在忙，我们等等。绣楼软榻上，太子妃杨玉婵悠悠醒来，虚弱地睁开眼，身旁香炉之中散发着淡淡的药香味，还有一个狐媚脸的侍女在轻轻扇着扇子。太子妃殿下醒了。狐媚脸侍女有些惊喜。小十九呢？杨玉婵被搀扶着靠在软榻上，脸色苍白地询问道。先前她虽然昏迷，但五感六识还在，知道秦墨为了救自己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以天生五脉的宝血为引，配合各种天地灵药，为自己续命1年，却几乎断送了自己未来的武道前途，值得吗？杨玉婵想不通。殿下刚完成1个时辰的修行，正在院中药浴。狐媚脸侍女如实答道。她太傻了，为了一个必死之人，一点都不值得。杨玉婵喃喃着，待力气恢复几分后，让侍女扶着起身，扶我去看看。狐媚脸侍女略微犹豫，最终还是听了太子妃的命令。王府院中，秦墨泡在药浴的桶中，闭目感受着肉身的变化。对他而言，林凡的事只是一个插曲，自身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归根究底，拳才是拳。9品养血境的修行重在温养体魄，打好基础。各种异兽血加上灵药烹煮的一桶大药，正不断改善洗涤着他的肉身根基。可惜他总觉得差点意思，也许是他天生五脉的基础本就强大，再想提升不容易。登仙中有一种9转仙方，是最佳的养血药浴，但获得的条件十分苛刻，必须要成为神药堂的核心传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这能化繁血为宝血的9转仙方。而杨玉婵正是这神药堂背后最大的东家，这也是秦墨之前不惜代价要救人的原因之一。19殿下，这用的是什么药方？屋檐下，杨玉婵询问起身旁的侍女，若是以往她身体没这么虚弱，嗅一嗅就能知道这些药的成分，可现在五感都退化了一些，分辨不全是宫中标准的养血药浴。狐媚脸侍女回道，还是50年前的那个方子。杨玉婵轻叹一声，随着大玄皇族血脉一代代的更迭，且大多数皇子幼年时就吃过很多天才地宝，他们修行后在养血境几乎可以跨过，这也使得太医院的那些老头们都不再优化精进养血境的药方，反而舍本求末，研究起拔苗助长帮助冲窍的药方。而他外公500年前的医仙嫡系后人，就因为与太医院的老头们理念不合罢官了，所以皇室现在给皇子们用的养血方子还是数十年前他外公留下的残方。据他所知，这些年来外公一次次优化养血方子，已经更迭了上百次不止。杨家之所以一门3上将，与他外公的药方就有很大关系，只是世人不知而已。甚至他开的神药堂生意之所以能遍布大玄乃至北离，让那些商贾巨头吃瘪，也是因为外公的药方。杨玉婵的外公在3年前就去世了，老人家没有嫡系传人，走之前将自己和家族的毕生心血都传给了他，其中就有一份外公叮嘱他万万不可外泄，必须等未来杨家无惧任何危险时才能拿出来的养血药方，名为9转。若过早拿出，必为家族引来灭族之祸。在外公的口述中，那份9转仙方不仅能让人体内气血升华，凝聚成有10倍力量的宝血，还能涌脱丹田，让人真气浩瀚到近乎无穷无尽。这是一个足以颠覆如今武道体系的养血药方，或许走这条路铸成的武道基础，修到极致，真能以真武之力入仙是佛。这份药方最终完善的版本烙印在杨玉婵的脑海中，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就还有1年可活了。外公虽然说过这药方要等杨家无惧任何挑战时才能拿出，可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也不能让外公的心血白费。杨玉婵内心纠结犹豫了一阵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他离开了院子，找到李公公，写了很长的一张条子，不知公公能否为本宫去一趟神药堂，取这些药来。这是本宫的信物，神药堂的堂主见了自会将最上乘的天才地宝和灵药交给公公，为殿下效劳是咱家本分。李公公看了眼写满药材的条子，心中大抵明白了，太子妃这是想自己配药，又怕药方泄露，干脆写了上百种灵药和辅药都让他去取。半个时辰后，李公公归来，杨玉婵将自己关在房间中开始配药。秦墨完成体魄修行，正要开始第2轮养血药浴时，杨玉婵带着一份配好的秘药找来。殿下，宫中的养血药方已50余年未曾改进了，不妨试试我这个。玉面苍白的病美人裹紧狐裘，微蹙着眉踏入小院，将一份新的养血秘药递给了秦墨嫂嫂，还懂药理，不许这般称呼，还请殿下唤我名讳。杨玉婵指尖一紧，狐裘上雪白的绒毛被她攥入掌心。好的，嫂嫂。她抬眸瞪向秦墨，苍白的脸倏地染上几分羞恼的绯色。这话他已不知第几次重申，秦墨每次都颔首应着，转头却依旧叫错，分明是存心惹他羞恼。那换嫂嫂，玉婵。秦墨不再故意打趣，他也知道杨玉婵母族是医仙世家，对药方颇有研究，甚至神药堂最神秘的大东家都是太子妃。
随你。杨玉婵忽然觉得这称呼也过于亲昵了，但总比一直唤她嫂嫂好。毕竟一提起这个称呼，她就想起了大婚之夜，还有太子。她只想暂时忘了自己太子妃的身份。按照特定顺序将各种灵药投入清水后，杨玉婵额头已经香汗淋漓，慈肤泛着微光，露出窘态的她立刻逃离此处。秦墨倒没有为难她，此刻她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那些灵药上。太子妃来带的这些灵药品质都高得惊人，千年份的火灵芝，东海之地的蚌珠，北离的蛟灵，还有南疆的千退骨。秦墨前几日从藏书阁搬了不少古籍到府上后，翻看过不少天才地宝的图鉴，都记了下来，但此刻也只认出小半。光是他认出来的几位不是那么起眼的灵药，就已经来自天南海北，价值都比皇室养血药方中的秘药珍贵100倍不止。这还是其次，更有价值的是这些灵药搭配之后发生的质变。药桶中药立化开时，传出一阵异香，让秦墨浑身毛孔舒张，只是靠近都感觉血液流淌在加快，肉身传来渴望之感。噗！看了眼在不远处护法的李公公，秦墨放心的一头扎进药桶中，瞬间药液沸腾加剧，桶中的养血大药接连碎开，化成最精粹的宝液，渗进秦墨全身毛孔和穴窍之中，并不断排出废血和身体的杂质。此刻秦墨感觉自己仿佛重新回到了母胎之中，异常的舒服，天地间至纯的精气都环绕周身，体内气血传出龙吟。异象！在一旁护法的李公公盯着秦墨，眯着的眼睛完全睁开。在他的眼中，天地间无序漂浮的灵气突然开始疯狂涌来，一尊模糊的真武帝君之形显化，手擎真龙，威慑寰宇。李公公心头微震。传说在人皇时代，天地灵气充裕，人族之中的大修士若得无上传承，可凝人仙意象，开辟出一条通天仙途。可那毕竟只是传说，在这天下哪有什么能飞天遁地的仙，最多是一些将旁门左道修得不差的家伙在装神弄鬼。李平安活了300年，游历过无垠沧海，打碎过天门，唯独没有见过真正的长生仙。但今天他却看到了传说中的人仙异象，还是真武大帝。难道仙人传说都是真的，只是咱家生不逢时？李公公轻叹一声，摇了摇头，不再做虚妄之想。他的寿命不足1年，他只想在最后的1年时间里，将太阴秘典下卷修行圆满，看看这大道尽头是什么样子的。他这一生落魄过，辉煌过，也不算白来。未来的世界终究还是年轻人的世界。身若琉璃，体若金刚，内外明澈，尽无瑕秽，这是完整的九转仙方。吸收完药力后，秦墨被自己身体的状态震撼到了，这次的蜕变甚至比他获得天生五脉命数时还要激烈。严格来说，这不是这个时代的药方，而是灵气复苏后仙武时代才该出现的东西。如果是在过往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研究出这药方，因为最终要么因各种天才地宝年份不够而失效，要么因为天地灵气不足而失效。只有现在这个模糊的节点，灵气已经有复苏的征兆，天地间溢散着鸿蒙和玄黄之气的时候的特殊节点才能成功。随着头顶的真武帝君意象化作最精纯的力量没入秦墨体内，5道大关接连破开，9品养血境大成。这还不止，因天生五脉的神意，真气在五脉运行1个周天后，12五窍全开，他的修为又水到渠成，攀升至8品冲窍境大成。哗！秦墨从那氤氲着浓郁药香与灵气的宝液中缓缓站起，粘稠的宝液如汞浆般滑落，竟不沾其身，露出了一具犹如天成般的躯体。宽肩窄腰，背肌如鹰一般舒展，每一寸肌体都协调完美，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感。日光下，他体表泛着温润宝光，气血轰鸣如潮。这具身躯完美强横，透着一股不朽的气韵。不远处，时刻关注着秦墨药浴情况的杨玉婵看到这一幕，玉脸刷得遍布红晕，遮住眼后却又忍不住偷看2眼。大人，我妹妹回来了，我带她来见过大人。秦墨刚穿好衣物，便听到院外传来林凡的呼唤声。不久，林凡带着一个青衣如裙的柔弱少女前来拜见。小女子林清浅，见过楚王殿下。林清浅来到院内，看到秦墨的容貌和身材时，微微发愣，捏着衣角，脸红得像个热茶壶，磕磕绊绊地行了个万福。他从未见过如此年轻的亲王，这比大玄王朝许多世子一辈的权贵们还要年轻耀眼。不必拘礼，让李公公给你安排一个靠你哥哥近些的院子住下吧。秦墨扫了林清浅一眼，目光平静无波。少女楚楚可怜，容貌出众，但与太子妃相比还是逊色许多，似明珠比骄阳。殿下，我不白住的，我会换衣刨除，还会庭除洒扫。林清浅手捏着衣角，低头细若闻声地说道。林凡有些无奈，若是旁人敢让他妹妹做这些事，他定让对方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可若是救了他和妹妹性命的殿下，倒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殿下的院子里侍女分工明确，
容貌比妹妹出众的也不少，妹妹最多是在这混个脸熟，并不是真的当婢女。秦墨刚想拒绝，就看到了林凡带着恳求的眼神。罢了，你可留在这做些研墨、晒书、伴读的活。林清浅点点头。这时林凡的目光忽然瞥到了药桶中的残渣，那浓郁的药香和残存的至纯灵力让他体内的古宝符箓微微颤动。他目光炽热，下意识地开口请求道：殿下，这些药渣能否赐给我？说完他就后悔了。此时他体内能吞噬一切力量的古宝符箓竟在他手心显化出了虚影，让周围灵气失衡。林凡脸色微变，暗道不好，他体内的这件古宝是他最大的秘密，他连最信任的妹妹都没告诉过，此刻显露出神意，不啻于小儿持经过闹事。在这乱世，为了一件能改命的至宝灭人满门的事大有人在，如果殿下看上他这古宝符箓，他给是不给？药渣有何用？你想要什么灵药，去库房取就是。秦墨瞥了眼林凡手中的符箓虚影，目光无波无澜。林凡怔了怔，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扭头看向惊奇地看着自己手心符箓的妹妹，知道殿下的确是看到了这件至宝的，只不过殿下并没有多说什么，目光平静的就像是在看一块石头，根本没有想象中震惊或是杀人夺宝的意思。林凡自惭形秽，他真该死啊，居然又怀疑殿下。殿下不用灵药的，就这些药渣对我作用更大，我能吸收。欠殿下的太多，我怕这一辈的命不够还的。林凡摇头笑道。这一刻他心底才将殿下当作兄长一般看待。京都郊外废弃教场，李公公一袭青衣，牵着2匹高头大马而来。一匹通体乌黑，神俊非凡，肌肉线条流畅如浪，皮毛在日光下闪着墨玉般的光泽，眼神锐利如电，顾盼深奥。另一匹虽也高大健壮，毛色棕亮，却温和沉静，步伐稳实，少了几分摄人的神采。殿下，这2匹是白马间最好的千里良驹，前者桀骜难驯，后者通得人性。为了应对皇族秋狩，秦墨这几天开始学习骑射之术。公公，您还背着东西，我来牵马吧。林凡见李公公身后背着一个长条黑匣子，立刻上前欲要接过2匹骏马的缰绳。劳烦林公子了。李公公笑了笑，倒也没有拒绝。就在林凡接过缰绳时，失去了李公公真气压制的乌黑骏马突然腾跃而起，嘶鸣一声就要横冲直闯出去。什么怪马？吐息居然像是真气在流转。不好，失控了！殿下，小妹，快退开！林凡大吃一惊，想要靠蛮力将这骏马拉回来，竟未能成功，反而被带着冲出去数丈。站在秦墨身边的林清浅脸色煞白，林凡出声提醒时，那匹黑色怪马已经冲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秦墨飞身上马，提起缰绳，让黑色怪马调转方向，前蹄高高跃起，长声嘶鸣。以往在他看来很难的马术，有了玲珑心之后，跟李公公学习了一天，他就几乎完全掌握，御马如喝水般简单。不过现在他身下的这匹黑色怪马却不太一样，他一跃竟有数丈之高，有腾跃凌云的绝世风采。他奔跑的速度也超出想象，像是一头横冲直闯的蛮龙。纵然秦墨用技巧和力量压着他，他还是在疯狂挣扎。如此情景让秦墨想起游戏中一种极其稀有的坐骑，这是一匹曾误食过化龙果的龙鳞天马。秦墨一摸其脖颈，鬃毛之下确实隐藏着如几片光滑如墨玉般的黑色龙鳞，触感冰凉。这已经不能算是凡兽，而是妖，若是灵气复苏，至少能成长到大妖级别，腾跃凌云。被触碰到逆鳞的龙鳞天马震怒，嘶鸣一声冲出教场，是要甩飞秦墨，重获自由。看你通体如墨，又长有龙鳞，以后就叫你墨灵了。秦墨稍稍一用力，提起缰绳，带着墨灵腾跃数丈，开始在教场的沙地上肆意纵横。真正的一骑绝尘啊！若是在战场上，大军怕是连他的影子都追不上。林凡不禁感慨道，这还只是匹母马，若是公马，速度和力量简直不敢想。一旁陪同而来的林清浅已经看呆了，神骏腾跃凌云，其主更是衣袍猎猎，神威无双。一炷香功夫后，秦墨驾着已经完全温顺下来的墨灵回到原地。恭贺殿下收服如此神骏。林凡笑着道贺，另外一匹良驹就给你当坐骑吧。秦墨做主。谢殿下。林凡没有矫情，安心收了这份大礼。殿下，太祖长弓已经从武平王府上取来了。李公公呈上身后背着的紫檀木匣子，木匣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通体漆黑的宝弓，材质非铜非铁，非金非玉，其上还有刀劈斧凿的各种痕迹。弓弦是某种不知名生物的金，半透明中带着一丝淡淡血色，历经千年都不曾腐朽。此弓若不注入真气，拉至满月需百担之力，若注入真气，越是浑厚，此弓越是沉重，咱家都测不出极限。李公公细心讲述道，传说太祖时期，
太祖曾玩此公社杀过一位号称天下拳法第一、可入海秦礁的武道巨擘，只一剑便决胜负。但这千年过去，宝宫失去了太祖的温养，神意已失大半。若能得龙晶重铸宝宫，未来或许能重现当年辉煌。殿下初次接触射术，咱家先来示范一二。李公公放下太祖长弓，取来一张实弹弓，挽弓至满月，咻！一道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定在300步外的靶心。大旋朝一弹60斤，实弹弓满月需600斤力。这对李公公而言，甚至无需动用真气，但作为新手训练的长弓，属于是超高难度。武道修行9品、8品都重体魄，全力挽弓不在话下，但要想射得准，还是修出了1魂的7品武者更有优势。林公子，你先来试试。李公公又递给林凡一张一样的实时弓，指出错误的教学往往比正确示范更有用。他从林凡的握弓、搭箭姿势以及发力点上指出的错误，让秦墨更加了解射术。林公子刚破入7品，掌握1魂，而1魂运用得当，可以感知10丈之内的事物变化，300步的靶子应手到擒来。不出李公公所料，林凡的第一箭就射中了靶子，虽不是靶心，却只差了半寸。见秦墨看得认真，林凡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喧宾夺主了，他不想因为自己天赋让殿下有压力，于是提议道：李公公，我不发散1魂，光凭目力射几箭试试。这一次他接连3箭，2箭中靶，还有1箭落空。哥哥好厉害！林清浅发自内心的赞叹。林凡却有些苦恼，他本来是想照顾殿下面子，放点水的，却误打误撞射中了2箭，这岂不是给了殿下更大的压力？好心做了糊涂事啊！殿下看清了吗？李公公询问。方才他又指出了不少林凡挽弓的错误。看清了，可以试试。秦墨轻轻点头。他获得天生5脉之后，五感60已经远胜旁人，再有玲珑心和9转仙方带来的脱胎换骨，他现在的学习能力已经不是可以举一反十这么简单了，而是能靠悟性洞彻根本，优化出近乎于道的技巧。挽弓、搭箭，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只听咻咻咻3声厉响，箭矢破空疾驰，发出刺耳的尖啸，几乎要撕裂天际。众人凝神望去，只见第一箭流星般划过，正中500步外箭靶红心，尾羽仍在微微震颤。第二箭追风赶月，不偏不倚劈入前箭箭尾，将其生生撕裂，木屑纷飞。第三箭劲携风雷之势，瞬间洞穿靶心，余烬未消，直没入后方岩壁，只留下一道幽深的箭孔。500步内箭箭穿心，殿下真是初次习射。林凡与林清浅相视骇然，一时语塞。唯有李公公最先行转，他身形一动，疾步掠至教场另一端，双手捧回箭靶，脸上堆满惊叹的笑容。殿下神射，咱家叹服。秦墨却知神色平静地摇了摇头，淡淡道：还不够，这不过是张普通的实时弓。一时间，林凡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羞愧。他体内符箓中的妖灵告诉他，他是千年难遇的天才，学什么都很快，但现在他觉得自己遇到了骗子。什么破天才？天赋被碾压的天才吗？7天转瞬即过，下午场骑射之术的修行暂告一段落。这7天里，林凡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以往那些说过他是天才的人都是骗他的。与殿下一起练习骑射，殿下3天就能做到800步外一动靶，箭无虚发。而他即便有境界优势，也只能做到10箭中6箭，这时的差距在他看来还没有太过夸张。之后真正令他破防的是那张太祖长弓，他自诩臂力不差，能举千斤大鼎，可使出全力却连太祖长弓的半月都拉不开。反观殿下才8品境，就几乎能将太祖长弓拉至满月。那一天，林凡陷入了深深的怀疑，难道没有那古堡符箓的他就只是一个庸才？秦墨本不想过多的打击未来五祖，但在发现林凡破防后产生了不少灵种，便选择了顺其自然，让他自己悟。7天过去，林凡少了几分锋芒，更加沉稳了，而秦墨又收获了数百灵种，总的达到2000之数。凝聚金色命数需要1万点灵种，凝聚那空白的命格也至少需要1万点灵种。秦墨目前修行并无瓶颈，悟性也在一天天提升，便没有急着将灵种全部消耗。楚王府绣楼，白雾蒸腾，药香浓郁。秦墨泡着药浴，缓解着这些天修炼骑射之术的疲劳。这一次，药浴的灵药配的比上一次还要珍贵稀缺。用杨玉蝉的说法，他的药方虽然是养血药方，但其实每个境界都能使用，只是境界越高，对灵药品质要求就越高。光是适用9品、8品境的药方，灵药价值就已经接近天文数字，往后更是难以想象，寻常武夫根本供应不起。秦墨估摸着他这几天消耗的灵药，如果换算成钱，得有个数千两黄金了，只多不少。不过这些灵药都是杨玉蝉派人从神药堂拿的，
他从没有跟秦墨提过钱的事。殿下，感觉如何？外公的这养血药方完成后，还未给人真正试过。以前只让阿弟试过不少次残方。若是殿下有任何不适，需及时告知于我。杨玉婵一袭轻纱白衣，安坐在软榻上，凤眸直勾勾地扫视着秦墨那流淌着水珠的矫健身躯，完全没有避嫌的意思。他这么大胆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医师，观察药方的药效和成果，怎么能不看呢？感觉很好，筋骨皮膜的熬炼抵得上述年苦修。秦墨笑着，故作轻佻，唯一的不适就是被一个大美人如此盯着，我怕我会忍不住对不起太子殿下。此刻眼前的太子妃薄汗青衣透慈肤，杨柳细腰盼美目，若让一个气血方刚的武夫见了没有任何反应，那才有问题。哼，不要再跟我提起那个废物。杨玉婵有些羞恼地撇过头，太子如果还是个男人，就该带人杀到楚王府来，现在一声不吭，与乌龟何异？秦墨笑道，至少太子殿下的眼光不错。他觉得他不该骂太子，毕竟太子是付了天价彩礼的苦主，而他是白嫖的。秦墨的这句眼光不错让杨玉婵转脑为笑，他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墨，略微凝重地问道，今年的秋寿你真的要参加？我听身边的侍女说，八皇子最近有意针对你，太子的人怕也不会轻易放过你。这一届秋寿，八皇子那个儿子拿到了一个名额，他党羽不少，你若向上告病，再等3年可以避开他。秦墨摇头，武平王世子再难对付，也只是明面上的敌人，你知道我的身份，等不了太多3年。顿了顿，他又笑道，太子妃什么时候学会关心人了？应该是我死了，对你和太子才最有利吧。呸，不许胡说。杨玉婵忽地伸出葱白的指尖，轻轻压在他的唇上，温软的触感蓦地落下，伴着他嗓音里那丝不易察觉的轻颤，气氛有些微妙。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的杨玉婵又触电般快速收回了手指，他撇过头不看秦墨，语气清冷，一字一句道，我与太子缘分已断，若失去了你的庇护，无法留在这楚王府，杨家也回不去，只能去死了。现在这里是我的闺房，既然药浴已经结束，没有异常，殿下也该离去了，待得太久，让你那小书童看到了可不好。秦墨的心情倒是没有他这么沉重，这一趟收获不小，至少看清了太子妃已经与太子彻底离心离德，未来的杨家能否真正帮上太子，要打上一个问号。早些歇歇。秦墨没有犹豫的转身，突然他感觉到衣袖被扯住了，杨玉婵眸中情绪复杂，轻抿着唇瓣，许久才开口道，一定活着回来，我的药方还没有找你全部试完。好。秦墨只回了一个字，随后毫不留恋地离开绣楼，留下杨玉婵一个人空落落的看着他的背影出神。绣楼外，林清浅正在候着，殿下，我来给哥哥拿药渣。林清浅声音软糯，再带些灵药给他，3日后就是秋寿了，他冒充我的护卫同往，还是有些危险的，多帮他提升点实力。秦墨并不吝啬花钱，灵药不够就用玄帝赐予的黄金去买，能转化成实力和人脉的资源才是有用的资源。林凡是未来炼体道走到极致的五祖，灵气复苏后凭借万劫不灭的武道宝体横推八方敌，绝对是个很大弊处。最为关键是的，他十分重义，原剧情中他结交的都是生死兄弟，患难与共，可以说投资他一分，最少都能获得100倍回报。虽然最近林凡被打击的有些多了，但他却没有就此颓废，反而是更加刻苦的修行了。他不想和兄弟差距太大。我代哥哥谢过殿下。林清浅眼中有光，望着眼前的人，他心底蓦地一软，殿下这般仁厚明锐，哥哥能跟着殿下，或许正是最好的归宿。夜，月明星稀，外出数个时辰的李公公回到王府，给秦墨带来一个与秋寿有关的重要消息。果真如殿下所料，太阴山脉中不太平啊。咱家搜山半日，在太阴山中人迹罕至之处，发现一队来历不明的骑匪，观其行止阵仗，绝非寻常流寇，道似某位亲王麾下私兵自别州跋山涉水而来。除此之外，咱家还发现他们与山中的野人有些交涉。这群骑匪的首领打着太子的名义，想让那些野人在秋寿当日联起手来，围猎宗室。太子，秦墨摇摇头，筹划此事的应该不是他。秋寿大典的守备就是由太子负责，若在秋寿当日发生了有骑匪和野人联手坑杀宗室的事情，太子脱不了干系，反倒是像有人想借刀杀人，一举两得。秦墨冷静思索着，19皇子的身份给他带来的既有权势，亦有危机。现阶段想他死的绝对不止太子一人，还有八皇子。八皇子曾刺杀过19皇子，却没成功，现在一定想着怎么斩草除根，不留祸患。嫁祸给太子就是个不错的法子，且有理有据。近日皇城已有风言风语传出，说太子与楚王酒后斗殴，被楚王踹中下体，在大婚之日难以人道，太子妃又羞又愤，当即搬离东宫，不知所踪。
即便有人在封杀流言，可太子府上的人多日不见太子妃露面，且太子时常震怒，愈发让人相信起流言是真，所以太子一怒之下设计杀人也是合情合理。这件事最终可能不会留下证据，所以只能从最终利益获得方还有仇人中查起。恰好太子两样都占，这两兄弟一个想借刀杀人，一个想栽赃嫁祸，大玄皇族还真是兄友弟恭啊。秦墨心中已有对策。夜深人静，王府西厢房内亮起一盏烛火，氤氲着朦胧的光晕。刚沐浴完，换上一身素白衣衫，发梢油湿的林清浅坐在梳妆台前，有些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一条通体雪白的小蛇。素素，你说我该怎么才能感谢殿下呢？他望着镜中自己略显稚嫩的身材，有些无奈。若是能早些长大就好了，长大之后的模样应该能让殿下多看一眼了吧。思思，小白蛇吐着蛇信，歪头做出回应。林清浅读懂了他的意思，耳根微微泛红。素素，不要乱说，以身相许殿下也不会答应，以殿下的身份，今后的良配定然是高门贵女。小白蛇晃着脑袋，表示林清浅并不比他们差。林清浅看着很是认真的小白蛇，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这条有灵性的小蛇从他出生起就跟着他了，有他在，方圆数里的蛇虫蚁兽都不敢靠近，而且他的毒牙毒性很强，可蚀筋化骨。林家以前曾有过一个敌人，世中3品的武者，只是被素素咬了一口就当场毙命。如果不是林家遭遇大难的那天，素素刚好回到山中蜕皮，或许那些歹人一个都跑不掉。林清浅伤神时，门外突兀地传来一阵敲门声。谁？他心头蓦地一颤，但有素素在，他也没有太多担忧。是我。门外传来秦墨的声音。林清浅顿时松了口气，但很快又紧张起来。殿下这个时候来找他是为什么？难道……林清浅心中小鹿乱撞，慌忙藏好腕间的小白蛇，定了定神，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四目相对的刹那，他只觉脑中嗡的一声，脸颊迅速烧了起来，整个人变得支支吾吾，活像只惊切万分的小白兔。殿下，不可以！林清浅红着脸不停摇头。秦墨，这丫头在想什么呢？你怎么了？我没事，殿下这么晚寻来，是清浅有什么事没做好吗？林清浅柔柔怯怯。不是，跟我去个地方，有些事你该知道。听到秦墨的话，林清浅松了口气，心里却又感觉空落落的。他没有犹豫，轻轻点头。片刻后，一匹风驰电掣的黑色龙驹从京都北门出城，在王府外的眼线要么跟不上莫林的速度，要么跟上之后被一股恐怖的寒气逼退。马背上，林清浅的心跟着颠簸的道路一颤一颤的。殿下正认真地驾驭着那匹腾跃凌云的黑色神骏，此时的他就贴在殿下怀里，嗅着淡淡的龙涎香，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声。太近了，太近了！从小到大，他都被母亲和哥哥保护得太好，从来没有这么靠近过一个男人。林清浅的心底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娇柔的身躯略微有些僵硬，却丝毫不敢乱动。素素，回去！此刻冒头的小白蛇让林清浅吓了一跳，如果被殿下发现，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秦墨感知敏锐，他就早就发现了这小白蛇的存在，甚至对他的了解比林清浅还要多。这小东西既是蛇也是蛊，是南巫皇族的半生蛊。现在这个节点，林清浅对自己的另一身份是一无所知，他其实是300年前灭国的南巫国皇族后裔。南巫国曾位于大玄南疆以南之地，南巫10万大山之中，毒虫猛兽横行，那里的人不修武道，而善用毒语豢养蛊虫。蛊的作用有很多，有的能操纵人之心智，有的能让人获得神力，有的能轻易杀人。而南巫国蛊术最强的便是历代的南巫皇女，其蛊术传承传女不传男，每一代的国君也都是由皇族嫡女担任。在300年前，北离南下，天下大乱的纷争中，南巫灭国之后，皇族几乎被屠戮殆尽。林清浅和林凡的母亲就是南巫皇族的后裔，只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也早已遗忘了南巫蛊术的修行方式。但林清浅不一样，他出生时就引来了圣蛊相伴，这是南巫国最强皇族血脉的象征。若是南巫没有灭国，他必定是南巫的新储君。而秦墨之所以要带他进太阴山脉，就是因为太阴山脉中那群天生神力的野人，其实不是野人，而是南巫移民。在登仙的某条世界线上，这些精通蛊术的南巫移民最终奉林清浅为主，成了林凡对抗未来强敌的一大必驻大玄皇族的秋寿地点在太阴山脉。而八皇子又暗中派遣了其匪藏在山中，欲图谋不轨。秦墨眼下正是用得上这些南巫移民的时候，他准备带着林清浅去找他们的大祭司谈一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夜路漫漫，夜风自耳畔掠过，马蹄声碎，秦墨沉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林清浅耳中。他原本有些紧绷的心绪莫名就安定了下来，忍不住侧过头，在颠簸中专注地望向他，轻轻嗯了一声，
等着他的下文。300年前，北离国力空前鼎盛，铁骑一路南下，兵锋所向，中神州诸国尽数俯首。金殿之上，捷报如雪片纷飞，唯有南境边陲的南巫国宁死不降，敢斩使焚书，以弹丸之地对抗滔天洪流。南巫无城可守，只有一座世代经营的王城。世人皆以为当时的南巫会被北离轻易摧毁踏平，可南巫举国臣民殊死抵抗，硬生生拖累了北离大军一统大玄疆域的进度，迫使北离的主力大军在直取玉京城时分出一支精锐南下平乱。那一天，年轻的皇女站在凤凰台上，所有的臣子都在劝她：殿下，降了吧，北离王许诺可以保留皇族血脉。皇女看着城外黑压压的敌军，摇了摇头，她的声音很轻，却传遍了高台。南巫的凤凰可以折断翅膀，却不能低下头颅。她遣散了所有愿意离去的臣民，只留下最忠诚的护卫。没有人知道皇女做了什么准备，只知道那一夜凤凰台上燃起了冲天的火光，那火光并非寻常的红色，而是幽蓝如深海，映亮了半片天空。林清浅听得懵懵懂懂，却莫名有些触动。殿下，如果他降了，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若是当初南巫降了，中神州人心溃散，北离就不会再分兵，所有精锐聚集玉京，天下会少一位绝顶的人间神话，大玄或许也已不复存在。听到这个回答，林清浅怔怔出神，又追问道：那后来呢？南巫国灭国，皇室尽灭，天下就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了吗？秦墨抬头望向远处，此刻他已经深入太阴山脉，远处一座模糊的寨子轮廓映入眼帘。是啊，事实很残酷，南巫贡献虽大，可当时天下纷乱，大玄分封的各路王侯皆为己争利，无人在意南巫是否有功于大玄。林清浅听得莫名心痛。秦墨话锋一转，不过当年有一位南巫的忠臣带着一批移民和皇女子四逃到了大玄腹地，保留了一些血脉。因南巫移民的血脉特殊，能驾驭蛊虫，他们在大玄还遭遇到不少王侯的追捕，最终为了保护皇女血脉，移民们只能封印皇女子嗣的力量，将她送入大玄普通人家。而这些移民则彻底隐姓埋名，居于山中，与世隔绝，一代代过去，他们已经找不到皇女的血脉延续到了哪里，却依旧在坚定不移地等待皇女血脉归来的一天。秦墨讲的这个故事，李公公听了亦有所触动。300年前的事情，他还依稀记得一些，只是当年他面对着天下将倾的压力，根本无心纵观全局。南巫国的宁死不降，与北离战到最后的风骨，就像是燎原的星星之火，挽回了大玄百姓抵抗的信心。这其中的深层意义，当年的李平安并未想到。北离的精锐铁骑，陆地神仙10大封号5道杀入玉京的那一天，李平安斩首敌将，又拧下北离一位陆地神仙的头颅时，自身也已几乎力竭。但凡当时从他手中死里逃生的几位封号强者还有胆子上前试探，他都可能永远倒下。而在北离大军惊惧之时，后方传来的副统帅葬身南巫国的消息，正是压倒北离军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说来，咱家还欠南巫国一个天大的人情。李公公忆起往昔，同时他心中对秦墨的印象又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殿下为何对300年前发生的事情如此了解？莫非真是天人转世不成？李公公出神时，前方的黑色神骏已经停下，天光破晓，金霞晕染着废弃的南巫寨廓，寨中无人。秦墨并未意外，而是带着林清浅进入到山中一处隐蔽的石壁裂隙内，复行数十步后，眼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山间屋舍连绵，如世外桃源，草长莺飞，一派祥和。秦墨目光掠过溪流，定格在对岸，一位白发老叟正在药圃间佝偻劳作，抬头与秦墨视线交汇的刹那，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异。霎时间，他周身空气微颤，无数细密黑影自袖口、草丛无声涌出，如一片流动的黑雾悬停半空，嗡鸣低响。你们不该闯入这里。白发老叟浑浊的双眼此刻锐利如鹰，透过翻飞的恐怖虫海，冷冷锁住二人。林清浅脸色蓦地一白，不知何时藏在袖中的小白蛇素素自己跑了出来。他昂起洁白如玉的额头，翻涌的虫海突然加剧震颤，像是遇到了致命的天敌般，惊恐的四散飞逃。这是圣蛊。白发老叟神情一愣，看向林清浅时，周身灵力之气顿消，连带着周遭翻飞的蛊群都低伏下来，发出温顺的低鸣。老臣，南巫国第15代大祭司，拜见王女。白发老叟颤抖着身躯，毕恭毕敬的匍匐叩拜。林清浅见此一幕，有些不知所措，扯住秦墨的衣袖：丫头，你没有猜错，太阴山脉中的南巫移民们在等的就是你。你袖子里的那条小蛇，便是代表皇族血脉的圣蛊。听到秦墨肯定的答复，林清浅心里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可他却更加不知所措了。她只是一个在哥哥和殿下庇护下的小女孩，南巫复国的天大责任，她能担得起吗？若担不起，
在太阴山脉中等了300年的南巫移民们怎么办？自己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可又无法带来真正的光明。四世看出了他的担忧，秦墨轻轻牵住他的手，感受到手心传来的温暖，还有殿下那温和平静的目光，林清浅莫名安心不少。嗡嗡嗡，在李公公的身影追随而来时，南巫大祭司突然如临大敌，漫天的蛊虫都在嘶鸣。不必出手，咱家不是你的敌人，300年前咱家还欠南巫国一个天大的人情。李公公轻拂衣袖，轻描淡写间，一阵清风拂来，吹散虫群，没有伤到一只蛊虫。感受到对面如渊如海般深不可测的契机，南巫大祭司心中一沉，此人绝不可力敌。若他有歹意，方才这一拂袖，所有的蛊虫都活不了。殿下，李公公现身后犹豫了片刻，向着秦墨躬身一礼，道：咱家有一事恳求殿下，望将来咱家身死之后，殿下能善待这些南巫移民，了结了咱家这桩心愿。自当如此。秦墨本来就没有将南巫移民当成炮灰的意思，相反，这些人都值得好好培养。在未来灵气复苏时代，蛊虫是最先变异的，南巫大祭司也是很有潜力的未来蛊仙。多谢阁下将王女安全送至此地，今后阁下便是我南巫国永远的贵客。南巫大祭司看出了三人中以秦墨为主，沉声道谢道。田间蛊虫漫天飞舞的动静很快吸引了隐居在山中的南巫移民们，一道道人影从屋中走出，放眼望去，竟不下数万。若是大玄的朝臣们知道了太阴山脉中的野人是南巫移民伪装，且卧榻之侧藏着上万名有战斗力的蛊修，定要调大军封山围剿，维持京都安全。但秦墨并不是真皇子，也没这个义务去提醒朝臣。人多眼杂，请王女殿下和贵客移步金乌洞一叙。南巫大祭司用蛊虫遮掩住三人踪迹，在前引路，带着三人来到一处异常明亮的洞穴。洞穴四方都是不知名金色涂料勾勒的壁画，壁画中的三足金乌磅礴大气，活灵活现。王女殿下，恕老臣唐突，近日在外的族人们遇到一件大事，还需殿下决断。一伙自称是大玄太子麾下的匪旗，逼迫在外的族人在大玄皇族秋寿之日围猎皇族子弟，若应允，他们许诺给在外的族人一片土地；若不应，他们会对外界族人展开绞杀。我们势必是战，若避，没了生活在外装成野人的族人掩护，这处南巫移民的大本营很有可能暴露。若战，杀死那些匪旗，一样也会引来他们上面人的报复，为族人引来祸端，这是无解之局。南巫大祭司本不想将这个难题抛给林清浅，但眼下实在没有选择，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王女殿下是天眷之人，是谶言中能给南巫带来光明的王。那他的决定一定很关键。林清浅被问懵了，呆呆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无助的看向秦墨，希望殿下有办法。不战也不避，秦墨来此就是为了这件事，为了秋寿提前布置。和解。南巫大祭司额头皱出褶子，不战也不避，那就是答应那群匪旗的条件了。可若是真的跟他们联手杀大玄皇族的人，最终就算得到承诺的土地也没用，到时大玄皇室必然派人搜山彻查凶手，得罪死大玄皇族是最坏的结果，还断绝了退路。和解，答应与冒充太子麾下的那群匪旗合作，在皇族秋寿之日联手埋伏皇室子弟。秦墨的话让南巫大祭司更加不解，杀了大玄皇族的人，带他们来清算该如何？秦墨笑道，只是让你答应与他们埋伏，没有让你们真的听他们的号令。秋寿之日我也会来，等我示意便可。南巫大祭司轻叹道，也只能如此了。他看出了秦墨是大玄皇族的人，如果对方想对自己的族人不利，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也没必要送回王女。大玄的皇子只需要将消息透露出去，就能让大玄派兵扫平太阴山脉所有南巫移民。再不济，这位身边的紫袍公公一个人也够杀了他这个大祭司，生死之战他必败。这些壁画是从南巫运来，还是本就存在于此？从进金乌洞开始，秦墨的目光就被洞内的壁画吸引着，越看越入神，移不开目光。画中的三足金乌仿佛要活了过来，遮天蔽日的羽翼扇动着，惊艳席卷世间，无物不焚。那艳光刺的人双目刺痛。在大玄之前的大炎王朝便是南巫的前世，而这壁画自古便存在于此，是大炎和南巫的世代供奉之物。提及这些，南巫大祭司有些落寞。曾经的大炎王朝跟大玄最鼎盛的时期一样强大，可世上没有不朽的王朝，时至今日，南巫国的子民只能苟且偷生在这太阴山脉中，何其悲哀。这是一门观想法，5到9品，下3品的养血、冲窍、观想，归根结底练的还是精、气、神。7品观想境就需要修习一门观想法，日夜锻炼魂魄，壮大精神力，衍生出异魂。壁画上的金乌焚尸图让秦墨想到了登仙后期10大观想法中的金乌断神术，这是一门通过观想万古大日
引太阳真火，不断焚烧重炼精神力，演化出异魂的法门。修成之后，体内真气都会随之变得霸烈无比。异魂如太阳真火，诸邪不侵，意志坚如百断金筋。秦墨伸手触摸壁画时，体内万象命图忽地有所反应。或南巫国残存气运，可将任一命数提升一个品阶，至多提升至金色命数。秦墨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趟出行还能有这样额外的收获。金色命数可是需要10000种才能凝聚的，而现在他却可以直接将自身一个紫色命数提升为金色修行观想法，悟性更重要。秦墨一番沉吟后，决定提升紫色命数玲珑心。他的肉身现在已经修行到了一个极致，才8品境臂力就不输6品境，但武者厮杀看的不只是单纯的力量。掌握了异魂和没有掌握异魂不是一个层次，前者能更完美的掌握自身力量，与真气共鸣，习得玄功战法、真武杀招；后者大多时候只能靠蛮力和少许巧劲。一念落下，万象命图震动，那道紫色命数玲珑心汲取着金乌壁画上的气运之力，不断膨胀，紫光逐渐泛起金色，最终完全化作黄黄金光。9窍玲珑心，精神力壮大，悟性大幅度提升，每日皆可进入内境的参悟修行。表面上立于壁画前怔怔出神的秦墨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眸中闪过一丝深渊的幽光。但当他再次看向壁画时，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活了过来，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一尊金乌神旗震动羽翼，自无尽黑暗中腾空，恐怖的太阳真火扭曲虚空，焚灭星辰。最终这尊金乌神旗落在星空深处，一棵庞大无比的世界树之上，焰光普照万古。内景地是修士无比向往进入的精神世界，内景中过去数十年，外界可能才过去一瞬。而此刻秦墨就在自己的内景地中看到了金乌异象，将壁画上的一切都烙印下来。他周身丝丝缕缕溢散而出的精神力，经过太阳真火的煅烧，不断的毁灭重凝，最终化作一缕缕金色的异魂。修成异魂也意味着踏入了7品观想境。内景地中不知过去多少年，秦墨感觉到精神力有些疲惫了，无边的火焰散去，他又重新回到了金乌洞中。那金色异魂散发出一缕时，南巫大祭司突然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秦墨。你参悟出了这壁画上的观想法？他喉咙干涩，有些不可置信，可身上的蛊虫传出的那种畏惧感，让他又确信了想法。秦墨没有否认，这金乌断神观想法让他的真气都附着上了一丝灼热之感，异魂散发更是会令人血脉战栗。大玄皇族的血脉属阴，修行的观想法一向是玄冥凝渊观，不可能修成我族王血才能修成的金乌断神术。南巫大祭司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围着秦墨转起圈。他手中出现一只蛊虫，汲取到秦墨的气机后，通体如玉的身子突然变成血红色。殿下！南巫大祭司突然匍匐下跪，双目通红，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哽咽道：您不是大玄血脉啊，您这是正统大炎人皇血脉，是南巫皇女世代寻找的殿下。除了人皇血脉，世上无人能修成这金乌断神术。秦墨，他没想到南巫大祭司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他的确不是大玄皇族血脉，但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炎人皇血脉，只是修成金乌法后气息趋同，让他有所误会。他是身穿，不是魂穿，连身体都是21世纪的，怎么会是什么大炎人皇血脉呢？你误会了。见秦墨摇头，南巫大祭司更加激动，不会错，不会错，殿下想隐藏身份，老臣都懂。这只血蛊可以隐藏殿下血脉的神意，变得与大玄皇族无异。他双手捧过头顶，献上手中那只通体血红的蛊虫。这东西秦墨有点兴趣，毕竟他是个假皇子，比真的总归有些瑕疵，用这蛊虫改变血脉神意后，才能更好以假乱真。这一幕，李公公视而不见，自顾自地观摩壁画。他本忠于大玄皇室，但300年前那位太后的子嗣被同族算计而死后，他就看淡了一切，什么血脉都不过浮云。天下之位，能做者众，能服者寡，真正能令人心悦诚服的，从来不是血脉传承，而是君王的人格魅力与雄才大略。求殿下收下血蛊，以自身安危为重。南巫大祭司的理念与李公公截然不同，他骨子里对血脉的执着近乎偏执，敬秦墨如敬神明。蛊可以收下，但我说了我不是大炎人皇后裔。秦墨不想骗他，老臣都懂，现如今殿下的身份是大玄皇子。见秦墨收下血蛊，南巫大祭司如释重负，笑容灿烂。明日便是大玄皇族秋寿，老臣定按殿下吩咐妥善安排，我族17000人誓死效忠殿下。秋寿之日，大玄皇族年轻一辈聚于露台。露台矗立于大玄京都北郊，并非孤台，而是一片依山势垒砌的巨型土木建筑群。此刻，露台第一层平台之上，旌旗猎猎，披甲执戟的禁军甲士如雕塑般肃立，扼守要冲，各方人马相继会首。太子和八皇子来得尤其早，
前者负责录整个露台的守备，后者占了位置，正在等人。靖王兄来了！八皇子笑着迎上一势如恶虎、身形消瘦的蟒袍亲王。那蟒袍亲王身后还跟着一个同样消瘦的白衣少年。秀虎真有你父年轻时几分风采，未曾籍贯就以6品巅峰，不像犬子纨绔一个，靠着丹药才勉强跨入7品。八皇子笑着夸赞了句白衣少年，随后引靖王入座。趁着四下无人，他凑到靖王身边，皱眉低声道：王兄，今年秋收怕是不太平啊，我们皇族宗室中有人投靠了妖妃，与吾等已经不在一条心上了。那妖妃仗着皇后久居慈航，只掌6宫也就罢了，这些年来竟还在将手伸向朝堂。他私利巡天司，纵容魔道，嗜杀无度，搞得朝堂鸡犬不宁。若皇族之中再出个内鬼，任由他们勾结，这大选未来还会是我秦氏的大选吗？靖王抬眸淡淡瞥了他一眼：你想说什么？八皇子笑道：臣弟想与王兄联手，借秋收之机灭了那勾结妖妃的叛徒，从此臣弟愿以王兄马首是瞻。靖王饮了一杯酒，不答反问：你的母妃与皇后一样，都是吕氏族人，如此大事，你不找太子商议，找我作甚？提起吕家，八皇子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王兄应该明白，吕家也是我大宣的毒瘤，太子看似风光，最后却逃不过吕家的掌控。与之相比，臣弟还是更愿意跟随靖王兄。杀老19这个勾结妖妃的叛徒，就是臣弟给靖王兄的投名状，不知王兄意下如何？听到八皇子明确提出要杀谁，靖王语气微冷：你方才这些话，本王可以当作没听过。今日父皇会过来，你想做什么与本王无关，但若牵扯火，你明白后果。热脸贴冷屁股的八皇子依旧保持着笑容：那就请王兄告知小侄儿，进了太阴山脉后，莫要与旁人走得太近，以免造成误会。说罢，他提着酒壶，丝毫不慌地退回原位。这一结果他早有预料，他的目的已经达成，只要靖王世子不插手，老19的命多半是保不住了。父王，按你说的做，真的可行吗？若事情败露了，岂不是会招来大祸？八皇子身边，一个相貌与他酷似的少年犹豫着开口。八皇子看了他一眼，淡然道：你在担心什么？是怕杀了人之后不好向你皇爷爷交代，还是只会欺软怕硬？看着八皇子冷漠的眼神，秦红额头渗出冷汗。父王，我错了，我不该质疑父王的决断。八皇子拍了拍他的肩，语气突然变得柔和：吾儿宽心，为父岂会不为你着想？须知整个秋收的守备之权都在太子殿下身上，只要这事做得漂亮，要问责也是太子的责任。秦红松了口气：孩儿定不辱父王之令。八皇子在露台上眺望着远处皇族队伍，忽地笑道：你19叔来了。说起来，你还是第一次与他见面。秦红循声望去，只见露台下一匹墨黑龙驹踏尘而来，马背上的青年身姿挺拔，一袭玄色劲装衬得肩宽腰窄，墨发以玉冠束起。他目光沉静地望向高台，眉眼间尚存几分少年锐气，通身却已有种沉淀下来，与那华美衣饰不相称的沉凝气度。秦红心底蓦地生出一团妒火，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在外流落了20年的皇子，比他还要更像皇族勋贵，更有气度。此刻露台上不少目光都被这惊艳身影吸引过去，很多皇室子弟和女眷们也都是第一次见秦墨真容。近几日怎地都不见小19来府上找姑喝酒了，莫不是在苦练骑射之术，准备在这秋收之上大放异彩？太子眼中阴郁一闪而逝，皮笑肉不笑的迎来。哪怕他心里想将秦墨碎尸万段，面容上也没有丝毫表露，反而表现得十分热情，让露台上的皇室子弟们看着兄友弟恭的一幕。太子殿下勿怪，是臣弟近几日在研究殿下赐予的那鹿血宝丹，服用之后当真是妙用无穷啊！皇嫂日后有福了。太子闻言，面上温润的笑意瞬间凝固，嘴角细微的抽搐了一下。他袖中的五指攥紧，很想一拳打在秦墨的脸上，但想到这可能是老19的激将法，想引诱自己打伤了他，好躲过这届秋收。太子极缓地吸了一口气，硬生生将怒意压回眼底，挤出僵硬的笑容道：无需多言，小19先入座吧，今日父皇也会驾临此地。这一会儿300灵众到帐，秦墨带着林凡来到露台上，寻一席位坐下，目光扫过，除了玄帝，人几乎已经到齐。历届秋收参与的皇族子弟年纪都不得超过20，这一届也是如此，只有秦墨这个刚认祖归宗的是个例外。宫里的红袍太监在他身边低声介绍着每位贵人：殿下，席位离首座最近的是靖王殿下，您的五哥。靖王身后一席那个少年是宁侄儿，世子秦秀虎，他武道天赋绝佳，年纪轻轻就已是6品巅峰，傲视同代，是这届秋收夺魁的热门人选。还有八皇子身后的世子秦红，也是宁侄儿。红袍公公分别指出几人所在的位置，
晋王与秦墨目光交汇时，笑着点了点头。晋王世子秦秀虎没有抬头，在自顾自地饮酒吃肉，大快朵颐。八皇子虽然输了太祖长弓，但此刻面对秦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反而笑得比晋王灿烂。他身旁的秦红也没有认出林凡，只是笑了笑向秦墨示意，一副天家和睦的模样。两头歹毒的笑面虎此刻定然在想什么办法坑害殿下。林凡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与秦红有血仇，深知这对父子笑里藏刀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谁？秦墨的目光在一众无功无爵的后辈皇族子弟中扫过，最终停留在一个肌肤嫩白如出水芙蓉般的女子身上。她虽是一身利落打扮，那双琉璃目却仍低垂着，透出几分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清冷，宛如雪原上误入猎场的孤雏。禀殿下，那位是右公主秦右婉。红袍公公顺着秦墨的视线望去，笑着答道：其母妃是西域雪国之人，故血脉与容貌皆有异于我大玄之人。秦右婉与名字中的右不同，她年纪轻轻就已亭亭玉立，气质犹如山巅的清雪。秦墨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他见到天赋卓绝，但未被发掘前，在大玄并不受重视。后来天赋展露时，各方势力都争着想收他入门。我记得皇室之中未曾获得正式公主封号的，无需参与秋寿，她为何会在这儿？秦墨随口一问。殿下有所不知，右公主的母妃身患重疾，要是男一，她来参加秋寿，多半是为了秋寿前3的奖励来的。若能取得前3，进皇室密库，右公主或许就有希望寻到能为凤妃续命的宝药。若是运气再好些，再收的九色鹿定鼎秋寿魁首，还能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红袍公公细心解释着，秋寿不单单只看实力，还看一个人的运气。太阴山脉中，除了种类繁多的野兽之外，有许多奇珍异兽，例如五彩鹿、白额虎、金豪猪、彩羽鸡，这些才是皇族子弟狩猎的目标，是决定排名的关键。而九彩鹿则是更稀有的瑞兽，除了能给人带来好运之外，还能接续王朝气数。大玄历史记载，太祖起事之初，便在太阴山脉中得一瑞兽认主后开始的称帝之路。不过这几百年来都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瑞兽，带出九色鹿已经成了一个美好愿景。这时露台之上蓦然响起一道雄浑的号角声，嗡啊，声浪如潮，穿透云层。紧接着玉阶轻颤，远处雷鸣般的马蹄声滚滚迫近。先是8列玄甲骑兵如铁流般撕裂天际线，旌旗猎猎，继而16匹雪白骏马齐头并进，拉着鎏金盘龙，銮驾破开烟尘，华盖巍巍，玉铃轻响。玄帝座驾驾临的威仪霎时间笼罩了整片天地。只见万军垂首，百官伏地，山呼之声响遏行云。恭迎陛下。除了秦墨还站着以外，太子、晋王等人都不例外，纷纷低头恭迎玄帝。众人都知道，玄帝如今每日只有不足1个时辰的清醒时间，其余时间不是沉睡，就是像得了癔症般半疯。但只要他没死，皇族宗室还在，他就是大玄的天。武帝座驾旁不仅有气机雄浑、实力难测的紫袍大监相护，还有禁军统领虎视眈眈，暗处更是不知有多少皇室豢养的鹰犬警示着四周。世人皆以为玄帝求仙走火入魔之后状态濒死，秦墨却知道一些皇族之人都不了解的隐秘。玄帝的实力其实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强，他得天下最好的资源供养，早就修成了武道一品，是陆地神仙级别的人物。哪怕现在身受重伤，修行又出了岔子，但只要吊着一口气，想杀他都难如登天。诸位平身吧。19殿下，陛下想见见你。玄帝的座驾旁，一袭紫袍，体型微胖的钟公公来到露台，笑容和蔼地接引秦墨。秦墨随他指引，神色平静地登上玄帝的座驾。摆着一张软榻的巨型马车内，一个面容枯槁、发丝灰白却身着滚龙服的老头盘坐着，正费力睁眼看着眼前人。陛下还是不肯换朕一声父皇吗？玄帝艰难开口，声音沙哑，有种说不出的落寞。秦墨不跪不语，他要维持19皇子的人设，就得端着。19皇子对当年玄帝不顾一切的出征，致使其母意外而死，自己流落边境20年的事，始终耿耿于怀。他初见玄帝时既不跪，也不愿意称父皇，让朕再好好看看你。玄帝颤颤巍巍的伸手，想要触碰秦墨的脸庞，却始终差了些距离。秦墨见此，也并未主动凑上前，只是平静地看着眼前帝王的眼睛，毫不避讳。秋寿若遇危机，退回来便是，无需死拼。玄帝浑浊的目光中浮出几分护犊子的怜爱。陛下若无其他事，臣就退下了。秦墨态度不冷不淡，说完转身便走。唉，玄帝落寞长叹，收回了枯槁的手掌。露台上远远关注着玄帝座驾内动静的太子、晋王、八皇子等人脸色皆变。19帝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居然不跪，圣心如渊。父皇可还没有死，
若是大怒，治他个欺君之罪，他十死无生。他是怎么敢的？老东西是怕了吗？八皇子心中暗暗揣测，若是他晚年他子嗣众多的情况下，秦弘敢对他如此不敬，他会直接将秦弘骨灰扬了。晋王轻笑，看来父皇对19弟恩宠无边啊。是啊，太子脸色阴晴不定，照这个势头下去，他这监国之位还能坐稳吗？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八皇子，见对方神色如常，也稍稍放下心来。八皇子如此冷静，那必然是已经准备了手段，自己借来的这刀是时候该发挥作用了。若老十九死在八皇子的算计下，以如今玄帝的偏爱，必然不惜代价的彻查。事情只要做了，就会留下蛛丝马迹，等最终查到八皇子头上，哪怕老东西只是怀疑，他也必死无疑，可谓一箭双雕。陛下圣体虚些，本届秋寿大典仍由太子殿下代行开幕。钟公公传达谕令。太子闻言微步上前，目光扫过台下诸位宗室子弟，面容严肃，威仪的声音传遍四方。秋寿乃大玄皇族子弟弘扬武德，砥砺心智之盛典，望诸位尽展所学，弓马竞逐，亦要谨记兄友弟恭之道。孤宣布，秋寿开始。擂鼓，鸣号，顷刻间鼓号齐鸣，声震四野，皇族秋寿浩荡开启。鼓号声下，一队队黑旗进军开路。大玄皇族的秋寿，除了参与的皇子、世子能带1名7品境以下的护卫以外，还会有3名禁军后勤随行负责处理猎物。秦墨随意扫了一眼，露台上稍作休息的10数位皇室子弟已经整备好弓马，开始动身。除了右公主以外，其他的大多都是3代、4代的皇室子弟，鲜有爵位。秦墨是他们当中辈分最大、爵位最高的，属于特例。不过这些人的实力可不弱，如今王世子秦秀虎，他在5相之年就已有5到6品的修为，几乎被认定为这一届的秋寿第一。其他几位从小泡在蜜罐子里，修行资源不缺的皇室子弟也都有7品境的修为。放眼望去，只有右公主一个人还停留在5到8品，助19书凯旋。秦弘意味深长地笑着恭贺一声，带着护卫率先进入猎区。殿下，这小子不安好心。林凡低声提醒，留意几分。秦墨自然明白，武平王父子屡次搞事，等秋寿结束，他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八皇子。走吧。太阴山脉内古树参天，巨藤蜿蜒，有坡度不高的林地，也有陡峭无比的崖壁。皇族的队伍进山后便各自分散开来，几乎没有人停留在狩猎普通野兽的外围，转而都向着山脉深处的密林探索。北边，刚越过太阴山脉的外围，秦墨就感知到了危险，一根箭矢应声破林而至。林凡心头一凛，自己尚未察觉，殿下竟已变出来相。他毫不犹豫挥刀前跃，凌空斩断箭矢，旋即拍马直追，一眼认出林中身影，是秦弘的护卫。秦墨平静开口，跟上去，让他们发现。另一边，秦弘正在快马加鞭地穿梭山林。他策马时，余光向后一瞥，发现身后人有人在追，脸上露出冷笑，果然跟来了。等着吧，等到了山林深处，让他们叫天天不应，到地地不灵。太祖长弓是他父王的东西，等他父王死了，就是他的东西，岂是那么好拿的？密林深处，一处人迹罕至之地，数百身着藤甲的甲士隐匿在壕沟之中，皆默不作声，宛若幽灵。他们的马匹也都披着藤甲，分散在林中，毫不起眼。这是一支没有旗号的匪骑，军纪却比正规军严明。将军，那群野蛮人那有消息传来，他们已经按照将军的计划织成了一张大网，在缓缓收拢大玄皇族的狩猎场。一位轻功了得的藤甲士卒进入壕沟，向为首一名腰挎双刀的独眼中年男子禀报道：好，再去传令，将抓的那几头异兽都放出来，引所有进太阴山脉的大玄皇室子弟到我们的埋伏点附近。独眼将军扫了一眼壕沟中的甲士们，沉声道：诸位都是在3王之乱时期就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早已了却牵挂，在大玄无家。此役若败，我同各位兄弟共赴地府；此役若成，我们便算是为王上报了一次血仇。今后离开大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壕沟中一双双坚韧沉着的目光似在回应着他。今日藤甲营的名号将再次名震大玄。独眼将军崔玄语气坚定，他们这支藤甲营曾是大玄一位并肩王麾下最精锐的轻骑，无论是临地作战还是星夜兼程，千里奔袭都不在话下。当年3王被灭后，曾经战绩显赫的藤甲营也成了残兵败将，死的死，散的散。最终他们这些残兵败将一位大人物看中，秘密收编，重整旗号，在宇宙边界雪藏了10数年，最近才重见天日。藤甲，藤甲。来到密林深处后，秦弘四处徘徊，高呼街头暗号：将军，我们的鱼饵来了！藤甲营暗哨来报。藤甲，藤甲呢？秦弘正皱眉要骂，突
突然间，原本空无一人的林中不断有人影窜出，占据了四面八方。世子，崔玄抱拳行礼。藤甲营800甲士听后世子调遣。秦红又惊又喜，800人，真有800人。崔玄点头，这里有一半，还有一半编织的防线守在我们身后，为防有人逃窜。如此甚好。秦红大喜，这些埋伏在此的甲士一看就知道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目光冷静的可怕，而且他们身上的气机都不弱，装备也十分精良，对上同等数量的禁军或许都有一战之力，何况他还提前埋伏了。6品以下的武者肉身打磨的并不圆满，剑矢只要威力够大就能撕裂他们的血肉。这些伏兵之中甚至有人装配了百断金刚弩，这可是军中大杀器，用来围杀修出真刚的5品化煞境武者都不是难事。楚王还是太谨慎了，追到半路放缓了步子。秦红吩咐道：你们赶紧去擒一头异兽，将楚王引来，剩下的继续埋伏，等我号令。崔玄目光悠悠，世子，我等早有准备，请看。他示意秦红看向身后，远处隐约可见几头异兽奔走逃亡的嚎叫声，还有禁军踪迹。不仅仅是秦墨在带人靠近此地，几乎所有皇室子弟都被刻意放出的异兽吸引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引来了这么多人？秦红脸色微变，父王只让我杀楚王一人，现在这样如何收场？难道都杀了吗？崔玄静默不语，回应他的只有箭矢破空的尖笑声。嗖嗖嗖嗖嗖！一名闯入此地，正准备上前检查猎物的禁军甲士身上瞬间连中5箭，倒在血泊中。崔玄手臂一挥，藤甲营因令而动，犹如一张大网无声收拢。没有战吼，只有箭矢洞穿躯体的闷响，以及有人在倒下前发出的短促惨嚎，随即又迅速归于死寂。放肆！此乃皇族狩猎之禁地。有皇族子弟惊怒喝问，话音未落，冷箭已擦面而过。求生本能顷刻压倒一切，众人仓促拔剑，身旁护卫亦与藤甲营混战成一团。箭雨过后，分散的禁军后勤甲士如割草般倒下，只剩下几位皇族子弟与7品护卫在坚持苦战。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那些禁军甲士，秦红顿感头皮发麻，他目光控制不住地向远处扫去。在这一刻，几乎所有参与秋收的皇族子弟都被吸引而来，被迫参战，且几乎全灭。人数差距实在太大，每一位皇室子弟身边最多只带了3名禁军甲士，而藤甲营的弓箭手足有50多名，箭无虚发。看着这些尸身，秦红心肝都有些发颤。这杀的可不是普通人，而是天子禁军，射杀他们的那一刻，就代表着必须要杀光所有目睹这一幕的皇室子弟。世子，你被跟踪了，不知道吗？崔玄皱眉道：怎会不知？我故意暴露踪迹，让楚王跟来的。秦红脸色有些难看，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末将说的不是楚王，是一个6品武者。崔玄目光陡然转向另一处，手中长矛抛出，气劲裹挟，发出撕裂空气的爆鸣声。一棵古树的树干被撕裂开来，随之一道人影跃下。他身上染血，目光冷淡地扫着藤甲营众人。秦秀虎，他是晋王世子，晋王极其护短，父王特意嘱托了，要避开他行事，不能杀他。秦红脸色阴沉，抬手拦在崔玄身前。世子看看，参与这届秋收的人都在这了吗？崔玄忽地问道。废话，我带来了2个，你们又用异兽引来了其他人，哪还有漏网之鱼？秦红脸色难看，质问道。难不成你想把他们都杀了？你可知你们偷袭射杀的只是禁军中的后勤，在这山脉外可有着8000黑骑精锐，若让太子发现异常，派兵进来，我们都活不了。崔玄手放在腰间双刀上，淡淡道：如此更好，置之死地而后生，世子在怕什么？秦红一愣，忍不住大骂：蠢货，都没脑子吗？我怕你们的愚蠢害死本世子。崔玄冷淡地瞥了他一眼，既然人都差不多到齐了，世子也就没有价值了。秦红惊疑：你什么意思啊？下一刻，崔玄腰间双刀出鞘。秦红看到雪亮刀光，顿觉毛骨悚然，还未来得及反应，他身边护卫就已身首异处。他惊恐后退，一个没站稳，狼狈地栽了个跟头，看着脚下的尸体，哆哆嗦嗦：你疯了？连父王的人都杀？秦红声音发颤。崔玄却置若罔闻：看在你引敌有功，让你最后一个死。话音未落，刀光再闪，秦红双腿尽断，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瘫在地上痛苦扭曲，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父王绝对不会启用一个不忠心的部下来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除非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父王在算计之内，包括让他死。心中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秦红心如死灰。崔玄没有再理会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的秦红，他只觉得今日将是他名扬天下的日子。多年前，
他从北黎来到大玄当暗谍，从一个最小的兵卒混成藤甲营的百夫长，后又经历大败，被武平王收编。这期间一系列变故让他与街头的人都失去了联络。3年又3年，这世上或许已经无人知道他的暗谍身份，他也以为自己会就此沉寂。可这次武平王的命令却让他看到了机会，一个为北黎立下天大功劳的机会。只要杀光了秋寿的这些人，必然震动大玄，大玄皇室内部的猜忌也会推至顶峰。届时所有的矛盾都会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演变，北黎无需一兵一卒就能看着大玄内部自己瓦解。与此同时，露台上，八皇子慢悠悠地喝着茶，面带笑容地看着太子算算时间。那个北黎的暗谍应该已经开始办事了。那枚棋子或许还以为自己不知道他的身份，殊不知一切都跳不出他选的这棋盘。太子想借他之手杀老十九，他岂会不知？那他就将计就计，趁着太子故意松懈太阴山脉的布防，放崔玄的人进来，杀光所有人。他做这件事的魄力大到太子不敢想，甚至将自己的儿子秦弘也当成了弃子。只是老十九一个人出事，他必然逃不了干系。但如果他儿子也死里面，那他也是受害者。最有嫌疑的是谁？当然是负责布防的太子。就算不能给太子打上勾结三王旧部的名头，也能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太子布防不力。老十九还有秦秀虎如果都死里面，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太子这次少说要丢个监国之权，或许太子之位都会被废。至于他事先讨好晋王，可不是怕，而是以弱示敌，就是要让晋王知道他不敢动秦秀虎，让晋王觉得山中发生的事情他没这个胆子做。另一边，太阴山脉内，殿下，我们被包围了，前面出了大乱子，秦弘那畜生身边的护卫都被人杀了。林凡在秦末前方探路，秦末来时，密林的战况已经非常惨烈，有2名皇室子弟在大乱中被射中头颅和心脏而死。他们身边的7品护卫虽身手不凡，可藤甲营中也有高手，而且装备精良，配合完美，根本不给突围的机会。有个5品，秦末的目光被在场唯一的5品劲武者吸引过去，他是这群匪骑的头领，一手双刀出神入化。右公主身边的7品护卫在杀了不少藤甲营残兵后，借着战马冲势正要突围时，腰挎双刀的崔玄拦住了他的去路。崔玄目光平静，双手按着刀柄，在马背上的武者持斩马刀随战马冲杀而来时，他双刀出鞘，血色刀光一闪而逝。罡气狂暴席卷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那7品武者额头突然浮现出一条血线向下蔓延，连带着影响到胯下披着重甲的战马。哗，血如泉涌，崔玄的双刀之下竟是人马俱碎。那晋王世子体质特殊，你们先耗尽他的真气，等本将军解决了其他人再来杀他。崔玄瞥了眼身后被藤甲营甲士包围的秦秀虎，确认他无法突围之后便没有再管，转而提着染血的双刀一步步走向脸色苍白的右公主秦右婉。侧翼跟上，有漏网之鱼。一名藤甲营百夫长锐利的目光扫过战场，瞥见了秦末等人的方位，立即带人扑上。藤甲营的轻骑冲杀而来，跟在秦末身后的3名禁军后秦脸色皆变，硬着头皮顶上，惊吼道：“保护殿下撤离！”杀！藤甲营百夫长一刀劈开零星箭矢，绿树石青齐卷尘而至。见那为首的秦末稳坐黑马，身形如磐石不动，他不由狞笑：“吓破胆了。”林凡冷哼一声，没有言语，身形突然从马背上掠起，如药鹰翻空，越过3名禁军甲士，周身气机轰然爆发，一掌直扣向冲在最前的青旗面门。自从吸收了殿下使用的9转仙方药渣之后，他实力大涨，还是第一次全力出手。砰！掌落如惊雷炸地，那骑兵连人带马被轰然拍翻，马蹄折断，泥地离出数丈深痕，一片人仰马翻，满场皆寂。林凡周身血气蒸腾，泛起淡淡艳光，正是气血盈满，外显丞相的征兆。百夫长应接一掌，特制藤甲深凹，喉头一甜，喷出鲜血，脸色煞白，心头骇然。这真是7品，若非侧翼骑兵拼死干扰，他自存已丢半条性命。何等离谱！秦弘，林凡一路杀至秦弘瘫软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救我！我知道父王的大秘密，救了我，我都告诉你。秦弘虽让武平王手下的人灭了林家分支，但并未见过林凡，此刻还以为他是来救自己的，像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只给你1息的时间，说说吧，能让我满意我就送你离开这。林凡目光冰冷，秦弘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可这战场他一刻都不想多待，咬牙说出八皇子的秘密。我父王武平王在禹州养了10万私兵，你只要带我出去，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这是天大的事情，还是他无意中发现，一直不敢对旁人讲，现在为了活命豁出去了。他父王都想杀他了，他出卖父王算得上什么？好了，该送你离开这，
去你该去的地方了。什么意思？秦红瞪大眼睛。林凡夺了藤甲营甲士一把刀，果断地在秦红脖颈斩过。此行之前，他已经得到了殿下的明确示意，秦红可杀。捂着脖颈的秦红一头栽倒在地，看着林凡的身影，他眼中意识逐渐涣散，至死都没想清楚这是自己哪个仇人。点子有些扎手啊。不远处，马蹄声如闷雷滚进，藤甲营副将率余部合围而至。他瞧见林凡周身血焰蒸腾，竟不禁反笑，轻描淡写的一抬手接过一柄巨型陌刀。副将翻身下马，步伐沉凝，每踏一步地面都微微一震，陌刀拖地，划出一道深痕，周身气机不断攀升。林凡目光微凝，对方气息如山岳压来，赫然是位修成了武道金身的六品武者。虽只是出境，但那身筋骨皮膜已熬炼得如铜胶铁铸，气血轰鸣如千汞流动。战！林凡深吸了口气，不仅不退缩，反而战意高昂。他周身血焰暴涨，双掌齐出，硬汉劈来的开山巨人。轰！拳刀相交，竟发出洪钟大吕般的巨响，气浪炸开，卷起满地尘土。林凡连退7步，每一步都在地上踏出深坑。而副将身形只是微微一晃，眼中掠过些许讶异。能接我7成力的一刀，你这7品有点意思。话音落下，陌刀再起，刀势不复刚才的刚猛无仇，却如江河倒卷，绵密不绝，将林凡周身要害尽数笼罩。林凡凭借跟李公公学的身法，腾挪闪避，气血催发到极致，掌风呼啸，却总在关键时刻被刀锋逼回。那陌刀势大力沉，每次格挡都震得他气血翻腾，险象环生。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已被压制，落败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就在刀势将林凡完全笼罩的一刻，一道呼啸的风雷之音瞬间席卷整个战场。乱军之中，秦墨不知何时已擎起那张太祖长弓，弓开如满月，箭矢离弦。第一箭撕裂长空，精准钉入副将肩胛，让他刀势一滞。副将心神俱震，这恐怖的危机竟到他面前才被察觉。他正要抬刀格挡，陌刀却被林凡双掌死死锁住。猝不及防间，他猛地扭头，第二根风雷箭矢擦着太阳穴呼啸而过，带起一溜血皮。还未来得及喘息，第3根风雷箭矢已至，唰！这一箭径直钉入陌刀将军的眉骨，猩红血花绽放，这道披甲的魁梧身影轰然倒地。副将军，藤甲营的冲势戛然而止，一众甲士正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副将轰然倒下的身躯。上一刻他们还在为将军喝彩，这一刻却已是阴阳两隔。秦墨身侧，那3名本已面如死灰的禁军后勤相顾骇然。那陌刀将军凶悍无比，而殿下散发的气机仅是7品境，竟仅凭3箭便如此干净利落地射杀了一位身经百战的6品悍将，简直骇人听闻。怕是换一位6品巅峰的武者挽弓，也无法轻易射杀藤甲营的这位陌刀悍将吧。楚王，好一个楚王，杀了你，老皇帝该心疼了。崔玄惊于秦墨的射术天赋，心中杀意大涨。此刻皇室成员死的只剩下右公主、靖王世子以及秦墨3人。若不是靖王世子突然发狂，实力大涨，缠住了他，现在右公主应该也死了。关这丫头容貌应是雪国人，先杀了她，雪国与大玄的结盟的关系必然动摇。崔玄一刀逼退发狂的秦秀虎，双刀劈出刀刚，就想先将身前的秦右丸斩杀。就在这时，风雷再起，秦墨胯下神骏如黑龙掠地，竟一跃而过藤甲军的重重包围。弓弦震响，一剑破空，不取人命，只取崔玄手中双刀。当，气劲炸开，火星四溅。崔玄手臂一麻，双刀险些脱手，眼中首次露出亚色。好霸道的劲力，难怪能杀屠将军。就在崔玄步伐一缓，再次被发狂的秦秀虎缠上的片刻，秦墨已策马冲至秦右婉身旁。少女肩头血色嫣红，他俯身探臂，一把将她揽上马背。向南，秦墨毫不迟疑，纵马突围。他并未再去解救发狂的秦秀虎，因这只秀虎体质特殊，即便崔玄真跟他以命相搏，一时半会儿也未必杀得了他。现在敌众我寡，800藤甲营甲士到现在才死了100余人，还剩下600骑，继续留在这只会像掉入泥潭一样越陷越深。想逃？崔玄一脚踹飞发狂的秦秀虎，吩咐道：“通知山中那些野人围过来，今日一个都别想走。”他让人牵制失去理智、怪物一样难杀，还浑身是血的秦秀虎，亲自带人去追秦墨。秦墨手臂一揽，便将秦右婉带上了马背。少女身子轻盈的过分，肩头血色蔓延，让她眉间轻蹙，却硬咬着唇眉喊疼。西南侧人少。秦右婉因伤痛略带颤音。秦墨眉头一挑，倒是有些意外，这初次见面的假妹妹比他预想的要镇定得多。秦墨早有感知，缰绳一转，战马当即折向西南，
同时不忘朝林凡喊了一声：“别缠斗，先走。”林凡闻声，一掌逼退对手，抽身便退。秦墨能感觉到秦佑婉的手紧紧抓着他腰侧的翼甲，但除此之外再无一丝慌乱。走，你们走的了吗？崔玄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追兵最前方，正挽弓欲射。这时，前方密林中突然传来一道震动山林的虎啸声，所有人都为之一震。这是白额虎的吼声，震人心神，还不止一头。在这太阴山脉中，也只有世代生活在这的野蛮部族能够驯化这些白额虎为己用。来了！崔玄眼底闪过一丝冷光，有这群山野伏兵截断退路，他甚至无需亲自出手，便可坐收渔利，将逃亡的人全部剿灭。前方密林中披着兽皮的魁梧身影足有数百道，巨大的山石之上还有座扑杀状的白额虎，虎视眈眈，发出低吼。他们必死无疑了。藤甲营的众人都放下心来，收起弩箭，提刀冲锋，想将秦墨等人再往前赶一赶。殿下，你们先走，我来开路。林凡一颗心沉入谷底，已经打算启用体内古宝符箓的所有力量，放手一搏。不用。秦墨抬手制止了他。林凡还有些不理解，但下一刻看到的一幕让他既震惊又恍然。只见那些山石之上向下俯冲的白额虎突然都毫无征兆地扑杀向藤甲营的将士，血腥杀戮骤起。林凡面前那一个个披着兽皮的魁梧野人也都越过他们，淹没了藤甲营的追兵。你们疯了！崔玄惊怒，伏兵的突然倒戈，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双刀出鞘，砍杀了一头白额虎之后，径直杀向这些伏兵的首领，想要问个究竟。却见这群野人的头领都靠边站着，南巫大祭司亲自露面，迎接着秦墨下马，老臣护驾来迟，请殿下恕罪。崔玄惊疑，世代生活在太阴山脉中如毛饮血的野人部族，怎么可能会是楚王的人？他不愿相信，可眼前的一幕又的确如此。殿下，他们该如何处置？南巫大祭司沉声问道。留个活口问话，其余的一个不留。秦墨平静道：这里没有外人，早些结束战斗，减少我们的伤亡，大祭司境可随意出手。得到秦墨许可的南巫大祭司眸中幽光闪过，直起微微佝偻的身子，一双漆黑的瞳孔看向崔玄，像在看个死人。崔玄身影忽的一僵，简直荒唐，他竟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叟身上感觉到了恐怖。下一刻，他瞳孔骤缩，那双紧握双刀杀人无数手静止不住的颤抖。嗡嗡嗡嗡，在那老叟的身后，一股股黑色洪流涌出，像是活物般避开所有南巫移民，缠上藤甲营的甲士，他们无孔不入。那些特制的藤甲眨眼间就连带着其中的甲士血肉被啃噬殆尽。这是血石骨。崔玄认出黑色洪流中的蛊虫石，害得面无人色。这是一种禁蛊，寻常蛊修能养10数只就已了不得，需以自身鲜血供养，平日还需喂养大量血石，断供则反噬。而眼前这个白发老叟，他豢养的血石蛊竟多到如蝗虫般遮天蔽日，难以计数。如此多的血石蛊，恐怕就是3品的武道，大家来了也难撑一时半刻。崔玄的喉咙有些干涩，他脑海中闪过无数绝顶人物，可就是没有找到一个与这白发老叟相符的形象。世间蛊修本就稀少，300年前南巫灭国之后，最强的传承也就只能修到4品，但这老者绝对远超4品。这些血石蛊不计消耗的情况下，能顷刻间将一位4品武者吞的骨头都不剩。败了，败了，不，也不算败，杀了秦红，杀了这么多皇族子弟，大玄的内乱已是大事。哈哈哈哈！楚王葬得如此之深，相信武平王很快就会来陪我。崔玄癫狂大笑一声，双刀抹过自己脖颈，没有半点犹豫，比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还是死在自己刀下更轻松。可下一刻，他又惊恐地发现，那白发老叟来到了他的面前，袖中不知名的蛊虫涌入他的体内，让他想死都死不了。另一边，血石蛊平息时数量少了1/10，他们是被撑死的，爆成血雾散去。而藤甲营的800甲士在南巫移民和血石蛊的围剿下，全军覆没，尸骨无存。向殿下说说吧，你什么来历，听令于谁？别妄图说谎，君子蛊种在了你的体内，说谎只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南巫大祭司提着崔玄来到秦墨面前，他此刻浑身都在颤抖着，想死都死不了。崔玄知道在这等恐怖的人物面前说谎没有意义，道出了自己隐藏了数十年的身份，以及八皇子想让他做的事。殿下要留此活口留作证据吗？杀了！秦墨这句话不仅没让崔玄反抗，反而如释重负，感激的叩首，声音沙哑道谢。谢殿下恩赐。一个崔玄不足以扳倒八皇子，反而带他出去还要解释如何生擒的这5品武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暴露南巫移民的存在，让太子等人派大军搜山，引出或是崔玄死了，
出去之后照样可以将帽子扣给八皇子和太子，因为他在禹州养藤甲营的事实查下去必有蛛丝马迹。你们回去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秦墨让南巫大祭司留下了几头身死的异兽。一阵新风吹过，林中重新归于平静。只是此时秦佑婉和林凡看着秦墨的眼神都变了，前者琉璃色的瞳孔中浮现出深深的忌惮，林凡则是敬佩不已。原来殿下早有准备，险些以为今日要交代在这了。秦佑婉捂着受伤的肩膀，微微蹙眉道：皇兄，你可曾想过这些人和皇室其他人的死出去后该怎么解释？他看出了秦墨不想让南巫移民暴露，但这样出去后根本无法解释他们是怎么突围甚至反杀的藤甲营这些人。秦墨瞥了一眼昏迷中的秦秀虎道：太阴山脉中本就有野生的血石谷，死的人够多就会引来，而秦秀虎又是狂蛮之体，生死危机下有能力杀光所有人，狂蛮之体发狂时留不下记忆，只要你不说，这里的事情就只有我们知道。这个锅，或者说这份不算功劳的功劳，秦秀虎是何背？秦佑婉没有反对，皇兄与我有救命之恩，自然都听皇兄的。回归露台的途中，秦墨清点起收获。这一场坑杀了藤甲营800甲士的乱战，给他提供了不少灵种。他亦是沉入万象命图，发现自己的命数也有变化。福祸相依，子特质触发，化解杀局，命数桃花运提升为红鸾心动。红鸾心动，子越长越俊，且不失阳刚，魅力提升，极易获得异性青睐。这是桃花运的进阶版，成魅魔体质了。秦墨吐槽一句，倒没察觉身体有什么异样。万象命图的星空谷树枝压上，灵种数量大幅增加。让秦墨略微意外的是，除了死去的崔玄、秦红、藤甲营副将3人提供了不少灵种之外，秦佑婉竟也提供了500灵种。这丫头肩头受伤时一滴泪都没流，哪来这般浓烈的情绪波动？秦墨目光扫过身前那道单薄的背影，忽然想起更多关于幼公主的宫中往事。雪国血脉让她自幼受尽冷眼，病弱的母妃无力庇护，无人陪伴的漫长岁月里，她早就学会了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藏进那副平静的表象之下。就像雪原上独自觅食的雪狐，受伤后只会默默舔舐伤口，从不呜咽。皇兄为何信我？秦佑婉的声音在风中轻轻响起。秦墨看着他的眼睛，忽然笑道：我信我的眼光。秦佑婉眼睫轻颤，没有接话，只轻轻地点了下头。暮色将近，太阴山脉外围负责的禁军黑旗突然起了一阵骚乱。露台上正眯眼望着远处身影的八皇子眉头微皱。报，太子殿下，宗室狩猎队伍遭遇3王余孽伏击，藤甲营突然出现多人生死不明。一名黑旗纵马冲至台下，滚鞍落跪，声音急促。什么？太子猛然起身，案几上的茶盏被衣袖带翻，见湿了衣襟也浑然不觉。消息从何而来？还有谁活着？黑旗垂首，回禀殿下，目前只有晋王世子19殿下与幼公主归来。消息是19殿下亲口所述，末将已加派人手进山搜寻，很快便有回音。太子缓缓坐下，呼吸微乱，额头浮出青筋。没有回来的人，恐怕永远回不来了。他胸中欲火翻涌，老八这蠢货，借他的刀杀老19，找了藤甲营这群不成器的余孽动手，竟连灭口都做不干净。八皇子此刻笑容也僵硬了下来，他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崔玄一个5品武者，还带着800亲卫，就是遇到一个4品武者，也未必不能拼死，怎么会做不成这件事？太子殿下，武平王，你们2人如何争斗本王不管，但若伤及虎，就休怪本王砸碎了你们这棋盘。话音未落，如尊玉雕般静坐的晋王陡然睁眼，一股凶戾气机如荒古凶虎觉醒，破体而出，罡气狂涌，高频阵战化为实质般的虎啸，轰然四散。近旁的宫娥侍卫只觉得耳膜欲裂，头痛欲裂，下意识弯腰捂耳，姿态狼狈。2品大圆满，五哥竟在甲子之前成就了封号武道。太子与八皇子面色骤变，眼底惊疑不定。晋王却再无多言，怒拂衣袖，起身下了露台，经过黑旗时冷冷道：带路。太阴山脉外，秦墨等人刚打发走了禁军黑旗，便迎面碰上了一位身着玄色蟒袍，势如凶虎的亲王。晋王兄。晋王沉默不语，目光扫过秦墨身后的一旗，看到林凡的坐骑上那甲袍染血已经昏迷过去的秦秀虎，沉声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与黑旗讲的一般，3王余孽进了太阴山脉埋伏，围杀宗室子弟，世子重伤之后实力不减反增，杀了所有伏兵。秦墨感慨道：说起来我还欠我这小侄儿一条命。晋王皱眉看了眼呼吸平稳的秦秀虎，没再多问。不管如何，今日你将虎儿带出，这个人情本王记下了，他日无论你身处何位，所行何事，
本王皆可为你出手一次，此诺千金不移。晋王带着昏迷的秦秀虎离去，留下一句承诺。秦墨回到露台时，太子和八皇子几乎同时投来目光。19弟，两人正要开口询问，却见秦墨干脆的闭目养神，表明了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八皇子脸色微沉，扫了一眼秦墨带回来的猎物，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完全消散。秦墨带回了白额虎的牙，五色鹿的角，右公主带回一只彩羽鸡，秦秀虎空手而归。如果真的只活下来他们3人，秦墨就是秋寿第一，不仅不会受罚，还能得到天大的赏赐，那他儿子秦红的死算什么？给楚王的随礼吗？好在本王行事之前将一切线索都处理干净了，再怎么抓着藤甲营的线索查也查不到本王，这结果也不算坏，至少太子失职难辞其咎。想到这，八皇子心中郁气散了几分，笑着看向太子。太子看到八皇子还能笑得出来，神色更冷，许多问题他也在此刻想通。原来老八不是冲着老19去的，一开始就想借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做文章。哼，他狗胆不小，杀了这么多人，还想让孤背锅。老19也是难杀，秦秀虎都险些身死，他怎么做到安然无恙的？太子目光在林凡和右公主身上扫过，两人的修为契机在他的目光下展露无遗。显然这两人不可能是变数，那只有一个可能，老19提前在太阴山脉中藏了高手。太子当即下令，皇族秋寿遭此破坏，是藐视我大玄皇威，钟公公、许统领你2人立刻进太阴山脉搜山，发现任何可疑之人都擒来见孤。在太子调令下，太阴山脉外的8000禁军开始围山，钟公公、禁军统领以及皇室供奉们都涌入太阴山脉搜山刮地。这一夜火光冲天，山中喧嚣，禁军封锁之地，连一只飞鸟掠过都要被箭雨射杀。太子甚至还调来了数位擅长搜山降魔的方士，全方位对太阴山脉展开搜查。大玄方士，这是另一种区别于武道的修行体系，他们精通方术与炼丹，追求羽化登仙的修行之法。在大玄的前1200年，方士并未受到重视，可最近300年，灵气复苏的节点将至，天地间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方士的求仙炼丹之法、搜山降魔之法逐渐显露神异，得到重视。太子这次为了彻查太阴山脉的宗室血案，直接请来了登仙台的首座大玄第一方士，活了200年的贺老仙。他们联合6监提督的钟公公、禁军统领以及一众皇室鹰犬，就是将太阴山脉翻个底朝天都不是难事。参与秋寿的皇族子弟尸身很快就被运了回来，但太子口中所言的真正凶手还在搜查之中。半夜，山中终于传来消息，太子彻夜未眠，当即召见了回来报信的皇族供奉。人呢？发现了人，怎么没将他擒来见孤？太子目光幽冷，有些不悦。禀殿下，那人至少是3品，功法阴寒至极，寻常武者触之即死，实在难以生擒。不过他已经暴露踪迹，许统领和贺仙人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欲要将其灭杀。来禀的皇族供奉如实道。太子挑眉，罢了，不能生擒也要留个全尸。明日父皇就会醒来，希望在父皇醒来之时，孤能给个交代。你离开之后，将消息传出去，看看楚王和武平王那边可有何异常。现在宗室众人都居住在露台，太子没有遮掩消息，就是想看看其余人的反应，好揪出幕后之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他想的那般顺利，无论是秦墨还是八皇子居住的宫殿，都没有一人离开露台。翌日，露台秋寿宴上多了许多席位，那些死去的宗室子弟的长辈们寻来露台，欲要找玄帝讨个说法。奇怪，山中那人已经暴露，如果是老19的人，他今日为何没有半点异常？难道就这样将一个3品甚至是2品当弃子？太子时刻观察着秦墨，见他丝毫不乱，心里不禁产生怀疑，难道他说的是实话？杀宗室子弟的藤甲营真是秦秀虎发狂之后解决掉的？可这未免太天方夜谭，秦秀虎是有特殊体质不假，可从山中查到的线索来看，杀宗室子弟的藤甲营有近800人，那可是800精锐，装备精良，就是800头猪排在那让他杀也要杀很久。秦墨悠然喝着茶，似全然不关心这件事。他早知道太子会搜山，所以就让李公公留在了太阴山脉。以李公公的实力，如果想藏，自然不会这么容易被找到。主动暴露是为了保护南巫移民，如果没有一个人吸引那些方士的目光，南巫移民的藏身点再隐蔽，最终也会被发现。算算时间，李公公这回应该已经逃了。报！在秦墨刚喝了口茶时，一从山中而来的黑骑传讯兵慌忙来报，他的坐骑都奔走得有些摇摇欲坠。禀太子殿下，山中爆发大战，许统领和钟公公双双负伤，贼人已逃离太阴山脉范围，向北离而去。什么？太子扶着桌案起身，惊怒道：怎会如此？钟公公可是早已跻身2品，有他带队，
怎会连一个藏头露尾的贼人都拿不下？八皇子乐得看戏，晋王眼中流露出几分讶异的神色。就在太子要下令再探时，一道残影仿佛缩地成寸般从远处而来，正是一头白发的钟公公。他脸色惨白，紫袍凌乱，一双眸子摄人心魄，没了往日的和蔼笑容后，显得有些可怕。是老奴无用，没能替太子殿下留下贼人，但老奴也查明了一点，此人只是途经太阴山脉，而非杀害宗室的凶手。若他是凶手，无人能活着回来。钟公公咳着鲜血，向着太子禀报道：“钟公公，快请起！你有伤在身，能不跪就不跪。是孤一时心急，没有查清真相，就让你们急着出手。”见到钟公公本人，太子态度陡然转变。这位可是玄帝位称帝时的心腹，还是他母后的心腹，他并不想轻易得罪。不知公公可曾看出那出手伤你之人是谁？天下二品武者有数，就算近年来多了些，可能伤公公的也绝不会是无名之辈。钟公公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神情严肃道：“此人一手的真气浑厚无比，寒意彻骨，比之老奴修行的太阴秘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若老奴猜的没错，他应该是北离春秋山魔道7巨擘中排行第6的冰魔。”太子眉头微皱，春秋山的魔道巨擘可都是杀出来的威名。过往300年，天下武道强者辈出，既是天才地宝涌现的数量变多了，也是因为有许多强大的传承出世。北离春秋山便是其一，他是北离魔道之首的势力，也是大玄的心头大患。那冰魔在30年前杀了我大玄一位武道大家之后，便销声匿迹，如今实力定然更胜从前。公公此行实属不易，不过他已经30年没有现身，此次为何会潜伏在我大玄太阴山脉之内？难道就不怕孤请出护龙亭的那位取他性命吗？太子倒是不怕北离的魔道巨擘杀到京都，除了那些从未出世、隐藏极深的老怪，当今天下一共只有5位圆满的陆地神仙、人间神话，而大玄独占其3。皇室的护龙亭中的那位，在京都龙脉范围内是近乎无敌的冰魔，若来必死无疑。老奴推断，冰魔是为太阴山脉地底的千年寒水而来，此番筹划被破坏或怀恨在心，殿下还是要多多在意才是。钟公公语重心长道：“公公说的不错，还望公公近日给父皇多加些守卫。魔道贼人向来随心所欲，若真来京都送死，惊扰了圣驾，儿臣难辞其咎。”钟公公笑着应下太子的话，内心却在腹诽：陛下可是隐藏多年的第6位陆地神仙，岂是一个冰魔能靠近的？何况冰魔只是一个背锅的身份，与他交手的是他干爷爷，他能忤逆老祖宗吗？陛下醒了。就在这时，守在圣驾旁的小太监忽然扯着嗓子宣告道。太子心中顿感不妙，他一番大动干戈却没有收获，玄帝醒来定要重重罚他。玄帝悠悠转醒时，露台上所有人如浪般躬身行礼，齐声山呼：“陛下圣公安！”山呼过后，此刻的露台之上，除了旌旗卷动的烈烈声，一片死寂。钟公公换了一身干净的紫袍，擦去身上血迹，躬身身子来到玄帝身边，俯身天讲禀报起秋寿之上发生的事情，空气仿佛凝滞。露台山为首的太子、八皇子等人虽都垂首维持着恭顺的仪态，目光却都不约而同地向上探寻，试图一观玄帝神态。小19可曾受伤？玄帝开口的第一句话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秦墨内心毫无波澜，表面却微微一怔，似有些触动。钟公公连忙笑着接话道：“禀陛下，楚王殿下洪福齐天，不仅并未受伤，还受得白额虎1头、五色鹿1头，是此届秋寿收获最多之人。”不错。一身木气，满头灰发，像是100岁老人的玄帝点了点头，随后浑浊的目光又落在太子和八皇子身上，久不言语。父皇，儿臣有罪，是儿臣不防不周，才让3王余孽潜入太阴山脉，酿成如此大祸，请父皇撤了儿臣监国之职。太子主动叩首请罪。此话一出，露台山不少人脸上都露出惊疑之色。太子这是一点都不打算辩解了，直接就认罪。撤换监国之权可是大事，不过现在玄帝眯眼不语的模样更可怕，以往都是雷霆震怒时才会有此宁静的姿态，太子畏惧陛下天威也情有可原。是该罚你。玄帝不疾不徐道：“但念在你3年监国之功和朕海王为镇守东海的劳苦功高，朕不会撤了你的监国之权。”太子感激，正要叩谢，却被玄帝的下一句话打断：“权可以留，罚逃不了。此次秋寿你让小19身陷危局，未尽太子之责，更未尽兄长之责，朕罚你未来1年护好小19，不容有误。”玄帝想了想，似乎觉得还不够，又悠悠道：“若护不住，你就不配当他的兄长，更不配当姑的儿子。”话音落下，在场众人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尤其是太子，他愣了愣后，眉头紧皱，想不通为什么给他的责罚是这个。父皇的话未免太伤人心了，老19是他亲生的，自己难道就不是他亲生的吗？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他才是一国储君太子殿下，他的命起是一个在外养了20年的野种可比的。虽然内心极度不忿，但太子表面依旧恭敬。儿臣领旨。八皇子眼神有些阴鸷，怎么到头来他成最亏的了？不仅死了个儿子，没能让太子被重罚，还弄巧成拙，给老十九多加了重保障，该死！这时，玄帝的目光突然落在八皇子身上，八皇子神色一僵，不知该不该说话。良久，玄帝开口打破寂静：“武平王，你就没什么事情想跟朕告诉朕吗？”八皇子疑惑：“儿臣不解。”哼！玄帝神色一冷，道：“藤甲营的余孽多年前就被你在宇宙收编了，你以为朕老了就是瞎子，一点都看不到吗？”扑通！话音落下，八皇子双膝一软，便直挺挺地跪了下去，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一股刺骨的冰凉自脚底窜起，浑身汗毛倒竖，激起一身冷汗。他声音沙哑地辩解道：“父皇，儿臣……”玄帝抬手打断了他的话，冰冷道：“事情既已过去，就不必多说。那北离暗蝶隐藏在藤甲营数10年，就等着这个机会。朕不想再追究你什么，从今往后你的郡王封号摘了吧，当个侯就够了。”八皇子脸色惨白，玄帝这一句话几乎定下了他此生与封王再无缘，甚至原来的封地禹州未来都被收走。偏偏他还不能有半点觉得委屈，反而要叩谢圣恩。儿臣谢父皇宽恕。八皇子张了张口没有话说，最终只有叩谢圣恩。秦墨的注意力有一半放在万象命图之上，这短短片刻，太子和八皇子情绪和气运的逸散就给他提供了上千灵种。看得出来，这两人虽然表面甘愿受罚，但内心对玄帝责罚的不公平，以及对玄帝偏爱19皇子的行为万分不满。你们两个退下，小19，进前来。玄帝态度一改之前，像是个和蔼的老父亲。秦墨越过太子的身位，向前2步，但也就止步于此。陛下，他声音平静，无悲无喜。你是这届秋收的第一，除了可以进皇室秘库选一件古宝之外，朕还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你想要什么？玄帝今日苏醒，目光清醒，打量着秦墨，见他武道体魄强悍，甚至欣慰，愈发觉得他有自己年轻时的几分风采。见秦墨没反应，玄帝又道：“只要是这普天之下有的，朕都可以许诺给你。”秦墨倒是平静，退回席位的太子和八皇子内心却很不平衡。这句话玄帝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老19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值得这样厚此薄彼？老东西真是糊涂了。太子和八皇子内心暗骂：“儿臣只求一物。”秦墨的目光径直迎上玄帝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他没有如旁人预料般惶恐避开，反而在躬身施礼时，脊背依旧挺得笔直，声音斩钉截铁：“何物？”听到小19愿意自称儿臣，玄帝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笑意，龙颜大悦：“养龙莲。”哗！话音落下，露台之上一片哗然，明白此物含义的众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秦墨，目光中有震惊，有疑惑，更多的还是怜悯与幸灾乐祸。大选历史上得到过帝王恩宠的皇子不少，恃宠而骄，最终一无所有的皇子更多。养龙莲是什么？那是陛下的命。大玄龙脉地底有延寿的至宝，早已不是秘密。历代大玄皇帝都在想办法进入龙脉获取延寿至宝，可养龙莲最低都要100年产生产出一株，且若当时天下动荡，龙脉不稳，还极易枯萎而死。此物至少能为受尽者延续20年阳寿，若修为强悍，加以其他珍稀宝药调和，能增加的寿元还不止于此如今的陛下什么状态。不说濒死，也已因修行走火入魔，提前步入了晚年，气血枯败，最缺的就是寿命。楚王此时提出想要养龙莲，与跟陛下要20年寿命有什么区别？简直大逆不道！恃宠而骄者往往都死得很惨，不少人都在幸灾乐祸，唯独钟公公被吓了一跳，扑通跪地，颤声叩首：“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楚王殿下或是被奸人蛊惑，不知养龙莲氏为何物才说出此等请求啊？万望陛下保重龙体，息怒啊！”钟公公身为玄帝心腹，他是知道玄帝已经服用了那株养龙莲的，现在根本就拿不出来的东西，陛下拿什么赐予？更何况就算陛下现在手上还留着养龙莲，也会留着日后续命之用，岂能让于旁人？殿下，楚王殿下，您快开口啊！万不能再让陛下动怒了。钟公公焦急看向秦墨，秦墨却不为所动。他知道钟公公是为了他好，但《孙子兵法》有云：“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必败。”他的目的的确是想要养龙莲，可这东西已经被玄帝服用，退而求其次也要玄帝的精血来炼药，直接提不合适，反倒不如大胆一些，让玄帝主动来砍价。成了，至少能拿到孕育养龙莲的寒灵玉髓；败了，最多被责罚，或是失去恩宠，当个小透明。就在众人以为雷霆之怒将至时，露台上却陡然陷入了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寂静。
玄帝并未发怒，他只是深深地审视着秦墨，那目光中没有斥责，反而带着几分欣慰。你很有勇气，你那些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没有一个见到朕还能保持镇定，丝毫不怵的。当年朕欲一意孤行，让皇城遭三王突袭，欠了你母妃一条命，现在也该还了。玄帝摆手道：朕允了，你的运气不错，近100年来龙脉之下孕育的是一株举世罕见的双生并蒂莲，朕的库房内正巧留了一株，露台宴会结束，你让钟公公带着你去取吧。此言一出，露台之上众人无不震动，连秦墨都有些意外，居然还有一株养龙莲。真19皇子没体验过的父爱，他10倍利息的收回来了，不知道远在北离的19皇子若是知道了是何感想。太子、八皇子乃至靖王等人皆面露愕然，他们的父皇甚至都没有问老十九要养龙莲做什么，就答应了下来。这岂止是偏爱，简直是毫不掩饰的恩宠无边啊！荒谬，太荒谬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情绪在太子心中翻涌，生来就是巅峰，从未嫉妒过任何人的太子，此刻心底却钉入一根冰冷的钉子，而将这根钉子钉入他尊严深处的，还是那个夺他太子妃，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人。太子低着头，深呼吸，胸腔中压抑的情绪机遇爆裂，越是压抑，越是掀起惊涛骇浪。上一届秋收的第一是他，如果他当时向父皇提出要养龙莲，会是什么结果？不用想，不是被怒斥一顿，就是面壁思过。同样是那老东西的子嗣，差距怎能比人和狗都大？另一边，八皇子脸上刚浮出的一丝笑意已经完全僵硬，他想让自己平复心情，劝说自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可他乱了的心怎么都难平复。那可是养龙莲啊，给他未来甚至能有机会超越靖王，成为更强的封号武宗。然而现实却是，这场秋收他死了儿子，又削了爵，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让他想除掉的人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至宝。再能忍的人经历这样的事情也会忍不住骂娘。八皇子硬生生咽下了自己的苦果，玄帝还在，他再难受也只能憋着，甚至还要跟其他人一样恭贺楚王为楚王贺。其余人也都震撼于玄帝对楚王的恩宠，甚至有人在想，如果没有吕家，没有镇海王插手庙堂，那太子之位是谁还真说不准。在这短短1炷香的功夫内，秦墨察觉到命途的灵种不断暴涨，总数已经逼近9000，其中太子和八皇子提供的最多，他们的情绪和气运在疯狂逸散，这是极其伤及命数的事，只是他们无法感知。儿臣谢过父皇。秦墨觉得对19皇子人设做出改变的时机到了，如果收了养龙莲之后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待见玄帝，就多少有些不识抬举了。听到这生晚了20年的父皇，玄帝欣慰地笑了，但修行走火入魔的后遗症很快卷土重来，他最后看了一眼秦墨，也没再多说什么，便昏昏沉沉的闭眼陷入沉睡。摆驾回宫，钟公公见状立刻传令，数名小太监抬着玄帝的龙踏上了地辇，在天子亲军护卫之下，浩浩荡荡离开露台向皇宫而去。八皇子这笑面虎今天不太笑得出来，拂袖离去。靖王深深地看了眼秦墨，他有预感京都要变天了，或许3族鼎立格局都会被他这19弟撬开一丝裂缝。不知今日之事传出去，吕家如何反应，镇海王如何反应，宫中那位又会如何？待人走得差不多之后，几乎留到最后的太子理了理仪容，笑着找上秦墨。19弟，孤与你之间或许有些误会，常言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若能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上之策。孤不知道19弟年纪轻轻，需要养龙莲何用，若能割舍于孤，再向太子妃赔罪一声，今后你的命就是孤的命。孤若登临95，你便是这大玄亿万里疆域唯一的并肩王。不知道19弟你想要什么，是神兵、古堡、美人还是封地？孤这里有余图，你想要哪里的封地自己圈。太子忍气吞声，态度诚恳之至，言外之意，如果秦墨能将养龙莲让与他，就是掳走太子妃的事情也可以接过，但说是说，做是做，真的不计前嫌，视仇人为手足，可能吗？秦墨知道太子是一个极其能忍的人，越是能忍，这种人得势之后越是极端。现在讲的再天花乱坠，许诺给的再好，等将来太子真成了大玄之主，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他，这点没有丝毫悬念。秦墨笑了笑，回应道：太子殿下，非是臣弟不愿割爱，而是品鉴养龙莲那等至宝需要独到的眼光。就如同鉴赏美人，外表华贵固然重要，但其内里风韵却需深入体察，方知妙处。太子殿下可懂？秦墨说完便走，留下太子一人品味着话外之意。片刻后，太子脸色阴沉，眼中血丝都浮了出来。大儒，奇耻大辱！那小畜生一句话没提太子妃，却又句句在提太子妃。大婚之日的屈辱感再次涌现上头，愤怒的发泄过后，
太子的目光突然变得极其冷静，人不能功亏一篑。殿下，如此激怒太子，他狗急跳墙该怎么办？回府的路上，林凡有些担忧地问道。太子太傅可是5位人间神话之一的镇海王，他执掌的吕家爪牙遍布天下，威信比之朝廷都有过之而不及。听说太子府上还有6位大供奉，最差的一个都有3品境的实力。最近天魔教各地分坛被连根拔起，就是他们做的。林凡以前只知道吕家是外戚，有异姓王，有皇后撑腰，并不理解吕家到底有多强。进楚王府后，获取消息的途径一下变多了，这才知道吕家的强大与根深蒂固。镇海王曾是隋玄帝平定藩王之乱的最大功臣，既有救驾之功，又有平乱之计，还灭了东海、南海的异族国度，开拓大玄疆域，封疆8000里。吕家除了是最大的皇亲国戚，还与朝中诸多世家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姻关系。文官当中，所谓的太子门生也都是镇海王的门生，而世家大族那些听镇海王的人，却不一定听太子的。武将集团4品以上的将军中，有3成都出自吕家，至于中层，被吕家笼络的更多。如果玄帝倒了，吕家绝对能以最快的速度接掌朝堂，不怕他狗急跳墙。我问你，是太子势大，还是吕家势大？吕家。林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秦墨笑问，那如果你是太子，你会真和镇海王一条心，看着吕家继续壮大吗？林凡陷入思索。秦墨继续道，如果太子真的甘心当一个傀儡与吕家联手，不用我们做什么，陛下就不会留着他。镇海王是实力强大，位高权重，可大玄疆域极广，各方势力盘根错综，一个吕家还不足以镇压天下。就说东海，陛下就安插了一个难以拔出的钉子，杨家的老侯爷。他深得陛下信任，统领30万大军，守在东海，可不只是为了地域一族，而是钳制镇海王，为保杨家中心。陛下还刻意将其子武安侯调到了南巫故地，对抗境外的蛮族。而镇海王为了拔掉老侯爷这颗钉子，也是费了不少心，不惜让东海暴乱，激怒他养寇自重的那些异族。老侯爷如果大败，镇海王就有理由接手他的军队。可结果呢？太子宣布与杨家联姻，提供援助。此事既表明立场，却也得罪了镇海王。他只要还想借助玄帝和宗室的力量削弱吕家，就不可能对我动手，再怒也得忍着。这也是秦墨敢刺激太子，一直刷灵众的原因。玄帝的惩罚让太子被动与他绑在一条绳上，现在的太子或许是最恨他的人，却也是最不希望看到他出事的人。原来如此，林凡恍然，现在太子与我们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他不仅不能对付殿下，还要派人保护殿下。秦墨轻轻点头，同时留意着万象命图，太子简直就是永动机，离开后还在给他提供灵种，加上8皇子的，还有之前的积攒，总数已经破万，他该考虑怎么使用了。另一边，秋狩结束的消息很快席卷京都，皇宫、扶摇殿恢复了3品修为，甚至还有所精进的荣公公毕恭毕敬地匍匐在殿前，向亲杀后奉他上的侧躺妙曼身影躬身禀报道：娘娘，秋狩的结果出来了，宗室子弟死了8人，只剩下楚王、晋王世子和右公主活着出来，夺魁的是楚王。见清沙垂帘后的妙曼身影不为所动，荣公公手心捏了把汗，立刻让人呈上几幅画板。娘娘，这是巡天司的鹰犬们在露台上记录的画卷。画中露台上的众人惟妙惟肖，几幅画组在一起，仿佛还原了先前露台的一幕。他向陛下提的请求是什么？凤榻上忽然飘来一道清冽如泉又略带慵懒的声音。荣公公埋头禀报，声音微颤：是养龙帘，陛下还答应了。垂帘后的声音沉默了片刻，轻轻一笑：老家伙居然自己不用，反而留给了楚王，本宫对这楚王越来越好奇了。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既让小婵儿不愿意离开，又让老家伙甘愿给出这续命的东西？小荣子，你说说，太子妃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楚王府？荣公公紧张万分，生怕说错半个字，却又不能不说。最终他只有硬着头皮道：奴婢猜是太子妃已经与楚王有了夫妻之实，不愿离开，一是楚王不愿放人，二是太子妃也不敢面对太子。你猜的是不能和不敢吗？凤榻上忽的传来几声轻笑，本宫见过的小婵儿可不是什么小白兔，你真觉得一座楚王府能困得住他？他会怕太子？哪怕楚王身边有300年前的那位守着，也不能时刻盯住王府，总有松懈的时候。以小婵儿的心机和身边护卫的实力，想跑早就跑了。楚王防不住至于太子，太子心腹中还被安插了他的人。他最近让太子做了件事，算是卖了本宫一个人情，帮本宫处理了天魔教那些不听话的长老和分坛。你觉得他若想回太子府，太子玩得过他吗？荣公公额头直冒汗。如此说来，太子妃是主动留在的楚王府，他是装作猎物的猎人，楚王才是真的猎物。
莫非杨家嫡女体弱多病的传言也是假的？她比杨家所有人都要有野心。这倒不假。洛夫摇轻抚着怀里通体雪白的雪貂，淡淡道：她是凤鸣之体，无药石可医，最多还有1年可活，何来的野心？不过越是这样，本宫越好奇楚王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让小婵儿冒着安插在太子身边暗自暴露的风险帮他压下太子再次出手的念头。莫不是楚王天赋异禀，让小婵儿食髓知味，沉浸其中了？若是如此，倒有些意思。凤榻上的洛扶摇美到颠倒众生，他说着，伸出葱白玉指抹过朱唇，玉颜之上随之漾开一丝令人心魂失守笑意。荣公公噤若寒蝉，埋着头不敢多言。东海沧州城，吕家镇海王府。王爷，京都消息，秋狩结束，19皇子楚王夺魁，从陛下那求得养龙莲一株。一个灰衣老方士来到镇海王府主厅，详尽禀报着。首座之上，坐如山岳，身披玄色大氅，目纵寒光的镇海王，双手扶着檀木螭龙首，呼吸之间气息悠长沉浑。连养龙莲这等续命大药都甘愿赐出去，说明陛下的身体比我们想的要好啊。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股令人心惊的威严。王爷会不会是虚张声势，就是想营造假象，稳定朝野蠢蠢欲动的那些人？灰衣方士思索道，若真有养龙莲存在于世，赐给一个小辈时再暴殄天物，王爷若能得到，修为说不定能更进一步。若真如陛下所说，这是一株残缺的并蒂莲，仅一株对本王而言用处不大。镇海王目光深邃，呼吸间隐含风雷之音，早2-3个月有养龙莲出世的消息，本王或许还会派人去借来用，可如今本王已经突破那层瓶颈。灰衣方士心头一惊，王爷多年前就已经踏入一品陆地神仙之境，如今又有突破，难道真要成就人仙大道不成？恭贺王爷，大道可期。那称人间神话的其他4人岂不是无资格再与王爷齐名？不，本王才是后来者。那4人与本王一样都已入境，这方天地不变，再无前路。提及人间神话，镇海王说了句其中隐秘，再度沉默。灰衣方士缓了缓神，又道：王爷，还有一事。陆家那个五魁要回京了，他是19皇子的舅舅，与我吕家向来不对付，若任由他回京壮大19皇子的势力，太子殿下怕是要吃苦头。他要回京，必经玄虎关，那里有我们的人，是否要将其截杀，永绝祸患？镇海王道：不必，太子现在吃的苦头还不够多，他还是不愿意真正认我这个外公。等他吃足苦头，知道了没有我吕家，他什么都不是之后，施以援手才最合适。此次东海之乱，太子忤逆本王，执意与杨家联姻，本王让19皇子掳走太子妃，是对他的一次试探，他能忍，说明他还有野心，对我吕家很不满。现在陛下想让19皇子当棋子，本王又何尝不需要这枚棋子去断太子的退路，碾碎太子的傲骨，磨了他的野性，让他过来求我吕家，他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灰衣方士心头微震，犹豫道：听京都眼线传讯，洛妃娘娘似乎对19皇子也颇感兴趣，最终会不会弄巧成拙，培养出一枚不受控制的棋子？洛妃提及洛扶摇，镇海王锐利如鹰的目光为之一凝，缓缓摇头道：他也是凌驾于凡尘之上的神话，怎么会对一个蝼蚁真正感兴趣？不过是在宫中无聊，找些乐子罢了。这些事轮不到你忧心。最近捷报连连，让那些异族继续攻，杨家的老侯爷一日不撤，战事一日不可平。诺。与此同时，楚王府在准备去找中宫恭敬玄帝的私藏宝库领取秋狩奖励和养龙莲时，秦莫忽地停下脚步。万象命图传来异动，太子持续怨念，终于将灵众对到了1万之数。他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是凝聚命格还是命数。命格一列并无介绍，最低要1万灵种才能凝聚，而命数1万灵种能100%凝聚一个金色命数，稳妥一些。现在8皇子估计惦记着我的命呢。最终秦墨决定，这1万灵种全部用来凝聚新的体类命数，肉身是一切根本，他的灵魂悟性已经有了金色命数加持，根骨和体质也要跟上。万象命图空间中，上万灵众消散，如煌煌大日般映照万古的万丈金光降下，凝聚出3道虚幻的金色体类命数。还是3选其一。万毒之体，身躯经世间万毒淬炼，滴血融金，真气附带剧毒属性，4品之下触之即死，自身万毒宝体，水火不侵。至木灵体，寿元大长500年，你是先天的木灵圣体，与万千灵植亲和，吸收强大毒素，可转化为至木精粹，令灵植加速成长，且获得灵性。天地灵气复苏时，至木灵体可吸收灵气，进阶为仙木灵体。妖仙久退，昌虎或虎魔之力，可奴役阴魂，化为昌鬼驱使。每日啖千金血食，可增长一虎之力，遇生死危机可妖魔化，暴虐嗜血，但力量暴涨，
灵气复苏，可修妖仙之路。此为因天子命格附属，命图记录之后，初次可指定凝聚因天子命格。这除了第一个万毒之体有些危险和不可控之外，其余2个秦墨觉得都很不错。妖魔之躯的奴役阴魂，化昌鬼驱使，有点像现在道门的居灵潜江。现在的世界可没有什么真正大妖魔，只有灵气复苏之后才会孕育出来。这属于是领先于版本的特殊体质，上限极高。至木灵体也很有吸引力，就算不能增长500年寿元，光是能加快治愈灵值和加快灵智成长速度，这一条就很夸张了。理论而言，只要转化出来的至木精粹够多，它就能让一株新生的灵药无限成长，达到不可能的1000年份、万年份，甚至有希望让那株养龙莲恢复到并蒂莲的状态。毒素，林清浅的那条小蛇是南巫圣蛊，每天都能产出很强的毒素。想到林清浅的小蛇之后，秦墨心里有决断。虽然妖仙9退也很强，但看命图提示，未来可以凝聚比他更强的命格，不是非选不可的一项。而能点化灵值，让灵值跨过生长周期的至木灵体，这次不选就没机会回头再选了。心念一动，万毒之体和妖仙9退的虚幻光影相继消散，只剩下蕴含着至木灵体力量的命数在命图空间内散发着极尽璀璨的金光。这一刻，秦墨感觉到肉身仿佛回到了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阶段，先天5脉宝血的亏空完全补全，肉身生机大涨。现在这个状态，怕是每天拿宝血炼药都不会有所亏空，睡一觉就能弥补回来。秦墨身上气息溢散些许，他身处的院子的杂草花卉突然野蛮生长，顷刻间整个周围姹紫嫣红，竞相争艳。绣楼内，太子妃簪发挽起，换了一袭精心裁剪的紫色宫装。她轻描蛾眉，美得不可方物，肩若削成，腰若约素，体态婀娜，衣衫于胸前显得些微紧绷，宛若云堆玉砌，衬得盈盈一握的纤腰愈发楚楚动人。她正一丝不苟，低头配着9转仙方的养血秘药，身旁一个容貌同样惊艳的狐媚脸侍女垂手低眸，等待主子完成配药后，才轻声讲述起不久前露台发生之事。果真如主上所料，楚王殿下早有准备，秋寿之行有惊无险，夺得魁首。听到秦墨夺魁在露台向玄帝提的请求是养龙莲时，杨玉婵神色微正，喃喃道：他真傻，这养龙莲又岂是这么容易拿的？还有陛下，即便这是一株并蒂莲，也是2株并用效果才最好。陛下气血衰败，想要摆脱走火入魔的状态，更需要养龙莲，怎会轻易赐出？狐媚脸侍女猜测，人之将死，其行也善，或许是陛下觉得亏欠小楚王太多，所以才如此恩宠，做出弥补呢。杨玉婵摇头，10年前陛下对前太子也是恩宠无边，可结果呢？前太子兵变欲要造反，最终兵败，尸骨无存。他若真的这么在乎小19，早在3王之乱结束就该彻查真相，而不是等到现在才弥补。圣心如渊，一条有成仙之心的病龙就更危险了。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借太子之口，将10年前太子之死的一些隐秘透露给小19，至少要让他有所防备。诺。狐媚脸侍女点头。杨玉婵静坐思忖片刻，又问道：他现在在哪？老奴留意了一眼，已经随中公公去了宫中。还有一件事，八皇子死了儿子，势必不会善罢甘休。你回太子府后，借太子的手，将八皇子身边的左右供奉废掉一个，让他安分些。主子放心，一定办到。太子正在气头上，正需要一个出气的点，敲打坑害他的八皇子，再合适不过。过了宫门的御道上，钟公公手持拂尘，微微弯腰，笑着在秦墨前方引路。殿下能得如此殊荣，踏御道而行，还是老奴进宫5世载来所见第一人。一位投入江湖能掀起腥风血雨的2品武宗，此刻却卑微的像是条老狗，眼中没有丝毫的倨傲，只有满脸讨好的笑容。公公这模样是跟李九学的。提领6间的紫袍并不需要对人如此卑微，秦墨看出了他在试探，干脆直接搬出他老祖宗，看看他到底什么反应。李九。想到太阴山脉中与他交手的紫袍，钟公公脸色微变，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遇到的龙纹浮雕之上。李九是老祖宗第2个名号，天下之此名者几乎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原先他以为楚王只是棋子，真正想要养龙莲的是老祖宗，现在却发现错的离谱。老祖宗避世多年，甚至把自己的碑都立好了，明摆着时日无多，为何最后的时刻还要出山辅佐一位皇子？偏偏这位皇子还是陛下看中的人。钟公公脑海中一瞬闪过千百念头，干笑道：殿下说笑了，宫中的规矩都有专门的老太监教，老奴们是物件，不是人，不能让主子感到丝毫不适。见他刻意回避李九的话题，秦墨也不为难，随口道：那荣公公没人教吗？他可是条豺狼，
当世紫袍大监的威名一半都是他杀出来的。钟公公一怔，痛心疾首道：“不知那逆子哪里得罪了殿下，老奴对他也是痛恨至极啊！他只学了点皮毛便自立门户，若非贵妃娘娘赏识，他一个5到3品还没资格提领6监。在这深宫之中，比他资历更大的老太监数不胜数。”钟公公说话滴水不漏，而且说的也没有错。宫中最强的一批太监，并非12监的提督，而是那些负责传宫、守阁或是没有职位，只听天子令的老太监。他们从小就被传输忠于皇室的理念，没有亲人，没有子嗣。若皇室这棵大树再倒了，他们就彻底成了无根浮萍。殿下到了。穿越金碧辉煌的殿宇，一座并不起眼的青灰色石壁库房便是玄帝的宝库。这里没有重兵把守，只有2个在打瞌睡的小太监守门。干爷爷，干爷爷来了！半睡半醒的小太监急忙扯醒同伴，慌乱的匍匐跪拜。钟公公没有多说什么，从袖中取出一把钥匙，打开库房的金锁，其中漆黑一片。秦墨跟了进去，这是一条冗长交错的通道，如果走错了，根本不知道通往何处。黑暗中还有不少阴冷的目光，如悠悠烛火，即便是面对钟公公，也没有丝毫的敬畏。殿下，跟紧了。连续几次过了岔路通道之后，钟公公带着秦墨来到宝库的尽头，眼前豁然明亮。内壁之上烛火通明，还有拳头大的夜明珠。这间宝库内的空间并不大，藏品架子也数得过来。最显眼的是一幅挂在正中的画卷，画中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端坐在八卦台之上，他道冠之上显化出3花聚顶的意象，让整幅画都仿佛活了过来。他是殿下，不可多观啊！这是您已经成仙的仙祖，是我大玄历代供奉的长生仙。多年前，这位曾转世凌尘，教出了护龙庭最强的那位。我大玄之所以能屹立1000年不倒，有大半都是仰仗这位啊！钟公公颤声道。秦墨神情微微恍惚，心中却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他知道这画中人算不上什么真正的长生仙，只是一个靠窃取大玄气运苟活的人。大玄国运强盛，他才强；国运弱，他根本就不敢露面，否则300年又岂会让人杀进皇城，险些倾覆了江山。真正让大玄国运回升的，反而是他教出的那个徒弟，大玄护龙庭的第一人，5位人间神话之一的那位。当时5位圆满的人间神话已经都摸到了超一品，就像是核弹头，震慑级力量，轻易不出手，但想成为真正雄踞天下的势力又不能没有。殿下，请随老奴来取养龙莲。钟公公继续引路。密库深处，一朵8瓣冰莲静静地漂浮在冰蓝色寒潭之上，寒潭周边通体玉石，方士留下的方术静置，隔绝着寒灵玉髓灵气的逸散。原来是一株残缺的养龙莲。看到这株养龙莲的同时，秦墨大抵明白了玄帝为何会答应得如此果断。完整的养龙莲12瓣，而这株本身是双生并蒂莲，最完整的形态应该是2朵莲花24瓣，现在却只剩下8瓣，效果与完整的养龙莲是天差地别。殿下，养龙莲珍贵无比，每一瓣都价值连城，是救命的圣药，亦是提升修为的大药。此物难以长久保存，还需封存在特制的玉盒之内，1年之内完全服用，否则就会失了药效。钟公公开口提醒时，取出一枚令牌，越过羽化台方士留下的禁制，小心翼翼地采走养龙莲，又取了一勺寒灵玉髓装在玉盒中，交给秦墨。寒潭虽大，但寒灵玉髓只是漂浮在上面的薄薄一层，一小勺就已经取走了1/10。殿下，您是秋收的第一，除了这养龙莲，您还可以选择一件古宝或是神兵带走。以往的第一只能在外面的宝库选取，陛下对你恩宠无边，允您可在此地任选一物带走。秦墨点了点头，目光在玄帝的这些收藏上掠过。这里大约有20个架子，每个架子之上都封印着5件奇物、神兵或是古宝。对世人而言，一件残缺的古宝都是价值连城，可遇不可求。但在这里，完整的古宝就放满了3个架子，从甲胄到兵器，再到不知名材质的古器物都有。钟公公不遗余力地介绍着秦墨目光停留的每一件古宝。殿下现在看的这血色长剑，是曾经太祖斩龙用的赤地剑，传说是用地流浆淬炼，斩千断玄铁甲都如同消弭，只可惜神剑有灵，非雄主难以驾驭。古宝当中让秦墨看中的还不少，比如大玄太祖曾用过的古剑矢，还染着昔日强敌的血，还有只要采集旁人一滴血就能变化成那人模样的古宝众生像，还有气息极其恐怖的千机符甲，穿上之上虽会妖寿短命，但可以直接让人获得封号武道的力量，防御铜镜难破。还有一枚能消耗自身气数，引动天象异变，镇压陆地神仙气运的古印等等。在玄帝的收藏中，连古宝都是最拔尖的那一批，奇物和神兵的种类更是齐全，让人眼花缭乱。陛下的收藏包罗万象，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钟公公，这里可有剧毒之物？秦墨看了一圈，直接问起钟公公。玄帝的藏品很多，他看什么都觉得不错，
但都不是眼下最需要的。老奴想想，似乎是有那么一两件。钟公公没有多问，而是按照秦墨的要求寻找起来，最终停留在一处封印着几尊青铜小鼎的架子上。殿下，找到了。这2尊小鼎中，一尊封印着昔日南巫至宝天毒珠，一尊封存着一条千年大蛟的毒囊。前者是用古南疆的10绝毒经所炼，以成鼎坚其物，若放在各类毒物中蕴养，可催发出能瞬间麻痹3品武道大家的剧毒。若蕴养毒株的毒物够强，封号5宗的宝体也难以抵御天毒株的侵蚀。而这大蛟毒囊虽是不可再生之物，但一次性释放的毒比之天毒株还要可怕，出其不意能灭杀2品武宗，蛟毒易散，3品之下触之必死。殿下若取此物，还需万般小心。钟公公犹豫道：老奴斗胆谏言，若殿下想用剧毒杀人，几乎很难不留下痕迹。如今羽化台的方士们手段愈发神异，追溯本源的功夫已经不次于护龙庭的人。他怕秦墨是想秘密杀害某位皇子或是大臣，故出言提醒陛下是宠他。可若是做得太过分，挑战了规则，那就不是恩宠就能化解的事了。太子怕也会抓着他的把柄，想办法煽风点火。尤其朝堂之上关系错综复杂，万一得罪了吕家或是那位娘娘的人，就是陛下也不好袒护。公公想多了，我大玄皇室兄友弟恭，何时发生过手足相残的事情了？秦墨面不改色道：这2件我都要了。钟公公一愣：殿下，这不合规矩吧？你跟父皇说一声，我用前些日子赐下的天蚕软甲换这天毒珠如何？同样是古宝，一枚无人可用的珠子，价值应该更低吧？封印千年大蛟毒囊的小鼎放在上层，在玄帝心中这个明显更珍贵一些，所以秦墨先取走了毒囊。钟公公苦笑道：老奴不敢向殿下保证，但一定将此事禀报陛下，竭力为殿下争取。最后他还不忘叮嘱，殿下取用这毒囊时，一定要用真气包裹，万不可泄露一丝，此剧毒之物当是无药可解。秦墨对此却并不担心，他的至木灵体对世间一切毒素免疫，接触越强的毒素，越是能转化出越精纯的至木精粹。回到王府，秦墨没急着催化养龙莲，而是在等钟公公的消息。1个时辰后，钟公公匆匆送来那枚天毒珠，并取走了秦墨用不到的天蚕软甲。秦墨来到王府绣楼旁的院子中，林清浅正在晒书，被他喊进书房后，脸蛋红扑扑的。那条小蛇呢？被盯着看的林清浅咿呀了一声，唤出小白蛇。丝丝，小白蛇刚醒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就在秦墨身上移不开。秦墨直接将在手中把玩的天毒珠丢给他，速速一口吞下这比他头还大的珠子时，林清浅吓了一跳，但也没有阻止。殿下如果想害他，他早死了。片刻后，吞下天毒珠，蜷缩在桌案上的小白蛇竟直接开始了蜕皮，身体大了一圈，鳞片浮现出一丝彩色。丝丝，他对秦墨的态度也变得极其亲密起来。天毒珠需要毒物温养，天下间没有比南巫圣骨更适合的毒物了。接下来，秦墨也没有避讳林清浅，直接吸收了那大蛟毒囊的所有毒素，转化成至木精粹，治愈养龙莲。呲呲，随着养龙莲焕发新生，长出新的莲瓣，一缕缕黑气从养龙莲上方飘出。这一幕也让秦墨证实了猜想，玄帝不安好心啊。秦墨怀疑玄帝的原因很简单，他19皇子这个身份才刚回朝不久，一没有根基，二没有资历，玄帝再怎么糊涂也不会传位给他。在这前提下，玄帝依旧不惜得罪吕家，打压太子和8皇子，对他恩宠无边，就显得有些猫腻了。如果真的为他好，就不该都摆在明面上给他树敌。登仙的世界主线中，玄帝1年后就受击而死了，朝局分裂，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成了大玄新帝。这一点也很奇怪，大玄皇室底蕴深厚，想要吊着玄帝的命并不是一件难事，而想刺杀他也是难如登天。他这死的就很蹊跷。现在秦墨的到来已经引发蝴蝶效应，改变了许多事，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还是未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大玄皇室和京都的顶级权贵们都没有表面看着简单，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计。太子妃杨玉婵也不例外，只不过她的小心思没什么恶意，秦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呲呲，随着养龙莲中的诡异黑气全部驱除干净后，残缺的8瓣养龙莲重新合成花苞。至木精华的温养下，残缺的部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千年大蛟的毒囊一次性消耗了大半，玉盒中吸收着寒灵玉髓和至木精华的养龙莲像是又经历了数百年的轮回，断开的一部分根茎开始重新生长出嫩芽，并且生长速度越来越快。眨眼间，第2朵与前者大小相仿的黑色花苞已然成型。不，一阵光晕散开，完整的并蒂双生莲重新打开花瓣，一黑一白的灵气如阴阳鱼流转，圆满无瑕。白莲是续命圣药，黑莲是世间制毒。若依大玄那些方士所言，举世罕见的并蒂莲2株一起服用才效果最佳。但这世上除了那5味人间神话，
恐怕没有人能承受住黑莲的剧毒。莫非玄帝走火入魔的身体状态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了这黑莲的毒？如秦墨所料，被展开根茎的月白色养龙莲逐渐变成了淡淡的金色。此物虽可解黑莲之毒，但前提是不被撑爆。他大概可以猜出，玄帝得到双生养龙莲后，先炼化了黑莲，想再借白莲之力化解剧毒，完全吸收养龙莲的力量。中途却发现自己的肉身根本承受不住这两股力量，最终只能守着解药，却无法解毒。他太贪了，如果退一步，只炼化白莲，现在或许已经一品圆满，成了第6位人间神话。秦墨分开黑白2株养龙莲后，将剩下的大胶毒囊也提取了出来，又催生出1株完整的养龙莲。现在只要他留着黑莲，再等南巫圣蛊的本命毒积攒，甚至还能继续催生养龙莲。只不过想要最高品质的养龙莲所需的至木精华也极其庞大，这个等待的时间不会短。丫头，这个给你，再带1片给你哥哥。秦墨摘了养龙莲的2片花瓣递给林清浅，这莲瓣药效稍弱，你们刚好可以吸收，去吧。谢谢殿下。林清浅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没有丝毫怀疑，拿到养龙莲的花瓣后就含了1片在嘴中，转身告退，花瓣入口即化，灵气散向4肢百骸，让林清浅睁大眼睛，五脉穴窍都自行冲开了几处。林家在灵药生意上颇有规模，他母亲就曾给过他一本百药谱，上面记载，任何能让没有修行武道者冲开五脉穴窍的灵药都是价值连城，举世罕见的天地奇珍。而殿下不仅无偿给素素1枚灵珠，助他蜕皮，还毫不犹豫地送出这等天地奇珍给他和哥哥。林清浅鼻尖微酸，说不出话来。林家灭门之后，那种无根浮萍之感今日彻底散去，今后有殿下和哥哥在的地方就是家。算算时间，李公公也该横渡太阴山脉回京了。秦墨在院中等着，晚霞浮现时，李公公安然回府。殿下，不负所托，咱家将搜山的禁军和羽化台的那群方士都引到了别处，南巫移民的据点没被发现。公公辛苦了，不知这养龙莲能否为公公再续20年寿？秦墨取出1株续命的养龙莲，李公公看到此物，眸中微微泛起波澜，却摇头道：殿下恩情，咱家领了，可咱家多年前就已用过寒灵玉髓和养龙莲续命，如今这气血枯败之躯，已是大罗神仙都无力回天。秦墨凝眉，真的起不到半点作用。李公公释然一笑，或许能在将死之际再苟活2月，但那没有意义，能得殿下解惑。太阴秘典下卷，追求武道之巅，离久此生已无太多遗憾。前段时间秦墨获得9窍玲珑心，开启内景的参悟金乌断神术时，也对太阴秘典下卷的2句16字真言有了新的领悟和扩充，整理之后交给李公公。李公公身上的气息比之前也的确有所变化，但寿元枯竭的事实却未能逆转，他的肉身境界始终维持在2品，异魂境界却愈发高深莫测。见李公公这样说，秦墨也没再多劝，这等人物都有自己的傲骨，多说无益。如果真有能救李公公的办法，秦墨也不会吝啬。不曾想当今圣上还留着这株养龙莲，此事有些古怪，殿下可曾检查过？李公公看着养龙莲的目光有几分凝重，是有些古怪。起初接触到养龙莲时，逼出了一些令人异魂感到冰冷的诡异黑气。听到秦墨的描述，李公公眉头微挑，殿下说的这像是已死之人残存的异魂，天界无情，殿下务必留心。最近这200年，天下变化太大了，唯一不变又多变只有人心。秦墨点头，我心中有数，接下来还要劳烦公公炼制能化解凤鸣之体必死之症的秘药。李公公微微讶异于秦墨的果断，殿下真的做好决定了吗？这养龙莲对殿下也是有着莫大用处的。秦墨轻笑道，养龙莲再珍贵也只是一味药，怎么能与太子妃的性命相比？李公公点头，李九明白了。李公公离开时，秦墨眼角余光瞥到书房外一个正在打扫的狐媚脸侍女，没多说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眼绣楼。半个时辰后，他登上绣楼。绣楼内烛影摇红，太子妃一袭绛紫宫裙，静坐梳妆台前，软绸紧贴着她玲珑起伏的曲线，在纤腰处收束，又在髋部流畅地丰盈开来。今日的太子妃如明珠生辉，唇上一点朱赤，饱满欲滴，颊晕淡霞，姿容绝世。秦墨已在绣楼门框将楼内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不愧是太子严选，盛装打扮起来的太子妃当真是处处可怜，婀娜多姿，明艳到足以照耀天下。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皇嫂今日打扮的这般光彩照人，是在等谁？登徒子。杨玉婵瞥过头，轻啐了一句。她面色微染红霞，起身取来一套精心裁剪的金丝云纹锦衣，落落大方地交到秦墨手中。这些天在楼中闲暇，裁剪了件新衣，你试试。秦墨接过这材质特殊的锦衣，却没有动，只是笑问道：皇嫂何时给我量的尺寸？杨玉婵轻哼一声，
殿下药浴都忘了吗？我眼神再差，这些也还看得清楚。真的看清楚了。殿下请自重。杨玉婵咬牙。秦墨叹了口气，哎，臣弟真为太子殿下惋惜，若让他知道臣弟穿出去的新衣是玉婵亲手所制，恐怕会伤了兄弟和睦啊。少贫嘴。杨玉婵蹙眉道，你若真怕他，又怎会在露台之上故意激怒他？那株养龙莲，你若肯割爱相让，很多麻烦都能解决。皇嫂消息灵通啊。杨玉婵玉脸一僵，意识到有些说漏嘴了，很快做出补救。杨家在京都还算有些根基，秋寿之事可不止传到了宗室耳中。你得陛下恩宠，获得养龙莲之后，朝野内外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盯着你。后悔吗？没什么可后悔的，臣弟心软，最是看不得香消玉殒，被盯上了也未必是坏事。秦墨取出李公公炼制好的丹药，想要压制你体内的寒气，这丹药3日一副，还需有人护法，细心梳理经脉。前些天是皇嫂帮我完成的药浴修行，也该轮到臣弟帮你了。杨玉婵莫名胡思乱想了一阵，看到秦墨那平静的目光，忽地有些自惭形秽，缓了片刻，才迟疑道：怎么帮？秦墨来到软榻上，盘膝而坐，淡淡道：用真气帮你梳理，后背不可有衣物阻隔。杨玉婵脸有些发烫，峨眉紧蹙，像是只发怒的小猫。你真不怕哪一天被人揭穿了假皇子的身份？脸上羞恼，嘴上说着，但杨玉婵的身体还是很诚实。他服下用养龙莲炼制的丹药后，身上寒气溢散，体内似有一团火焰在经脉横冲直闯，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有些异样。这么好的背部拔罐可惜了。秦墨伸手贴在杨玉婵洁白玉如的后背，真气开始替他梳理经脉和养龙莲的药力。什么意思啊？杨玉婵疑惑，但很快他除了英明已经说不出话来。养龙莲的药力散开，两股力量在他体内争锋，秦墨触碰到如白瓷般玉背时，光滑的雪肤之上泛起细小的战栗，时而触感冰凉，时而微微发烫。等药力化解后，香汗淋漓的太子妃倒在秦墨怀中。秦墨也不点破他是在装晕，只是随手拿起他描眉的画笔，准备在他脸上画个乌龟。杨玉婵睫毛轻颤，睁开眼瞪着秦墨，抓个现行。太子妃画的没乱了，我帮你补补。杨玉婵，他就这样枕着秦墨的膝，明亮的乌黑的眼珠看着秦墨，心间复杂的情绪蔓延。他柔声道：小时候郎中就说我活不过10岁，父亲便带我去传说中的天山求仙，一步一叩首，才拜了那里的高人为师，可他们还是救不了我，最多只能帮我续命到20岁。我以为我不怕死，可真到了这最后的几年，忽然发现人生除生死之外无大事。我欠杨家的太多了，欠殿下的更多，不知道玉婵这辈子还够不够偿还呢。秦墨尝了点胭脂，看着他微微发红的耳朵，轻轻吹了口气，笑道：太子妃突然矫情起来，臣弟还有些不太习惯呢。登徒子。杨玉婵修长的秀颈之上泛起红晕，他翻了个白眼，回咬了秦墨一口，起身正襟危坐。这次秋寿，太子受罚，八皇子被削爵，还死了个儿子，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你打算怎么办？这不是正等着太子妃给臣弟出主意吗？杨玉婵这次没纠结称呼问题，凝眉思索起来。太子就是个乌龟，前面的奇耻大辱都忍了，现在也一样，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但八皇子就说不准了。他母妃是吕氏族人，而他岳丈魏灵是内阁成员之一，占领工部，权柄很大。魏家也是京都巨富，财源通天，魏阁老死了，外孙自然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我们最好先下手为强。可他做事向来滴水不漏，想对付他不容易。听着杨玉婵的分析，秦墨打断道：八皇子在禹州养了10万私兵。真的？杨玉婵微怔，这么机密的消息你怎么知道的？禹州可是八皇子的地盘，秦红死之前说的，虽没有证据，但消息应该无误。秦墨记得登仙某条世界线上，八皇子后期为了追杀林凡，已经气得启用了这些私兵，最终甚至还想造反。如果真是这样，那八皇子和魏家就大难临头了。杨玉婵眸光微冷，按大旋律，私藏甲胄一套就是死罪。当然，如果是皇子这罪名或许没什么用，但养10万私兵，这已经严重挑战了玄帝的底线，只要暴露，就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养10万私兵，每月所需的金银都是天文数字。魏灵或许不知道此事，但魏家在财力上定然支持着八皇子。八皇子被削成了五平侯，禹州已经不是他的封地，实力也大大削减。他在想维持这10万私兵，只能靠魏家。而我们只需要让魏家破产，或是断了魏家的财路，八皇子压不住这10万私兵，自然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道理很简单，但秦墨觉得这事办起来没那么简单。魏灵是武将出身，与19皇子的舅舅是政敌，他能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甚至升入内阁，已经说明不是个简单人。魏家虽是京都大族中的后起之秀，
但积累可不亚于那些传承数代的中原巨贾，想让魏家走到绝路可不容易。不错，杨玉婵开口道，我有个办法，或许可行。在此之前，我还有件事需要向殿下确认。杨玉婵忽然凑近秦墨，盯着他的眼睛，呼吸近的能让秦墨感受到丝丝热气。他认真问道：19皇子真的已经逃离了大玄，短时间都不会回来？还有，除我之外，大玄就没人知道你是假皇子？秦墨神色如常，坐怀不乱。19皇子做的事已经够他死伤几次了，怎么敢轻易回到大玄？至于我的身份，李公公知道，或许宫中那位洛妃也能猜到一二。杨玉婵问道：陆家呢？他们才是关键。虽然19皇子没有见过陆家的人，但陆家毕竟是他的母族。秦墨摇头道：19皇子生性多疑，只回京1天便换了我，没有机会与陆家的人接触，就算有这个机会，他也不会给自己留下破绽。秦墨对19皇子的性格还算了解，他是一个除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可以抛弃的人，在他眼里，所有人都可以当棋子。若没有这样的觉悟，也入不了北离春秋山的门。那就好办了。杨玉婵松了口气，笑颜舒展，美得晃眼。陆家除了那位五魁之外，可还有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你说的是19皇子的小姨陆延之？不错。杨玉婵笑着道，听说大玄旧都的才子们排了一个角色榜，你这位陆姨就在榜首。她20岁才嫁入9大巨氏之一的陈家，21岁夫君病逝，过继来一子一女，如今30多岁，已经全面接掌了陈家的生意，成了陈家主母。这其中固然有他哥哥陆五魁替他撑腰，可更多的都是他自己手腕过人，否则偌大的陈家不会让他一个未亡人做主。杨玉婵的提醒唤醒了秦墨对陆延之的一些记忆。别人用红颜祸水都是形容词，他是真的祸水啊。不过陈家也是咎由自取大玄旧都落京的陈家嫡长孙，原本一直被当作继承人培养，可谁知长大之后却有龙阳之好，打死都不愿碰女人。即便知道败坏家风，他也依旧我行我素。陈家老太爷气得几次吐血，为了将他掰正，可谓绞尽脑汁，最终找上了陆家。听闻陆家有女，是宫中玉妃的亲妹妹，她的美貌不仅能让圣贤失心，君子折腰。于是陈家老太爷花费巨大代价与陆家定下了这桩婚约，就盼望着孙儿能在成婚后痛改前非。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陈家嫡孙见了陆延之的真容后，的确收敛了几分。可老太爷还没高兴2天，陈家就出乱子了。孙儿突然被毒得瘫痪难行，他震怒地追查下去，真相更让他恨不得吐血3升。竟是自家的小儿子看中了侄媳妇，不想让这样的美人毁在陈家那个废物嫡长孙手上，遂下毒谋害。老太爷气得发抖地问小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儿子不仅不知悔改，甚至还很骄傲。言之不愿接受我的心意，那我就挖出真心证明给他看。老太爷气得卧病半年，他不理解自己这最是花心，常年浪迹风月场所的小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还没完，在老太爷将重病之时，他在外的几个儿子也都相继归来，看到了这侄媳妇的真容，纷纷惊为天人。原本他们只想回来争家产，可见如此家人独守闺房，实在惋惜，心里都动起了别的心思。看到儿子们为了争一个女人互相算计坑害，有心无力的老太爷最终被活气死在病床上。陈家内乱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又请出了族中族老来主持公道。谁知德高望重的族老当中也有色心不死的。彼时的巨氏陈家3代都在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偏偏在洛京城还没人敢说陆延之的不是，不用他动手，那些爱慕他的人就能让人闭嘴。陈家3代的内斗让洛京其他的大族看到了机会，伺机分食陈家。最危难之际，还是陆延之站出来，才保住了陈家大多数基业。当时在洛京还流传着陈家一位族老很出名的话：您是天上的玉人儿，当您的狗是狗儿的荣幸。这话传到京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陆延之的真容，听了陈家的遭遇之后更加好奇，人到底要美到什么样子，才能让9大巨氏之一的陈家3代都颠覆了？要知道陈家可不乏武道鹰犬，他们族老当中就有修成上3品的武道巨擘坐镇，能修到这境界的可都是心性超凡之人，此等人物能被红粉骷髅所打动。可这传言就是如此，越是难以置信，越是让人好奇。陈家虽经历动荡，可还是9大巨氏之一，势力遍布数州，江湖庙堂都有他们的人。杨玉婵道：如今你那陆姨执掌陈家，虽算不上一言堂，却也差不多了。只要他能帮你对付8皇子背后的魏家，就容易多了魏家最大的发财门路，便是矿脉。这些年来依仗着魏灵，魏家拿下许多铁矿、铜矿的矿引，势力急剧扩张。可魏家毕竟底子浅，财力有限，许多矿场的开采都借了钱庄大量的借款。如今的魏家经不起太大的波澜，一旦其中哪一环出了问题，整体都要崩溃。秦墨一听大概明白了，
魏家这是借债开矿，再用矿借债，不停套娃，疯狂揽财，只要资金链一断，所有弊端都会显现出来。光凭一个陈家恐怕还不够，八皇子的岳丈暂领公布，矿脉上的许多事情他都能直接决定。秦墨道：陈家不够，还可以算上外公传给我的神药堂。神药堂这些年积累的财富，就算比不上9大巨士，也差不了多少了。杨玉婵不知从哪取来一张大玄疆域的舆图展开，指向一处道：有个地方，魏灵他一人还没资格决定归属。秦墨没看地图，反而转头看向杨玉婵。察觉到异样的杨玉婵，袖颈之上微染霞晕，峨眉微蹙。怎么了？我脸上的胭脂花了。秦墨摇头笑道：我在想，这位家以前是不是得罪过杨家，怎么连地图都提前准备好了？对付魏家，皇嫂怎么准备的比我还周全？秦墨笑盈盈地问道。杨玉婵闻言，将目光轻轻移向窗外，声音平静的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因为魏灵在入内阁之前，不仅是兵部的人，更是陛下不在棋局上用来制衡各方的一枚棋子。他顿了顿，接道：我杨家原本也不止我父亲这一只独苗，祖父膝下曾有5子，10多年前被称为杨家五虎，而魏灵正是踏着我那4位叔伯的尸骨，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收回目光，静静看向秦墨。这些话殿下信吗？信。秦墨答得毫不犹豫。他自然清楚，杨家世代为疆，族中子弟几乎个个是疆种，加上医仙留下的药方淬炼筋骨，培养出的后辈，比之皇族子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杨玉婵那几位叔伯上在人世，今天的杨家便不是一门3上将，而是一门7上将。木秀于林峰必摧之。杨家老太爷是忠心，可谁能保证杨家其他人也都永远不变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第2个能影响天下大事的吕家崛起？玄帝对忠良之后下手，虽令人心寒，却也在意料之中。所以现在我帮殿下，就是在帮自己。杨玉婵声音平静，指尖落在大玄地图上一处2州交汇之处，标注玄镜山的地方。不久前，羽化台的方士在这里勘出了玄铁矿脉，储量之巨，远超我大玄过去500年开采之总和。这是泼天的富贵，也是动摇国本的重器，朝中对此极为重视。而魏家高层如今正倾尽全力筹谋此事，这半月以来，他们不惜抵押变卖族中过半矿脉，疯狂筹措经营，为的就是能在玄镜山的开采权中争得一席之地。玄铁矿是锻造千段玄铁的主材，用千段玄铁打造的甲胄和兵刃是战场的上的大杀器，可轻易展开武者真刚，再染上兵家的煞气，杀伤更甚。以往的玄铁矿脉都是可遇不可求，零零散散，只有少数禁军精锐和边境铁骑才有资格装配千段玄铁打造的装备。如果羽化台的方式勘测无误，玄镜山矿脉将是能改变大玄军方格局的一处重地。秦墨的目光落在地图上那座熟悉的玄镜山，微微凝神。是了，这地方他绝不会记错，玄镜山正是3年后天地异变最为激烈的宝地之一。那山下埋藏的何止区区玄铁，真正的瑰宝是深埋其下的灵晶与灵泉，其价值在整条矿脉的100倍之上。这是足以撬动整个大玄国运的第一宝地，也是未来乱世之中各方势力不惜血流成河，誓死争夺的登仙圣地。秦墨记得3年后的魏家占着玄镜山过半的份额，他们整个家族都因为这次的豪赌一飞冲天。殿下是觉得魏家可以官商勾结，我们没机会夺得玄镜山？杨玉婵见秦墨凝神不语，解释道：这一点殿下不用担心，如今边境多战事，大玄国库亏空，朝中不会再容许有人用低价买走玄镜山的矿银。相反，最近的小朝会上，内阁已经一致决议，要用玄镜山这个契机来弥补国库亏空。战事开启后，那些世家大族不愿流血捐钱，但玄镜山却有很多人觊觎，这是鱼饵，也是个能让家族腾飞的机会。陛下定了很严苛的规则，但凡想要入围去争玄镜山矿脉的，都需要先缴各家5道秘术3卷，白银100万，之后无论能否拿到份额，都概不退还。这还只是入场的条件，真正的竞拍更加残酷，最终只有出价前2名才能获得玄镜山的矿脉开采权，而竞价第3名所出的钱财却概不退还。魏家势在必得，明摆着是冲着第一而去，碍于陛下威严，魏灵在这件事上不会也不敢阻碍其他大族和商会来争。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魏家现在骑虎难下，抵押了族中大半资产后，拿不下玄镜山，必然元气大伤。如果没能进前2，整个家族都会破产。而这件事，八皇子就是不想参与，也会参与进来。魏家败就是他败，他现在输不起了。杨玉婵的消息很灵通，思路也理得很清晰，但秦墨眼下却有一个难题：我们哪来的钱跟魏家争？这是生死局，陈家家大业大，我那陆仪也不一定愿意与魏家死磕吧。杨玉婵没有任何犹豫，我可以拿出3000万两，这是神药堂现在能拿出的所有现银，
真到了玄镜山旷引竞拍，或许还能攒点。秦墨微微一怔，看了眼杨玉婵，他知道太子妃有钱，却没想到太子妃这么有钱。如今的大玄货币还没有膨胀到天上去，浩瀚无垠的疆域加上陈蜀国上贡，一年到国库的税收也就3亿多2白银，其中被贪多少不知道，但这个数目绝对不少。而太子妃名下神药堂的财产就能抵得上国税的1/10，这已经是字面意思的富可敌国。难怪太子每次看到他，眼神都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神药堂这么赚钱，神药堂的很多药酒和药方都是独一无二的，武者修炼最耗钱财，几乎从酒品开始就要从各州分社的神药堂买打熬气血筋骨的宝药。杨玉婵耐心道，兵部每年也会采购大量武者秘药，折价卖他们都有很丰厚的利润。如今战事频发，神药堂的养伤秘药虽然没有涨价，但在边境那些转卖的人手中价格已经提高了10倍不止，可还是供不应求。真捡到宝了。秦墨瞬间明白这笔巨款背后所代表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与近乎垄断的武道命脉。武者修炼，朝廷战事皆系于此，这已非简单的经商，而是足以撬动国本的权利。但光拿下一个名额还不够，殿下若担心陆延之不会参与进来，可以主动出击，让陆延之无法置身事外，与魏家变成不死不休的关系。杨玉婵拿了份青楼请帖出来，我帮殿下查过了，魏林有个侄子沉迷梵月楼，做梦都想得到那里的花魁。最近梵月楼背后的东家也想征玄镜山矿脉，打算让那雪藏了2年的柔香花魁出阁，这是个机会。杨玉婵忽然红着脸道，在去之前我帮殿下检查下身体。说罢他大胆上手，太子妃大病初愈，还是臣弟来帮太子妃检查吧。秦墨气血方刚，不是圣人更不是阉人，翻身拱手一行，替太子尽职。绣楼之中再现昔日旖旎之景。太子府，太子打了个喷嚏，看着空荡荡的软榻，脸色不禁阴沉起来。还好有人盯着那小畜生了，他如果敢对太子妃不敬，姑应该知道现在许是姑多想了，但姑这心中怎么堵得慌。梵月楼又名万花楼，这片风月连院依水而建，飞檐相接，亭台相望。夜幕降临，千盏华灯倒映湖中，宛如水上仙境，堪称京都最令人神往的销金窟。大玄教坊司地位低下，生意远不及梵月楼。教坊司里稍有姿色的官家罪女，经严苛筛选，才有资格进入梵月楼。在大玄72州，每州州府都有一座梵月楼，各有一位花魁，背后又有只收女弟子的顶级势力红尘斋撑腰，可谓网罗天下绝色，令无数才子倾心。每逢年关，梵月楼72花魁齐聚金陵湖，举办举世瞩目的烟花盛会。今年不知为何，花魁们提前聚首，金陵湖畔人气爆棚，无宵禁的内城宛如不夜城。听说3天后柔香花魁出阁，梵月楼东家下血本要大宴3天，比世家嫁女儿还热闹。下什么血本？入宴资格高的下人，每5000两连门都进不去，还不是赚客人的钱。5000两算什么？柔香花魁可是72花魁之首，美若天仙，我要有5000两，一定进去一睹芳容。金陵湖畔，一群文人眼巴巴望着梵月楼，只能空想。杨玉婵手持折扇，扮作白衣郡公子，与秦墨路过时，笑着问：小十九，你说那柔香花魁的美成啥样，把这群人迷得神魂颠倒？秦墨神色平淡，72花魁皆是各州顶尖美人，各地审美不同，柔香花魁未必最美，传得多了，没见过的人也觉得她貌若天仙，自然就成了第一。有道理。杨玉婵点头，论魅力，陆家那位更出众。当年宫中玉妃娘娘与当今洛妃齐名，陆家那位是玉妃妹妹，容貌像玉妃7分，就能艳压3000佳丽。两人穿过湖畔，看了会儿烟花盛典，来到梵月楼。接待小厮眼尖，看出两人不凡，立刻笑脸相迎。贵客有请帖吗？若是生客，小的去取一份。梵月楼请帖需提前花5000两购买，生客留下5000两礼金也能拿到。此时楼内人来人往，光入门费估计就收了几百万两。杨玉婵递出金色请帖，淡然吩咐：我家公子不喜喧闹，安排个清静地方。小厮见是金色请帖，愈发恭敬，拿着请帖在前带路，众人纷纷让路，投来诧异目光。金色请帖代表最高规格的天字包厢，价格昂贵，能进去的非富即贵。不少公侯府世子都只能留在1楼。这主仆二人面容陌生，却如此阔绰，有人猜测，莫不是9大巨士嫡系传人，听闻柔香花魁名声赶来京都。3楼包厢内，气血浮亏，面色发白的蓝衣青年魏虎见秦墨两人路过，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重重拍在案上。怎么回事？天字号包厢原先除了我们，只有王家和裴家，怎么又冒出一个跟我抢的？对面户部尚书之子纨绔的谢家小公子撇嘴道：这俩生面孔多半来看热闹，没几人有实力跟我们争。魏虎哥放心，有我帮你，柔香花魁一定能拿下。我把我爹老底都偷来了，足够帮他赎身。
魏虎立刻变脸，拍着谢家小公子肩膀笑道：“就知道兄弟靠谱，事成之后，哥哥答应你的事一定办到。”另一边，秦墨两人来到天字号包厢，视野开阔，能看到莲花舞台，花魁登场，看得真切。看来他们都提前到了。杨玉婵扫了眼2、3楼，对手不多，王家3公子，裴家4小姐，虽出身巨氏，但未触及家族权力核心，资产有限，不足为拒魏虎才是真正目标。我上楼时留意到，他身边是巨贪谢清风的儿子，银子应该不少。不过这样更好，魏虎越志在必得，期望落空后越亦愤怒失态。他们不认识殿下，殿下今天就扮成贪财好色、一朝得势便目中无人的19皇子，引魏虎主寻衅。事后若魏家私下报复，就落入圈套；若忍了，我们就来长甲刺杀嫁祸魏家。殿下陆仪这几天回京，只要让他知道魏家与殿下不死不休就行。秦墨看着杨玉婵，想不到如此美人竟是白切黑，这坑魏家的法子可行。不过他仍有疑问，若只为让魏家记恨我，杀他们的人没必要来梵月楼费这么大周折吧。杨玉婵点头，殿下说得对，因为柔香花魁有点用处，让他为我们所用，对征选进山名额有利无弊。太子妃这般运筹帷幄的模样，让秦墨仿佛看到女宰相的气度。酒过3巡，月上中天，满堂喧闹时，一缕酥媚入骨的嗓音从楼台高处飘下：“诸位贵客光临，梵月楼今夜蓬荜生辉。接下来，请楼中花魁为各位献上一曲飞天舞，愿这仙姿曼舞，消解良宵寂寥。”琵琶声如珠落玉盘，箜篌悠扬似天河导线。莲花舞台之上，薄纱轻扬，数位身姿曼妙的花魁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女翩然起舞。她们身着七彩霓裳，臂挽飘带，玲珑赤足轻点花瓣在空中回旋，每一个动作都极尽柔媚与飘逸，吸引着众人目光。好，光是开胃菜就能大饱眼福，5000两花的不亏。有花魁们扮成的飞天舞女笑意盈盈，如美人蝶般从半空飞旋下来时抛出的飘带，引得一众看客痴迷争抢，仿佛光是嗅一嗅那香气就能被抽走了魂。还有的仰头被那玲珑赤足轻轻一踏，简直欲仙欲死。杨玉婵瞥见秦墨目光落在台下翩跹的舞姿上，虽面色如常，却看得专注，不由得轻笑着问道：“殿下，好看吗？”秦墨收回了视线，神色平静：“不好看，花魁们风尘气重了些，不及皇嫂万一。”杨玉婵看着他这一本正经的模样，不由莞尔：“殿下喜欢看就多看，我又不是醋坛子。”秦墨信了。当最后一位飞天舞姬施礼退下时，满楼灯火骤然一暗，穹顶洞开，洒下清幽月辉。忽然梵月楼的上层传来阵阵异香，沁人心脾。紧接着，片片粉白的花瓣自楼宇最高处凭空出现，纷纷扬扬，如鹅毛大雪般飘散。在漫天花雨中，一道绝美的身影随着一条垂落的素白绸带缓缓落在舞台中央。当他站定，楼内光华重新亮起，无数道直勾勾的目光都齐聚在他身上，此起彼伏的喝彩和惊叹声从四面响起。柔香花魁果然不负盛名，这就是万佛宫入定的老僧来了，也要动凡心吧。看多了大玄的美人，再看看异族尤物，当真耳目一新，西征，绝对要西征。柔香花魁穿着一身西域风情的华美裙长，金丝银线绣出繁复的曼陀罗花纹，裸露的纤细腰肢上还缀着细小的精灵，随着她的呼吸轻轻作响。她美的就不似凡尘女子，而是坠入人间的天女，圣洁中带着一丝不易接近的魅惑。诸位贵客还请一进。此时亦担任梵月楼主事的美妇上台，苏媚的声音立刻压下周边的嘈杂。柔香大家今日出阁，承蒙各位厚爱，按我梵月楼规矩，出阁前有3轮游戏。第一轮，盲注。美妇环顾四周，笑道：“今日在场诸位皆可一掷千金，下盲注最高的前72位贵客，即便无缘柔香大家，亦可由我楼安排与其余71位花魁中的一位共度良宵，以为情怀。”此言一出，楼下不少自觉无望争夺柔香的宾客也兴奋起来。能与一周之花魁春宵一度，也是极难得的风流韵事。美妇顿了顿，柔媚嗓音微提：“盲注位列前10者，可入第2轮，得柔香大家亲奉乡民，并参与后续环节，角逐花魁出夜之权。现在，请诸位贵客下注。”话音刚落，各包厢、各桌案的随从、小厮便纷纷行动起来，将早已备好的银票或凭证交由梵月楼的人登记。这是一场财力的无声较量。天字号包厢内，杨玉婵神色宁静，对秦墨轻声道：“殿下，这第1轮便是要敲山震虎。魏虎此人最受不得激，尤其受不了在女人面前被比下去。”说罢，他纤手微扬，对候在门口的侍从低声吩咐了一个数字。不多时，那侍女再次登台，虽极力保持镇定，但声音仍带着一丝颤抖：“天字4号厢，贵客下注10万两。”
10万两，全场哗然。第一轮盲注虽知花费不菲，但往年能到5万两已属顶尖，这突如其来的10万两，如同巨石入水，瞬间让许多人的心沉了下去。这已不仅仅是争夺花魁，更是一种财力的绝对宣示。魏虎所在的包厢内，他刚为自己下了5万两的高价而自得。闻听此言，脸色瞬间铁青，一把摔了手中的酒杯。10万两，哪个不开眼的东西敢跟本公子抢风头？谢家小公子皱眉，不会是踢到硬茬了吧？魏虎脸色难看，敢抢我风头，他要是有才无权，我让他后悔来这世上。以往其他凡月楼花魁出阁有个5万两盲注就顶天了，魏虎第一轮准备了6万两，本来想压下所有人，现在却只能沦为陪衬，6万两打水花。最终第一轮盲注结果，秦墨的10万两毫无悬念位居榜首，那前72名的门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高价抬到了一个令人啧舌的水平。前10名确定后，柔香花魁亲自为前10的宾客各斟了一杯香茗，由侍女送至各厢凡月楼最高层的闺阁内。柔香花魁目光扫过天字4号厢，秀眉轻蹙，有些疑惑。这次来到凡月楼的贵客背景都被调查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有几位纨绔是冲着给他赎身而来，魏家魏虎是对他最痴迷的那个。本以为一切已经没有悬念，可这不知身份突然到来的贵客却一出手就是10万两，是不在乎还是为他而来呢？柔香花魁眸底藏着柔怯，轻轻一叹，今日过后，她就再也不是被人捧着的天女了。若是不能成为大人物的附庸，就只能同其他花魁一样落入风尘，一点朱唇万人长。他神伤之际，下方第2轮已经开始。此轮比赠礼，上轮下注最多的10人中，只有5人能进最后一轮。说是比心意，才花魁喜好，实际上还是拼财力。当然，如果有人能送出一件手帕，就让柔香花魁心动，留下礼物，那也是本事。魏虎哥，你看这个，我从我爹那偷的宝物凝灰暖玉镯，常年佩戴可温养经脉，驻颜美容，乃海外仙山一玉所雕，听说是前朝攻击某位皇妃的物件，柔香花魁看了一定喜欢。谢家小公子小心地从怀里取出一只紫檀木盒，递给魏虎。紫檀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只通体剔透无瑕的羊脂白玉镯。令人感到新奇的是，玉镯之中竟似有一汪清泉在缓缓流动，隐有丝丝灵气溢出。好，不愧是我兄弟。魏虎脸上阴郁一扫而空，神色大喜，这宝物一看就非凡品。柔香花魁看了如果喜欢，不仅轻易可过第2轮，甚至对第3轮的竞选也有加持。他差人送上凝灰暖玉镯时，特意让侍从站在舞台上展示了一番那玉镯的宝光。竟是凝灰暖玉镯，这镯子存世的没有几只了吧？上次在金家商会的拍卖行可是拍出了30万两的天价。魏公子还真是舍得，魏家还是那样财大气粗。这玉镯的出现引来一众围观看客的惊叹。魏虎十分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爹不让他当官，他还不稀罕当了。在这凡月楼只要有钱，比皇帝都舒坦。其他天字乡王家3公子见到这镯子，眉头直皱。魏家不是正在筹措经营，准备竞争玄镜山吗？魏虎这穷鬼哪来这么多钱？谢家那小子在帮他，他有些气愤，但也没办法。他提前准备的一张古琴虽也价值不菲，但远比不上凝灰暖玉镯，这轮只能先看着魏虎出风头。另一天字包厢，裴家4小姐神色还算从容，她与别人不一样，她是凡月楼请的托，为的就是营造柔香花魁男女通吃，美到无与伦比的感觉。第1轮魏虎已经被人压了一头，这一轮不能刺激他。裴4小姐换人来送出了一套美艳绝伦的霓裳羽衣。这件霓裳羽衣以冰蚕丝织就，在灯火下流转着七彩光晕，衣摆处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绣着百鸟朝凤图，镶嵌的玉珠都散发着温润灵气。其价值虽比不上魏虎的玉镯，但也只是稍逊一筹9大巨氏家族的人出手就是阔绰。这件羽衣跟昔年宇国上贡给皇后的是同批吧？已经出了2件稀世珍宝，第1轮盲注下10万两的贵公子还能送出什么？在天字乡的几人都送出厚礼后，众人目光都落在秦墨所在的天字4号厢的方位。杨玉婵不紧不慢地从袖中取出一个白玉小瓶，当他拔开瓶塞的瞬间，一股清冽异香顷刻弥漫开来，那气息令人嗅了精神倍增，连肌肤都仿佛通透清爽了几分。我家公子赠柔香花魁柱颜丹3枚，服1颗可保30年容颜不改，3颗便是90年青春常驻。他话音未落，楼上楼下已是一片哗然。竟是驻颜丹，这丹方不是早就失传了吗？现今还存世的驻颜丹，不是落入了宫中贵妃的手中，就是被9大巨氏的主母们给瓜分了。如果被他们知道凡月楼出了驻颜丹，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风波。凝灰暖玉镯和霓裳羽衣再美，终究还是外物，而这驻颜丹却是实实在在能留住韶华的仙品。楼内在看戏的花魁们都忍不住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盯住那只玉瓶。闺阁，柔香花魁端着茶盏的手微微一顿，
清冷示弱的神色第一次真正动容。大胆，真当在座都是傻子呢？祝颜丹早就失传了，休想拿假货糊弄人。魏虎怒了，第二轮又是天字4号箱的人在抢他风头，他奋声出言质问，这番话也引起了许多共鸣。魏公子说的不错，祝颜丹是无价之宝，谁能证明是真的？祝颜丹就不可能流转出来，在凡月楼拿假东西糊弄人，可是要剁手的。诸位，肃静！见场面大乱，凡月楼的管事立刻站了出来，又让人请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药师，当场鉴定祝颜丹的真假。这药师是京都有名的几位老医师之一，祖上曾当过御医，人品和医术都没得说。他来当鉴定人，有着足够的资格和信服力。是真的。药师话音落下，所有质疑的声音都闭了嘴。魏虎豁然站起身，气得几乎要砸了酒杯。查，给我查清楚，天字4号箱里那两人到底是谁？谢家小公子有些退缩。魏兄，这两人恐怕不简单啊，能拿出祝颜丹的人背后的势力恐怕大得吓人。强龙不压地头蛇，这里是京都，是龙的盘着，是虎的卧着，哪怕是吕家的人来了，也不敢不给我魏虎面子。魏虎怒火中烧，秦墨意识进入内景地，看了眼万象命图，这魏虎身上的气运竟还不弱，仅2轮的功夫就给他提供了数百灵种。第二轮的赠礼很快结束，不出所料，柔香花魁选中的5件礼物，有4件都是来自3楼的天字号包厢。秦墨、魏虎、王家3公子、裴家4小姐都进入到了最后一轮。侍女再次上台恭贺了入围的几人，又道：最终一轮，此轮不设具体规则，诸位入围贵客可各展所长，或赠诗词以表心迹，或展露真容以正诚意，或直言所想，最终选择权将在柔香大家手中。魏虎感到压力倍大，能一路撑到最后一轮的都是想同柔香花魁一度春宵的人，谁也不会轻易放弃。现在谁先出手，谁就容易落了下风。场面寂静了片刻后，王家3公子站了出来。哼，怎么都不敢先来，就知道你们都是贪图柔香姑娘的美色，只有我才是真心。他轻抚折扇，望着台上柔香曼妙身姿，眼中闪过倾慕之色，朗声吟道：在下想送柔香姑娘一首诗，以表一颗赤诚之心。赠柔香，玉楼仙姿落凡尘，步步生莲动心魂。若得柔香回眸顾，怨气功名换浅平。堂下无言，有才子心中嗤之以鼻，却不敢吐露真言。王家事大，谁在这时候折了王公子的面子，就是找死啊！好，公子大才，一腔少年热血，直白热脸。柔香姑娘一定能懂公子的心意。王公子提前准备的捧言此刻发声，打破寂静，拍手叫好。一些想结交王家的纨绔子弟也都跟着称赞王公子大才。另一边，裴四小姐清冷道：什么大才，蠢货一个，一句打油诗就想白嫖，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你！王公子气得哆嗦。裴四小姐没理会他，也开出了自己的筹码。柔香妹妹，姐姐来是为你赎身来的，你若选了姐姐，姐姐愿意花300万两给妹妹赎身。哗！此话一出，看客们又是一片哗然。大玄拳贵们玩得很花，裴四小姐对柔香花魁有意思，不是什么稀奇事，但300万两给一个花魁赎身，已经不是人傻钱多了，这是完全疯了。我不要300万两，给我30万两，我能1年4季都住凡月楼，72花魁一天换一个，都不带重样的。1楼有不敢争的客人肆意畅想，还有人则在冷笑。300万两，裴家能拿出来，可裴四小姐不可能拿得出来，想想都知道是凡月楼的托，这是在刺激其他人呢。谢家小公子还在前2轮中没缓过神来，他低声劝道：魏哥，要不我们还是不争了吧，赎身的价格被裴家这死丫头抬这么高，我就是把我爹的家底都偷来也不够的。没钱也要争，今天的风头都被抢光了，让人知道了我魏虎今后在京都还怎么混。9大巨士的那些人会看扁我们的。魏虎憋红了脸，掀开包厢的垂帘，直接喊道：柔香姑娘，我乃魏家魏虎，家父魏家家主，叔父乃朝中重臣，简在帝姓。你若选我，保你今后在京都横着走，金银珠箔取之不尽。他相信大道至简，只要他搬出家世，柔香花魁很难不动心。魏家的盛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名下商会包揽了京都附近5成以上的矿区，而他爹正是魏家家主，连陛下面前的大红人他二叔魏灵都要喊他爹一声大哥。魏虎上面有2个哥哥，但都英年早逝，如今的他就是魏家家主的独苗，而他二叔魏灵魏阁老膝下又只有女儿，所以多年来一直都在帮衬魏家。他自诩自己魏家唯一嫡子的身份，比9大巨士门阀的那些嫡长子都要尊贵，至少没人会跟他争家产。现在的魏家拥有的一切，未来可都是他的。魏虎自报家门的这一席话，让不少凡月楼看热闹的客人们都惊住了。年少轻狂，不知道祸从口出，也就魏家事大，若是被有心人拿今日之事做文章，魏虎要倒霉的。
什么年少轻狂，我在这个年纪，要是有魏虎这个家世，比他还狂。魏阁老步步高升，如今距离首府也就一步之遥。听说魏家又要与镇西侯府联姻了，陛下这是相当倚重魏阁老。就算柔香花魁不选魏虎，樊月楼也不会答应的。此时，众人目光都默契地聚集天子4号厢，不知道前2轮压下魏虎风头的这神秘贵客，还能怎么打动柔香花魁。樊月楼，花魁闺阁内，柔香花魁独自坐在妆台前，指尖轻轻抚过那些价值连城的礼物，眼神却渐渐暗淡。这些珍宝越是璀璨，就越发衬得她像个待价而沽的商品。他想起昨夜女东家亲自来时说的话：“柔香，你可要好好表现，楼里在你身上投了多少银子，你自己心里有数。若赚的不能让大东家满意。”后面的话没说，但那声冷笑让他不寒而栗。孩童时期，她也曾是备受恩宠的王女，西域9千里大漠未来的主人，可后来遭遇逆臣篡位，颠沛流离，卖身于樊月楼，才能活到今日。未出阁前，樊月楼花重金让她落难王女的身份传遍大玄，为的就是能在出阁之日10倍100倍的捞回来。而魏虎虽以权压人，执着于要得到她，却对赎身之事只字不提。很明显，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如果成了东家口中的赔钱货，就真的只能永远留在樊月楼了。柔香花魁红唇咬出鲜血，她如今可是名满大玄，出阁后若是留在樊月楼，可以想象未来的日子是怎样的地狱。原先他还对天字4号厢的公子抱有希望，可樊月楼的东家胃口太大了，让裴四小姐报出300万两的天价，这已经是存心不想让人赎走他。300万两，这个数字像一把锁，将他牢牢锁在这金丝笼中。别说9大巨氏门阀的嫡系子弟拿不出来，就是大玄最有权势的亲王，皇子们都不一定能拿出这个数的。现银他对着铜镜轻轻擦去唇上那抹血痕，镜中的女子依然美得惊心动魄，可这美貌如今却成了最锋利的刀刃，悬在他的脖颈上。难道真要一辈子困在这樊月楼，成为他们永不停歇的摇钱树吗？他低声自语，琉璃色的眸子里浮现出深深的绝望。这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天字4号厢房帘幕掀开，杨玉婵手摇折扇来到栏前，无视了躁动的魏虎，目光清正地迎上柔香花魁探究的视线，朗然一笑，风度翩翩。观柔香大家仙姿超逸，岂因常困于此雕梁画栋之间？我家公子所能与者，非一时之欢宠，亦非福财虚利，乃是一个契机，一个祝姑娘挣脱樊笼，自此天高海阔，真正将命运置于己手的契机。若是旁人说出这番要注言语，在座众人怕是要嗤笑其大言不惭。可当这话出自随手便能拿出3颗驻颜丹的人之口，分量便截然不同了。上方，柔香花魁纤长的眼睫毛剧烈地颤了颤，心中重新升起一丝希望。他不自觉地望向那重重帘幕之后，试图窥见开口之人背后公子的真容。魏虎见屡次坏他好事的小白脸再次出面，言辞碾压他的话语再也按捺不住，厉声喝道：“藏头露尾之辈，连真身都不敢现，只遣个下人在此巧言令色，什么气急命运，空口白话，谁人不会？”杨玉婵却恍若未闻，依旧静立，目光只凝注于柔香花魁一人身上。满堂窃语与魏虎的怒喝交织中，柔香花魁沉默良久。他凝视着台下从容自若的杨玉婵，目光仿佛穿透了他，看到那位静坐在他身后更为深沉难测的存在。最终，他眼底的挣扎渐渐沉淀，化为孤注一掷的决绝。柔香花魁面向天字4号厢，嫣然一笑，宛若冰河解冻，春回大地，带着前所未有的释然与明澈，倾国倾城。朱唇轻启，苏媚入骨却又字字清晰的嗓音传遍樊月楼。今夜，柔香愿为这位赠出驻颜丹的公子素手烹茶，静灵雅言。哗！樊月楼内沸腾起来。魏虎居然没能选上，连续3轮都被压了过去。魏家也不过如此嘛。有好戏看了，魏公子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他早已将柔香花魁视为痉挛，现在就要看着痉挛落入他人之手，如今感受怕是比家中夫人红杏出墙还要屈辱。这里是樊月楼，闹事的坟头草都3丈高了，魏家还能翻天了不成？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时不时传来的讥笑声刺激的魏虎面色铁青，怒不可遏。老子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2次3番坏我好事。魏虎一脚踹开了厢房的门，就要上楼去赌秦墨。谢家小公子连忙拉住他：“魏哥冷静啊，樊月楼背后的是6皇子瑞王和红尘斋，咱们惹不起的。瑞王极少露面，是大玄最神秘的一字王，没人知道他平时在干什么，但大玄能得一字封号的王没一个简单的。你怎么知道？”魏虎眉头皱成川字，以往他知道樊月楼背后有个红尘斋，怎么还和瑞王扯上关系了？我爹在为瑞王办事，我也是偷偷听到的，千万别声张，这是没几人知道。谢家小公子一脸窘相，后悔嘴这么快，
在魏虎犹豫的片刻，秦墨和杨玉婵已经登楼，侍从没有阻拦，甚至让两人都进了柔香闺房。抬头看到这一幕的魏虎眼睛都要瞪出来了，怎么让两个人都进去了？该死啊！他们想干什么？要气死我吗？脑补了一大堆龌龊场景的魏虎眼中浮出血丝，拳头捏得咯吱作响，目光仿佛能杀人。从小到大，他想要到的东西什么得不到，可现在却有人当着他的面践踏他渴望无比又未能得到的东西，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不杀他，我不姓魏。魏虎红着眼，呵斥身边护卫：条人都给我在梵月楼外守着，只要那两个杂碎赶出来，把他们剁成碎渣喂狗。梵月楼花魁闺阁，柔香花魁看到进来的是两人时，目光也微微一愣。秦墨来到这花魁闺阁，毫不拘束，大马金刀的坐下，目光盯着只有他能看到的万象命图虚影，灵重在不断增长。不知两位公子贵姓？柔香花魁忐忑开口：我姓杨，公子姓秦。杨玉婵笑着拿出一枚金令，放在花魁的秦案前，那金色令牌正面刻着一条红宝石镶嵌龙目的盘龙，还有一个秦字。柔香花魁看到张牙舞爪的赤木金龙令时，心头巨震。赤木金龙代表的可是大玄皇族的一字王。柔香花魁目光盯着那赤木金龙令，脑海中瞬间想到最近朝中风头最盛，深得圣宠，且最是年轻的一字王楚王。他娇躯一颤，再无丝毫犹豫，当即盈盈拜倒，声音因激动而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奴家参见楚王殿下。殿下千岁。秦墨端坐不动，受了这一礼，只是淡淡开口：起身吧。未等柔香心中的喜悦蔓延开，闺阁外便传来一阵轻柔的脚步声。一位身着美艳宫装，身材傲人，容貌娇丽的中年美妇款款而来，正是梵月楼的东家。她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笑容，先是对秦墨行了一礼，姿态放得很低。不知楚王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殿下恕罪。只是殿下您如今圣眷正浓，朝野上下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这风月之地终究是是非之所，若因此等小事污了清明，影响了大事，岂非得不偿失？依在下看，柔香大家能得殿下青睐，是他的福分，不若就让殿下听上一曲，全了这份雅兴，人还是留在楼里的好。梵月楼东家话语绵里藏针，点出秦墨的皇子身份和争夺太子之位的潜在可能，暗示他不该在此刻沾染污点。柔香刚刚恢复血色的脸颊瞬间再次变得惨白，纤细的手指紧紧攥住了衣袖。东家的话像是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难道即便是楚王也要顾忌梵月楼背后的势力吗？秦墨闻言，神色未有丝毫波动，语气平淡：东家的好意本王心领了，不过柔香花魁本王今日一定要带走。场面陷入片刻的沉寂，梵月楼东家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眼底闪过一丝阴霾，但很快又恢复如常。他沉吟片刻，似乎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缓缓道：殿下既然开口，小人岂敢不从？只是梵月楼有梵月楼的规矩，柔香大家乃是我楼里的魁首，赎身的价码早已公之于众，300万两雪花纹银，一分也不能少。他料定了，即便是权势滔天的楚王，短时间内也绝不可能拿出如此巨额的现银。皇室子弟虽有俸禄和赏赐，但动用300万两现银赎一个青楼女子，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楚王还年轻。柔香神色哀怜，心再次沉入谷底。300万两，东家还是不愿意放他离去。就在此时，一直静立在秦墨身侧的杨玉婵却轻笑一声，上前一步，从袖中取出一叠银票，轻描淡写地放在秦案上，与那枚赤木金龙令并排而立。300万两，东家请点验。那厚厚一叠，赫然是遍布大玄通用的皇家钱庄银票，每张面额巨大，总额正好300万两。梵月楼东家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猛地抬头看向杨玉婵，又看向面无表情的秦墨，脸上露出些许震惊和为难之色。楚王竟真的随身带着如此巨款，这白衣又是何人？竟能带楚王执掌如此财权？柔香花魁先手掩住朱唇，琉璃色的眸子里充满了异样的神采，看向秦墨和杨玉婵的目光已如同仰望神明。殿下豪气。梵月楼东家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他本意是不敢收的，但想到梵月楼背后那位大人物的身份和吩咐，也只能收下。从此刻起，柔香大家便是自由身，与梵月楼再无瓜葛。不多时，秦墨与杨玉婵便带着已更换常服、以轻纱遮面的柔香走出了梵月楼。早已等得双目赤红的魏虎见状，立刻带人围了上来，堵住了去路。他死死盯着秦墨，虽然还未查清对方具体身份，但妒火和屈辱已经烧毁了他的理智。小子，终于舍得出来了，敢抢本公子的人，今日便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魏虎身后3名气息彪悍的护卫应声而出，皆是6品武者境的好手，杀气腾腾的扑来。秦墨脚步未停，
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滚，要么死！魏虎闻言更是暴怒，死到临头还敢嚣张！杀！就在3名魏家供奉即将近身的刹那，一道鬼魅般的身影自街边人潮中疏忽而至。来人白发披散，脸上附着诡异的木质面具，身法快得止于一道残影。为首那名6品供奉怒吼一声，拳风刚猛，直取面门。白发面具人不闪不避，袖袍随意一拂，仿佛驱赶蚊蝇。两人身形交错即逝，那出拳的供奉却骤然僵住，瞳孔放大，脸上瞬间爬满黑紫色的细密血丝，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异响，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大哥！另一名使刀的供奉惊骇万分，刀势不由一缓。就在这瞬息之间，他只觉得握刀的手腕微微一麻，似被什么无形之物叮咬，整条手臂顷刻间失去知觉，皮肤下仿佛有活物在蠕动钻行。他惊恐地看向自己的手臂，还未及出声，便已气绝身亡。最后一名供奉见得此状，亡魂大冒，抽身即退。面具人仅是遥遥朝他看了一眼，屈指一弹。那供奉身形猛地一颤，如遭重击，胸口凭空凹陷下去，口中喷出的鲜血竟带着诡异的墨绿色，倒地不起。整个过程不过呼吸之间，魏虎脸上刚浮现的狞笑瞬间凝固，只剩下愕然与难以置信。这3名6品供奉是他魏家花重金培养的高手，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被像是被碾死虫子一样解决掉？他艰难的扭头想看清那白发人，但对方却看都未看他一眼，而是转身面向秦墨，单膝跪地，姿态恭敬无比，声音苍老沙哑，参见殿下。殿下这2个字如同惊雷，在魏虎以及周围所有暗中观察的人耳边炸响，此人竟是皇室子弟。魏虎后背惊出冷汗，这才意识到自己踢到了铁板，他浑身颤抖，语无伦次的想要跪下求饶。殿下，是我有眼无珠，冲撞了殿下，求殿下饶命。我爹是魏。秦墨却根本懒得听他废话，随意的一挥手，如同拂去眼前尘埃。跪地的白发面具人心领神会，转过身，干枯的手掌扣在魏虎的头顶，骨裂声让人牙酸。片刻后，魏虎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瞪大的双眼中充满了惊骇与不甘，直挺挺的向后倒去，气绝身亡。街道上一片死寂，杨玉婵目光诧异，虚按手掌，让人群中狐媚脸侍女退走。他倒没想到秦墨身边除了李公公还有高手，且这白发面具人身上竟还带着一丝蛊虫的气息。秦墨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带着杨玉婵和震撼的几乎无法思考的柔香，径直登上早已备好的马车，扬长而去，只留下满地狼藉和周围无数惊骇的目光。魏家的独苗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一位皇族殿下的手中，这大玄京城的天怕是要被捅破了。魏府，魏家家主魏文山与几位族老正围坐一堂，正商讨着为玄镜山矿脉之事的经营筹措。就在这时，厅门被猛地撞开，一个披头散发、哭得撕心裂肺的华服妇人踉跄着冲了进来，正是魏文山的正室夫人魏虎的生母。老爷，老爷啊！妇人扑倒在地，抱住魏文山的腿，声音凄厉：我的虎被人杀了，你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杀了那挨千刀的凶手，将他千刀万剐。什么？虎儿死了？谁敢动我魏家嫡系？找死！在我魏家眼皮子底下杀我魏家子嗣，这是打我魏家的脸。几位族老瞬间勃然大怒，须发皆张，议事厅内杀意弥漫。魏家如今虽非顶尖门阀，但也权势熏天，何人如此大胆？魏文山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但他毕竟是一家之主，尚存理智。他冰冷的目光扫向跟着夫人进来，吓得瑟瑟发抖的贴身婢女，说：怎么回事？那婢女扑通跪地，颤声将打听来的消息和盘托出。公子在凡月楼与一位神秘公子争夺柔香花魁，起了冲突。那位公子身边有高手护卫，自称是楚王殿下，然后公子就被杀了。楚王！刚才还义愤填膺的族老们如同被掐住了脖子，怒喝声戛然而止，议事厅内陷入一片死寂，只有魏夫人依旧在嚎啕大哭。一位较为年长的族老沉吟片刻，看向魏文山，语气凝重：大哥，此事恐怕并非巧合。楚王刚回京不久，风头正紧，为何偏偏在此刻与火冲突，还下了死手？他背后或许有人示意，会不会是陆言之？他也盯上了玄镜山的矿脉，想借此敲打我们魏家。另一人接口道：眼下矿脉之争已是关键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此时与一位胜券正浓的皇子正面冲突，实属不智啊！大哥，节哀！大哥，大局为重啊！族老们纷纷劝慰，但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个亏，魏家恐怕得暂时咽下去。魏文山胸膛剧烈起伏，额角青筋暴跳，眼神阴鸷至极。待族老们叹息着相继离去后，魏夫人见无人支持，哭得更加绝望。
文山，虎儿是你的亲生儿子啊？你就这么算了？你那个弟弟不是内阁阁老吗？位高权重，难道连自己的亲侄儿被杀了都不能讨回一个公道？皇子怎么了？大玄朝死过的皇子还少吗？闭嘴！魏文山猛地转身，一巴掌狠狠扇在夫人脸上，将她扇飞在地。你让我怎么办？倾全族之力去刺杀一位皇子，还是上京銮殿告御状，让整个魏家都给那个孽障陪葬？他喘着粗气，声音嘶哑：滚出去，让我静一静。魏夫人被他的狰狞吓住，捂着脸不敢再言，只能呜咽着被婢女扶了出去。空荡的议事厅内，魏文山独自一人，背影显得异常萧索。丧子之痛势咬着他的心，但家族100年的兴衰更重于泰山。他沉默了许久，最终眼中的怨恨都化作了平静。虎儿，魏父会替你报仇的，但不是现在。等我玄金山的矿脉，等老二更进一步，哪怕是楚王也要让他后悔。杀不了楚王，就先杀了那让虎朝思暮想的贱人，让他下去陪虎。与此同时，楚王府一间精心布置的雅致房间内，柔香花魁，或者说恢复了本名月离的西域王女，柔柔怯怯地坐在软榻上。她不明白楚王殿下为何要花费300万两的天价赎她，她不敢奢望能勾住楚王的心，只求能不回梵月楼，能活得像个人。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明媚的身影走了进来。月离抬头望去，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艳。进来的女子身着宫装，容颜绝丽，气质高贵中带着一丝灵动，眉眼间光华流转，竟是不逊于自己巅峰时的美貌，更有一种她不曾拥有的生于权力顶端的自信与明媚。这位是太子妃娘娘。引路的侍女低声提醒。月离心中一震，连忙起身行礼：奴家月离参见太子妃娘娘。杨玉婵笑着虚服一下：不必多礼，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他打量着月离，眼中带着几分欣赏，果然是天姿国色，难怪能名动京城。月离心中更加疑惑，同时也微微松了口气。太子妃的态度似乎很友善。杨玉婵看出他的不安，拉着他坐下，开门见山道：赎你回来，一是看你身世可怜，才华出众，留在那梵月楼却是明珠蒙尘，给小19红袖添香，也算一桩雅事。月离脸颊微红，心中泛起一丝涟漪。但这其二嘛，则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借助你的能力。奴家惶恐，但请娘娘吩咐。我想让你出面组建一个商会。商会？月离愣住了，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件事。不错。杨玉婵拉住月离的手，莞尔道：由你出面，以你的名义邀请京都的权贵富商入股，组建一个全新的商会。凭借你的影响力和人脉，再加上楚王府在背后的支持，不难迅速聚拢大量资金和人脉。月离抿着唇，不敢拒绝，却也不敢随便应下。娘娘，可月离不懂经商。杨玉婵笑着道：无妨，商会之事无需你来管理，挂个名头便可。这时秦墨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皇嫂这招借鸡生蛋，果然高明。杨玉婵笑道：梵月楼想拿我们那300万两不是那么好拿的，用他们打造出的名魁为我们开路，这买卖不亏。秦墨点头，看向月离：人的名气本就是无形的财富，皇嫂此举可谓是将这财富运用到了极致。月离，你意下如何？月离深深一拜：殿下，娘娘恩同再造，月离必竭尽全力，祝殿下成就大事。3日后，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传遍京都，陆家陆武奎回京途中遭遇刺杀，身负重伤。与此同时，陈家的大批人马也已抵达中州，那位被人称为祸水的陆家妖女即将入京。夜色渐浓，楚王府内灯火通明，新辟出的月华院内，太子妃正对着账册名录凝神思索。以柔香花魁的名义组建的商会，才3天时间就引得不少权贵富商和纨绔子弟的支持。梵月楼将柔香捧成了人间仙子般的人物，痴迷于她的权贵子弟绝对不在少数。哪怕知道柔香花魁已经成了楚王的人，一个个嘴上说着伤心，该支持入股的还是支持，就渴望着以后还能见见柔香花魁。人性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无比渴望。片刻后，太子妃理好账册，笑着看向月离：你心里对楚王有想法？月离脸色一白，跪在太子妃面前，垂手低眸，不敢言语。在楚王府3天，他已经知道了太子妃虽然是太子妃，却是楚王殿下的人。得知楚王殿下没有娶妻之后，他内心的怯生出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他明明已经隐藏得很好了，3天来不敢有丝毫僭越，也不敢主动去找楚王，可还是被太子妃看出来。殿下年少英俊，又是皇子，未来未必没有机会登临至尊之位。你有想法，想回西漠报仇，这很正常。杨玉婵轻轻摸着他的柔嫩的脸蛋，柔声道：你想成为殿下的女人，我拦不住，但你要想好了，走出这一步，便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
无论将来殿下身处何等地位，你若背叛，不用殿下动手，本宫就会清理门户。你若能做到，本宫还能护着你。你心里的那些小想法，将来也未必不能实现。但若做不到，就安安静静的，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以免香消玉殒。从小被樊月楼的训话的奴性刻骨的月离泪痕划过脸庞，娇躯颤抖着，用力点头。今夜殿下药浴结束后，你去给殿下更衣换药。杨玉婵平静道。他知道赌不如输，与其等月离未来脱离掌控，不如恩威并施，给他尝点甜头。殿下应该也明白他的意思，这只金丝雀可以逗弄，但不必投入真正的感情。是。月离怔了怔，看着杨玉婵，心中莫名生出一丝感激和敬畏。与此同时，樊月楼顶层密室，檀香袅袅，氛围凝重。樊月楼的美艳东家柳眉紧蹙，看着手中刚刚收到的密信，信上简略提及了月离正在筹办商会之事。长老，他放下信笺，看向对面阴影中端坐的一位灰衣老者，语气带着不解与担忧。那楚王不惜重金赎走柔香，果然所图非小。他如今抛头露面组建商会，明摆着是想借其名望聚拢财力，目标直指玄镜山矿脉，我们是否要？阴影中的红尘斋长老缓缓抬眸，眸中幽光闪过，声音沙哑。不过是个玩物罢了，既然脱离了掌控，还妄想反噬其主，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美妇人闻言一惊，杀了他！长老，此举势必彻底激怒楚王，他连魏文山的独子都说杀就杀，我们怕什么？红尘斋长老打断他，语气淡漠，楚王杀了魏家嫡子，如今魏文山丧子之痛郁结于心，却又于大局不敢妄动，此刻最想楚王死，最想让他痛失所爱的，不就是魏家吗？他冷笑道。去杀生台寻最好的杀手，用魏家的名义。杀生台的规矩你我都懂，只认钱，不问雇主来历，更不会去核实身份真假。杀了那月离，既让楚王平白损失300万两，搅乱他争抢矿脉的部署，又能将这盆脏水泼到魏家头上，逼得他们无法全心应对矿脉之争，甚至可能提前与楚王反目。他目光看向窗台，继续道：况且陆武奎遇刺重伤，这潭水已经够浑了，想对楚王下手的人绝不止我们，我们只需轻轻一推，自有旁人替我们挡下楚王的怒火。另一边，魏府深处，魏文山面容憔悴，眼神却如同毒蛇般阴鸷，他面前站着一位心腹管家。老爷有何吩咐？楚王那边暂时动不得，但那引得我儿殒命的贱人绝不能留。魏文山声音沙哑，若非那贱人，虎儿何至于与我阴阳永隔？找9重楼的人要做得干净，最好能嫁祸给樊月楼。樊月楼失了摇钱树，怀恨在心，清理门户合情合理。楚王这花了300万赎回的花魁，若是死了，必然有怒火，若是能发泄在樊月楼身上，对魏家就是个好事。樊月楼背后的红尘斋也想参与玄镜山矿脉的竞标，他们的势力和财力都不弱，是魏家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但如果深得圣宠的楚王与他们死磕起来，说不定就能两败俱伤。杀生台与9重楼皆是中神州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彼此竞争激烈，行事风格却迥异。杀生台信誉卓著，规矩森严，9重楼则更为诡秘，手段狠辣，且为达目的更不择手段。唯一的相同点便是这2大杀手势力都很隐秘，势力遍布大玄和北离，什么单子都敢接。10多年前，春秋山排名第7的研魔曾在大玄杀过一位世子，后来大玄皇室直接悬赏1件完整古堡，要取研魔性命。杀生台动用了7位天榜杀手，围猎研魔，将这位魔道巨擘逼进绝路，自爆而亡。这一战，杀生台虽也损失了2名天榜杀手，但名气却因此而震动天下。其首作更是放言，若是赏金足够，连北离皇帝老的头颅都能摘来。刺杀北离皇帝，这事还真有刺客做过，只不过死得很惨。最惊险最浩大的一次，传言就是杀生台的人做的，雇主还是北离的某位皇子。那一战杀生台天榜前3的杀手都死了，也没能成功。但事后杀生台却站出来澄清谣言，说是9重楼人的栽赃嫁祸，冒用了他们的名头，败坏他们的名声。2大顶尖杀手势力也因此水火不容。月黑风高，万籁俱寂，楚王府外围墙阴影下，数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汇聚。他们来自杀生台，受魏家重金所托，潜入王府刺杀一个女人。杀生台为首的黑衣人乃是地榜第9的杀手血影，他眸中泛着淡淡的血色，一身气息近乎隐匿成虚无。杀生台有天地2榜，天榜12席，地榜36席，能入榜者最低都要5品。而血影3年前就杀过4品武者，哪怕对方修成了紫兽仙衣，刀枪不入，还是在悄无声息间被他一刀销手。他能入地榜第9，凭借着的就是一身真挚化境的敛息之术。他如同壁虎般紧贴着冰冷的墙壁，感受着王府内隐约传来的秩序井然的气息，心中暗存：刺杀楚王看中的人非同小可，即便做得干净，事后追查，杀生台也难免被盯上。
不如伪装成九重楼那帮疯狗的手段。他们行事张扬阴毒，留下他们的功法痕迹再合适不过，既能完成任务，又能祸水东引，让楚王和朝廷去寻九重楼的麻烦，一石二鸟。他低声对身旁的几名骨干吩咐。行动时，招式间带上几分九重楼那特有的阴力狠毒，留下些似是而非的痕迹。尸体嘛，也要处理的像他们内部灭口的样子。身后几人以目光回应。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另一方向潜入的九重楼小队，其领队罗刹也在进行着类似的盘算。凡月楼这单生意透着古怪，楚王府不是寻常地方，万一失手，后患无穷。杀生台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不是最讲信誉，势力也大吗？正好借他们一身皮用，动手时都给我收敛点，模仿杀生台那帮人追求效率、一击毙命的风格，留下几件能指向他们的零碎物件，到时候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杀生台顶着。在这诡异的默契下，两只心怀鬼胎都试图伪装成对方的杀手队伍，如同两道黑色的溪流，向着月华院的方向悄然汇去。两批顶尖杀手在接近月华院的途中，在一片假山竹林的不期而遇，黑影幢幢，彼此都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血影瞳孔微缩，瞬间判断出对方并非王府护卫，那刻意模仿却难言本质的阴戾气息，让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九重楼的人，他们怎么会在这里？伪装得如此蹩脚，像是在模仿某种风格。不对，一个荒谬又愤怒的念头闪过，这群混蛋，难道又想冒充我们杀生台？该死的东西！杀了他们，留下尸体，正好坐实了是杀生台在此行事，我们的伪装反倒更天衣无缝。另一边，罗刹也几乎在同时看出了破绽，不当人子，是杀生台的人，这群畜生还学我们九重楼的调调，想栽赃给我们。他心头火起，杀意暴涨，正好宰了这帮伪君子，留下他们的人，这黑锅他们背定了。没有任何废话，甚至不需要确认，双方头领眼中都迸射出被冒犯的怒火和将计就计的狠辣。动手，一个不留！血影低喝一声，率先发难，招式间却故意带上了几分九重楼标志性的诡谲毒辣，杀光他们！九重楼的罗刹狞笑回应，出手狠厉，力求一击毙命，模仿的正是杀生台推崇的简洁致命。刹那间，刀光剑影在烛影摇曳中骤然亮起，双方都以为看穿了对方的嫁祸之计，都决心留下对方尸体作为证据。金铁交鸣之声、衣袂破空声、利刃入肉的闷响与压抑的惨哼交织在一起。顶尖杀手对自身和对头的特点都太熟悉了，这刻意的模仿在生死搏杀中很快变形，破绽百出，但更激起了对方的杀心。果然是在冒充我们！该死！战斗迅速陷入焦灼，伤亡开始出现。血影肩头被划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的疼。他嘴唇微动，发出几声极有韵律，宛如夏夜蟋蟀的轻微鸣叫，向外围待命的同伴求援。罗刹见久攻不下，眼神一寒，袖中一枚细如牛毛的碧色玉针激射而出，定入廊柱阴影，向自己的后援发出了信号。不过片刻，更多的黑影从不同方向潜入，加入了战团。杀生台与九重楼的后续支援力量赶到，他们都接到了遭遇强敌、疑似目标护卫的混乱信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场越发混乱的厮杀。王府深处，秦墨完成了1日的武道修行，舒服地泡在药浴中。岳离听从太子府的吩咐，来到此处帮秦墨加水，额头香汗淋漓，雾气氤氲，暖香四溢。哗！听着外界若有若无的厮杀声，秦墨神色从容，从浴桶中起身，水珠顺着完美的身躯流淌而下。轻纱屏风后，看着这颀长身躯延伸出的阴影时，岳离有些疑惑：殿下沐浴时还带着刀吗？等他备好崭新的衣袍，越过轻纱屏风，瞬间意识到自己错了，脸烫得像是火烧。会死人的吧？他瞪大了眼睛，右下得赶紧闭上。秦墨看着他娇羞的模样，接过浴巾自己擦了起来，不禁笑问道：你那些凡月楼的花魁姐姐们什么都没教你？教过。岳离脸红得像要滴血，但花魁姐姐们平时用来练习的木傀儡都不如殿下。那你想好了？奴家被殿下赎身，命早已是殿下的，能侍奉殿下是奴家的荣幸。秦墨目光无波无澜，忽地向紧闭的门户看去。李公公沙哑的声音传来：殿下，是2波老鼠，一波来自杀生台，另一波看路数是9重楼的宅子。他们似乎都想着冒充对方，结果撞了个正着，此刻正杀得难分难解。殿下可要咱家去劝劝架？不必。秦墨淡然道：先让他们狗咬狗，等结束了再去收拾。大祭司若有兴致，可以放些蛊虫，让他们打得更凶狠些。从太阴山脉而来的南巫大祭司闻言立刻动身，蛊虫当中有不少能催发人欲望的蛊。此时在2波杀手都吃了大亏，想要退走之际，一只只血怒蛊悄无声息地趴在他们后颈，瞬间心中刚萌生退意的血影和罗刹都红了眼。
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杀手，改换成正面杀伐的秘武，不顾动静越来越大，也要置对方于死地。一轮猛烈的碰撞过后，两人都心有余悸，暗道不妙，被人算计了，就是再怒也不该在王府展露自身钢煞和水火仙衣，如今痕迹难抹，只能先逃了。就在他们抽身想走时，一道轻飘飘的声音忽然落入众刺客耳中：“诸位，来都来了，不留下些什么吗？”一袭紫袍蓦地从黑暗中走来，杀生抬地绑杀手血影瞳孔骤缩，竟感应不到气息。而另一位九重楼的杀手罗刹已经转头一跃而起，窜逃了100丈之外。畜生，鼠辈，逃得比狗都快！此人气血枯竭，定是命不久矣，吾等合力杀他不难。血影大骂一声，刚定住在场其他刺客心神，自己却全力敛息，化作一道血红，疯狂逃窜。大人！其余刺客刚想回应血影，人却已经消失。在他们破口大骂之前，只见李公公轻描淡写的一挥袖，从院中折的一截枯枝清扫而过。天地之间蓦然卷起风雪，月辉下，一股恐怖的寒意以王府李公公为中心瞬间扩散开来。王府内的刺客们身影全部一致，脸上惊恐的表情凝固，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冰。而远处燃烧真血疯狂逃命的两人突然都咳出一大口鲜血，背后撕开一道深可见骨的风雪剑痕，双双栽倒在地。这一夜京都城寒风凛冽，明明是秋日，却有人得见金陵湖上凝冰千尺。楚王府房间内氤氲的水汽尚未完全散去，混合着草药的清苦与少女身上淡淡的馨香，形成一种暧昧难言的气息。你那些凡月楼的花魁姐姐们什么都没教你，教过，但花魁姐姐们平时用来练习的木傀儡都不如殿下。月离的话音刚落，秦墨的目光便从门外收回，落在了他那张霞飞双颊、惊慌与羞怯交织的俏脸上。他那双原本清澈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长长的睫毛因紧张而微微颤动，像受惊的蝶翼。这句带着颤音的回答，像一根轻柔的羽毛，撩拨着人心。那你想好了？秦墨欣赏着眼前的角色，笑着问道。奴家被殿下赎身，命早已是殿下的，能侍奉殿下是奴家的荣幸。月里鼓足勇气说完，便羞得连白玉般的耳垂都染上了绯红。他下意识地想要低下头，却又不敢在殿下面前失仪，只好强自支撑着，那副强作镇定却又柔弱无措的模样，愈发惹人怜爱。秦墨不再多言，他向前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至呼吸可闻。月里只觉得一股强烈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混合着药浴的清冽，让他心跳如肋骨，几乎要晕厥过去。他下意识地闭上眼，感觉一只坚实有力的手臂已然环上了他的腰肢。秦墨的掌心轻轻贴在月离腰侧，隔着一层轻薄衣料，肌肤如绸缎般轻柔。细微的暖意从接触点漫开，像出春融雪般顺着肌理游走，让他下意识地绷紧了脊背，半边身子都泛起微麻的软意。他的身材极好，腰肢纤细柔软，仿佛轻轻一折便会断掉，而往上却是恰到好处的饱满弧线，因紧张的呼吸而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秦墨的手臂轻轻揽着他，只觉怀中人身形轻盈的仿佛一片羽毛，指尖能触到衣料下肌肤的细腻，像握着一方温软的丝绸，止于下干净的暖意，让人心头不自觉地泛起一阵轻颤。呀！月离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双脚已然离地。秦墨稍一用力，便将他拦腰抱起。他的身体轻盈的仿佛没有重量，如同一片羽毛落入他的怀中。月离本能地伸出双臂，环住秦墨的脖颈，将滚烫的脸颊埋在他温热的胸膛上。隔着肌肤，他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一声声敲击在他的耳膜，也敲击在他的心上，与他杂乱无章的心跳混在一起。秦墨抱着他，稳步走向里间的卧榻。月离蜷缩在他怀里，身躯微微发抖。他感受到他臂膀的力量，感受到他步伐的稳定，也感受到他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时，那仿佛能穿透衣料的灼热。纱帐被无声的拂下，掩住了榻上的春光，只隐约透出交织的人影。衣衫如蝴蝶般悄然滑落，堆叠在榻边。殿下，请联系。很快，这声音便低了下去。朦胧的烛光透过纱帐，只在帐上投下2道依偎的影子，随着呼吸轻轻起伏。月离的指尖攥着颈背，偶尔有一声极轻的闷哼溢出，又迅速被淹没在安静里。颈背滑落少许，露出他肩头一小片白皙的肌肤，在晃动的光影中泛着淡淡的薄红。空气中的温度渐渐升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连呼吸都仿佛变得格外轻柔。窗外遥远的厮杀声不知何时已彻底平息，万籁俱寂，唯有帐内2道交叠的影子和偶尔响起的轻得像叹息的呼吸声清晰可闻。月离在迷乱中睁开眼，对上秦墨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那里仿佛有漩涡，要将他的魂魄都吸进去。他最终承受不住，眼角滑落一颗晶莹的泪珠，混合着香汗没入鬓间，彻底迷失在这月华苑深夜的狂风暴雨之中。翌日，
秦墨醒来时，目光明澈，体内流转的真气都变得更加沉凝几分。昨夜之后，他没有闲着，当即就进入了内景的修行，观想经巫焚天图。不得不说，心无旁骛的状态中进步神速。如今他的异魂愈发壮大，修为已真至7品圆满。看了眼身边如小猫般酣睡的西莫王女，他轻轻尝了点胭脂，便没再打扰。这丫头气质上虽比太子妃稍逊一筹，但那张带着异国风情的容貌十分惹眼，瞧着倒有几分新鲜感。她身形柔韧，肢体比在舞台上跳飞天舞时还要灵动，性子虽腼腆害羞，可在梵月楼学的那些才艺，倒也别有一番独特韵味。对于杨玉婵让月离主动来找自己的事，秦墨还是有些意外的。他对王府内的事了如指掌，有些事情杨玉婵或许觉得他不知道，但无论是那名狐媚脸侍女，还是他昨晚对月离说的话，秦墨都知道。昨夜结束，秦墨一魂发散，感知绣楼内事情时，看到了荒诞的一幕。绣楼内红烛高燃，映得满是暖容，却比不过那道身影的着眼。杨玉婵竟穿着一身厚重的大红嫁衣，金线密织的凤凰于飞图案在烛光下流光溢彩。她云鬓微松，几缕青丝垂在颊边，平日端庄持重的太子妃，此刻眼神迷离，水光潋滟的眸中仿佛蒙着一层江南的烟雨，失去了焦点。殿下，她红唇微起，那男生又轻又软，带着钩子似的，与这身像争着理智与正统的嫁衣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只见她纤白的手正缓缓探入凤袍内。杨玉婵望着不远处一幅秦墨的画像，眸光异样。指尖刚碰到衣料，她的身子就轻轻晃了一下，像是有些不自在。她的呼吸稍快了些，脸上的胭脂颜色似比平时更浓了一点。秦墨的异魂看得分明，那凤冠嫁衣依旧华美规整，穿在她身上却仿佛成了一种无声的叛逆与挣扎。这与他平日里所见的那个端庄得体的太子妃判若两人。楚王府听涛阁，晨光熹微，透过雕花木窗洒入室内，却驱不散那股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李公公垂手而立，面色一如既往的恭敬，只是身上那件将洗得发白的旧紫袍似乎比往日更冰寒几分。他身前，血影与罗刹被无形的气劲禁锢，跪伏在地。两人皆是气息萎靡，衣衫褴褛，身上覆盖着薄薄的寒霜，尤其是背后那道深可见骨的剑痕，虽已止血，却依旧散发着凛冽的寒意，不断侵蚀着他们的生机。血影眼神桀骜，试图挣扎，却发现体内真气如陷泥沼，连抬头都变得艰难。罗刹则面色灰败，眼中满是绝望，深知此次在劫难逃。秦墨端坐于上首太师椅，身着长服，神情淡漠地品着香茗，甚至未曾正眼瞧一下阶下囚。月离静立在他身侧，低眉顺目，脸颊仍残留着一丝昨夜未褪尽的红晕，但眼神已恢复清明，只是偶尔偷偷看向秦墨侧脸时，仍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悸动。殿下，昨日行凶的贼首已擒。李公公沙哑开口。秦墨放下茶盏，声音平淡无波，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杀了吧。没有审问，没有废话，干脆利落的让两名在杀手界叱咤风云的头领心头一寒。其实并非秦墨托大懒得审问，而是昨夜南巫大祭司已经用蛊虫控制了一两个实力低微的漏网之鱼，知道了幕后是谁。剩下这两人，尸体比活着更有用。是。李公公应声，甚至未见他如何动作，只是袖袍似乎无风自动了一下。跪在地上的血影与罗刹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神采瞬间暗淡，随即软软倒地，气息全无。他们的体表并未增添新的伤痕，但内在的生机已被一股精纯至极的阴寒劲力彻底湮灭。加上这两位4品杀手死之前提供的灵种，和先前在梵月楼豪掷300万两为月离赎身，以及镇杀魏虎带来的连锁反应，万象命图内积攒的灵种已经又有5000之数。李公公正欲挥手让人将尸体拖下去，目光无意间扫过秦墨，神色忽得有些讶异。殿下，您已至7品圆满了。话音落下，连一旁如同朽木般静立的南巫大祭司都投来了目光，斗篷下的眼眸闪烁着几分诧异。7品圆满，气血充盈至极限，内息自成循环，下一步便是引动气血真火，淬炼筋骨脏腑，锻造无瑕金身与不朽筋骨，是为6品金身境。一旦金身出成，便可真正承载和修行蕴含天地之力的真传秘武，实力将发生质的飞跃。秦墨微微颔首，并未否认，昨夜观那些魑魅魍魉争斗，心有所感，水到渠成而已。他说的轻描淡写，但李公公却深知这其中艰难。寻常武者卡在7品门槛数年乃至10数年都是常事，而自家殿下年不过弱冠，修行时日尚短，竟已真至圆满，此等天赋堪称恐怖。恭喜殿下！李公公深深一揖，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怀中取出几道材质各异、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卷轴。殿下既已真至此境，是时候择一真传秘武，为凝聚金身做准备了。
老奴这里恰有几份早年所得的真传秘武卷轴，还请殿下过目。卷轴摊开，灵光微晕，一份卷轴上有雷纹跳跃，隐隐传来风雷之声，乃是惊雷破空刀，引动9天雷煞，刀出如惊雷，刚猛无仇，速度极快。一份卷轴厚重如山，观之仿佛有山岳虚影沉浮，是为搬山印，是一种凝练土形煞气化为山印镇压敌手的秘武，势大力沉，防御亦是不凡。一份卷轴展开，便有一股凛冽寒意，正是李公公擅长的风雪结剑篇，剑气如风雪，缥缈难测，蕴含冰冻与撕裂双重杀机。还有一份卷轴透着灼热爆裂之意，隐隐有金乌提名，大日辰坠之虚影幻灭，名为大日焚天手，虚引太阳真火煞气或地心岩沙淬炼双手，炼制大成，掌指间蕴含焚山逐海之威，霸道绝伦，有焚尽万物之势。秦墨目光扫过这几份卷轴，略作思忖，便对门外侍立的禁卫道：“去将林凡也叫来。”不多时，林凡快步走入阁内，他气息沉稳，目光坚毅，显然昨夜风波并未影响其修行，反而更添几分精进。见到秦墨和几份卷轴，他立刻明白过来，眼中闪过兴奋之色。“殿下，李公公。”林凡行礼。秦墨道：“你修为也已至7品关口，今日便一同观摩，则以秘武先行参悟，待突破后便可直接修炼。”“谢殿下。”林凡感激道。两人不再多言，各自凝神观摩卷轴。林凡天资极高，乃是万中无一的修行奇才。他先是仔细感受了这4门顶尖的真传秘武，最终目光却牢牢锁定在那份透着灼热爆裂，仿佛能焚尽苍穹之意的大日焚天手上。他直觉此秘武与自身勇猛精进的锐气极为契合，那焚天逐海，唯我独尊的霸道意境，深深吸引了他。林凡便沉下心神，开始参悟其中引煞练手，凝聚大日真意的法门。不过半个时辰，他周身气血竟隐隐泛出赤红之色，周围的温度都似乎上升了几分，双掌掌心更是隐隐有金光流转，仿佛蕴藏着2轮微缩的烈日，一股灼热而霸道的气息透体而出，显然已经出窥门径，速度堪称惊人。李公公见状，微微颔首，对林凡选择此等霸道功法并能快速入门表示赞许。然而当他目光转向秦墨时，饶是以他300载陆地神仙的阅历，眼底也不由得掠过一丝震撼。只见秦墨并未长时间凝视任何一份卷轴，而是将4份卷轴依次快速浏览，眸中似有无数符文流转推演。他时而拿起惊雷破空刀卷轴，指尖在空中虚划，带起一丝闪烁的蓝色电弧；时而参照搬山印的运气法门，周身气血微微鼓荡，竟发出类似山石摩擦的低沉嗡鸣，凝而不发；时而又结合风雪结剑篇的寒气运转，呼出的气息都带着冰冷的锋锐之意。最后他甚至将大日焚天手的霸烈炎阳真意也融汇进去。1个时辰后，秦墨忽然起身，走到听涛阁中央的空地上。他并未动用真气，仅以肉身气血模拟秘武运转，缓缓演练起来。起初动作还有些生涩，但很快便变得圆融流畅。他抽出一柄横刀，一挥之下，空气中竟响起一声低沉压抑，宛若天怒的雷鸣，随即收刀入鞘，一股沉魂如山的势顷刻笼罩四周。接着他手中真气凝形出剑形，一缕缕风雪剑亦拂过听涛阁前的湖面，凛冽的寒风让刚刚领悟了大日焚天手的烈阳真意的林凡都不禁打了个冷战。好冷！在秦墨体内真气属性变化之时，气血运转隐隐形成一种独特的循环，损耗极微，甚至有一丝微弱的生机在自行弥补一魂的消耗。在外人看来只是一瞬间，实质上秦墨进入内景地已经经过千万次的推演。如今他这真气中的秘武真意已经不是任何一份单一的真传秘武，而他汲取4门秘武精华，去无存精，初步融汇创造出的一门更适合自身，兼具雷霆、山岳、风雪、烈阳真意的全新招式雏形。虽然还远未完善，但其展现出的恐怖悟性与那种直指本质的武道智慧已足够骇人听闻。这南巫大忌斯忍不住轻疑出声，面具下的目光充满了惊异，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窥得数门秘武真意，并尝试融于一炉，此等悟性闻所未闻，殿下不愧是人皇血脉。李公公目光微正，布满皱纹的脸上震撼之色久久未散。他曾经屹立于此世武道之巅，见过的天才妖孽如过江之鲫，但像秦墨这般在1个时辰内不仅领悟多门真传秘武的精髓，便能立刻着于推陈出新的盖世奇才，简直万古难寻。他喃喃低语，声音微不可闻，却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激动。殿下之姿，恐非池中之物，老奴或许真能见证一位超越想象的至尊崛起。阁内，秦墨收势而立，对自身刚才的演练似乎并不意外。这几门秘武各有优劣，若能取其精华，融会贯通，或可走出一条更宽的路子。林凡早已停下参悟，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墨，眼中充满了敬佩与向往。他自诩天才，但与殿下相比，简直是萤火之于皓月。殿下，
府外右公主求见。这时，一个狐媚脸侍女躬身来禀道：“让她进来。”秦墨声音平淡，重新坐回太师椅，示意李公公将地上的尸体和几份卷轴收起。林凡也收敛了周身刚刚领悟大日焚天手而易散的灼热气息，肃立一旁。片刻，一道纤细的身影出现在听涛阁门口，来人正是右公主秦幼婉。她穿着一身素净的宫装，未施粉黛，脸色略显苍白，却更衬得那双眸子清亮剔透，如同雪山之巅未经尘染的冰湖。她的背脊挺得笔直，步伐稳定，像一株在寒风中独自绽放的雪莲，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坚韧和疏离。她走进来，目光快速扫过场内，掠过刚刚被清理掉尸体残留的淡淡寒意，最终落在上手的秦墨身上。幼婉，见过楚王兄。他屈膝行礼，声音清冷，听不出太多情绪波动，只有紧抿的唇线泄露出一丝内心的紧张。不必多礼。秦墨抬手虚扶，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一瞬，询本王何事。秦幼婉直起身，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他没有迂回，直接道明来意。幼婉冒昧前来，是想向王兄求取一半养龙莲，救我母妃性命。他说着，从身后侍女手中接过一个狭长的古朴剑匣，剑匣通体银白，似由寒玉雕成，尚未打开，一股凛冽的寒意便已弥漫开来，让阁内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此乃神剑天霜，是雪国至宝，亦是母妃的嫁妆。幼婉愿以此剑换取王兄一半莲花。他打开剑匣，一柄剑深如秋水，寒气四溢的长剑静静躺在其中，剑光流转间，仿佛能冻结人的灵魂。神兵自会，但这股寒意已彰显其不凡。只不过秦幼婉知道，仅凭一把剑未必能打动这位深不可测的王兄。他抬起眼，目光坚定地看着秦墨，继续道：除此之外，幼婉知晓雪国皇室血脉有一特殊之处，修行至3品境，可在体内凝聚一缕无暇仙缘，此物能助人毫无阻碍地从4品突破至3品关口。幼婉在此立誓，若能救回母妃，必倾尽全力修行，待凝聚无暇仙缘之日，便将其渡与王兄。这番话他说的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为了母妃，他可以牺牲自己的武道前程，付出任何代价。阁内一片寂静，月里眼中闪过一丝动容，同为女子，她更能体会秦幼婉此刻的决心与绝望。李公公垂眸不语，南巫大祭司依旧如朽木，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秦墨身上。秦墨看着秦幼婉，摇了摇头。看到秦墨摇头，秦幼婉的心瞬间沉入谷底，眼底浮现出一丝绝望。果然还是不行吗？连这最后的希望也要破灭了吗？就在他几乎要放弃之时，秦墨却忽然道：养龙莲可以给你。秦幼婉猛地抬头，眼中充满了错愕与难以置信，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神剑天霜是女子佩剑，本王不需要。秦幼婉愣住了，她有些不明白秦墨的意思，更不相信天下有白的东西。光凭无暇仙缘的价值，可比不了龙脉100年一株的养龙莲。秦墨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直接说出了条件：本王可以救你母妃，只有一个要求，将凤妃娘娘接到楚王府来。接到王府？秦幼婉更加困惑，随即脸上露出为难之色。王兄并非幼婉不愿，只是母妃她身中奇毒，体内寒毒日益深重，不仅侵蚀自身，还会影响到周遭万物，所居之处草木凋零，虫蚁绝迹。若接入王府，只怕会……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怕凤妃的寒毒会给楚王府带来麻烦和不祥。无妨。秦墨打断他，王府自有手段隔绝寒毒，其他地方眼杂，救治凤妃需用到养龙莲及其他灵药，难免惹人注目，横生枝节，在王府更方便些。他给出的理由合情合理，但更深层的原因他并未明言。在王府，他才能动用至木灵体的力量催熟灵药，才能确保救治过程万无一失。而且对于秦幼婉这样外表坚强、内心纯粹敏感的人，施恩不图报，给予最直接的帮助和庇护，远比任何交易更能打动他。秦幼婉怔怔地看着秦墨，他不明白王兄为何要如此帮他，甚至不惜招惹母妃身上的寒毒。一种难言的情绪在心头蔓延，他没有激动的落泪，也没有感激涕零的叩拜，只是愣在原地，鼻尖有些发酸，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在秦墨的感知中，万象命图内积攒的灵种数量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向上飙升，清晰无比地映照出他内心几乎难以自持的感激与震撼。幼婉，戴母妃，谢过王兄。最终千言万语只化作深深一礼，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事情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凤妃因身怀寒毒，早已迁出宫廷，住在秦幼婉用自己积攒的金银购置的一处僻静小院。楚王府的人前去接人，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凤妃呼吸微弱，周身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寒气，
宛如一位沉睡在冰棺中的仙子，美得不染尘埃，却也冷得让人不敢靠近。王兄，母妃她……秦幼婉看着母亲，眼中满是心疼，你们都出去吧。秦墨吩咐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李公公、岳离、林凡等人依言退下。秦幼婉虽然担忧，但也相信秦墨，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房间。房门关上，室内只剩下秦墨和昏迷的凤飞。秦墨不再耽搁，走到床边，伸出手指，轻轻点在了凤飞光洁的额头上。至木灵体的力量悄然运转，不仅没有排斥那惊人的寒毒，反而如同遇到了补品一般，开始缓缓吸收。与此同时，他取出剩余的养龙莲以及其他几株年份不足的珍稀大药，在他的催动下，至木灵体的生机疯狂注入这些灵药之中。只见那养龙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愈发饱满晶莹，莲瓣舒展，霞光缭绕。其他几株大药也迅速跨越了500年的药力门槛，散发出浓郁的药香。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2天。2天后，房间内的寒气已然消散一空，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和盎然的生机。那株被彻底催熟的白色养龙莲悬浮在半空，流光溢彩，神异非凡。而凤飞体内的诡异寒毒已被秦墨尽数吸纳入体，不仅未对他造成伤害，反而在至木灵体的转化下，化作一股精纯的能量，滋养己身。寒毒既除，只需1半养龙莲，便足以挽回凤飞濒临枯竭的生机。秦墨取下1半莲花，化为精纯药液，渡入凤飞口中。很快，凤飞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眸子与他女儿一般清亮，却更多了几分历经岁月的柔美与朦胧。他首先看到的便是一个陌生而俊美的年轻男子，正站在床边，神情平静地看着自己。体内那纠缠多年让他生不如死的寒意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温暖与轻松。他立刻明白是眼前之人救了自己。联想到女儿幼婉，再看看这陌生的环境以及眼前气度不凡的年轻男子，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浮现脑海。这莫非是幼婉那丫头为自己找来的女婿？是因救自己才将他请到家中。想到这，凤飞苍白的脸上竟浮现出一抹极淡的红晕，看向秦墨的眼神变得无比柔和。是，公子救了妾身。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却温婉动听，带着雪国口音特有的清灵。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幼婉那孩子真是麻烦公子了。他挣扎着想坐起来，秦墨伸手虚按。凤飞娘娘不必多礼，好生休养便是。见秦墨举止有度，气宇轩昂，凤飞心中的猜测更笃定了几分，眼神越发温和，甚至带着几分岳母看女婿越看越满意的意味，轻声道：“公子如何称呼？”与幼婉是。秦墨看着凤飞那明显误会的眼神，心中了然，却并未立刻点破，只是平静道：“本王秦墨，此处是楚王府，娘娘刚醒，还需静养。”楚王秦墨。凤飞微微一怔，大玄新的一字封号王，他为何要救自己，还亲自守在这儿？难道他和幼婉？凤飞心中的思绪百转千回，看着秦墨的目光多出几分复杂的情绪。皇宫军机阁，巨大的东海疆域沙盘横亘厅中，海浪纹路与敌我势力标识交错，气氛肃杀。太子秦衡负手立于沙盘前，面色沉凝。几位军机大臣垂手恭立，空气仿佛凝固。杨老侯爷败了，折兵10万。东海朱聂搭上了北离的水族，声势大涨。太子声音冷硬，手指点在沙盘上代表溃败的区域，是增兵还是后撤固防？一位紫袍大臣上前：“殿下，叛军得水族之助，气焰正盛，当请镇海王出兵，以王爷之威，定可。然后让东海5州彻底信吕。”太子猛地打断，声音冰冷：“这天下是大玄的天下，前几日陆武奎遇刺，凶手多半就是吕家豢养的死士，他们眼里可还有孤这个奸国？”众人静默不语。兵部尚书沉吟片刻，出列道：“殿下，或可派晋王与神武侯前往。晋王殿下2品修为，足以震慑；神武侯乃兵家巨擘，可定大局。”话音落下，众人神色各异。晋王与太子并非一心，神武侯更是与镇海王势同水火。此事是想借刀杀人，还是真要扶持新帅？无人敢轻易表态。太子目光扫过众人，将他们的心思尽收眼底，心中冷笑，疲惫地挥挥手：“此事在意，都退下吧。臣等告退。”待众人离去，阴影中走出一位青衣刀客，正是太子新父母辽济江河。楚王府近日有何动静？太子揉着眉心问道。季江河低声道：“回殿下，楚王昨日已将凤飞接入府中救治。”太子冷笑：“朕这个19弟倒是色胆包天，连父皇的妃子都敢往府里接，陆家那个妖女呢？回京后有何动作？”陆小姐已回京都，这2日接连拜访了镇西侯府、神武侯府、齐府、安国公府，据探子报，似是在为楚王殿下物色婚事。婚事？
太子脸色阴沉下来，他想起了自己那场盛大却无比憋屈的婚礼，还有那至今都没见过影子的太子妃。老19，他该死。季江河垂手，不敢接话。姑不能动他，也不能让他好过去，将他在梵月楼的所作所为散播出去，越是夸张离奇越好。还有他与右公主以及凤妃的事情，也都添油加醋的传遍京都，花多少钱都不要吝啬。季江河开口相劝，但看到太子的眼神，无奈只能点头应下。楚王府，秦墨意识进入到万象命图的空间，看到太子又提供了一笔数量不菲的灵种，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得罪了他，还是他想起了太子妃。咦，他注意到自己运势类的命数有些变化，福祸相依得紫色命数在向着深紫色转变，狸猫皇子得蓝色命数则在向着金色蜕变，或少许血国气运，运势提升。福祸相依触发，福已经逐步摆脱假皇子身份死局，获得金色命数潜龙在渊。祸高处不胜寒，越往高处越是危险，若身份败露或面临太子、陆家、魏家追杀，开始逃亡之路。潜龙在渊，金得而隐，阳在下也。潜龙伏于九渊之下，藏锋守拙，非是无力，时待其时。身负此命数者，于微末困顿之时，能隐忍蓄势，不坠其志；于风云激荡之际，可把握枢机，一飞冲天。特质折服，自身悟性、气运将获得隐性加持，修炼破境事半功倍。特质吞龙，沉泥蟒却敢吞龙，天命从来未可终。封王、封侯皇子间接或直接死于你手时，获得对方气数。特质龙象，龙象出显，与昔日狸猫已是天壤之别，纵然真仙也无法辨你血脉真伪。三重效果，秦墨微微讶异，这运势类的金色命数的效果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如果说以前他还有破绽，但现在有了血骨和潜龙在渊的命数后，血脉上的破绽已经完全弥补。就是真的19皇子来了，也未必能证明他就是假的。血骨能演化一切血脉特性，龙象则让他比19皇子更像是个皇子。但世事无绝对，是类命数只是对未来上限的推演。他还是不能忘记福祸相依，以及他始终是个大玄皇族的外人。想真正取而代之，只有走到最高，让吕家，让洛妃，让大玄天下人都知道他才是唯一的那个。那时19皇子的身份就没什么用了。秦墨看了一眼命图上自己的信息，命主秦墨，命格待凝聚，阴天子，需3万灵种。命数3金3紫1蓝，金色命数9窍玲珑心，至木灵体，潜龙在渊。紫色命数福祸相依，天生五脉，红鸾心动。蓝色命数过目不忘，灵种7000家。7个命数中，红鸾心动的紫光流动最为神异。秦墨意识探入其中，顺着红线看到了一道又一道身影，其中有他熟悉的太子妃杨玉婵、南屋后羿林清浅、右公主秦幼婉、西漠王女月离，还有几道模糊的身影。但真正与他这命数相连的只有杨玉婵一人，其余人更像是单方面的凝望，对秦墨的心境没有半点影响。在之后还有一些秦墨未曾见过的女子身影，而让他们与秦墨有关联的是一个低头不见足的角色身影。陆延之，难道我这命数的异动与他有关？1日后，楚王府门前，一架由4匹神骏白马拉成，通体由沉香陵木打造，铭刻着陈家族徽的华贵车辇缓缓停住。先是一只踩着同色系高跟机的玉足探出，足踝纤巧，肌肤银白胜雪。随即一道高挑曼妙的身影自车辇中躬身而出，来人正是陆延之。他身着一袭黑纱长裙，裙摆曳地，行走间如暗夜流云，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成熟曲线。她的身材远比寻常女子更为高挑丰腴，却不显丝毫臃肿，反而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气度与压迫感。秦墨抬眸望去，19皇子这祸国倾城的小姨，一双桃花眼眸流转间似能勾魂摄魄，朱唇不点赤，饱满欲滴。她的美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融合了权势与风情的极致魅惑，足以让任何男子心神摇曳，让陈家3代为之疯狂，并非虚言。即便是见惯了角色的秦墨，在看到这位名义上的小姨时，眼中也不由得掠过一丝惊艳。前世网络上那些开了美颜滤镜的所谓女神，在此刻盛装而来的陆延之面前，恐怕也要黯然失色，少了她这份进入骨子里的雍容与妖冶。陆延之的目光瞬间便锁定了站在府门前的秦墨，那双足以倾倒众生的美眸中复杂情绪翻涌。他没有丝毫迟疑，竟快步上前，在秦墨还未反应过来之际，张开双臂，将他紧紧地拥入了怀中。一瞬间，秦墨只觉陷入了一片温香软玉之中，一股清雅而独特的幽香钻入鼻尖，撩动心弦。更为直接的感受是，陆延之那沉甸甸的倒扣玉碗几乎毫无间隙地压在了他的脸颊，几乎令人窒息。墨儿，
19皇子的本名也叫秦墨，同音不同字。陆延之看着这张与王姑姐姐有着5、6分相似、俊美无愁的年轻脸庞，心中积攒了20年的思念与愧疚，如同决滴洪水。她嫁入陈家，权势滔天，却始终孤身一人，过继的子女终究隔了一层。姐姐早逝，这流落在外的血脉，是她心中最深的牵挂与遗憾。如今真人就在眼前，那压抑已久的、混杂着对姐姐的追思与血脉相连的护犊之情，化作了一种近乎泛滥的母爱，让她失去了平日的冷静自持，只想将这孩子紧紧搂住，弥补那缺失的20年。秦墨身体有些僵硬，他原本打定主意要维持一个冷漠疏离，再带着几分怨气的皇子人设，让陆家觉得亏欠自己，从而在心理上占据主动。但陆延之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拥抱，有些打乱了他的节奏。良久，秦墨才轻轻抬手抵住陆延之的肩头，略显生硬的将他推开了一些距离。陆延之被他推开也不着恼，只是用那双水光潋滟的眸子深深的看着他，未语先凝噎。墨儿，我的墨儿，这些年来你受苦了，流落在外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来了京都，又是这般孤立无援的境地，朝堂上的明枪暗箭逼得你不得不强硬以对，是小姨来晚了，从今往后小姨一定好好补偿你，把这缺失的20年都补回来。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心疼与爱护，情真意切，不似作为秦墨沉默着没有接话，只是侧身引手示意陆延之入府。他这般沉默的态度，在陆延之看来更是坐实了孩子在外受了苦，心中郁结的猜测让他眼中的怜惜更盛。步入王府，穿过抄手游廊，行至一处水榭亭台旁，正见到身体稍有好转，被秦幼婉搀扶着在亭中赏花的凤飞。凤飞虽仍病弱，但那股萦绕不散的寒气已然消失，绝美的容颜上多了几分生机，与身旁清丽脱俗的秦幼婉站在一起，宛若一对冰雪璧人。陆延之目光扫过亭中2人，又联想到近日京都传得沸沸扬扬的梵月楼之事，他心中了然，自己这外甥府上的美人确然不少，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或劝诫之意，只是莞尔一笑。在他看来，男子爱红颜，慕美人乃是天性。秦墨如此，正说明他长大了，是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只要不过分沉溺，有能力护住自己的女人，便是本事。与秦墨在花厅落座后，陆延之接过侍女奉上的香茗，轻轻呷了一口，便切入正题，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墨儿，小姨这次来，给你带了2份礼物。他说着，从袖中取出2份赤红婚书，轻轻放在桌上。这2份婚书，一份是齐家齐景明齐先生的嫡女，另一份是神武侯府神武侯的掌上明珠。侍立在一旁的秦幼婉闻言，微微张口，眼中难掩惊色。这位陈家主母的手笔，当真大得吓人。齐景明齐先生可是当代儒圣庙的亚圣，文道俱擘，地位超然。神武侯更是大玄8大武侯之首，虽已经退居幕后，但自身修为深不可测，军中人脉更是可怕。这一文一武，2份婚书背后的能量，足以在京都掀起惊涛骇浪，其分量难以言喻。秦墨目光扫过那2份婚书，脸上适时地露出一抹自嘲，演技浑然天成。我一个在外野了20年，刚刚回京的皇子，无根无基，名声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京都这些高门贵女，眼界何其高，只怕心中不愿，届时勉强凑在一起，反倒闹得彼此难堪，成了笑话。见他如此妄自菲薄，陆延之心疼更甚，断然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他们小女儿家任性？墨儿你乃是天皇贵胄，堂堂一字亲王，身份尊贵无比，能嫁入王府是他们的福气。此事你无需担忧，小姨既拿来了婚书，自然有把握让他们风风光光的进门。随后陆延之提出想去秦墨带着他府中走走。一行人一步至听涛阁外，陆延之忽地停下脚步，鼻翼微微翕动，嗅到了空气中那极淡却未能完全散尽的血腥气。他柳眉顿时蹙起，转向一旁随侍的婢女，声音带着一丝冷意：这里死过人。秦墨未等那婢女回答，便冷哼一声，语气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戾气：是魏家派来的老鼠，我的人杀了魏虎，又跟他们争矿脉，他们自然想给我个下马威，警告一番。听说魏家最近正准备与镇西侯府联姻，权势正盛。哦，对了，似乎镇西侯府与神武侯府还是世交。我这边刚杀了镇西侯府亲家的人，转头就要去取神武侯的千金，神武侯还能履行这婚书吗？陆延之桃花眼中煞气凛然。好一个魏家，真以为五魁重伤，我们陆家就无人，墨儿你就好欺负了吗？但旋即他神色又缓和下来，看向秦墨时目光重新变得柔和，带着安抚的意味。无妨，神武侯此人最重诺言，他当年欠下陆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如今正是他还债之时。只要将他的女儿娶过来，墨儿你的立场便是他神武侯府的立场。在这京都漩涡之中，他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秦墨听着，
面上不置可否。这位小姨的能量的确超乎想象，而且似乎真心护短，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助力。只是与这些千年世家军方巨擘联姻，其中的利弊权衡还需仔细斟酌。他将2份婚书随意收起，仿佛只是收下了2件寻常物件，淡淡道：“有劳陆姨费心了。”齐府清雅书房外，小姐，小姐。婢女韩月提着裙摆，脚步匆匆地穿过回廊，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与担忧，闯入一间萦绕着淡淡墨香与茶韵的静室。室内，一位身着月白如裙的女子正临窗品茗。她身姿窈窕，气质清冷如雪中寒梅，眉目如画，自带一股书卷清气，正是齐景明之女齐慕雪。她闻声抬眸，目光平静无波，仿佛外界纷扰皆不能乱其心绪。何事如此惊慌？齐慕雪声音柔和，如春风拂过琴弦。韩月喘了口气，急切道：“小姐，我听说先生给您订了婚约，是那位刚刚回京不久的19皇子楚王殿下。奴婢在外头听说，这位楚王殿下行事甚是张扬，前几日在凡月楼不仅为一介花魁一掷千金，还目无王法，当众杀了魏家的魏虎。这样一个人，先生怎么放心将您交给他呢？在他心中，自家小姐是京都最顶尖的书香门第嫡女，不仅容颜绝世，更是文采斐然，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素有京都第一才女之美誉。将来能配得上小姐的，必定是个能名动大学的盖世英杰，不仅要在武道上有极高成就，至少也得是能修成2品，封号武道的绝顶天才，更要品性高洁，温文尔雅，如谪仙人般超凡脱俗，怎么想都绝不可能是那个目空一切、嚣张跋扈，还流连烟花之地的楚王。韩月又道：“现在外界都传遍了，都说19皇子性情暴戾，贪花好色，仗着皇子身份胡作非为，名声实在不堪。”他将太子派人散布的谣言也一并当作了事实，语气中满是不忿。齐慕雪纤长的葱白玉指轻轻摩挲着瓷杯的边缘，神色依旧平静，并未因韩月的话而起波澜。韩月，父亲曾教导过我，想要看清一个人，不是去看他在那些无关之人眼中是怎样的，而是要看他在利益面前如何抉择。他抬眼望向窗外一隅天空，继续道：“你可知道，几天前右公主秦右婉去了楚王府，为了救她母妃凤妃娘娘，向19殿下求取养龙莲。”韩月一愣，养龙莲，那是传说中能续命的神药啊！不只能续命，齐慕雪淡淡道，更能洗精伐髓，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武道资质，堪称逆天改命的绝世大药。韩月，换作是你会愿意用这等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无上机缘，去救一个与你并无太多瓜葛的妃子吗？韩月张了张嘴，他哑口无言。平心而论，他自问觉没有如此大的魄力与善心。可是楚王殿下在凡月楼做的那些事，总是事实吧？他为花魁赎身，带回府上，折损皇家颜面，又与魏家冲突，闹得满城风雨。齐慕雪轻轻摇头，在我看来，这些举动反倒更像是自污。如今朝局混乱，太子监国之位不稳，其他几位有实权的皇子虎视眈眈。楚王殿下刚回京，便获封一字亲王，风头无两。若是他表现得太过完美，文武双全，毫无弱点，反而会引来所有人的忌惮与围攻。如今他这般胡作非为，看似荒唐，却未必不是一种高明的自保之道。韩月无奈地跺了跺脚：“小姐，我说不过你，但我总觉得小姐您还是要慎重考虑才好。您若是不愿意让先生出面，以他的声望化解这门婚约，想必不是难事。”他自幼跟在齐慕雪身边，名为主仆，情同姐妹，说话也少了许多规矩。他是真心不愿看到自家小姐所托非人。婚姻是一次豪赌，亦是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他不想小姐行差踏错。齐慕雪看出韩月是真心为自己着想，只是理念不同，便也未加责怪，只是神色郑重地叮嘱道：“韩月，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既然婚约已定，便是父亲也认同此事。女子出嫁从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若是将来到了楚王府，你可不得再如此妄议殿下，须知祸从口出。”韩月只得闷闷点头：“是，小姐。”他心中却仍有些不服气，在外听得多了，如今那位楚王殿下的名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暗下决心，若有机会，定要再劝劝小姐。神武侯府演武场侧的金陵湖，轰！一道凌厉无匹的刀气横空而过，斩在浩渺的湖面上，顿时激起千层浪涛，水花四溅，声震如雷。湖心处，一道英姿飒爽的身影持刀而立，足尖轻点水面，荡开圈圈涟漪。他身着一袭便于行动的贴身甲衣，勾勒出矫健而充满力量感的曲线，容颜秀丽中带着逼人的英气，眉宇间自有一般女子罕有的盛气凌人。此人正是神武侯嫡女萧惊鸿。她年纪轻轻，便已是武道五品化煞境的修为，天资堪称千年无双，被誉为未来大玄的第一女战神。3年前，她就曾代父领兵奔袭3000里，直杀到西漠王帐之下，
一战震动天下。若非后来被神武侯有意雪藏，如今神武侯府的声势必将更上一层楼。近几年来，上门提亲者几乎踏破了神武侯府的门槛。9大巨氏门阀、皇室宗亲、各方宗门势力，无疑不想将这位真正的天之娇女娶回家中，只是所有提亲都被神武侯毫不犹豫地拒绝。可就在不久前，他父亲竟主动送来一份婚书，联姻对象还是那位刚回京的19皇子。随后，他父亲便宣布闭关，不见任何人。萧金鸿想找父亲问个明白，为何偏偏是楚王？但父亲避而不见，他只能在这蕴含冰玉、寒气刺骨的金陵湖上以炼刀来宣泄。金鸿，不要胡闹了，快回来！这湖底埋有万年冰玉，寒凉之气甚重，9代伤身。岸边上，神武侯夫人满眼心疼地劝道。萧金鸿收到二力，身姿挺拔如松，声音清冷决绝：“娘亲，你让父亲出来，去退了这门婚事，我不嫁。我连他面都未曾见过，怎能轻易托付终身？我未来的夫君，一定是要能问鼎武道第一，拜过陆地神仙的人。”神武侯夫人无奈叹息：“金鸿，楚王殿下也不差啊，他能在秋寿中夺魁，天赋定然不凡。他回归皇室不久，修行10日尚短，假以10日，未必不能配得上你。皇族秋寿不过是权贵子弟的游戏，并不能代表什么。”萧金鸿打断母亲的话，道：“我可以容忍未来的夫君身边有其他红颜知己，但绝不容忍他是一个武道庸才。现在的他连我都打不过，有何资格做我萧金鸿的夫君？父亲若是执意不见我，我绝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神武侯夫人看着女儿倔强的背影，轻叹一声，透露出一个更无奈的消息：“金鸿，你父亲他已经向陛下请旨赐婚了，这件事他就是想反悔也反悔不了，不久后圣旨就会下来。”他顿了顿，柔声劝道：“听你父亲说，陛下似乎有意让楚王殿下也去书院，教导那些宗室世子和勋贵子弟，到时候你们总会见面的，一定要好好相处。”萧金鸿没有回应，只是握紧了手中的长刀。下一刻，更为磅礴的刀意自他身上爆发开来，一道炽烈的刀气横空而现，仿佛要将整片金陵湖斩断。轰隆，湖水再次炸开，寒气与刀意交织，映衬着他坚毅而绝美的侧颜。即便有圣旨，这门糊涂的婚事我也不会同意。楚王府，听涛阁外，秦墨与林凡相对而立。林凡神情专注，周身气息升腾，淡淡的赤色焰光缭绕，将他映衬得如同火中神奇。他低喝一声，双掌拍出，正是大日焚天手的起手式，掌风霸烈，灼热的火源真气使得周遭空气都微微扭曲。面对这足以让寻常6品武者严阵以待的攻势，秦墨却只是随手从旁取过一柄训练用的直刀。他眼神平静，直至掌风临近，直刀才倏然划出。一刀出，炽热如炎阳临世，真气化作狰狞火蟒，咆哮撕咬。一刀变，冰寒似9幽风雪，刀意凝成森冷冰蟒，缠绕风动。冰与火的交织，两种截然相反的剑意，刀是在秦墨手中信手拈来，运转自如，赫然已将他领悟的风雪剑意推至了第4重境界。那直刀在他手中仿佛成了神兵利器，精准地切入林凡掌势最薄弱之处，轻轻一点，赤！林凡周身的赤色焰光应声而碎。他闷哼一声，踉跄后退数步，额角渗出一丝冷汗，体内翻腾的气血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殿下对真传秘武的理解完全碾压于我，铸就筋骨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我输得心服口服。林凡苦笑着摇头：“你的进步也很快。”秦墨收刀入鞘，神色如常。这场切磋他只用了3成力，不过他已经修成真武神力，哪怕是3成力也远超7品极限。林凡能撑到现在，已经证明自身十分优秀。一旁观战的众人反应各异，陆延之那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中掠过一丝欣赏，只是这份欣赏之中又掺杂着几分难以言喻的复杂。姐姐的孩子如此出色，他欣慰，却又因他过往的流离而感到心疼。相比之下，林清浅和月离的反应则明显得多。林清浅小手掩着唇，美眸圆睁，他知道殿下很强，却没想到连林凡哥哥这般天才，在殿下手下也走不过几招。月离眸光闪动，他虽不通武艺，但方才的声势与林凡瞬间落败的画面让他感受很直观，心中对这位主人的好奇又深了一层。林凡压下体内有些躁动的真气，看着神态自若的秦墨，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酸涩。初见之时，殿下的境界似乎还不如他，可这才过去多久，彼此的差距已然越来越大。殿下越强，他自然越高兴，可身为男儿，身为兄弟，他内心深处那股不愿被甩开太远的傲气与郁闷，却也真实存在。若一直待在殿下的羽翼之下，缺乏真正的生死磨砺，他恐怕永远也无法追赶上殿下的步伐。念及于此，林凡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坚定，开口道：“殿下，我想是时候离开，去外面闯闯了。”秦墨闻言，
并未露出意外之色，只是点了点头，语气平和。也好，这京都的规矩太多，确实会束缚你的成长。清浅，去我书房桌案上，将那几瓶丹药取来给你哥哥备上。说罢，他便不再多言，悠然躺回了八角亭下的躺椅上，闭目养神。陆言之自然地坐到一旁，纤纤玉指拨开一颗晶莹的葡萄，笑意温柔地递到他唇边。林清浅乖巧应声而去，很快便取来几个白玉瓷瓶。林凡起初并未在意，只当是殿下的一片心意。然而当他接过瓷瓶，感受到掌心那枚神秘吞噬灵符传来的几乎无法抑制的渴望信号时，他才意识到这些丹药的不凡。他虽然认不全诸多草药，更叫不出这些丹药的名字，但那丹药表面若隐若现的玄奥丹纹以及内蕴的磅礴精纯药力，足以证明它们的珍贵。这分明是以1000年份以上的大药为主材，辅以极高超的炼丹技艺才能炼出的顶级灵丹。这份临别赠礼重于万金。林凡心中震动，抬头看向似乎已然睡着的秦墨，喉头动了动，最终没有说出任何推辞或感谢的矫情话语。他将这份厚重的情谊深深记在心底，只是用力抱拳，沉声道：“殿下，珍重。”秦墨看似假寐，心中却如明镜。他并不担心林凡会轻易折在外面，身为世界主角，气运所中，磨难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而那些丹药于他而言也确实不算什么，有至木灵体催生无尽灵药，有李公公这位炼丹大家，这类丹药他并不稀缺。更何况林清浅身边那条已再次蜕变，本命毒丹每日都能产出10股熔金剧毒的小蛇，其价值就远非这些丹药可比。看着林凡毅然离去的背影，陆言之嫣然一笑，打趣道：“这林公子天赋心性皆是不凡，将来必非池中之物。看他年纪，应当未曾婚配吧？我们陈家倒是有几个出落的亭亭玉立的嫡女，将来他若有意，小姨我可以去说道，促成一段良缘。”秦墨闻言，有些无言地瞥了他一眼。这位小姨是牵红线牵上瘾了不成？刚给他塞了2份婚书，转头又想给林凡也包办上了。就在这时，府邸深处传来一股隐晦而强大的气息波动，一名面白无须、身着尊贵紫袍的大监，在一众噤若寒蝉的仆婢跪拜中，步履无声地来到了听涛阁外。荣公公所行之处，众人皆跪。然而到了听涛阁，却见秦墨依旧躺着，陆言之也只是微微颔首，并无跪迎圣旨之意。荣公公脸上不见丝毫怒意，反而堆起谦卑的笑容，躬身道：“殿下，陛下有旨意传来。”秦墨头也不回，吐掉口中的葡萄籽，声音平淡无波：“今天怎么是你来传旨？钟公公呢？”荣公公笑容更盛，陪着小心道：“回殿下，陛下午后歇下了，干爹需要时刻陪护在陛下身边，寸步不敢离，所以便让奴婢前来叨扰殿下。”秦墨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便没了下文。荣公公也不敢催促，就那么恭敬地弓着身子等待着。院中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诡异的寂静。陆言之微微蹙眉，心中讶异，他久闻宫中这位紫袍大监手段酷烈，善斩首削骨，杀人如麻，威压内廷12监，素有紫衣阎罗之称，怎地在墨面前竟温顺的如同家猫？过了片刻，秦墨才仿佛刚想起似的，从躺椅上缓缓坐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荣公公，淡淡道：“讲吧。”面对如此大不敬的接旨姿态，荣公公非但没有丝毫不悦，反而像是松了口气，继续陪笑道：“殿下，是喜事，天大的喜事，圣上为您赐婚了。神武侯府的那位女将星以及齐府的千金，陛下接下旨，册封为您的侧妃。”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秦墨的脸色，才接着道：“此外，为促进殿下与2位未来王妃的情感，陛下特旨命殿下入龙阙院执教。殿下乃秋授魁首，弓马骑射堪称典范，可与萧府千金共同执教5院。同时，陛下也希望殿下能于文院进修，学些皇族礼仪与诗书经义，正好可与齐府千金多多相见。”秦墨听完，心中已然明了，他那位父皇心思深沉，这是既要让他教，也要他学。一方面让他凭借秋授魁首的身份在5院立足，与萧金鸿产生交集，另一方面又让他在文院当学生，接触其墓穴。这份培养又何尝不是一种平衡与试探？龙阙院乃大玄王朝最高学府，网罗天下奇才，汇聚百家学说，如道、兵、法、方士、佛门，皆有泰斗巨擘在此执教，藏有无数奇门异术与真传秘武，能踏入其中的，非功臣之后即绝顶天才。通过考核进入的难度不至于科举夺魁。瑞王府深庭，青砖灰瓦，不见奢靡。八皇子已在前厅静候了1个时辰，他端坐着，面上看不出丝毫不耐，只有恰到好处的恭敬。不久后，一道身影缓步而来。6皇子瑞王身着长服，面容平和，眼眸却如古井寒潭，不起波澜。他气息内敛，仿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让八弟久等了。
瑞王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本王近些时日潜心修行，对外界俗事所知甚少，怠慢之处，八弟见谅。八皇子心中暗骂一句虚伪，这老六掌控着梵月楼庞大的情报网络，京都风吹草动，岂能瞒过他？这分明是明知故问，逼自己先开口，落了下乘。八皇子心中腹诽，脸上却笑容更盛。六哥说的乃里话，是臣弟冒昧打扰才对，实在是近日发生一事，关乎六哥，臣弟思来想去，觉得必须告知六哥。哦，何事？瑞王拂袖坐下，自顾自斟了杯茶。六哥可知，父皇日前下了圣旨，为咱们那位刚刚回京的19弟赐婚了。八皇子仔细观察着瑞王的反应，缓缓道：赐婚的对象除了齐景明先生的嫡女齐慕雪之外，还有神武侯府的那位女战神萧金红。他刻意顿了顿，才仿佛不经意地补充道：我若没记错，齐先生家那位倾力绝尘的才女，似乎是六哥心仪多年之人。六哥为了她，至今府中空悬正妃之位，这份心意，京都谁人不知？如今父皇这般安排，实在是……他话语未尽，但意思已然明了。果然，在听到齐慕雪名字的瞬间，瑞王端茶的手指机不可察的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虽然转瞬即逝，但一直紧盯着他的八皇子捕捉到了。成了。八皇子心中一定，继续添柴加火。六哥，先前你我之间或许因为家与梵月楼有些误会，闹得不太愉快，但如今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19弟嚣张跋扈，一回京便搅风搅雨。若再让他得了齐家和神武侯府的助力，日后这京都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当务之急是联手搅黄了这桩婚事。瑞王沉默不语，只是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八皇子知道他在权衡。不久前，因楚王遇刺之事，杀生台与九重楼这两大杀手组织损失惨重，背后牵出的红尘斋与魏家也进行了一轮激烈的暗中交锋。红尘斋的长老震怒，派人袭击了魏家几处重要矿场，让魏家筹措资金的计划大受影响。而魏家亦非一羽之辈，动用朝中力量，以工部禁令为由，叫停了梵月楼在其他数州新楼的修建，双方可谓两败俱伤。八皇子趁热打铁：六哥，因为先前的一点小误会，你我两家都损失不小。如今陆家已然插手，接下来的玄镜山矿脉之争，若我们再不联手，反而继续内斗，恐怕只会让陆家和我们那19弟坐收渔利，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以我们两家的财力，联手拿下玄镜山矿脉，轻而易举。至于分配份额，臣弟可以替魏家做主，我们只要30%，其余70%尽归六哥与红尘斋。如此让步，不可谓不巨大。瑞王终于抬眼，目光幽深地看向八皇子：你想要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八皇子让利越多，所图必然越大。八皇子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压低声音，语气却异常坚定：我想助六哥登上太子之位。瑞王瞳孔微缩，面色一沉，呵斥道：武平侯，此话岂能乱说？父皇尚在，太子殿下仍在东宫，你此言与谋反何意？六哥，臣弟是真心实意。八皇子情绪激动起来，如今的朝局有多混乱，六哥比臣弟更清楚。父皇他已经老了，糊涂了，这糜烂的朝局他不思整顿，反而刻意扶持一个流落在外20年的老19，这是为何？他早已对太子不满，对伟大不掉的吕家不满，可父皇看错了，光凭一个老19和示弱的陆家，根本不可能是树大根深的吕家对手，就算有父皇在背后支持，也必败无疑。他站起身，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狂热。太子之位，在臣弟看来，唯有六哥你可取而代之。六哥你富可敌国，背后更有红尘斋这等庞然大物支持，连封号武道的盖世强者都甘愿以你马首是瞻，这天下有何不可取？那朕海王虽强，但我皇室也有一品底蕴，只要六哥能拿到传国玉玺，得到龙脉认可，朕海王也只能承认。届时借龙脉之气修行，六哥未必不能问鼎那一品之高之境。他说着，眼中浮现出细密血丝，声音突然哽咽：臣弟所求不多，只为给我那惨死的红儿报仇，只要大仇的报，臣弟做什么都在所不惜。八皇子咬牙切齿，似乎认定了秦红是死于秦墨之手。红儿是臣弟一步步看着长大的，他的死，臣弟痛心疾首，夜夜难眠，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哪怕将来六哥问鼎至尊之后，觉得臣弟碍眼，将臣弟弃之如敝履，臣弟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瑞王静静地看着他声泪俱下的表演，目光悠悠，这情真意切的悲愤不似作假。他摇了摇头，语气缓和了些许，带着一丝安抚：本王岂是那等忘恩负义之辈？如今朝局糜烂，纵使本王真有那一天，手底下也需要能臣甘力支撑，岂会无故诛杀功臣？听到这话，八皇子仿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激动的再次哽咽：六哥，臣弟后悔没能早些来见六哥。
若早知六哥有此胸襟，陈帝何至于落得现在这境地？将来哪怕六哥想将这天地捅个窟窿，陈帝也誓死追随。请六哥吩咐，接下来该如何对付老19？陈帝定不遗余力。瑞王淡笑，对付他，本王需要特意去对付他吗？八弟，你太高看我们这个19弟了，年纪轻轻，锋芒过露，身为棋子而不自知。齐慕雪和萧惊鸿这两桩婚事，他能否接住还尚未可知，接不住便是自寻死路。八皇子面露疑惑，六哥，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去龙阙院，什么都不做？瑞王平静道，龙阙院藏龙卧虎，心高气傲者不知凡几，本王只需吩咐一声，自会让他吃尽苦头。眼下真正重要的不是玄镜山那点矿脉，也不是老19，而是大玄开国庆典将至。此次庆典规模空前，父皇下了旨意，本王避无可避，须与太子共同负责京都与皇陵的守备事宜。届时天武大典、三教会晤皆在庆典之日举行，鱼龙混杂，各方势力云集，最易生乱。他目光深远，沉声道：听说西方的万佛宫、东土的神霄门、北离的春秋山，这些年来都寻到了新的福地洞天，挖掘出了能直接吸收提升修为的原石，进展迅猛。我大玄疆域最广，资源最丰，他们早已虎视眈眈，这次天武大典关乎国体颜面，必须要压过他们一头。八皇子立刻领会，拱手道：六哥放心，羽化台、红尘斋、如圣庙、五仙庙都站在大玄一方，以六哥之能与他们维系好关系，压服外邦，必无大碍。至于庆典期间那些繁杂琐事，尽可交给陈帝去办，定为六哥分忧解难。京都东院的龙阙院，傍内城东山，影城外经灵湖水，院落规模堪比第二座皇城。通往龙阙院的道路宽阔得令人啧舌，青石铺就的路面宽达数十丈，平整如镜，足以容纳数百铁骑并列冲锋。这已经不像是道路，而像是一座可检阅大军的广场。而在这广场的尽头，便是龙阙院的正门。这座恢宏的门户由整块整块的白玉色巨岩垒砌而成，高达10数丈，风格古朴雄浑，不见过多雕饰，却自有一股巍然耸立、镇压四方的气魄。秦墨抬头望向学院正门上方那巨大的匾额，龙阙院3个鎏金大字，龙飞凤舞，笔走龙蛇，每一笔都仿佛蕴含着无边的剑意和气吞山河的豪迈。传闻这是大玄开国太祖皇帝亲笔所题，不仅字迹间蕴藏着无穷的武道真意，更承载着开国时的那份睥睨天下、席卷八荒陆河的无上意志。千载之前，天地间曾有一次灵气潮汐，是后世所称的复苏前兆。彼时，天下间一品境界的陆地神仙辈出，远胜当今。大玄太祖虽非其中修为最高者，但他才情经世，人格魅力超凡，麾下聚拢了无数豪杰强者，方能在这群雄并起的时代开创大玄不世基业。这龙阙院便是他着眼于未来，为培养王朝栋梁而设，底蕴之深远超常人想象。踏入这扇大门，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世俗的君臣之别、爵位高低被暂时搁置，唯有师长与学生的身份区分。院内共分5座分院，专研杀伐征战、锤炼武道的武院，传承圣贤文章、礼仪教化的文院，探究阴阳五行、方术丹道的道院，研修佛法禅理、明心见性的佛院，以及最新增设由羽化台方式主导，研究那玄之又玄的原石与新兴力量的仙院。5院并立，背后分别站着朝廷、如圣庙、道门祖庭、佛门净土以及神秘的羽化台，彼此制衡，又共同构成了龙阙院深不可测的格局。穿过气势恢宏的大门，在5院中心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呈墨黑色，其上盘绕着一尊栩栩如生的真龙浮雕，龙首昂扬，威压无穷。这便是闻名天下的除龙碑。碑身有方士仙术加持，精妙阵法自行运转，其上流光溢彩，罗列着一个个名字。此碑记录的是整个大玄王朝年轻一辈的天骄排名，并不仅限于龙阙院内，但凡大玄疆域之内，无论出身何门何派，只要年龄在20岁以下，皆可入榜。排名高低主要以每届天武大典的表现评定。将这块碑立在龙阙院中心，为的就是激励院内的勋贵子弟和武道天骄。传闻中，如今权倾朝野，被世人私下称为女魔头的魔道魁首洛贵妃，当年便曾登顶除龙碑第1，压得同代天骄境皆失色。秦墨目光扫过碑上名字，这些名字有大半他都很陌生，不过这些名字后面都标注着所属势力与部分战绩。前10之中，龙阙院学子占据了4席，排名最高的位列第3，赫然正是神将侯府的萧惊鸿。其后简略记载着曾率800轻骑踏破西漠王帐前沿，刀斩北离吴平等卓越战绩。他的目光继续下移，在第30名左右的位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秦秀虎。秦秀虎那特殊的体质，一旦发狂，等闲6品武者根本治不住他，如此实力也只能排在30名左右，足见这除龙榜的含金量极高。
能在20岁前踏入6品之境，几乎个个都是天才，拥有问鼎3品武道大家的潜力。1年之后，林凡那小子应该也能上榜了吧？秦墨记得大概是1年后的时间点，林凡拜入在龙象真宗崭露头角，强势登上除龙榜。至于他自己，如今仍是7品修为，在外人看来，他流落民间20年，未曾享受皇族资源，修炼起步又晚，境界低微实属正常。但他们并不知道，秦墨真正踏入武道的时间其实极短，若按修炼10日来算，他这精进速度堪称万古无一。进入龙雀院内部，环境清幽，古木参天，行至一处廊檐下，见几名老者正围坐在一起下围棋，旁边还放着些许铜钱作为彩头。这些老者年纪大的已是须发皆白，年纪轻些的也是两鬓斑斑，气度皆是不凡。见秦墨2人路过，其中一位执白子的老者随意抬眼问道：“这位学子面生得很，新来的？”秦墨停下脚步，微微颔首，既是学生，也是执教。闻言，几名老者都不由得放下手中棋子，仔细打量起秦墨，能在龙雀院执教，绝非易事。他们这群老头子在文坛宦海沉浮大半生，方有资格在文院谋得一席教职。龙雀院上一个如此年轻的执教，还是萧家那个女娃和齐府那位才女，这年轻人什么来头？看秦墨气度从容，神色平静，不似玩笑。一位青衣老者神色凝重了几分，问道：“去哪院执教？”“武院。”秦墨语气依旧平静。“武院。”几名老者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面面相觑。那青衣老者忍不住皱眉道：“你一个7品去武院当执教年轻人，你可知道武院里都是些什么人？那可都是各家王侯倾尽资源培养出来的小怪物。他们从出生起就在顶级大药中温养经脉骨血，10岁入8品者比比皆是，更有天资卓绝者，15岁便已修成7品。虽离圆满尚需打磨，但个个身负骄相之力，性情桀骜。你若是压不住他们，往后可有吃不完的苦头。听老夫一句劝，还是先去文院安稳些。”起初看秦墨气度儒雅随和，他们还以为是某位儒家大能新收的弟子来文院进修的，一听是去武院执教，都觉得难以置信。龙雀院5院之中，武院地位最高，含金量也最足，能进去的都是真正的武道天骄。至于文院，虽也名师云集，但学生质量确实参差不齐，多是勋贵世家塞进来镀金的子弟，学风相对散漫。秦墨对此不置可否，他本就身负2重身份。辞别几位好心提醒的老者，他转而向文院方向走去。文院区域，亭台楼阁更显雅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各个学堂内传来朗朗诵读之声，有启蒙孩童的稚嫩嗓音，有教导皇室礼仪的肃穆腔调，也有讲解圣贤经典的沉稳声音。成年皇孙世子们大多聚集在教授圣贤经典的学堂。秦墨信步走入其中一间，只见堂内学子认真听讲者寥寥无几，有人伏案打盹，有人交头接耳，更有甚者躲在书册后玩着精巧的物件。秦墨的到来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龙雀院乃封闭管理，学子1月方有一次休沐可外出，院内之人除了执教师长，并不能随意出入，因此他们不认识自己这楚王，实属正常。不多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学堂内的子弟们顿时精神一振，不少人眼中露出期待之色。这堂课本应是齐慕雪授课，其大家才貌双绝，是无数勋贵子弟心中的仙子，即便听不懂那些深奥经义，能一睹芳容也是好的。只不过进来的却是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她容貌端庄，气质温婉，但相较于众人心中的齐慕雪，却是魅力大打折扣。学堂内顿时响起一片细微的失望叹息。美妇开始授课，讲解圣贤之道。秦墨听了几句，觉得无趣，便干脆闭目凝神，吞了一颗龙虎大丹，自行运转体内真气，淬炼其体内骨骼。7品境突破到6品境不难，但6品境的高下之分很严重，有人淬铁骨突破，有人淬银骨突破，有人淬金骨突破。传闻金骨之上还有龙骨。修行的真传秘武越强，淬骨大药越好，淬炼高品质武道真骨的概率便越大。秦墨静心修行的这番举动，落在那中年美妇眼中，却成了十足的轻慢无礼。他姓柳，与齐慕雪关系亲近，更是从小看着齐慕雪长大的长辈之一。课前，齐慕雪的贴身婢女韩月曾特意找过他，隐晦提及这位新来的楚王殿下可能目空一切，让他帮忙留意。此刻见秦墨在他的课上公然无视师长，柳先生心中不由暗恼，果然如韩月所说，这19皇子一朝得势，便如此目中无人，竟敢在学堂之上如此懈怠。课业一结束，柳先生便沉下脸，柳眉倒竖，目光扫过正准备离开的秦墨，清冷开口：“那位闭目养神的学子，且留步。”秦墨睁开眼，看向他：“学堂之上，不尊师长，懈怠学业，成何体统？”柳先生语气严厉：“你去后山思过崖，将大玄祖训抄写30遍。
以示惩戒，不抄完不得离开。大选祖训，洋洋洒洒数千言，抄写30遍，便是数万字，这惩罚不可谓不重。秦墨正觉这惩罚来得有些莫名，一道纤细的身影便适时地出现在学堂门口。他一来，方才那些散漫的学子们立刻收敛了许多，纷纷笑着打招呼，口称韩月姑娘、韩月姐姐，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讨好。韩月微微颔首回应，随即走到秦墨面前，扶了一礼，语气却是不卑不亢。殿下，方才柳先生授课，代表的也是我家小姐的颜面，您如此无视学堂纪律，纵然小姐心善，知晓后也定会依院规处罚，还请殿下好好悔过。他此来存了试探之心，想看看这位传闻中嚣张跋扈的楚王是否真如外界所言那般不堪。若楚王殿下因此暴怒，忤逆文院的师长，甚至是仗着皇子身份为所欲为，那便能让小姐早日看清他的真面目，这顿罚便值得。不过让韩月意外的是，秦墨既未动怒，也未辩解，只是平静地看着他，问了一句：后山思过崖在何处？带路。韩月一怔，难道这位殿下真打算老老实实去抄那数万字的祖训？他心中疑惑更深，想看看秦墨究竟要做什么，便应道：奴婢为殿下引路。他准备好厚厚一沓宣纸与笔墨，领着秦墨往后山走去。思过崖位于文苑后山，地势颇高，视野开阔，山峰凛冽。到了崖边，韩月将纸笔放下，却见秦墨并无动手之意，只是负手而立，眺望远方。韩月忍不住蹙眉提醒：殿下，纸笔已备好，请您开始吧。秦墨这才转过头，目光落在他身上，淡淡道：抄吧。韩月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殿下，我是奉柳先生之命来监督您受罚的。监督？秦墨目光平静，不由得笑了笑。此事既然是你在一旁撺掇促成，那这代价自然该由你来承受。韩月脸色微变，还想争辩。殿下，您怎能？话音未落，他只觉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束缚住他，惊呼声中，整个人已被提离地面。秦墨不知何时已来到他身边，一只手拎着他的后衣领，将他悬空提到了悬崖之外。山风呼啸，吹得韩月衣裙猎猎作响。他低头一看，脚下是云雾缭绕，深不见底的山谷，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生平最是恐高，此刻双腿发软，脸色惨白如纸。抄，或者我现在松手。秦墨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却比那凛冽的山峰更让人心寒。我抄，我抄，殿下饶命，奴婢知错了。韩月吓得眼泪都出来了，头点得像小鸡啄米，连声求饶。秦墨这才将他拎回崖边平台。韩月双脚发软，几乎站立不住，瘫坐在地上，惊魂未定地喘息着。看着眼前厚厚的宣纸和那支沉重的毛笔，他心中叫苦不迭，却再不敢有丝毫违逆，只得认命的磨墨，颤抖着手开始一笔一画地抄写那漫长的大选祖训。秦墨则悠然走到一旁的大石上坐下，继续闭目养神，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山崖之上只剩下韩月委屈又恐惧的啜泣声，以及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仙院一片水幕显化出山崖上的景象，六皇子瑞王麾下的年轻方士与道人目光悠悠地看着秦墨。在文院你能横行无忌，等到了武院，看你还怎么以理服人。文院后山的插曲并未在秦墨心中留下多少波澜，对他而言，韩月那点小心思与柳先生的责罚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威风。翌日，他便按照安排前往龙雀院武院中地位最尊也最为桀骜不驯的武院。踏入武院地界，分为陡然一变。秦墨一身长服，气息内敛，行走其间与周围那些气血旺盛、气息强横的武院学子格格不入。大多数学子只是漠然地瞥他一眼，只当是哪个世家新送来进修的子弟，并未过多关注。他径直前往武院教习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韩的中年教习，因事狼顾，修为莫测。验过秦墨的执教令牌与陛下旨意后，韩教习眼中难以抑制地闪过一丝惊诧，但很快便恢复平静，公事公办地道：楚王殿下，武院惯例，新执教需在论武堂接受学子公开请教，以定其能，服其众，殿下可需时间准备。秦墨神色平静无波，仿佛在听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无需准备，现在便可。韩教习深深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言。请随我来。论武堂乃是武院核心区域之一，平日便是学子切磋交流、聆听高深武学讲解之地。当新任执教要在此接受请教的消息传开，尤其是得知这位新执教竟是那位近日在京都声名鹊起的19皇子时，顿时吸引了大量武院学子前来围观。不过片刻，宽阔的论武堂内便已聚集了数十名武院学子，他们大多衣着华贵，气息强横，修为最低也是7品，其中6品境的亦不在少数。这些勋贵子弟、武道天才们交头接耳，目光或好奇，或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落在缓步走入堂中的秦墨身上。他就是楚王。
那个在梵月楼杀人的。气息不过7品，也敢来五院执教，教我们什么？如何仗着皇子身份横行无忌吗？听闻他秋瘦夺魁，或许有些本事，但执教未免太儿戏了。议论声并未刻意压低，甚至带着几分肆无忌惮，清晰地回荡在堂内。秦墨神色平静，步履从容地走到中央站定，目光淡然地扫过面前这群跃跃欲试的年轻天才，心中古井无波。五院风气果然直接，也好，省去了许多虚与委蛇的麻烦。韩教习沉声开口，声浪压下嘈杂。肃静！今日新任弓马骑射执教，秦执教至此，依五院规矩，尔等可上前请教，点到为止，不得恶意伤及性命根基。话音刚落，便有一名身材壮硕、气息已达7品巅峰的青年跃众而出。他抱拳行礼，眼中却满是跃跃欲试。殿下，学生赵莽，请教殿下高招，不知殿下欲以何计指教？他显然是被人推出来试探虚实的马前卒。秦墨目光落在他缠着布条的手臂之上，语气平淡无波：你既用拳，便出一拳试试。赵莽闻言，脸色微变，觉得受到了轻视。他气机爆发，周身土黄色真气汹涌而出，双臂肌肉瞬间奔张如铁块，拳印径直轰出，带着一股崩裂山石般的气势，直直轰向秦墨面门。拳风所过，空气发出刺耳的音爆声。面对着凶悍无匹的一拳，秦墨身形不动，直到那拳头即将触及鼻尖，他才倏然抬手，右手并指如剑，后发先至。指尖之上，一缕凝练至极、散发着刺骨寒意的风雪剑意悄然吞吐，精准无误地点向赵莽的拳锋正中央。是，没有预想中的惊天巨响，只有一声轻微似冰晶碎裂的异响。赵莽那狂猛爆裂的拳劲，在接触到那缕凝练剑意的瞬间，竟如同骄阳下的冰雪，顷刻间瓦解消融。他整个人如被无形巨锤砸中，闷哼一声，踉跄着倒退出7、8步远，整条右臂覆盖上一层薄薄的白霜，刺骨的寒意伴随着酸麻僵硬之感蔓延开来，一时竟无法抬起。他脸色煞白，望向秦墨的目光充满了惊骇。旁人或许看不出门道，但他切身体会，这一指真气细致入微，只差分毫就能截断他的五脉，这是何等恐怖的真气控制与剑意境界。全场顿时为之一静，那些原本带着轻视与玩味目光的学子，脸色瞬间凝重起来。赵莽虽然也是7品境，但拳意领悟早已超越自身境界，按理说就是与6品武者切磋，也不至于落败得如此之快。但五院从不缺少天才与不服输之辈。短暂的寂静后，又接连有数名7品，甚至一名初入6品的学子按捺不住，上前请教。秦墨或用以指代剑，风雪剑意变幻莫测，或化掌为刃，隐隐带着一丝大日焚天手的灼热与焚灭之意，皆是在3、5招内便以精妙绝伦的手法破拒对方攻势，令其无功而返，甚至略有小错自始至终。他气息平稳如山，青山整洁如新，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份深不可测的从容，让论武堂内的气氛愈发压抑，质疑声渐渐被一种凝重的审视所取代。就在众人以为这位新执教已凭借实力站稳脚跟，今日风波将息之时，一个极具压迫感的身影分开人群，缓缓走到了场中。此人的出现让一直面无表情的韩教习眉头都机不可察地动了一下。那是一名女子，一名身高接近2米、体型极其健硕伟岸的女子。她身着特制的玄黑色劲装，紧紧包裹着那如同花岗岩雕琢般充满爆炸性力量的肌肉线条，手臂粗壮堪比寻常男子大腿，肩膀宽阔能担山岳，腰腹紧实如铁板一块。她的面容带着异样的阳刚之气，小麦色的肌肤闪烁着健康的光泽，一头乌黑长发简单束成高马尾垂在脑后。她仅仅是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其体内气血磅礴如潮，真气雄浑，赫然已是6品中期的修为。是撼山岳月麻儿。有人失声低呼，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敬畏。他怎么出来了？他平日不是只知闭关苦修，两耳不闻窗外事吗？这下真的有趣了。月麻儿的肉身力量在五院所有6品学子中足以排进前5，甚至传闻他曾与5品教习硬汉过一拳而不败。月麻儿并非京都世家子弟，而是来自北疆，他是不足数100年不遇的奇才，因天赋卓绝被特招入龙阙院5院。他性情直率，近乎木讷，不善言辞，心思纯粹，只痴迷于武道与力量的提升，在5院中是一个无人敢轻易招惹的特殊存在。我叫月麻儿。他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秦墨面前，干脆利落道：你很强，我想和你打一场。秦墨能感受到对方体内那如同火山般蛰伏的恐怖气血之力，简直就是邻家有女初长成，力拔山兮气盖世。月麻儿得到肯定答复，眼中战意瞬间升腾，他没有使用任何兵器，只是双拳一握，周身筋骨发出一连串低沉的爆鸣声，一股沉如山岳的恐怖气机爆发，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离得近的一些学子竟感到呼吸微微一滞。小心了！月麻儿低喝一声，
脚下猛然发力，坚硬的玄铁岩地面竟被踩出细微的裂纹，整个身躯如同一头蛮象横冲直闯。一股真气所形成的势龙照而来，让人动作迟缓。随后他直拳轰出，真气隐约凝形，如有一头蛮象踏沉神州，涤荡四野的恐怖冲击席卷而来。这一拳力量已远超寻常六品武者的范畴，力量纯粹，气势一往无前，以得力之真意。可惜刚泽一蛇秦墨心念电转，在那沛然墨玉的拳劲即将集体的刹那，他动了。他身形如风中柳絮，在拳临近前，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轻飘飘地向后滑开丈许，拳风擦着他的衣袂掠过，吹乱发丝，却也仅此而已。好快的身法！有眼力高明的学子忍不住低呼：楚王殿下这看似简单的后退，实则蕴含了极高明的解势与时机把握。月麻儿一拳落空，巨大的惯性让他前冲之势不止，但他对力量的掌控显然也极为精妙。腰腹发力，硬生生止住冲势，身躯灵活的违反常理，凝身便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横扫，粗壮如柱的手臂带着呼啸的风声扫向秦墨腰际。蛮象转头，气血轰鸣，踏碎山河之势不减。秦墨身形微侧，足尖在地面划出一道流转的灵辉，手腕轻搭月麻儿扫来的攻势，顺势一引，竟在接触处荡开圈圈，肉眼可见的气劲涟漪。他步履如踏星轨，每一次移动都牵引着四周的真气，将刚猛冲击悄然化入天地法则的韵律中，仿佛不是他在闪避，而是整片天地在为他卸力。这真武身法怎么同我家秘传的咫尺天涯如此相似？一个先前与秦墨切磋过的武道天才瞪大眼睛，一个荒诞的想法突然在心中冒头，但他怎么都不敢相信。实际上他猜的没错，秦墨是现学的，刚运用于实战还有些生疏，而且这身法很多地方不适合他，已经在试着借助外界压力不断改善。此刻论武堂内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场极致的较量，一方如山岳倾塌，霸烈无双，一方如清风流云，诡谲难测。月麻儿久攻不下，似乎有些焦躁，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周身气血沸腾，皮肤隐隐泛起一层淡金色的光泽，显然动用了某种增幅力量的秘法。风雷宝卷，秘武震月。他终于使出了压箱底的绝学，一拳轰出，拳意竟隐隐凝实，仿佛真的有一座无形无质却又沉重万钧的山岳虚影随着他的拳头一同压下，那股镇压一切的意境让台下不少学子都感到心头一沉，呼吸困难。这一次秦墨没有再退，他目光微凝，体内真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金乌炎阳与大日焚天手的炽烈真意在意念中交织，整个人不退反进，迎着那阵月一拳而去。轰！一声巨震，猛烈的气劲席卷，地面比钢铁还要坚硬的玄武石轰然下沉，寸寸皲裂。月麻儿那仿佛能镇压山岳的权势，在接触到那金色真气时，竟如同被戳中了命门的巨兽，磅礴的力量骤然一滞。他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剧烈一晃，闷哼一声，连退3步才稳住身形。此刻他望向秦墨的目光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与茫然。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凝聚了全身力量的一拳仿佛打在了一片虚无之中，所有的力道都落在了空处。秦墨那一掌并没有多大的力量，但却无视了他强横的肉体防御，直接透体而入，瞬间扰乱了他体内原本顺畅运行的气血，让他五脏六腑都如被炎阳焚烧，气息滞涩难言。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看得分明，秦墨并未以力破力，他用的力量远不如月麻儿，但他却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精妙到毫巅的方式破掉了月麻儿的攻势。这已不仅仅是技巧，更是对力量本质的深刻理解。秦墨收指而立，气息依旧平稳，看着月麻儿淡淡道：力量虽强，刚不可久，运转之间尚有凝滞，若能明刚柔虚实之变，权益当能再进一步。他这话直接点出了月麻儿功法中的缺陷与改进方向。月麻儿正在原地，脸上的惊愕渐渐化为思索，随即那双充满野性的眸子中爆发出明亮的光彩。他并未因落败而恼怒，反而恭敬地直弟子礼，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诚恳：谢秦师指点，月麻儿受教了。他性格直爽，崇尚强者，秦墨不仅以弱胜强击败了他，更一眼看穿了他功法的弊端，并予以指点，值得他敬重。随着月麻儿的认输与感谢，论武堂内最后一丝质疑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好奇与思索的复杂情绪。这位新任的楚王执教似乎与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嚣张跋扈的皇子完全不同。秦墨目光再次平静地扫过全场，这一次再无一人敢与他对视，不少学子甚至下意识地微微垂手，以示尊敬。还有谁要请教？他淡淡问道，声音在寂静的论武堂内回荡。堂内一片默然，唯有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韩教习适时上前一步，沉声宣布，语气里带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既无人再请教，自今日起，楚王殿下便为五院弓马骑射执教，尔等需尊师重道，用心受教。是。
谨遵教习令，拜见秦执教。这一次回应声整齐了许多，也郑重了许多。与此同时，山上一座视野极佳的八角亭下，一道身姿挺拔如傲雪青松的身影，不知何时悄然立在那里，俯瞰着五院众人。他身着玄色劲装，青丝剪束，身姿如松，面容冷冽俊美，眉峰锐利，自带一股盛气，正是神江侯府的千金，除龙榜第3的大选女将星萧金红。7品修为能窥破蛮龙肢体的弱点，以巧破力，以技破力，看来楚王还不算庸才。萧金红心中低语，眸中淡漠稍减，天资莫约抵得上3个秦绣虎，放眼整个万法天下，也算上是登堂入室了。龙雀院一行，一战立威，灵众足足涨了3000之数，可见五院之人皆是气运不凡之辈。秦墨没在龙雀院多留，当日便回了楚王府。王府深处，一处被蛊虫环伺，无人敢靠近的园子，已经被他改造成了药园。药园中心开辟出一处幽深寒潭，被光影谷遮掩了真形的完整养龙莲扎根在寒潭最中心。方圆数丈之内种满了各种举世罕见的天地大药。按理说，养龙莲离开了龙脉，药效只会不断流失，直至枯萎。其他罕见的天地大药生长条件也极其严苛，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座药园内。但在楚王府内，这幅景象却真实存在着。为了打造这片药园，秦墨差点榨干小白蛇的毒丹，让他陷入了漫长的冬眠期。秦墨用至木灵体不断催化养龙莲，使得白莲超出生长年限，自动消散，化作寒灵玉髓。如今这一整座寒潭有一半都是寒灵玉髓，各类灵药的根系蔓延扎根于寒潭，吸收着这最精粹的地脉之力，才得以相安无事。南巫大祭司不仅善养蛊，在种植灵药上也颇有心得。秦墨便吩咐他在这灵药园住下，既负责成熟灵药的采摘封存，也负责守卫。起初见到这幅场景的南巫大祭司震撼不已，更加确信秦墨的身份，他热泪盈眶，叩首不止。殿下，此等让草木之灵夺天地之精的无上神通，正是大炎黄族血脉神通中的一种啊！苍天有眼，能让老臣见古籍中的炎黄神通，误会越来越深。秦墨也解释过，这只是巧合，但南巫大祭司完全听不进去，万分失态地哽咽道：“老臣明白，如今此方天地炎黄血脉举世无双，魔道歹人有换血之术，若被人知晓，是泼天大祸。老臣定誓死保守秘密。这是幽魂子母蛊，母蛊已经认主殿下，可由殿下控制，子蛊被臣吞下。但凡殿下发现老臣魂魄有异，一念之间便可取走臣的性命，真仙难救。”为表忠心，南巫大祭司毅然决然地吞下价值无穷的幽魂子蛊，任由其寄生血肉魂魄之中。这母蛊颇为奇特，通体黑色，像是只千足蜈蚣。他对气息极其敏感，迅速爬上秦墨的手臂，汲取了气息之后，通体如墨玉的身躯开始向着黄金色转变。秦墨清晰地感应到，这幽魂母蛊在失去自我意识，逐渐变成他能完全控制蛊虫躯壳。在幽魂母蛊的视线中，天地失去了颜色，但与南巫大祭司之间却存在一条黑白交织的生命线。老臣誓死效忠殿下。听到药园外有脚步声传来，南巫大祭司躬身告退。秦墨挑了挑眉，他不知道这老头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这效忠的方式的确让人讨厌不起来。小时9、6品用的养血秘药快凑齐了，只差几份罕见的大药。太子妃走出绣楼，寻到正在药园中的秦墨。刚简单学了一段御蛊心法的秦墨，抬袖一挥，园中隐藏的蛊虫如潮水般退开，让出一条小径。那几份大药在京都神药堂的库存中都没有，或许要费些时间。杨玉婵话音戛然而止，他的目光触到药园深处那一片灵光流转的药草时，凤眸圆睁，纤手掩住朱唇，一时竟失了声。这在大玄，药草年份达到300年，可称灵药；灵药年份达到500年，可称宝药；宝药年份达到1000年，才能称为天地大药。每一株都是无价之宝，因为生长周期实在太长了，就算有这等天地大药，也早就前人所采，几乎没有留存后世的。可此刻，在这楚王府昔日的花园中，竟变得生满了宝光莹莹的宝药、大药。目光所及，不仅种类繁多，最差的宝药也近乎500年火候，而年份最久的那一株，竟隐隐触及3000年灵物大限。杨玉婵只觉得心口砰砰直跳，呼吸都急促起来。对他这等深谙药理的人而言，眼前这一幕比直面一座金山更令人心神激荡。他不知道秦墨怎么做到的，但那一股股交织弥漫的馥郁药香，真实的不能再真，绝非幻术所能模拟。这满园生机，简直就是神迹。就在这时，秦墨心念微动，察觉体内命途灵种境陡然增长了1000之数。他若有所思地看向尚在失神中的皇嫂，温声问道：“这园中可有皇嫂所需的大药？”杨玉婵蓦地回神，神色喜悦：“何止是有，若这些并非幻象，足以替换掉园方中几味稍逊的药材，
外公理想中那真正的九转仙方或许能重现于世。他胸脯起伏不定，对一个毕生钻研药理的人，能亲手调配这近乎传说的仙方，是天大的机缘。秦墨点头道：“那便按最完美的九转仙方来配置，不必另惜灵药，这园中一切任你取用。先前所用的九转仙方养血秘药，对下3品武者已是极限。如今他即将突破6品，体魄承受能力远胜往昔，正是尝试这最强版本仙方的最佳时机。早知道小19你只有这些，何必再去梵月楼？这里随便一株3000年份以上的大药，放在外界都是无价的至宝。”杨玉婵抿了抿鲜艳单唇，目光似乎有些幽怨。日升月落，接下来的3天，他除却必要的梳洗，几乎寸步不离药园。他小心翼翼地查验药性，反复推敲实验，重新搭配药方。3日后的黄昏，一桶赤红如浆、热气蒸腾的养血秘药终于熬成。药液翻滚，散发出磅礴而精纯的能量波动。秦墨运转真气，护住周身肌肤，毅然踏入那桶赤红如浆、热气蒸腾的养血秘药之中。轰！药液斧一接触肌肤，磅礴如潮的药力便无视了真气的阻隔，仿佛无数根烧红的细针，直接穿透皮肉，朝着更深处的骨骼钻去。剧烈的灼痛与酸麻瞬间席卷全身，秦墨立刻将意识进入到内景地，将剧痛减轻到1%。随后静气凝神，运转起从金乌断神术中领悟改进的5道真经，金乌柱古功功法一经引动，桶中药液仿佛被无形之手搅动，形成一个漩涡，以它为中心，更加汹涌的药力化作丝丝缕缕的金红色能量，强行渗入4肢百骸的骨骼之中。6品境的修炼重在重塑5道真骨，需经历铁骨、银骨，最终成就筋骨的蜕变。初时剧烈的疼痛如同要将每一根骨头都碾碎重组。秦墨能清晰地内视到，自身原本坚韧的骨骼在狂暴的药力冲击下，表面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纹，色泽也由原本的银白向着一种深沉的暗灰色转变，质地变得更加密实沉重。这便是铁骨出成的征兆，如同反铁背投入红炉，接受第一次锤炼。守在一旁的杨玉婵全神贯注，凤眸紧盯着秦墨体表的变化和药液的颜色，见他气息稳定，体表开始泛出金属光泽，便知时机已到。他先手一扬，将早已备好的一份5000年份的化龙果与寒灵玉髓混合研磨的粉末，精准投入药桶。吃，新的大药粉末融入，沸腾的药液瞬间平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炽烈的能量，颜色也从赤红转向暗金。秦墨身躯巨震，只觉得钻入骨中的药力陡然增强了数倍，那感觉不再是细针刺扎，而是如同被巨锤反复锻打。骨骼深处的杂质被进一步挤压排出，透过毛孔化为缕缕灰黑色的气息消散。暗灰色的铁骨在如此狂暴的淬炼下，裂纹被新生的更为坚韧的物质填补，色泽逐渐转向一种明亮的银白，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体内骨骼全部完成蜕变，秦墨感到身体仿佛轻盈了许多，但骨骼的硬度与韧性却提升了何止数倍，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杨玉婵不敢松懈，再次投入第3份关键大药，一味接近9000年大限的羽化仙藤辅以太阳金晶的粉末。这一次药液彻底化为璀璨的金色，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涌入体内的药力变得温和了许多，但渗透力更强，如同金色的神浆流淌过已是银光灿灿的骨骼。银骨在这金色神浆的滋养下，开始发生本质的蜕变，一缕缕的金色纹路自骨骼最深处浮现蔓延。恰在此时，异变陡生，秦墨身躯猛地一震，一口色泽暗沉的淤血猛地咳出，原本周身莹润的仙光刹那间暗淡下来，气息也跟着紊乱。那本是滋养自身的9转仙方大药，仿佛成了世间最猛烈的毒药，在他体内肆意横冲直撞，疯狂地侵蚀着他的血肉。细密的血珠不断从他皮肤表面渗出来，转眼就将一桶宝药染得泛起丝丝缕缕的猩红。一直全神贯注守在一旁的杨玉婵瞧见这一幕，顿时花容失色，香汗未干的额头瞬间布满了金黄与焦急。他下意识的就要把手中那几味用来缓和药性的辅药投进桶里，想要挽回局面，可他的皓腕却一只滚烫且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不能中断，不能中断。浸泡在药浴中的秦墨抓住杨玉婵的手腕，沉声道：“可你现在浑身都在流血，这9转仙方的药性极其霸烈，我们不能赌命。”杨玉婵急切出声，秀眉紧蹙，想要挣脱开秦墨。他皓白的手腕已经捏得通红，唇瓣咬出血，内心十分纠结，是否要中断这危险的药浴。继续。这一次秦墨的声音加重了几分。杨玉婵抬眸看到那双冷静的眸子，她挣扎的动作停顿下来，凝视了秦墨一瞬，最终银牙一咬，选择了相信。她收回了准备投入辅药的手，任由秦墨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腕，另一边继续投入9转仙方所需的烈性大药，紧张万分地注视着桶中的变化。秦墨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修行的太快了，哪怕是大玄历史上记载修行最快的天骄，也没有人能在2、3月的时间内从毫无修为修炼到他现在这个境界。他是身穿，不是魂穿。大玄的修士几乎每一个都是从小就开始打基础的，而他虽然有命途改命，获得了天生五脉，但缺少了这一环节。如今他的修行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体极限，这一点在进行这次九转仙方的要玉时显现出来，稍有不慎，肉身可能就会崩溃。命途，秦墨意识沉入万象命途，他之所以敢继续，是因为林仲再一次突破了1万之数，全部用来凝聚体类命术。体类命术凝聚时，身体会有一次翻天覆地的蜕变，可以消弭这等祸患。随着秦墨念头一动，命途空间内所有灵种消耗，命途的星空光影中，3道炽热的万丈金红轰然落在他意识深处。那金光炽热无比，比以往凝聚的金色命格都耀眼。肉身在突破时，凝聚体类命术还有额外加成。秦墨意外发现这一点，目光落在那3道金色命术上，密密麻麻繁奥的符文逐渐显化成他认识的文字。金蛟骨，骨若千年大蛟，血肉精华生生不息，初始肉身力量达108000斤。佛陀骨，铸金刚琉璃体，万邪不侵，佛光无量，如真佛转世，立可脱龙象。无忌骨，煌煌无上骨，雷道化神通，9重无忌骨，仙佛难挡，未比雷祖。依旧是3选1。金蛟骨再进一步，或许能蜕变成真龙骨，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佛陀骨也不差，只是佛光照体，怕不是要被佛门净土的那些大和尚奉为祖师，净土也不是上下一心，卷入他们的争斗，没有这个必要。秦墨忽略了前面2个选择，这些都只是小缺点，真正让他舍弃前面2个，做出选择的还是无忌骨，太强大了。武道神通一般只有3品修出元神的武者才能练出在精彩绝艳之辈，能在中3品修炼出武道神通雏形，已经非常了不得，亿万无一。而这无忌骨与雷霆有关，能让他在6品境时就能初步掌握武道神通。随着他念头落下，这道比其他金色命术都更加炽盛，宛若万古大日，永恒不息的金色体类命术无忌骨彻底与魂魄融合。轰！命途震动，药欲沸腾。秦墨双眸紧闭，身上一股玄之又玄的气息开始修补肉身濒临崩溃的伤势。已经修淬成的淡金色武道真骨疯狂吸收着九转仙方配出的金色神浆，在所有银骨都变成完美无瑕的金色时，蜕变仍在继续。血肉之间神息孕育，一道道雷霆神纹烙印进骨髓，武道筋骨在雷光下寸寸崩裂重凝，化成最内敛的繁体白骨。无忌骨成。此刻秦墨通体骨骼犹如仙金铸造，坚不可摧，内蕴神华。他甚至能感觉到骨骼之中自成循环，与气血真气交融共鸣，呼吸之间隐隐有风雷之声在骨髓深处回荡，磅礴的力量感充盈着每一寸身体。日升月落，这场淬炼持续了整整1日1夜。当桶中药液的颜色彻底变得清澈透明，所有药力都被吸收殆尽时，秦墨猛地睁开双眼，眸中雷光一闪而逝。6品金骨境大成。他轻轻一握拳，空气中就发出一声音爆般的清明。如果再与月门儿对战，他现在不需要再等机会，一拳就能破了他的满体。如果运用无忌骨中蕴藏的雷道神通，就是5品化煞境也只能避他锋芒。一直紧张守护在旁的杨玉婵，在秦墨睁开双眼的刹那，便对上了他眸中那令人心悸的雷光。娇躯下意识的微微一颤，仿佛被那无形的锋芒所射，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随即他便看到秦墨长身而起，那原本因流血而显得可怖的身躯，此刻宝光内敛，肌肤莹润之下似有金芒流动，先前所有的伤痕已荡然无存。更让他心惊的是，秦墨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息渊庭月至，深不可测，与他认知中刚刚突破的6品金骨境武者截然不同。那股破人气息让他仿佛看到了神话天庭中的仙浆。成功了。杨玉婵声音微颤，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份紧张。他几步赶上前，顾不上什么礼仪规矩，伸出纤细手指，小心翼翼触碰秦墨手臂肌肤。指尖触及之处，一股磅礴力量如蛰伏真龙，皮肤之下更是坚韧无比。岂止成功！杨玉婵眸光异彩连连，后怕中满是见证奇迹的激动。骨裂重生，雷霆内敛，小19，你这筋骨绝非寻常，九转仙方在你身上生出了古籍未载的奇妙变化。他仰头，目光灼灼看向秦墨，仿佛此刻才真正认识这位神秘楚王。先前的担忧纠结瞬间烟消云散。药源是神迹，而小19能在霸道药力下破而后立，铸就前无古人的根基，他本身又何尝不是惊世神迹呢？殿下感觉身体如何？这一天龙阙院的人来催了，说是殿下已经缺了很多颗。杨玉婵目光灼灼，
柔声问道。不去。秦墨摇头。既然那两家的人不想见我，我又何必上赶着过去？龙雀院再来人直接拒绝。杨玉婵掩嘴轻笑，心中莫名开心。萧两家的千金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给了他先下手的机会，以后再想压过他可就千难万难了。对了，殿下，玄镜山矿脉有消息，竞价就在近几日。秦墨淬炼无忌谷的这几天内，杨玉婵麾下心腹侍女来过几次，带来些新的消息。魏家似乎已经与梵月楼联手，以他们两家的财力争玄镜山的席位，几乎不会败。杨玉婵将一份详尽的玄镜山矿脉地图铺开，指向图上划分清晰的两片区域。夺得头席可得5成开采区域，次席则仅有2成，余下之地目前仍属朝廷管制。以月离之名成立的风铃商会，加上神药堂的全部积蓄，最多能调动3500万两。陆延之虽有心为你出头，但陈家商会至多也只能拿出2000万两。一旦他发现魏梵两家联手，恐怕不会死磕到底。毕竟陈家近几年元气大伤，若在京城再吃个大亏，未来很可能被其他8大巨氏门阀分食吞并。秦墨凝视着地图上那3片区域，目光停留片刻，道：如果魏家的目标从争次席变成了夺头名，对我们来说反倒省心了。殿下另有安排？杨玉婵微微疑惑。在皇嫂看来，朝廷为何要将玄镜山这等要地交与民间开采？秦墨不答反问。如今大玄东、南2县战事吃紧，国库开支如流水般只出不进。杨玉婵从容应答，拍卖玄镜山矿脉，首要目的便是从这些巨氏门阀手中筹措银两。再者，即便矿脉交由民间开采，其中玄铁仍属朝廷禁物，采出后精品只能售给朝廷。谁得了这开采权，谁就成了替朝廷办事的皇商。说到底，最大的赢家还是朝廷。秦墨点头，这2点都没错，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杨玉婵微怔，盯着地图思索片刻。难道这矿脉有问题？皇嫂果然聪慧，一点就通。秦墨笑道：太子殿下监国3年，除了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坏心思也是很多的。玄镜山矿脉之争，让月离的商会只争第2，陈家只需要给魏家压力，让他们去争第1便可。杨玉婵认真地盯了秦墨一眼。你先前连我都瞒着。他没问这矿脉到底有什么问题，但也猜到了一些。秦墨笑道：前些日子看皇嫂讲得太认真，便没忍心打扰。你早就知道，那你还看看我前几日派人为你东奔西走，调算神药堂和风铃商会那点家底，生怕资金不够，在魏家和梵月楼面前露了怯。他越说越觉得有些气闷，忍不住伸手在他手臂上轻轻拧了一下，力道不重，却满是情绪，害我白白担惊受怕。你这人怎地如此讨厌？这番举动与他平日沉稳智谋的形象大相径庭，反而显得格外真实动人。秦墨受了他这一下，看着他难得流露的小女儿情态，轻笑道：皇嫂莫怒，此事关重大，知道的越少越真。皇嫂为我谋划周全，我心中有数，怎会有意辜负？杨玉婵听他解释，气消了些，但面上仍故作冷淡，轻轻哼了一声，别过脸去。下次若再这般瞒我，休想我再为你劳心费力。话虽如此，那微微泛红的耳根却泄露了他并非真的生气。秦墨知他性子，笑着应下。杨玉婵这才转回目光，神情重新变得认真，低声道：罢了，你心中有数便好，那便听你的，只争第2。不过若将来真将八皇子逼到绝路，他难免不会狗急跳墙。这些年他把持禹州底蕴不浅，你还是要多加小心。秦墨点了点头，目光再次落在地图上那被标记为头席的矿脉区域，眼神深邃。与此同时，太子府书房内灯火通明，工部侍郎李景言恭敬地垂手立于下手，禀报道：殿下放心，玄镜山那边表面的一切都已处置得天衣无缝，所有勘探记录、矿样分析皆与往年无异，任谁去查也只会得出矿脉丰饶、易于开采的结论，绝无半点破绽可寻。他低着头，眼角余光小心地瞥了一眼端坐于上首、面色平静无波的太子，内心却是翻江倒海，寒意阵阵。外人皆道太子中庸无能，监国3年毫无建树，如今竟沦落到要变卖天界核心资产来筹措军费，实非雄主之相。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才是殿下最高明也最狠辣之处啊！他越庸才，旁人才能越看不上他，从而掉以轻心。那玄镜山矿脉划分出的最大那片区域，看似富饶，实则岩层诡异，伴有地底毒瘴。除了最浅一层的玄铁矿可以轻易开采，越往下越难。以寻常矿工之力，根本不可能开采，除非让中3品的武者去充当矿工，但这代价普天之下谁能负担？这根本就是一条绝路。最后不论是谁拍到这矿脉第1席，投入的巨资都将血本无归。这一招比抄家还狠，抄家最多抄没家中福财与田产，
而为了竞拍这矿脉头席，魏家、樊月楼他们可是变卖了不少优质产业，甚至不惜举债。这要是全折在里面，欠的债把祖坟刨了去卖都不一定能填上。太子听着李景言的汇报，目光平静的如同古井深潭，仿佛这足以让数个豪门巨士万劫不复的谋划与他毫无关系。知道了，有劳李侍郎了。魏家若亡，工部今后就由你领衔。他声音淡漠，听不出丝毫情绪。谢太子殿下，臣为殿下做事，万死不辞。李景言躬身拜谢后，小心翼翼地退出了书房。书房门合上，重归寂静。太子的目光缓缓移向书案一角，那里摆放着一件看似普通的青铜镇纸，样式古拙，正是吕家前几日派人郑重送来的赏玩之物。这镇纸与其说是礼物，不如说是一道无声的警告，在镇海王提醒他安分守己，当好这个被扶持的傀儡，吕家自会保他安稳，甚至助他登临95，若有异动，则万劫不复。这些年，这分魂做的倒是不错，至少他表现得足够蠢，足够易怒。武平侯、瑞王皆已入局，只等北离那些狼子野心之辈按捺不住了。快了，快了！太子望着幽深夜色，眼中爆发出一股凛冽的杀意。皇后，镇海王，总有一日，孤要亲手杀了你们。在世人看来，他是皇后骨血，所有的一切都是吕家己的，可他不想要。他与吕家只有滔天血仇，没有半点恩情。玄镜山矿脉的竞价之所，设于京城最为奢华的金玉坊，此地平日便是巨富云集，今日更是冠盖如云，大选9大巨士门阀以及境内顶尖商会的代表悉数到场。偌大的厅堂内珠光宝气，暗流涌动，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要交100万两，倒不是他们太有钱愿意花100万两看戏，而是最终可以在这与竞价过程中，财力不足的家族合作，让他们匀出一点份额。虽说玄铁矿只能卖给朝廷，但这是实际落实起来，可操作空间就很大了。若是走私，利润能千百倍的放大。断头生意而已，当今9大巨士门阀中，除了靠武道发家的，一半都是靠断头生意发家，只要利润够，就敢插一手。岳离坐在枫林商会的席位上，一袭淡雅长裙，姿容绝丽，引得不少目光流连。在他身侧坐着一位神色平静的白衣公子，面容普通，唯有一双眸子清亮有神，正是易容后的太子妃杨玉婵。四周，王家、裴家、林家等商会代表均已落座。魏家商会的话事人魏文山与樊月楼的楼主的东家虽分席而坐，但偶尔交汇的眼神透露出不言而喻的默契。陆延之代表陈家商会独自坐在一旁，神色恬淡，他吸引的目光比岳离吸引的还多。不少人都好奇，这能让陈家3代沉沦的红颜祸水到底有什么魅力？初见并不觉得多么惊艳，可越看越是入迷。眼睛都不想要了吗？陆延之身旁，一个浑身肌肉球起的陈家女子，目光凶恶地扫过周围看吃了神的几人。周围几人只觉得目光刺痛，讪讪垂眸。远处其他9大巨士商会的画事，人们窃窃私语。这是陈家那个老家主与北疆蛮子的后裔，实力居然已经接近4品。陆夫人果然如传闻中所言倾城绝世，只是没想到她还是男女通吃，连陈家女子都这般维护她吗？她这次来恐怕是冲着魏家来的，待会儿争起来有好戏看了。玄镜山矿脉竞价的规则是只有前2席能获得开采名额，第3名要给钱当场捐助军费，什么都得不到。只要报价超过有3家，第3名就会拼命的跟第2争，因为一旦不争就是血亏，而一争就会将价格无限抬高，争得越狠越好。等他们都捉襟见肘了，我们才好趁火，嗨嗨，雪中送炭啊！说话之人本想说趁火打劫，想到这里人多，最终换了个词，开怀笑道。众人正低声议论时，工部侍郎李景言走上主台，他目光扫过台下一众巨富权贵，并未过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诸位，玄镜山矿脉开采权竞价现在开始，规则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再啰嗦。只有前2名能拿到开采权，价高者得，第3名得当场支付报价，充作军费，表个支持的态度。他声音平静，宣布竞价开始。现在，请诸位出价。话音刚落，场内瞬间安静下来，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谁都明白，第一个喊价的通常不是真正的竞争者。果不其然，沉默片刻后，几个中等商会试探着报出500万两、800万两的价格，全当热个场。真正的巨头像王家、裴家这些都稳坐着没出声。就在这时，魏家商会的魏文山举起手中号牌，声音像惊雷在金玉坊炸开：3000万两！轰！整个大厅像被投了颗巨石，激起千重浪。3000万两！一开口就是3000万两，已经不是财大气粗可以解释了。这些年魏家把持工部内卫到底贪了多少？这是在场众人心中想的最多的一点，直接将价格从800万抬升到了3000万的恐怖高度，几乎将90%以上的人都扫出来局。
无数道惊疑、震动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魏文山身上。只有他身旁那位梵月楼的东家神色不变，显然这个开局价格是经过他们商议的。这场竞价只有第一名获利最大，如果一步步报价，只会像陷入泥潭一样越陷越深。他们两家联手拿出3000万两盯死第一名，剩下的人再相争也不敢对这第一有想法。魏文山面色平静，还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傲然，就好像刚才喊的不是3000万两白银，而是300两。他要的就是这效果，用绝对财力震慑全场，直接锁定头席，不给别人趁火打劫的机会。魏家不愧是魏家，3000万两，这还怎么争？看来魏家对头席势在必得，连给我们分口汤的机会都不给啊！台下一片忍不住的惊呼和低语。李谨言面色不变，高声道：“魏家商会出价3000万两，还有更高的吗？”他目光扫过王家、裴家等代表，这几家的话事人面面相觑，最后都轻轻摇头，选择沉默。3000万两买个头席，代价太大，超出他们预期，不如集中精力争次席。他的目光又掠过枫林商会，易容后的杨玉婵眸光微闪，与岳离交换了一个眼神，并未举牌。他们的目标本就不是头席。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独自安坐的陆延之身上，全场的目光也随之汇聚过去。这位红颜祸水会在此刻与气势正盛的魏家硬碰硬吗？陆延之感受到众人的注视，神色依旧恬淡，他只是轻轻端起面前的茶盏，微呷了一口，随即对李谨言微微摇了摇头，动作优雅，却明确表示了放弃。连陈家似乎也不愿在头席上与魏家死磕。李谨言的声音在金玉坊内回荡：“头席暂定，魏家商会3000万两，次席竞价现在开始，起价500万两，请诸位出价。”这个起价明显大幅降低，给了更多人参与的机会。短暂的沉默后，几家中小商会试探性地报出了600万两、800万两的价格。东海商会的代表随即举牌，1000万两。东海商会背后的乃是吕家、9大巨氏，还有东海5州之地的小商会皆有参股，整体财力也是十分雄厚。这声报价出来，许多人都沉默了，尤其是第三的一家商会，神色焦急。如果没有报价，他们的800万两就打水漂了。易容后的杨玉婵看准时机，直接开口：2000万两。众人都不禁投来目光，楚王哪来的钱？还是说陈家的财产已经被陆夫人掏空给了楚王？东海商会的代表眉头微皱，他们虽然财力雄厚，但此次前来更多是作为吕家的代表进行观察与一定程度上的搅局，并非真要投入重金。2000万两买一个次席，利润空间已被压缩，再争下去很有可能难以抽身。哪怕现在的沉没成本巨大，也必须要做出抉择。当断则断。沉吟片刻后，东海商会的代表最终选择了放弃，对着李谨言微微摇了摇头。其他各家见枫林商会如此果断，且价格已到2000万两，也纷纷吸股，不愿在局势未明时投入过多。李谨言环视全场，枫林商会出价2000万两，可还有更高者？场内一片安静。2000万两，第一次；2000万两，第二次；2000万两，第三次。玉锤落下，成交。玄镜山矿脉次席由枫林商会以2000万两竞得，至此竞价彻底结束。魏文山看着这个结果，脸上浮现出笑容，目光扫过枫林商会时，笑容更盛。只有他自己知道，那3000万两的头席价格几乎掏空了魏家现有的流动资金，甚至还需梵月楼的支援以及部分借贷才能勉强支撑。若刚才枫林商会继续抬价，想争头席，他魏家恐怕就得其他虎视眈眈的商会求援。所幸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看来楚王的人也没有多少脑子，被他的报价镇住后，连争的心都不敢有了。京都瑞王府邸深处，八皇子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喜色，他亲自为坐在对面的六皇子瑞王斟满一杯酒，声音都带着几分轻快：“六哥，此事已成，玄镜山头席已入我囊中。”瑞王端起酒杯，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赞道：“八弟好手段，魏家与梵月楼联手，果然是势不可挡，为兄在此恭喜你了。”哈哈，多亏六哥前期帮忙斡旋，让梵月楼下了决心。八皇子意气风发，谈笑风生道：“魏家此次几乎掏空了家底，我也暗中注资不少，但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还有话他没说，只要玄镜山的玄铁能源源不断运出来，他禹州那10万私兵便能换上比禁军都好的武器装备，届时进可问鼎大玄正统，退亦可称霸一方。”他眼中闪烁着野心的火焰，仿佛已看到10万精锐玄甲森森旌旗蔽日的景象。瑞王看着他喜不胜收的模样，笑容愈发和煦，心底却在冷笑：“入局了，好弟弟啊，你终于彻底入局了。你那10万私兵，本王可是眼馋了很久了。禹州被你经营的铁桶一块，顺者昌，逆者亡，连郡王之位不保，藏下10万人境也密不透风。
若非本王眼线遍布天下，早早布局，查到些蛛丝马迹，还真要被你瞒过去了。他轻轻抿了口酒，心中默念：快了，等魏家事发，你走投无路，才会乖乖拿出真正的筹码来求我。到时，你那10万精锐，连同禹州，便都是本王的掌中之物。与此同时，玄镜山脚下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锣鼓喧天，旌旗猎猎。魏家家主魏文山身着锦袍，亲自监工，看着无数矿工和设备浩浩荡荡开进矿区，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光彩。樊月楼的东家陪在一旁，两人谈笑风生，勾勒着未来的宏图。魏兄，以此矿脉之丰饶，不出3年，我两家财力必能再上数层楼。樊东家府长笑道。魏文山志得意满，何须3年？待第一批玄铁出炉，就会引来各家上门来求。这片区域可还有旁人不知的内幕消息，比楚王拿下的那2城区域玄铁质量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到时候看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王还如何立足。大玄不仅铁器，武者修行对好的兵器也有很大需求。玄铁矿的精品虽要卖给朝廷，但他们未必不能偷梁换柱，以次品的名义售卖好货。果真如此，樊月楼东家惊叹，朝中有大人物撑腰，办事就是方便。开采初期，一切顺利。最表层的矿脉果然如勘探记录所示，矿石品质极高，易于开采，引得众人欢呼不断。魏文山更是放心大半，只觉胜券在握。然而好景不长，数日后，就在魏家的午休带着矿工们顺着矿脉向深处掘进不久，变故突生几名探路的午休护体真气突遭侵蚀，他们惊悚回头，只见其他深入坑道的普通矿工莫名倒地，口吐白沫，皮肤泛起诡异的青黑色，已命不久矣。就在他们夺命而逃时，那本该支撑得极其牢固的矿洞深处传来令人牙酸的嘎吱声，随即便是轰隆巨响，大片岩层以一种违反常理的姿态诡异坍塌，瞬间将所有人都埋在深处。塌方了，快跑啊！有毒气，下面有毒！更上一层的也被波及，现场瞬间乱作一团，惊呼声和求救声响成一片。监工的管事面色惨白，一边强令镇压骚乱，封锁消息，一边派人火速回京禀报。京都魏府，魏文山正悠闲地品着香茗，盘算着第一批玄铁出手后能回流多少资金，却见心腹连滚啪啪地冲了进来，脸色惨白如纸，声音颤抖着将矿上的噩耗禀明。哐当，魏文山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他猛地站起，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嘶吼着，立刻调动所有资源，聘请高手，寻找奇人，试图补救。但反馈回来的消息让他如坠冰窟。坍塌过后，那深处的岩层坚硬无比，堪比成品的铅缎玄铁，且伴有持续渗出的无形毒瘴，想要开采几乎不可能。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哪？坏消息是封不住的。几乎是一夜之间，魏家投入巨资却开采失误，让玄镜山矿脉变成废矿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门庭若市的魏府瞬间被各路债主围得水泄不通，合作伙伴纷纷翻脸，要求立刻结清款项。魏家名下的产业、田产、宅邸被紧急抛售，但在这种时候，价格被压到尘埃里，也无人敢接盘。显赫一时的魏家资金链彻底断裂，如同雪崩般走向崩溃。绝望之中，魏文山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想起了他那已在朝中暂领工部、权势滔天的二弟魏灵。对，还有二弟，他一定能救魏家，他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魏文山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不顾一切地求见魏灵。虽然魏灵已经许久没有回过魏家，但他身体里流着魏家的血，对家族也是十分照顾，绝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在一间密室内，魏文山见到了魏灵。他们魏家的镇山时还是一如既往的气度沉稳。听完魏文山涕泪交加的哭诉后，魏灵只是淡然一笑，沉稳从容。兄长放心，此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且回去安心等待，我自有安排。看着二弟如此镇定，魏文山如同吃了定心丸，千恩万谢。我魏家有你，是魏家之幸，是先祖之幸。大哥欠你的太多了，将来等你辞了官，这魏家家主的位置该你来做。魏灵摇头，笑而不语。半个时辰后，太子悄然出现在一处隐秘的地牢中阴湿的牢房里，一个面目全非的中年人被沉重的铁链锁着，呼吸微弱，身上布满了新旧交织的恐怖伤痕。听到脚步声，他艰难地抬起头，沙哑地开口：太子殿下今日怎有兴致来看老夫？是，老夫的日子到了吗？太子站在牢门外，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淡然道：不愧是魏阁老，这都算到了。不久后，你魏家满门便会下来陪你，可曾后悔当初的选择？这面目全非之人，赫然才是真正的魏家阁老魏灵。
魏灵闻言猛地挣扎了一下，铁链哗啦作响，他发出低沉而怨毒的冷笑。我在幽冥等着太子殿下。太子不再多言，转身离去，在地牢出口与一道垂手功力的身影擦肩而过。那人抬起头，赫然与地牢中真正的魏灵有8、9分相似，正是方才安抚魏文山的那个魏灵。他对着太子毕恭毕敬的躬身，直到太子的身影彻底消失，才缓缓直起腰。他转身走下地牢，来到真正的魏灵牢房前，脸上露出一丝轻蔑而得意的笑容。从今往后，我才是真正的魏阁老。至于你这个无名之辈，可以死了。放心，史书上会记载，魏阁老大义灭亲，保住了清明，也算让你留名青史了。哈哈哈。翌日，金銮殿上，一名御史率先出列，言辞激烈地弹劾魏家。殿下，昨日玄镜山矿脉发生严重坍塌，矿工死伤惨重，魏家开采不力，致使国资蒙受巨大损失，其罪当诛。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八皇子一党的官员们又惊又怒，他们没想到太子一系动作如此之快。一名八皇子党羽立刻出列，高声奏道：殿下，臣听闻那玄镜山矿脉深处根本无法开采，岩层诡异，伴有毒瘴，此乃绝地。魏家固然有罪，但朝廷岂能拍卖此等废矿？臣恳请朝廷收回矿脉，退还魏家进价银两，以安民心。这话说的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就是想将钱拿回来。龙椅之旁，监国的太子垂眸不语，阶下几位老臣心中不由得冷笑，吃下去的肉还想吐出来，未免也太天真了。那出言的官员自己也知希望渺茫，但他还有最后的指望。他与其他几位同党都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了如今在公布说一不二的魏阁老。只要魏阁老站出来，以公布的权威证实矿脉原本就有问题，太子殿下要想维护天界颜面，或许真能退回部分款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魏灵动了，他缓步出列，来到大殿中央，下一刻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悲怆，响彻整个朝堂。臣魏灵有罪，臣教卒无方，致使魏家做出此等抹黑朝廷脸面、祸国殃民之事，臣罪该万死。他这一跪一哭，直接把所有人都跪懵了。不等众人反应，他继续慷慨陈词，痛心疾首。臣赞礼公布，发生此等事情，臣痛心疾首，恨不能将那些毁了这处天赐奇矿的魏家蠢材碎尸万段。臣在此请旨，愿亲自督办，严查魏家。臣要与这等不忠不义、玷污朝廷的家族势不两立。他这一连串的发言，如同道道惊雷，让满朝文武一片愕然。魏阁老这是要亲手灭了自家满门，为朝廷平账，可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他疯了不成？还是说那矿脉原本真的没问题，真是被魏家那些蠢材操作不当给搞崩了，以至于让对家族寄予厚望的魏阁老彻底失望，故而大义灭亲？各种猜测在群臣心中翻涌，看向魏灵的目光充满了震惊和惊疑，还有对他这果断大义灭亲行为的忌惮。这时一直沉默的太子终于开口，似乎极其犹豫。魏爱卿劳苦功高，忠心可见日月，姑岂能因为一个不知好歹自取灭亡的魏家，让我大玄错失千古名臣？他目光陡然锐利，扫过全场，声音转冷：传姑旨意，魏家欺君罔上，败坏国资，罪无可赦。即日抄没所有家产，亦因祖产充公，魏氏直系一族全部打入天牢，等候魏爱卿查办。殿下圣明。魏阁老高义。朝中中立派和惊愕的文武皆躬声附和道。八皇子一党面如死灰，面对自己一方最大靠山的反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若是在不知好歹的为魏家争辩，怕不是要被安上魏家同党的名头，自身难保。旨意迅速被执行。曾经显赫的魏家被皇城司的鹰犬抄没，哭喊声震天。魏文山在被拖走时，游子不敢相信地看着那高高在上的二弟，眼中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和绝望。魏灵，他发出一声气血般的嘶吼，声音引得众人侧目。畜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魏家生你养你，助你登阁，你竟拿全族上下100余口的性命和100年基业，给你自己铺就这锦绣前程。他双目赤红，额角青筋暴起，涕泪混合着脸上的灰尘纵横交错，状若疯魔。你忘了爹临死前是如何嘱托你的吗？你忘了你当年是如何跪在宗祠前发誓要光耀门楣的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那高高在上的魏灵听着这字字诛心的诅咒，脸上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一丝闪烁，他只是微微挑了挑眉，仿佛嫌这垂死野兽的嚎叫过于聒噪。他甚至还视而不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官袍袖口，姿态从容优雅，与下方狼狈不堪的魏文山形成了惨烈的对比。这副彻底划清界限，视亲族如草芥的姿态，更是彻底激怒了魏文山。他还想再骂，想将眼前这虚伪之徒的真面目彻底撕开，
但皇城司的高手不会再给他机会。架住他的其中一人眼中寒光一闪，并指如剑，迅捷无比的在魏文山后背几处大穴重重一股阴寒的内力瞬间透体而入，如同冰针般锁死了他的经脉，让他浑身剧痛，凝聚起准备怒骂的内息瞬间溃散。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名高手面无表情，一拳狠狠砸在他的侧脸上。噗！一声闷响，伴随着清晰的骨骼碎裂声。魏文山猛地一偏头，几颗沾着血的牙齿混着血沫从口中喷溅而出，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眼前一黑，耳中嗡嗡作响，所有未尽的咒骂、愤怒与不甘全都化作了一声模糊的呜咽，被强行堵回了喉咙里。他像一滩烂泥般软了下去，只能任由2名皇城司侍卫如同拖拽死狗一般将他毫不留情地拖离大殿。在他彻底失去意识前，最后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道冷漠的高高在上的身影。他知道魏家完了，而他直到最后连真正的仇人是谁都未能看清。武平侯府内，八皇子在听到魏灵那番大义灭亲的言论和魏家被抄的结局后，先是一愣，随即猛地将手中名贵的玉器摔得粉碎。魏家的一群废物，死之前还要拖累本王。八皇子面孔有些狰狞，恨不能亲手掐死魏灵。那老东西为什么要背叛魏家？八皇子细思之下，顿觉惊恐，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让他瞬间冷静下来。这一切都太巧了，矿脉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魏家投入所有后出事。魏灵的态度转变更是诡异。还有那次竞价，楚王的财力加上陈家，明明有实力与魏家一争头席，为何如此干脆的放弃，只满足于次席？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中炸开。难道楚王早就知道这矿脉有问题？他联手太子，他甚至可能本就是太子的人，他们联手做局，就是要坑死我，吞掉我投入的所有。想到自己变卖产业，甚至举债投入的巨额资金就此血本无归，想到自己争夺天下的根基被瞬间动摇，八皇子双眼赤红，几乎将牙咬碎。你们2个藏得够深的，好得很，将我逼到绝路，你们也休想全身而退。楚王府完成一轮金乌柱古宫修行的秦墨轻轻吐出一口气，霸烈的火源真气中闪过几缕骇人的紫色雷光。这番意识进入内景地推演，这金乌柱古宫已经推演到了第4层，无忌骨也修成了第2种。雷道神通从原先的骨骼之中孕育雷霆之力，多了一道雷道真元外放。按照秦墨的推演，如果将金乌柱古宫推演到第10层，可以超越当世一品，达到气血若恒星，元神可照星的地步。这与当世一品绝巅的修行路子还不一样，不借天地之力，而是修己身，哪怕天地灵气不足，也能达到更高层次。当然，若是天地复苏，他的无忌骨和雷道神通也会更强大。过去几日了，在内景地中时间过得异常缓慢，数月乃至数年，外界可能才过去1天。秦墨出关后，第一个遇到的便是李公公。看样子李公公的太阴秘卷修行也有精进，精气神恢复了不少。恭贺殿下修为大进，如今返璞归真，咱家都觉得难亏殿下底细了。李九笑道，近几日京都很是热闹，殿下先前让咱家关注的那座矿脉核心区域坍塌了，魏家魏灵大义灭亲，亲自处决了魏家满门，八皇子又被削爵，侯爵之位也被摘了。秦墨并未意外，墙倒众人推，魏家这些年发展太迅猛，落难必遭反噬。魏文山死之前应该能想到玄镜山矿脉事，魏家被人做局，不知道能提供多少灵种。秦墨看了眼万象命图，果然灵种暴涨，其中魏家和梵月楼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玄镜山矿脉出事后，傻子都知道其中有问题，而最大获利方就是风灵商会，其名下的2成矿区成了独门生意，这不免让人联想。而魏家和梵月楼的高层都知道风灵商会背后是他楚王，血亏2000万两的怨念可不小。魏家出了一半，梵月楼出了一半。相比于魏家整个倒台，梵月楼虽然没死了，但亏损却超乎想象。为了弥补亏空，最近梵月楼的花魁们都降价了，忙得怨声载道。也有人大为感恩，平日里点个花魁舞曲的钱居然能亲自上手了。他们不感谢梵月楼的东家，只感谢让梵月楼矿区坍塌的人。几家欢喜几家愁，梵月楼和魏家的巨额亏损引发的连锁反应，给秦墨提供了将近6000灵种，还有一人提供的灵种数量与之不相上下。八皇子破防了，不愧是手握10万重兵的皇族嫡系，气运就是庞大。这几天他一个人贡献的灵种就接近5000，现在秦墨的命途中又存了1万多的灵种，反倒是以往一直稳定贡献灵种的太子彻底沉寂了。太子没有死，那就是他的主魂现在占据主导了。秦墨对太子的身世了解比大玄皇族还多。当今太子名义上是皇后嫡子，母族吕家人，镇海王的外甥，但实际上
他的生母不是皇后，而是吕家的一个庶女。皇后是吕家嫡女，镇海王的妹妹，却无法生育。当年为稳皇后之位，借腹生子，找了一个容貌与皇后相似的吕家庶女。这吕家庶女就是太子的生母，她在出生时就被赐死，死得悄无声息，无名无分。除了镇海王和皇后，所有知晓此事的人皆已被处死。可他们再怎么防，也防不住当时刚出生的婴儿是一体双魂。当年的太子就眼睁睁地看着生母被处死，自己认下血仇当母当舅。成年之后，吕家还想控制他，想要一个听话的未来皇帝。他不从，镇海王就想方设法地打压他，让他来求吕家。与杨家的联姻是太子的第一次猛烈反抗，但结果却是杨家老侯爷在东海大败，镇海王依旧稳坐钓鱼台，等着太子来求他。这些年来，太子的主魂一直隐忍，藏着对吕家的刻骨仇恨，他不敢表露丝毫，只能让记忆混沌、暴躁易怒的分魂掌控身体。当一个中庸的太子，既不藏拙，也不直接屈服，与吕家对抗，与群臣对抗，看不出任何异常。对主魂而言，一个与他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的太子妃，远远没有对吕家血海深仇重要。仇恨只会让他丧失理智，他要的做事一步步变强，一步步站在幕后把控全局，直到能亲手杀死皇后和镇海王的一天。在登仙的某条世界线中，太子隐忍了很久很久，但秦末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反应。现在的太子似乎觉醒得更早了。李公公，最近京都除了魏家灭亡，可还有大事发生？秦末忽地问道。若说大事，临近大玄开国庆典，最大的事便是庆典和天武大典了。李九沉吟道，以往的天武大典是朝廷对中神州各方势力的摸底，让各门各教的长辈带着年轻一辈前来会晤，为了让他们不留手不藏拙，每一届天武大典的结果都会决定大玄境内各座灵山的划分。这一届的天武大典有些不一样，除了中神州的各大势力，北疆、南蛮、净土也都有大势力来到了京都，其中甚至还混入了北离的魔道。听说是最近大玄几处钟灵毓秀的灵山之地，发现了能助人修行1日千里的福地和原石。大玄疆域100万里，灵山龙脉数不胜数，以往各宗各教只需向朝廷缴纳租金，便可占一山开宗立派。可如今天地有变，这些山头的价值无限拔升，各方的想法也就多了起来，天武大典恐怕要出乱子。李九缓了缓，又说出一桩皇族隐秘。大玄开国庆典的日子附近，是皇族那位长生仙最虚弱的时候，也是龙脉沉寂的时间。彼时除了去露台祭天的人，所有皇族高手都要前往皇陵镇守，这期间几乎是京都皇城最虚弱的时候。秦末并未太多意外，点头问道，公公可知此事有多少人知道？李九沉吟，各教领袖都知道一些，他们合力将天武大典的时间推到大玄庆典附近，就是为了试探皇族底细。如果大玄不够强，所谓的灵山分配也就不成立。天武大典之前，眼下最牵动各方神经的，便是那天山登仙阁的使者已悄然抵达，并放出风声，欲借此千载难逢的各方云集之机，于3日后在云海楼举办一场登仙交易会。登仙阁，秦末这个名字他并非首次听闻。此阁立于天山之巅，超然物外，不属任何王朝大教，却备受顶尖势力尊敬，传闻其根脚与上古某次登仙之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九继续道，近年来天地灵气潮汐起伏，一些只存在于古籍传说中的天地灵物，如天罡神煞、万年木星、地脉龙髓等，偶有现世之兆，但机缘难测。有些大教苦苦寻觅不得之物，或许在其他势力手中便存有富余，或因其功法属性不合而用之鸡肋。此次交易会可视为各方势力在天武大典前一次默契的确认与资源置换。殿下您修行进展神速，根基之后咱家平生谨见。如今已进5品关口，此境关乎真气质变，至关重要。咱家动用了一些旧日关系探知，此次登仙交易会上或许会出天地神煞这等神物。若能得知殿下突破5品，乃至直指圆满，都将事半功倍。5品化煞境乃是武者修行路上的一道真正分水岭，是褪去凡俗真气，凝聚超凡真气的关键一步。此境核心在于凝地煞，炼天罡，真气化形。核心便是将掺杂了少量先天一气的真气，彻底转化为更精纯、更具灵性的纯粹真气。而凝练5行神煞，便是画出真气形态的关键。踏入此境，在这方天地才算真正有了自保之力。5品化煞境武者便是身死，亦能引动体内神煞爆发，重创甚至拖着强敌共赴黄泉。在大玄，一位5品化煞境武者，无论投靠哪方世家大族，皆会被奉为上宾。在军中，则至少是统帅先锋精锐的百夫长。此境修行尤其契合兵家武者，讲求采撷天地间各种凶煞之气。天子有龙气，山川有灵气，兵家有煞气。
军中往往是五品化煞境武者最多之地，各教弟子修行至此，也多会选择入军历练，采练兵家煞气，事半功倍。秦末短时间内自然无法像那些大教弟子一样去边关慢慢汲取兵煞之气，那么获取品质极高的地煞，或是更为罕见珍贵的天罡神煞，便是快速度过此境，直达圆满的关键。登仙交易会，天罡神煞，秦末若有所思的点头，李公公，安排一下，3日后前往云海楼。与此同时，京都城内因这场即将到来的盛会，已是风云暗聚。城南一家名为静心斋的素菜馆内，临窗的位置坐着一位身着陈旧却将洗得十分洁净的灰色袈裟的老和尚。他面容枯瘦，皱纹深刻，看似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偏生一双眼睛灵动异常，滴溜溜地转着，悠哉悠哉地品着粗茶，目光却时不时瞟向街上熙攘的人流，尤其再有姿色身段窈窕的女子身上停留片刻，嘴里还啧啧有声，颇有些百看不厌，乐在其中的意味。他身旁坐着个小沙弥，年纪不过10岁左右，生得粉雕玉琢，大眼睛黑白分明，清澈的如同山涧清泉，只是此刻这双眼睛里满满都是对自家师父这般行径的无奈与困惑。师父，您的眼睛，佛经上说不应注色生心。小沙弥终于忍不住放下手中的甜糕，小声提醒道，语气里带着孩童特有的认真。老和尚闻言嘿嘿一笑，捋了捋自己那几根稀疏的胡须，摇头晃脑道，痴儿痴儿，佛意有32相，80种好，庄严美妙，多看美人，赏心悦目，如何不能养生，不能长寿？徒儿你啊，修行还未到家。为师我这不是凡俗色欲，我这是在观相，观红尘百态相，观众生皮囊相，观这天地造化，阴阳和合之玄妙相也，此乃大修行，大智慧。旁边一桌的熟客显然是京都本地人，对这言行古怪的师徒二人早已见怪不怪。一个商贾模样的中年人闻言，忍不住放下筷子打趣道，老和尚，你这看相看得未免也太投入了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听说最近京都几家青楼都大幅降价，你这身家沙料子虽旧，但绣工非凡，怕是件古物，价值不菲，不若去当铺换些银钱，好好去那温柔乡里观个透彻痛快，也好过在这里干看着眼馋。老和尚顿时收起嬉皮笑脸，双手合十，脸上瞬间宝相庄严，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施主此言大大的不妥，大大的魔障，红粉即是骷髅，白骨终成皮肉。贫僧在外观之是物色空不二之妙理，正虚空寂静之真如，若入内观之，那便是沉沦无边欲海，沾染红尘业火，不得超生，永堕轮回了。去不得，万万去不得。小沙弥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师父的话高深莫测，又觉得那打趣的施主所言似乎另有所指。他扯了扯老和尚的衣袖，仰着天真无邪的小脸，好奇地问道，师父，青楼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们都说的那么奇怪，还说去不得？老和尚低头看着徒弟那纯净的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神，老脸罕见地僵了一下，随即眼珠一转，俯下身，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那地方啊，是专门超度世间男菩萨们身上那点香火钱的孽障之地，咱们出家人4大皆空，去了那里一身修为怕是要被那孽障化得干干净净，回去圣尊非得用戒棍打断咱们的腿不可。小沙弥哦了一声，小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似懂非懂，只觉得那青楼定是个比戒律院还要可怕的地方，心中暗暗决定以后定要离那里远远的。见小沙弥不再追问，老和尚才慢悠悠地品了口茶，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窗外繁华，语气稍沉，徒儿，我们此次入京，明面上是参加那劳师子天武大典，替万佛宫占个名头，实则另有一桩机缘需了结。机缘？小沙弥歪着头，老和尚的声音机不可闻，为师收到密讯，大宣人人喊打的天魔教魔宅子，前些10日在西边那座快要枯死的落黄山里，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捡到了一枚佛门舍利子。小沙弥眼睛微微睁大，那可不是普通舍利，而是一丝极为精纯古老的寂灭禅意的一品舍利子，若能得知并以正确法门引动，可助你提前感悟寂灭禅之玄奥，为你未来登临一品境铺平道路，至少减100年苦功。小沙弥更加疑惑了，小眉头皱起，师父，这么好的东西，那天魔教的坏人为什么自己不拿来用呢？他们不是也会很多邪门功法吗？问得好。老和尚赞许的点点头，但声道，佛法无边，却只度有缘之人。那枚舍利子属性极其特殊，非心性澄澈，根基纯正，且与我佛门寂灭一脉有溯源者，不可炼化。强行汲取只会引动其中寂灭之意反噬，轻则修为尽废，重则魂飞魄散，真灵寂灭。天魔教的魔仔子们功法属性与之相冲，如同水火，他们若敢炼化，就是自寻死路。所以他们必定会想方设法在此次交易会上将其出手，换取对他们有用的资源。这便是我们的机会。他顿了顿，又恢复了几分那玩世不恭的神态，补充道，
当然，顺便看看这大玄京都的美人，品品素斋也是极好的修行嘛。小沙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虽然对美人和修行之间的关系仍感迷糊，但寻找舍利子的任务算是记下了。京都的波澜远不止于此，在城东一处清幽雅致的别院内，来自中神州5大顶尖势力之一神霄门的年轻弟子，数位同样气度不凡的男女聚在一处。他们衣着或华贵或简洁，但共同点是周身都隐隐有灵光流转，气息或凌厉如剑，或沉凝如山。其中一位面容娇俏，身着鹅黄衣裙的少女，正把玩着一枚不断闪烁雷光的珠子，撇嘴道：“这大玄京都的灵气驳杂不纯，远不如我神霄山10之1、2。若不是为了那9霄雷晶，我才懒得来呢。”旁边一位气质稳重的青年淡淡道：“师妹慎言，此地龙脉汇聚，藏龙卧虎，莫要小觑了天下人。正如李九所知晓的，万法天下，中神州为尊，浩瀚无垠。除了大玄王朝、北离王朝、北疆王庭真正超然物外，连王朝更替都难动摇其根基的大教级势力有5家。无垠天山，传说中最接近天外之秘的圣地，门人踪迹难寻，术法通玄，近乎仙神。净土万佛宫，佛门祖庭之一，掌握着一整座佛国。北离万世龙庭，天下妖类祖庭，与北离关系相近。东天神霄门，执掌雷法正统，门人皆精善雷法与御剑之术，攻伐之力冠绝当世。剑宫，天下剑修心驰神往的终极圣地，信奉一剑破万法，剑道圣地，超然物外这5大教，寻常时候根本不屑于介入红尘俗事，其门人弟子也极少在世间行走，一旦现身，往往意味着有足以影响天下格局的大事或将发生。相比之下，如圣庙、五仙庙、春秋山、红尘斋等，虽也是庞然大物，门生故旧遍布天下，但他们与各大王朝官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超然性便不如那5大顶级大教。如今随着大玄开国庆典与天武大典的临近，这些平日里高踞云端的巨擘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大玄的帝都。3日时间转瞬即逝，云海楼楼高9重，直插云霄，整座楼阁仿佛由白玉与琉璃铸就，在日光下流转着朦胧的光晕，常有云雾缭绕其间，宛如天上宫阙。顶楼是一处独立的悬空阁楼，透明金石铺就，置身其中，俯瞰下方，可见下方8层人影绰绰，而自身却完全隐于云雾之上，不受任何窥探。此处仅有秦墨与李公公2人。这场交易会由天山登仙阁牵头，能登上云海楼顶楼，只有拥有云中令者。此物天下有数，只有前往过天山、拜过天山的仙人留影才能得到。古往今来，这样的人物没有多少，云中令早已不再颁发，几乎都掌握了那些顶级大教的巨擘手中。李公公就有一个，而这次那些大教来京都的人中，似乎没有那等巨擘，也就造成了顶楼只有他秦墨在。听钟公公给的情报，今日来的人不少。秦墨目光平静地向下望去，下方第8层已是人影汇聚，虽不及顶楼绝巅，亦是寻常势力难以企及的高度。有身着紫袍，袖口绣有雷霆纹路的青年男女，气息凌厉，周身隐有电光跳跃，正是神霄门弟子。为首一人，剑眉星目，气度沉凝，乃是神霄门此代大师兄张清玄。有背负古剑，气息孤高冷峻的剑客，一言不发，却宛如出鞘利剑，引人侧目，来自剑宫，人称无痕剑凌不语。有几位身着各色霓裳，容颜姣好，眼波流转间仿佛能勾人心魄的女子，聚在一处，轻声谈笑，乃是红尘斋的门人。他们修红尘道，看似妩媚，实则功法诡异莫测。还有一袭白衣，正气凛然的一个碧眼自然的老者，他坐在角落闭目养神，完全看不出是天魔教杀人最多的3长老。殿下，6皇子瑞王和8皇子也来了。李九忽然开口，他目光所视，扫过2人，两人分开坐着，身上还都带着遮掩气息和真容的法宝，不愿暴露身份。更下层，在静心斋出现过的老和尚带着小沙弥，悠哉悠哉地坐在蒲团上，看似对周遭一切不甚在意，一双眼睛却时不时扫过天魔教的3长老。一些来自次一级势力的人物或是隐藏身份的，则分散在中间几层，低声交谈着。看，上面那是神霄门的张清玄，都说他是大真人转世，雷法惊人。剑宫的林不语也来了，他可是剑仙关门弟子。红尘斋的仙子们果然名不虚传，一颦一笑都动人心弦。万佛宫的高僧怎地坐在下面？真是佛法无边，不拘小节。交易会很快开始，由登仙阁的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主持，各方将欲交易的宝物呈上，由登仙阁鉴定后，公示宝物信息及持有人需求，各方在私下或公开出价，最终由持有人决定交易给谁。登仙阁自身也会对某些宝物出价。初期几轮虽也有珍稀矿石、灵草宝药、功法残卷出现，引得一些小势力争抢，但对于顶层那些大教弟子而言，不过是开胃小菜。直到长生教的一位弟子取出了一枚拳头大小、
内部仿佛有无数紫色电蛇游走，散发着令人心悸毁灭气息的晶石。九霄雷晶，凝九天雷霆本源而生，于雷暴核心孕育千年方可得。此物乃是修炼雷法、淬炼真气的无上至宝，亦可作为核心炼制雷道神兵。主持老者声音平缓却清晰地传遍各层，持有人欲换取可延寿10年以上，或能治愈道基之伤的续命大药。此物一出，顿时吸引了众多目光，尤其是神霄门的人。他们修炼雷法，此物对他们效用最大。我神霄门出一瓶五雷淬元丹，辅以3件上品灵气。张清玄率先开口。红尘斋一位容貌绝美的女子轻笑。我红尘斋愿出一卷驻颜心经上部，外加1滴千年石钟乳。建功灵不语言简意赅。一道无主建议，源自一位3品剑道宗师遗留。这些出价已然不菲，引得下方阵阵惊叹。神霄门的出价更是针对性极强。然而，就在主持老者准备询问持有人意向时，一个平静的声音自顶楼传来，透过云雾，清晰地落在每一个人耳中。1200年份，龙纹血参一株。声音平静，却如同惊雷炸响，整个云海楼瞬间一静。超1000年的龙纹血参，这种品级的大药几乎只存在于传说中，若使用合理，为上3品延寿10年不在话下。其价值远非前面那些出价可比。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震惊地投向那云雾缭绕，无人能窥其详的顶楼，那里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随手就拿出这等逆天神药，就连张清玄、林不语等人面色都变得无比凝重。他们都没料到更高一层的顶楼居然还有人。这东西我神霄门势在必得，怎么还有人敢争？神霄门的娥皇一群小师妹不忿，想要开口，被身边的师姐捂住嘴。小师妹，别说了，你刚入门不久，不知道能登上云钟楼顶楼代表着什么。能被登仙阁奉为上座的，不是实力恐怖的老前辈，就是祖上出过仙佛级的巨擘。最终结果毫无悬念，那枚9霄雷晶被送到了顶楼，秦墨随手将盛放着龙纹血参的玉盒交给登仙阁侍者，完成了交易。对他而言，药田中这等年份的药材只是品质中下的，拿出来收割，既不会资敌，还能收割一波灵种。今日能来云海楼的，几乎都是中神州年轻一辈的风云人物，其中还有一些隐藏的大人物，都是气运深厚的好韭菜。交易会继续，但气氛明显更加热烈，所有人都期待着顶楼那位神秘人物再次出手。很快，轮到了天魔教那位碧眼自然的3长老。他手掌一翻，一枚鸽卵大小，色泽暗淡，却隐隐散发着一股令人心魂宁静，又仿佛蕴藏着终极寂灭意味的灰白色珠子出现在掌心。佛门一品舍利子，内蕴古老寂灭禅意，具体来历不明，经我阁鉴定，确系真品，然属性极端，非有缘者不可炼化。主持老者拿到舍利子，观摩一番，介绍道：持有人欲换取3件完整的古宝，要求蕴含充沛灵韵，属性不限。古宝乃是上古修士炼制的法器，历经岁月，内蕴灵性，每一件都极为难得。3件完整古宝，这要价极高。下方，万佛宫的无相老和尚眼睛微微睁开，金光一闪而逝，他高宣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此物与我佛有缘，贫僧没有古宝，但愿以万佛宫8宝功德池水3滴，外加一篇般若静心咒，全卷交换。这出价对于佛门弟子而言已是极重，但那8宝功德池水虽能洗涤业力，滋养精神，对天魔教却无大用。3长老笑着回应：看来无相大法师与此物缘法还是不够啊，无缘便不可强求。红尘斋之前出价的女子再次开口：我红尘斋可出1件完整古宝，另加2件略有残缺，但灵韵尚存70%的古宝，这已接近对方要求。天魔教3长老看了他交给登仙阁老者鉴定的古宝，沉吟片刻，还是摇了摇头：3件必须完整。之后又有几人出价，但都未能满足3件完整古宝的条件。这枚舍利子虽好，但限制太大，且代价过高，一时间竟似无人能出得起价。天魔教3长老笑了笑，不急不恼地坐回原位。很快，隐藏身份的八皇子取出2件染血的残冰，让人交给登仙阁主持的老者。这件事物品的鉴定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让众人都不禁好奇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蕴含天罡神煞的残冰2件，一件蕴含紫雷神煞，一件蕴含避风神煞，是重修五品化煞境的绝佳至宝。登仙阁老者道：持有人要求此物1件只与1人，不换给同一人，需要能保护自身的顶级古宝，还有能远遁千里的顶级异宝或古宝。话音落下，各方势力的人都不由得多看了八皇子一眼，居然是天罡神煞，还是属性最相契的2种。只可惜要价太高，还不能2件都换来。窃窃私语声不断，却无人叫价。天罡神煞虽好，但最大的作用还是加快五品化煞境的修行。而最矛盾的是，当今天下有能力在5品炼化神煞的人凤毛麟角，容易走火入魔。只有4品或是上3品时，重修5品境才能稍微安全的炼化，可那样没有太大意义。
见自己拿出这2件至宝都无人叫价，八皇子脸色有些难看，暗骂一声一群穷鬼。就在这时，众人无法窥见的顶楼之上再次飘下一道声音：1500年份，雷烛可换。八皇子一惊，上面那人居然还有1000年份以上的大药，但他要这能救人的东西有什么用？他气血旺盛，而且就算性命垂危，可能都没机会用上这生死人肉白骨的雷烛。他刚要拒绝，突然神霄门的大师兄张清玄开口：我神霄门愿以1盾行至宝，雷帝旗换紫雷神煞，再与前辈换这雷烛。登仙阁主持的老者检验了一番张清玄送来的古宝，此物的确是完整古宝，蕴含强大的风雷之力，以真气和精血激发之后，至少可远遁千里。八皇子闻言心中大喜，没想到还真能换到这等保命至宝，心中计划又进一步，他当即就应下了张清玄。最终八皇子得到了雷帝旗，张清玄得到了雷烛，秦墨拿到了一道天罡神煞。顶楼的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已经连续拿出2份大药了，莫不是传说中隐世的神农谷之人？众人浮想联翩，连登仙阁的人也都神色异样。1000年份的大药能出现1株都是天大机缘。天地虽在复苏，可灵药的年份还是要缓缓生长，连续出现1000年份大药的只有一个情况，对方掌握着一处未被发掘的洞天福地，价值无穷。可还有人要换避风神煞，主持老者喊了几声，有人拿出一宝想换，被八皇子拒绝，东西暂时留在鉴定台。这时主持老者示意由登仙阁展示了数件此前未能成功交易，或者持有人委托登仙阁代为寻找买家的宝物，以及登仙阁自身拿出的一些奇珍，其中有天魔教的那枚寂灭舍利子，神霄门拿出的一块可用于炼制雷印的天雷玺，剑宫提供的一柄黑刀，据说是某位刀道巨擘曾经的佩刀，染过陆地神仙的血，八皇子的避风神煞，瑞王放出的一件神兵。最后登仙阁自身亮出的几件压轴宝物更是光华闪耀，灵气冲天，有古朴战甲，有神秘残图，令人目不暇接。整个云海楼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方窃窃私语都在权衡，试图换取自己心仪之物。就在这纷乱而热切的气氛达到顶点之际，轰一声巨响，云海楼剧烈的晃动起来，顶层的防御灵光瞬间明灭不定，一股冰寒彻骨，仿佛能冻结灵魂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伴随着一个狂妄霸道的笑声。哈哈哈哈！如此多宝贝，何该为本尊所有？都给我拿来吧！只见云海楼外，一道魁梧如魔神的身影踏着冰屑与流光闯入。来人上身赤裸，肌肉虬结如龙盘，古铜色的皮肤上纹着9颗狰狞咆哮的巨蟒血纹，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破体而出。他周身散发的恐怖气机赫然达到了2品封号武道的层次。更令人心悸的是，他身旁还屹立着一具高1丈、通体由暗红色密金打造，表面铭刻着无数复杂符文的千机符甲。那符甲双眼赤红，体表符文闪烁，气机流转，周身散发着不逊身边魔头的骇人压迫力。是北离春秋山的冰老魔，他怎么会在这？这具符甲是北离皇族的至宝千机符甲，不是说早已损坏了吗？他们疯了，敢抢登仙阁的交易会！惊呼声四起。冰魔狞笑着，巨手直接探出，化作一只冰蓝色的魔爪，无视了下层那些普通宝物，径直抓向第8层展示台中央那些最珍贵的宝物，包括舍利子、天雷玺、剑宫黑刀、避风神煞、大量原石以及登仙阁的压轴之物。混乱瞬间爆发。放肆！登仙阁主持老者尽管被那封号武道的恐怖气势压得心神摇曳，但还是强提一口真气，怒目圆睁，须发皆张。他3品巅峰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周身青色真气如同燃烧的火焰，双掌在胸前结出一道繁复玄奥的印诀，青木擎天印。一道凝练无比、散发着勃勃生机与坚韧意志的青色巨印凭空出现，印身缠绕着古老的藤蔓虚影，迎风变障，试图阻挡那遮天蔽日的冰魔之爪。区区蝼蚁，螳臂当车！冰魔嗤笑一声，眼神中满是轻蔑。冰魔之爪去势更急，五指奔张，狠狠抓在青色巨印之上。咔嚓！轰！刺耳的碎裂声响起，那看似坚固无比的青木擎天印，在冰魔之爪下如同纸糊一般，仅仅支撑了不到1息的时间，便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旋即轰然炸裂，化作漫天青色光点消散。噗！本命法印被强行击碎，主持老者遭受致命反噬，脸色瞬间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一口混合着内脏碎块的鲜血狂喷而出，身形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后方闪烁着阵纹的金币之上，咚的一声闷响，金币荡漾起剧烈的涟漪，老者软软滑落在地，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已是油尽灯枯之兆。师叔！几名登仙阁的侍从神色大骇，想要上前搀扶，却被那足以冻裂金石冰寒气息逼得无法靠近，只能焦急呼喊：滚开！
冰魔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们，只是随意的一挥左臂，一股凛冽的冰寒罡风如同无形的墙壁横扫而出。砰砰砰！几名至少有5品修为的侍从如同被发怒的蛮龙撞中，护体真气瞬间破碎，口喷鲜血倒飞出去，人尚在半空，体表就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蓝冰，落地时已成了积聚僵硬的冰雕，生死不知。云海楼内彻底陷入了混乱。张清玄、林不语等大叫天骄，虽惊骇于冰魔的恐怖实力，但毕竟心智远超常人，纷纷厉喝出声，各色护身宝光冲天而起。雷地护身咒，张清玄双手掐诀，周身紫色雷光爆闪，化作一道缭绕着电蛇的雷霆光罩，将几位同门护在其中。雷光与倾袭而来的寒气激烈碰撞，发出滋滋的声响。剑壁，林不语背后古剑虽未出鞘，但一道凝练如实质的银色剑意已透体而出，在他身前形成一道薄如蝉翼却坚韧无比的剑气壁障，将刺骨寒气隔绝在外。只是他的脸色苍白，支撑得极为勉强。红尘斋的几位女子联手布下一道粉红色的旖旎光幕，光幕中似有无数美人幻影起舞，试图以幻术迷惑削弱寒气。然而在那绝对的力量和寒意面前，光幕剧烈扭曲，摇摇欲坠，几位仙子花容失色，嘴角已隐现血丝。各家长辈几乎都被召到了露台议事，年轻一辈的弟子们无一人能插手这场战斗。其他次一级势力的代表人物更是狼狈，有的祭出法宝勉强自保，有的则只能凭借身法狼狈躲闪那肆意的冰冷和恐怖的能量乱流，不时有人被寒气波及，瞬间化作冰雕，或者被乱流撕碎，惨叫声此起彼伏。而就在这极度混乱之中，有2人显得颇为镇定。一是天魔教那位碧眼自然的3长老，在冰魔破壁而入的瞬间，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得了然，随即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怒之色。他周身魔气翻涌，似要出手阻拦，身形猛地前冲，口中怒喝：魔头，安敢逞凶！一道乌光掌硬拍向冰魔的侧翼空处，掌锋凌厉，却巧妙地避开了冰魔夺取宝物的主要路线，像是力有不逮。在与冰魔一散的气势碰撞后，他闷哼一声，身形踉跄后退，恰好退到了一个既能观察全场，又不易被主要战火波及的角落，继续怒视着冰魔。实则气息平稳，眼神深处一片冷静。另一位则是万佛宫的无相老和尚，在冰魔出现的刹那，他眼神微变，低宣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和尚周身绽放出柔和而坚韧的金色佛光，如同蛋壳般将自身与身边的小沙弥牢牢护住，任凭寒气如何侵蚀，佛光只是微微荡漾，稳如磐石。师父，您佛法无边，已修成2品罗汉金身，为何不降服此魔？小沙弥看着周围的惨状，心急如焚，扯着无相老和尚的衣袖，急切问道：痴儿，祸福无门，为人自照，此间水深，非是表面那般简单。无相老和尚轻轻摇头，这魔头与那符甲皆非一语之辈，更有暗流涌动，我若强行出手，纵能拦他一时，必成众矢之的，缠斗之下变故横生，恐引更大灾劫。届时你我皆难脱泥潭，走为上策。话音未落，也不待小沙弥再问，老和尚袖袍一卷，浓郁的金色佛光包裹住2人，化作一道迅疾的金色长虹，直接投向那被轰开的巨大窟窿，眨眼间便消失在外界的云雾之中。就在冰魔的巨爪即将把展示台上最珍贵的宝物尽数捞取，登仙阁主持老者奄奄一息，众人绝望之际，孽障，毁我云海楼，伤我阁中之人，给老夫留下！一声苍老却蕴含无边怒意与威严的断喝，如同平地惊雷，自云海楼深处轰然响起。声音中蕴含的力量竟暂时压过了现场的混乱与冰魔的狂笑。刹那间，一道青色流光以超越视觉捕捉的速度撕裂空气，出现在第8层中央。光芒散去，露出一位身着朴素青色长袍，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如鹰隼的老者。他身形并不高大，但站在那里却仿佛一座亘古存在的山岳，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如无尽深渊，赫然是一位踏足了2品层次的绝世强者，是登仙阁的首阁长老青松真人。有人认出老者身份，发出惊呼，绝望的心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青松真人目光扫过重伤垂死的主持老者和化作冰雕的执事，眼中怒火更盛。他并指如剑，不见丝毫真元外泄，但一道凝练到极致，仿佛能切开虚空的青色剑罡已然破空而出，无声无息，却快得超越了思维，直刺冰魔的眉心元神。这一剑蕴含着他精纯无比的2品剑道修为，旨在逼敌自救，围魏救赵。然而冰魔似乎对此早有预料，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就在青色剑罡即将临体的瞬间，那具一直沉默矗立的千机符甲动了，他那双赤红的火焰眼眸猛地跳动了一下，庞大的身躯却展现出与其体型截然不符的迅捷，暗红色的密金手臂抬起，五指握拳，拳头上无数符文骤然亮起，引动周遭天地元气如潮水般汇聚，
一拳轰出。没有风声，没有气爆，只有一道凝练无比的暗红色拳芒，如同流星坠地，精准无比地撞上了青松真人的青色剑罡。嗡轰，两股足以开山断江的恐怖力量悍然对撞，没有想象中的巨响爆炸，反而先是一声沉闷到让人心脏骤停的嗡鸣，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环形冲击波才猛地扩散开来。咔嚓咔嚓咔嚓，第8层那坚硬无比的晶石地面以碰撞点为中心，如同干旱的土地般寸寸皲裂，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至整个楼层，四周的金壁疯狂闪烁，无数阵文明灭不定，发出刺耳的哀鸣。离得稍近的一些修士，即便有宝物护身，也被这股冲击波震得气血翻腾，口鼻溢血，骇然暴退。青松真人身形微晃，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千机符甲的力量远超他的预估。冰魔趁着青松真人被千机符甲缠住的刹那，冰魔之爪已然狠狠落下。收！他狂笑一声，魔爪过处，展示台上光芒最盛的几件宝物：寂灭舍利子、天雷喜、剑弓黑刀、避风神煞，以及超过70%的原石和登仙阁大半压轴宝物，尽数被他那冰魔真元包裹，收入一个凭空出现的黑色布袋之中。唯有少数几件距离稍远或被其他人拼死护住的宝物得以幸免。痛快！冰魔志得意满，感受着怀中布袋传来的磅礴灵气，凶厉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向了那始终云雾缭绕、寂静无声的顶楼。那里有一股让他本能地感到一丝忌惮的气息。云海楼内那倒地不起的主持老者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抬起头，望向那破碎穹顶之上的云雾，嘶声哀求，声音微弱却清晰地传入顶楼。嗨嗨，恳请前辈出手相助，无论成败，我登仙阁必有厚报。这声哀求仿佛一道引线。冰魔眼中冰蓝光芒一闪，猛地抬头，一股强横的精神力混合着冰魔气息，如同无形的触手，悍然刺向上方的云雾，试图探查顶楼的情况。然而就在他的契机触及云海楼穹顶之时，冰魔魁梧的身躯猛地一震，冰蓝色的瞳孔骤然收缩成了针尖大小，那狰狞狂傲的脸上极快地闪过一抹根本无法掩饰的惊骇。虽然只是一瞬即逝，快得几乎无人察觉，但他周身那滔天的魔焰却是出现了极其细微的一致。他探查到的并非预想中某个陌生老怪物的气息，而是一股他熟悉到骨子里、敬畏如神明的气息。冰魔此刻内心翻江倒海，他怎么会在上面？计划里没这一出啊！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众目睽睽之下，他若露怯，前功尽弃，藏头露尾之辈，给本尊滚下来！冰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脸上重新堆起更加狰狞的狂笑，做戏做全套。他怒吼一声，声震四野，仿佛被顶楼之人的无视激怒。他舍弃了继续与青松真人和千机符甲纠缠，庞大的身躯猛地拔地而起，周身魔元如同火山爆发，裹挟着足以冻裂金刚的极致寒意，一拳轰向上方那云雾缭绕的穹顶上。三品强者的全力厮杀已能引动天象变化，堪比古代地仙。拳出，一道粗大的冰蓝色光柱仿佛天光破晓，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咆哮着冲向上方。所过之处，连空气都泛起了褶皱，似乎无法承受这股极寒与力量的交织。轰咔嚓咔嚓轰隆，顶楼那由特殊晶石构筑、铭刻着无数强大阵法的穹顶，在冰魔这寒怒一击之下，终于不堪重负，轰然破碎。无数闪烁着灵光的晶石碎片如同陨星般砸落，连同着弥漫的云雾被瞬间驱散。就在穹顶破碎的刹那，一股更让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寒气自顶楼之上铺天盖地而下，瞬间将冰魔那滔天魔焰都压了下去。下方正与千机符甲激烈交锋的青松真人面色一变，骇然望向顶楼。这是所有幸存者，包括张清玄、林不语等人，皆感如坠冰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望向那破碎的穹顶之上。只见顶楼之中，面白无须的李公公手持一柄拂尘，挡在端坐不动的秦墨身前半步，似乎全力抵御这易散的寒气与威压。而秦墨依旧安然坐在那张玉椅之上，手持茶杯，神色平静无波，仿佛下方发生的一切，连同那破顶而入的杀招，都不过是戏台上一场无关紧要的喧嚣。他甚至没有抬眼去看那气势汹汹的冰魔。冰魔冲入顶楼，目光第一时间就锁定在了李九身上，两人眼神在刹那间有了一次极其短暂的、外人无法察觉的交汇。冰魔眼中的暴力微微一滞，闪过一丝询问与恭敬，而李九的眼神则古井无波，只是微不可察的轻轻颔首。死！冰魔再次发出一声暴喝，像是在为自己壮胆。他周身魔元澎湃，9条冰蟒肆掠而出，恐怖的冰晶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没云海楼，将第9层完全凝结成一座璀璨的冰晶宫殿。顶楼之上不断传来令整座楼宇震动的恐怖碰撞声，咚，轰隆隆，
狂暴的能量乱流如同实质的海啸，从破碎的穹顶处向下倾泻，冲击着第8层摇摇欲坠的防护阵法。青松真人不得不暂时放弃与千机符甲的缠斗，全力撑起一道青色光幕，护住下方残存的宝物，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那千机符甲也停下了动作，赤红的眼眸望向顶楼，似乎在等待指令。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顶楼之上爆发的战斗，其能量层级已经彻底超越了寻常2品宗师的范畴。那碰撞中蕴含的5道真意与力量，分明是2位屹立于2品巅峰，甚至触摸到1品门槛的5道巨擘在进行生死搏杀，轰出的每一道杀招都足以轻易碾死普通的3品之下修士。太可怕了！顶楼那位前辈竟然能与这凶魔战到如此地步，这威势，感觉云海楼都要被他们打碎了。幸好有这位前辈在，否则今日我等皆在劫难逃。下方众人心惊摇曳，既恐惧那毁灭性的力量，又庆幸有强者抵挡魔头。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持续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期间冰封的顶层不断传来令人牙酸的冰块碎裂声、爆炸声以及冰魔那充满愤怒与震惊的咆哮。老东西，你竟敢伤我，这是什么功法？而那位神秘前辈始终沉默。终于在一次格外剧烈，仿佛将整座京都都震得一晃的碰撞之后，顶楼的动静戛然而止，弥漫的冰尘与能量乱流缓缓散去。只见顶楼的冰封领域已然支离破碎，无数巨大的冰棱断裂。冰魔那魁梧的身影重新出现在破碎的穹顶边缘，他上身那狰狞的蟒纹上出现了几道血淋淋的伤口，脸色苍白，气息比起之前明显紊乱和萎靡了不少，显得颇为狼狈。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顶楼内部，目光快速扫过安然无恙的李九和秦墨，发出一声愤恨的低吼：老匹夫，算你狠！今日之仇，本尊记下了，他日必百倍奉还。放完狠话，冰魔身形一晃，化作一道冰蓝色的盾光，速度极快地冲向楼外。那具千机符甲也同时启动，化作一道暗红流光紧随其后。一人一甲瞬间便消失在京都上空的云雾之中，只留下一片狼藉。冰封未完全消融的云海楼，还有惊魂未定、面面相觑的众人。顶楼之上，李九公公甩去浮尘上沾着些许冰晶，他回头看向秦墨，笑道：殿下，咱家演的可还过得去？顶楼之上，那狂暴炽热的气息缓缓平息，云雾重新开始汇聚，缓慢而坚定地遮掩了内部的一切，让人无法知晓那一战的具体结果，更不知晓那位神秘前辈是胜是负，是生是死，伤势如何。登仙阁的2品强者青松真人望着冰魔遁走的方向，又抬头看了看那重新被云雾笼罩却依旧散发着残留恐怖威压的顶楼，眉头紧紧锁成一个川字，没有贸然追击，而是拂袖一挥，一股温和却庞大的力量扫过楼内，开始化解那坚硬的冰层。主持老者在内的一众登仙阁人员脸色铁青，强忍着伤势和怒气，开始清点惨重的损失，安抚受惊的宾客，场面一片混乱与压抑。今日之事注定要以狂风暴雨之势震动京都，传遍天下。冰魔闯入交易会，肆意劫掠，重创青松真人的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席卷京都上层。春秋山魔道7巨擘中，冰魔只排第6，可如今连青松真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境界恐怕是更进一步，接近2品圆满的大逍遥境了。而另一件事情则让了解云海楼之事的各宗各教的大人物们神色更加凝重。因为冰魔败了，听他们门下弟子说，冰魔从始至终都没能真正杀上顶楼，哪怕不惜疯狂消耗本源，将半座云海楼都冻成冰山，都没能胜过顶楼的那神秘强者。各教大人物会晤后，皆猜测出手之人极有可能已经超越2品，是未准1品的武仙。天下强者无数，但真至此境却无名号者少之又少。那位拦下冰魔的绝世强者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让人不由得不多想。当日我亲眼所见，在那神秘仙人身后还有一人，冰魔杀至，他从始至终都不曾动过。最后冰魔败走之际，我甚至还看到那神秘仙人向玉椅上的没看清容貌的身影躬身拜了拜。这则话语在来京的那些大势力中掀起了轩然大波。5位人间神话除了本就在大玄的，其他根本不可能这个时间来大玄京都，那能让疑似1品武仙俯首的人又会是何方神圣？他还接连拿出了3、4份1000年以上的大药，莫不是神农谷的老祖？事件发酵，近日来越传越离谱。有人说当日在云海楼之巅的是神农谷老祖，是天下第1丹师，所以才有绝世强者为其卖命。有人说是天山的真仙灵士，说当今天下既已生变，谁又能保证没有真仙凌尘？还有人说是北离的那位九公主，她深得地宠，身边有2品护道，近日在北离失踪，说不定已经秘密来到大玄。外界风声鹤唳，而造成这一切的秦墨却如同一尊雕塑般在楚王府的密室中静坐了2日。命途内的灵众经过这次云海楼的风波，已经破了3万大关。2日前，秦墨直接消耗了这3万灵种，
凝聚阴天子命格。他的肉身近乎静止，意识沉入内景，看到了一个死寂的世界。天空是凝固的暗红，大地遍布皲裂，蒸腾着漆黑阴煞。浑浊的忘川无声奔流，无数苍白手臂在血黄河水中挣扎。古老的奈何桥横跨其上，桥面萦绕着万古不散的叹息。远方，无数魂灵汇成灰色洪流，茫然走向地狱深处。那里有业火红莲与刀山剑灵隐约可见，惩戒之威穿透虚空。彼岸，赤红如血的彼岸花海妖艳绽放，是这灰色天地间唯一的色彩。当秦墨的意识扫过这片浩瀚冥界时，他体内那正在凝聚的阴天子命格与这片天地产生了深邃的共鸣。轰！冥冥中，一声无声的巨响震撼了整个内景地。那些亘古存在的废墟微微震颤，仿佛在迎接他们的新主。忘川之水掀起波涛，河中醉魂的哀嚎变得更加凄厉。地狱深处的业火冲天而起，像是在举行一场献祭的狂欢。整个灰暗的冥界天空之上，无尽的阴煞之气汇聚，最终凝结成一尊模糊不清的巨大无边的帝王法相。那法相头戴平天冠，身披玄黑龙纹地袍，虽面目不清，但其威仪却笼罩了整片冥土，让万鬼心生悸动，让整片天地震颤呐。正是阴天子命格在这内景冥界中的显化。秦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荒芜、死寂、混乱、刑罚、秩序、轮回，还有那因他而显现的帝王意象。内景地中漫长的岁月过去，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这片冥土世界的心脏与意志。铺天盖地的亡灵和阴神都惊颤地匍匐在他的脚下。意识回归的前一刻，他看到的最后景象是那尊顶天立地的阴天子法相化作无尽黑暗，缓缓融入他的体内。命格阴天子凝聚成功。秦墨是第一次用万象命图凝聚命格，也是在这之前才了解到凝聚命格不一定100%成功，如果失败了，那些灵种会消散。他有压上3万灵种，大不了重新来过的魄力，也挺过了灵魂在冥土世界的经历，成功凝聚了第一个命格。命格阴天子，品阶一阶帝王命格，阎浮好土之主，身死之后魂归幽冥，可争未来冥主之位。身在人世，具阴天子法相护体，万邪不侵，因神鬼物见之如见天地，莫敢忤逆。当前掌握玉明涛率幽冥，赤鬼神。玉明涛以自身为中心，至多将方圆100里之内化作人间与阎浮好土的之间的鬼域，隔绝一切念头查探，可让阴神鬼物显示。绿幽冥可将不甘的怨魂转化为幽冥死鬼。鬼兵当前至多转化6000鬼兵。赤鬼神可敕封3尊鬼将，亡魂越强大，所化鬼将越强，当前至多为2品巅峰，吞噬足够多的阴魂，鬼将可不死不灭。鬼兵、鬼将沉寂时，沉睡于你的影子中。率幽冥、赤鬼神这2项神通单一来看似乎并不强，甚至不如一个2品强者，但结合玉明涛就不一样了。这相当于无论秦墨走到哪，都能一人成军，将2品围困在鬼域之中，孰生孰死还真不一定。除此之外，秦墨的灵魂境界也获得大幅提升。调动体内阴天子法相之力时，他看到了那些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怨灵，足有数百之多，都是当初死在太阴山脉的藤甲银甲士。原先他们都在一丝丝地侵蚀自己的气运，但现在却被业火灼烧，发出凄厉的哀嚎，有的直接分离出去，匍匐叩首，惊恐万状。在秦墨的念头之下，这800藤甲银死士身上鬼气翻涌，身形逐渐凝实，身上破旧的藤甲变成幽冥玄甲，一个个都化成了鬼兵，恭敬无比的单膝跪下，眼中跳动着幽蓝色魂焰。境室外，李公公神色异样，不知为何修炼了一辈子太阴秘诀，含元真气的他在刚才那一瞬居然感到了灵魂冰冻的感觉。他即便好奇，但依旧守着规矩，没有将感知探入秦墨修炼的密室。层层灰雾从密室中溢散而出，李公公神色异样，这是阴灵的气息。中神州很大，无奇不有。李公公年轻时就曾接触过阴灵之物，当时所谓的阴灵大多是那些肉身腐朽了，灵魂却机缘巧合之下寄生于某一至宝苟延残喘的修士。他们一般不敢靠近气血旺盛的修士，也不敢暴露在太阳之下，就算苟延残喘，500年大限一过，照样魂飞魄散。不对，这股阴气似乎不具有的气血。李公公正疑惑着，突然所有的灰雾又快速收拢消散，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殿下出关了。进室的门打开，看到秦墨从中走出的那一刻，李公公神色不变，心头却有些震动。以往的他不需要探查殿下的气息，一眼就能看出修为大抵到了什么境界，可现在却感觉殿下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玄色纱衣，看不透，甚至带着探究意味的盯着去看，会感觉到双目刺痛。李公公没有多问，依旧保持着垂首低眉的姿态。他知道
殿下有很多秘密，该让他的知道的，殿下自己会说；不该让他知道的，那他就一个字都不该提。做好分内之事便好。殿下，小种子来过一次，送圣上的赏赐。李公公开口，递出一个羊脂玉瓶，此物是用寒灵玉髓和9味大药炼制的解毒丹。圣上说，若殿下服用了养龙莲，被黑莲参与暗毒侵蚀，可服用此药解毒。咱家检查过了，此物没有问题，也的确是解参与黑莲暗毒的良药，只要受到的侵蚀不多，都可以痊愈。秦墨接过玉瓶，用至木灵体感应了一番，的确没有毒。他目光微凝，瞳孔中浮现出模糊的阴天子法香，几乎将这解毒丹完全剖析。出乎预料的是，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也就是说，即便当初秦墨服用了那株养龙莲，中毒了，现在也能靠解毒丹安然无恙。似乎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真的害自己。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个想要弥补孩子的父亲。或许换成一位真正流落在外20年才与父亲见面的孩子而言，将父亲的倾心付出误会成算计谋划，在知晓真相后会万分惭愧。但秦墨不是玄帝的儿子，更不是局中人，这老狐狸一定藏有别的目的，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暂时不清楚他想要做什么。登仙中，玄帝是个隐藏 BOSS， 剧情不多，他精于算计，想谋万事先，却死在了自己的老祖宗手上。秦墨的出现不仅让本该死去的杨玉蝉活了下来，似乎也让玄帝的命运有了巨变。钟公公现在在哪？我去找他拿回云海楼丢的东西。面对秦墨的提问，李公公毫不意外道：应在司礼间，咱家为殿下带路。司礼间，恭迎楚王殿下，老奴迎驾来迟。钟公公早已得到消息，平退了左右，独自在院中等候。见到秦墨在李九陪同下前来，他立刻上前，姿态放得极低，弯腰跪拜时，身躯轻颤。秦墨目光平静：公公不必多礼，本王此来是想取回几件本属于本王的东西。钟公公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仿佛早已料到此事。他引着秦墨进入一间僻静的偏房，桌上摆放着数个锦盒与玉匣，正是那日在云海楼被冰魔劫走的诸多珍宝。殿下明鉴，那日取回的物品皆在此处封存，未曾入库。殿下请看，哪些是您之物？哪里有什么北离冰魔，不过是玄帝麾下这位深藏不露的老太监动用了皇宫秘库中的2件秘宝，能完美模仿他人形貌气息甚至招式的众生相，以及那具300年前被李九亲手打碎，早已被大玄秘密修复并掌控的千机符甲，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目的无非是不愿看到那些与大玄若即若离的顶级大教通过交易会获得能提升实力的关键资源。原本这些都要入玄帝秘库，奈何当日在云海楼见到了楚王，楚王脉他一个人情没有揭穿，见者有份，成了心照不宣。秦墨目光扫过，径直取走了那枚色泽暗淡、内蕴寂灭禅意的灰白色舍利子和蕴含着避风神煞的残冰。随后他的手指在几个锦盒上略一停顿，又取走了2个看似不起眼的紫檀木盒，打开后里面是2枚龙眼大小、丹霞流转、道运内敛的丹药。登仙阁压轴宝物中的2枚造化丹，据说有夺天地造化之功，一人一生只能服用1枚，服下后可得20年精纯修为，哪怕全无修为的人也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将修为推至4品。选取过程中，秦墨的余光一直留意着钟公公的神色。见他拿走舍利子和神煞时，钟公公面色如常，但当那2枚造化丹被取出时，钟公公的眼角微不可察地跳动了一下。虽然瞬间恢复平静，但那细微的肉疼还是被秦墨捕捉到了。然而也仅此而已，并无更多不满或阻拦之意。秦墨将4样物品拿在手中，故意问道：公公觉得本王可曾拿错？钟公公立刻挤出满脸笑容，躬身陪笑道：殿下说笑了，此间之物本就是殿下的。圣上已然知晓云海楼之事，龙心甚慰。圣上原本极想亲自见见老祖宗，奈何近来圣体为何，精力不济。但圣上特意吩咐了，这些宝物任凭殿下先取，余下的再收入秘库不迟。这番话姿态放得极低，几乎是将玄帝的纵容与恩宠摆在了明面上。秦墨只是淡淡道：既如此，本王便却之不恭了，烦请公公代我谢过父皇。殿下放心，老奴一定将话带到。钟公公恭敬应下。秦墨不再多言，带着李九转身离去。司礼间偏房内只留下钟公公一人，看着桌上剩余的宝物，轻轻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圣上的秘库最深处，其余皇子都没有去过，只有19皇子去过，所以他能认出千机符甲，而这一切都是圣上的安排。他在想，若有一天圣上与干爷爷走到了对立面，他该站在哪一边？咱家这一生树敌无数，离不开圣上啊。8皇子府邸书房，名贵的紫檀木桌案被一掌拍得4分5裂，木屑纷飞。8皇子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废物，都是废物！
登仙阁也是一群废物。青松那老匹夫，平日里被人吹得天花乱坠，什么二品武宗，坐镇一方，结果连自己的场子都看不住，被那冰魔如入无人之境。还有那该死的冰魔，北离的魔崽子，安敢欺我至此？那避风神煞可是他此生最大的机缘，若不是为了那件大事，他断然不可能拿出来去换古堡。现在他想要的护身古堡没换到，避风神煞还众目睽睽之下被那突然杀出的冰魔劫走。更让他怒火中烧的是后续，登仙阁为了平息众怒，维护声誉，对大部分受损的宾客都给予了补偿，或是以等价宝物相抵，或是许诺未来优先交易权。可轮到他这位堂堂大玄皇子时，登仙阁的使者却是含糊其辞，拖延着说没有寻到相应品质的宝物，让他等。如此区别对待，让八皇子气得发抖，真的是一招失势，谁都想来踩他一脚。前不久魏家倒台，他失去了他的聚宝盆，禹州的那10万吞金兽，如今已经开始不太安分了。如今又损失了比完整古堡还珍贵的避风神煞，他这辈子积蓄为了接下来的谋划已经掏空，没有太多时间了，只希望那一天快些到来。事成之后，登仙阁今日对本王的轻视必将付出代价。还有那北离的冰魔，怕不是与老十九有所勾连，2次3番坏我好事，该杀。八皇子看着手中的虎符，神情逐渐冷静下来，但转念想到自己的府邸内有不少眼线埋伏，立刻转变了态度。他突然暴跳如雷，似乎要将书房内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瓷器当成了青松真人和冰魔。听着打杂声，侍从们远远跪伏在地，噤若寒蝉。与此同时，京都外城一处门匾上书云深邸的豪商府邸，这府邸外表看起来与寻常富商宅院无异，内里却戒备森严，阵法暗布。在最深处的一间密室内，气氛凝重。一名身着锦衣、面容俊朗、神色恬淡的青年坐在主位，手中把玩着一枚代表北离皇室的龙纹金雕令牌。在他下手正坐着一位浑身散发着冰寒气息的老者，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眼神开合间金光四射，正是八皇子口中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正主春秋山魔道巨擘冰魔。只是此刻，这位凶名在外的魔道巨擘脸色同样难看，甚至比丢了神煞的八皇子还要憋闷几分。砰！冰魔一掌拍在身旁的玄铁茶几上，茶几瞬间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坚冰，随即咔嚓碎裂，岂有此理！简直是欺人太甚！哪个没卵子的阿扎货色一而再的冒充本尊？他眼中煞气弥漫。不久前就他娘的有谣言说本尊在太阴山脉现身，还伤了玄帝身边那老烟狗，放他娘的屁！本尊这段时间一直在北离境内闭关，何时去过那鬼地方？如今倒好，这黑锅还没甩掉，又他娘的扣上来一口更大的，居然说本尊抢了登仙阁，还他妈是在大玄京都，在青松那牛鼻子的眼皮子底下。冰魔气的浑身寒气不受控制的外泄，密室内温度骤降，墙壁上都凝结出冰霜。真当本尊是泥捏的不成，任由他们泼脏水？若是让本尊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冒充，定要将他抽魂炼魄，冻成冰渣。北离五皇子神色却颇为冷静，他轻轻摩挲着拇指上的一个玉扳指，淡淡道：冰老，稍安勿躁。他抬起眼皮，目光平淡无波地扫过向冰魔。是有人栽赃嫁祸也好，是登仙阁自导自演也罢，眼下都不是深究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潜入大玄的目的。北离五皇子语气加重，北疆王庭近年来与我北离摩擦日益加剧，若能借大玄庆典斩其嫡系血脉，重创北疆王心神，大玄与北疆的百年和好之盟也将不复存在。父皇为此谋划已久，这是我们此行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任务。其余一切，包括个人荣辱，皆可暂时放下。小不忍则乱大谋。冰魔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周身弥漫的寒气缓缓收敛。他冷哼一声，虽然依旧面色不善，但还是瓮声瓮气地道：殿下放心，老夫自知轻重，不会因这等宵小之辈的伎俩误了陛下的大事。只是他眼底深处那抹被冒犯、被利用的戾气却并未完全消散。这笔账他记下了。北离五皇子点了点头，不再多言，目光重新投向桌上那张精细的京都城防图与庆典流程安排，目光幽冷。京都的水比他预想的还要浑，而这突如其来的冰魔事件似乎也预示着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会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和猛烈。楚王府进士，玉明涛之力悄然笼罩，虽未完全展开鬼域，但一丝丝精纯的英明气息已隔绝内外，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确保此间动静绝不外泄。秦墨盘膝而坐，面前悬浮着3样物品，一柄蕴含着避风神煞的残冰，煞气如无形刀刃切割空气；一块通体幽蓝、内蕴雷光的九霄雷晶，散发出煌煌天威；以及一个新取出的玉盒，盒中封存着一团不断跳跃、闪烁着毁灭性紫色电芒的气流，正是他在登仙交易会上换得的另一道珍贵神煞——紫雷神煞。
此煞蕴含天罚之威，至阳至刚，爆裂无匹。五品化煞境需引煞气入体，与自身真气相融，化出真气之形，金乌柱古功，霸烈无匹，对煞气的品质与属性要求极为苛刻。秦墨野心极大，不满足于单一神煞，他要同时炼化这避风与紫雷两种顶级神煞，铸就前所未有的化煞根基。引！秦墨低喝一声，功法同时运转，左手引动残冰之上那缕灰黑色的避风神煞，右手摄取玉盒中那抹狂暴的紫雷神煞，两股属性迥异却同样恐怖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刹那间，他体内仿佛化作了战场，一边是阴寒刺骨足以撕裂经脉的避风，一边是灼热狂暴意图焚毁一切的紫雷。两股神煞在他经络中横冲直撞，彼此冲撞带来的痛苦远超单一神煞的炼化。若非他早已将无忌骨修至第二重，骨骼坚于金筋，更兼金乌柱骨功，使得气血如烘炉，只怕瞬间就要爆体而亡。他紧守心神，以内景的推演出的完美路径，强行引导这两股狂暴的力量。炽盛如烈阳的火元真气作为中和与主导，如同熔炉不断冲刷、挤压、熔炼着风雷二煞。这是一个极其凶险且精妙的平衡过程，稍有不慎，便是风雷失控、形神俱灭的下场。玉明涛的鬼域之中，景象骇人，时而阴风怒号，冰霜凝结，时而紫电狂舞，热浪蒸腾。秦墨的身体仿佛成了风雷交加的天地中心。与此同时，李九公公则在密室隔壁特意开辟出的丹房中，开启了药源的部分禁制，取用辅药。他面前悬浮着那2枚原本已是极品的造化丹，以及数十株散发着浓郁药香、灵气逼人的大药。李九神色肃穆，双手结印，太阴寒元真气化为幽蓝色的火焰，将丹炉包裹。他修行数百年，武道修为被打磨到极致的同时，于丹道意图的造诣亦是登峰造极。此番生炼，他要以太阴真火为引，辅以珍稀大药，将这造化丹的药力与品阶再向上硬生生拔升一个层次。时间在修炼与炼丹中悄然流逝。3日苦熬，轰隆！秦墨体内仿佛有惊雷炸响，那避风神煞与紫雷神煞历经无数次的冲突与磨合，终于在他的强势镇压与玄妙引导下，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并开始与自身那霸烈的火元真气真正融合。他的真气颜色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火红，而是化作了某种暗紫近黑的颜色，其中仿佛有细微的灰色风旋与紫色电蛇在流转生灭。真气运转之间，既有金乌的永恒炽热，又有避风无孔不入的锋锐，更增添了紫雷之中孕育的无穷生机与毁灭。五品化煞境成，而且是融合了风雷双煞的至强根基。但这还未结束，他毫不犹豫抓起那块九霄雷晶，更为精纯磅礴的雷霆之力涌入体内，直奔骨骼而去。无忌骨的修炼需要至阳至刚之力的不断淬炼，这九霄雷晶蕴含的天雷之力正是无上补品，尤其能与刚刚炼化的紫雷神煞相互呼应。第二重无忌骨在风雷交加的淬炼下飞速巩固，并向着更深层次迈进。他整个人的气息在突破五品后继续稳步提升，变得愈发深邃，仿佛体内蛰伏着一尊无上魔种。就在秦墨彻底巩固境界，将九霄雷晶之力也吸纳殆尽的时，丹房的方向传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异香，一道氤氲丹气即将冲霄而起，却被密室的阴明气息牢牢封锁在内。片刻后，李公公手持一个温润白玉瓶走入密室，他脸色微微有些苍白，气息也略显浮动，显然此次生炼对他消耗不小。殿下，幸不辱命。李九将玉瓶递上，咱家也是第一次炼制这等品质的造化丹，依咱家预估，服用此丹，哪怕资质平庸之辈，亦能凭空获得一甲子精纯修为，其药性温和，会随岁月推移自然化开，若无意外，保送2品封号武道当无问题。秦墨接过玉瓶，能感受到其中2枚丹药蕴含的磅礴如海的灵机。他看向李九，敏锐地察觉到对方气息的不同以往。有劳公公了。秦墨颔首，随即问道：关公公气息似有变化，不知公公如今究竟立于何等境界？李九闻言沉吟片刻道：世人皆言6品之后的修行如登9重楼，但在咱家看来更似攀12重楼。第1重楼5品化煞凝气登堂入室，第2重楼4品紫寿仙衣水火不侵，第3重楼3品气成龙虎成武道大家，可开宗立派，第4重楼2品初期得见天门封号武宗，已是世俗顶尖，第5重楼2品中期逍遥天境半步武圣罕逢敌手，第6重楼2品圆满大逍遥境武道巨擘即可横行，第7重楼准1品可成武仙剑仙刀仙人间绝顶，第8重楼1品境陆地神仙万军辟易，第9重楼无暇陆地神仙亦称人间神话。当时那5位实力或有高低，但都在这个层次。
在之上，古籍记载，最高可成圣作祖，得寿万万年，成羽化真仙。咱家肉身爹落到了6重楼，一魂在9重楼之巅，向上仰望，高山仰止，犹可见硕众天阙。只是可惜。李九长叹一声，落寞道：“时不我待，前路已渺。”那2句16字真言，对公公的帮助已到极限了吗？李九点头，神色坦然。殿下明鉴，那真言玄奥，已助咱家稳固一魂，亏得前路，但终究难补无根之水。殿下放心，咱家既已承诺为仆1年，无论接下来殿下境遇如何，皆不会有任何动摇，必竭尽全力。秦墨却摇了摇头，笑道：“公公误会了，我并非担心此事，只是近几日参悟太阴秘卷，结合自身些许感悟，偶有所得，不知对公公是否还有些许微末帮助。”说着，他取出了皇宫中很常见的太阴秘卷手抄版。这几日，他不仅在修炼，更以阴天子法相在内景地中不断推演这门功法。天下阴属性功法，在执掌幽冥的阴天子法相面前，其奥秘几乎无所遁形，推演补全后续，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他在原卷之后，又增添了许多关乎阴阳转化、太阴运神、魂体双修的深奥法门，其中甚至隐约触及了调和魂体失衡、弥补根基的秘术。李九带着一丝疑惑接过卷轴，起初只是随意浏览，但很快他的目光就凝固了，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痴迷，再到沉思，整个人如同被定住了一般，死死地盯着卷轴上的文字与行气路线，尤其是那些关于魂体共济的全新阐述。过了许久，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将数百年的郁结都吐了出来。他抬起头，看向秦墨的眼神充满了复杂难明的意味，有震撼，有恍惚，更有一种看到前路曙光的激动。他没有多说任何话，只是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秦墨深深的无比郑重地拜了下去。这一拜胜过千言万语。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功法的延续，更是攀登12重楼，乃至窥视更高境界的可能。夜月明星稀，一身玄色长服的秦墨独自走出楚王府。他并未掩饰行踪，几乎在他身影出现的刹那，王府周围阴影角落里数十道蛰伏的气息便悄然苏醒，一道道或明或暗的目光，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猎狗，立刻锁定了他。这些来自不同势力的眼线训练有素地移动起来，远远坠在后面，既不敢跟得太近，也不敢跟丢。然而就在穿过一条较为昏暗的长街转角时，前方不疾不徐行走的秦墨身影如同水中的倒影般微微一晃，竟凭空消失不见。几名冲在最前面的眼线猛地顿住脚步，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他们迅速运转体内真气，瞳孔中泛起各色异芒，或洞察虚妄，或追踪契机，各种瞳术功法被催动到极致，疯狂扫视着前方空无一人的街道。没有，什么都没有。气息、痕迹、真气波动，所有的一切都戛然而止，仿佛那位楚王殿下从未在此地出现过一般。只有夜风吹过空巷，带起几片枯叶，发出沙沙的轻响，衬得这群眼线脸上的惊愕与茫然愈发明显。人呢？怎么回事？凭空消失了。快禀报上去。低沉的惊呼和急促的传讯声在暗处响起，带来一阵短暂的骚动。与此同时，在他们无法感知的层面，一个覆盖了小半座京都的庞大鬼域正悄然运转。玉明涛的力量无声无息的弥漫，将现实与冥土短暂重叠。在这片阴气森森、鬼哭狼嚎的独特空间内，秦墨正不急不缓地行走着。外界的一切窥探都被隔绝，大萧遥境之下，无人能强行闯入这片由他主宰的领域。他身后800鬼兵如影随形，步伐整齐划一，阴煞之气凝结如实质，使得这片鬼域更添几分肃杀。秦墨的目标明确，一路向着京都郊外而去。最终，他在一片荒废的刑场区域停下了脚步。这里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荒凉的连野狗都不愿在此栖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腐朽气息，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冷。100年前，这里曾是大玄最精锐的虎贲黑旗的军营，也是他们最终的葬身之地。那段尘封的历史，即便后世已然翻案，也难以洗刷此地凝聚的冲天怨气。100年前，一代昏君当朝，轻小人，远贤臣，致使国势衰微。北疆王庭将大玄当场后花园肆意劫掠，杀戮无数。危难之际，是镇守南境的虎贲黑旗临危受命，主帅岳重山用兵如神，一路高歌猛进，不仅收复失地，更反攻入北疆境内，杀得王庭山河破碎，闻风丧胆，黑龙其所向，小儿只啼。北疆战士肝胆俱裂。就在岳重山即将踏平王庭京帐，为大玄开拓万世疆土的巅峰时刻，京都连发18道金令，以留在京城的亲眷性命相携，强令班师。忠君思想刻入骨髓的岳重山不得不含恨撤军，使得北疆获得喘息之机，最终两国签下了那荒诞的100年和好盟约。而这支功勋卓著的铁军班师回朝后，等待他们的不是封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奸臣以发放粮饷的名义，诱骗全军在此军营卸甲，随即万箭齐发。事后，一顶意图谋反的帽子扣在了这些忠魂的头上。纵然后世平反，知晓是昏君巨帅功高震主，奸臣祸乱朝纲，但这数万冤魂却早已无法挽回。秦末尽力荒宅之前，目之所及，可见阴阳两界。此地的阴气浓郁的化不开，比乱葬岗尤甚千百倍。无数扭曲、痛苦的冤魂意识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肉眼不可见的恐怖磁场，如一道贯通天地的灰色龙卷风，带无尽的怨恨与愤怒，百年不散。恨，我恨啊！30年沙场浴血，马革裹尸犹不悔，换来的是乱箭穿心，死无全尸。大玄该灭，那昏君该死。秦末目光平静，一步踏入这冤魂风暴的中心。因天子法相显化，一股惊天射地的恐怖威压瞬间涤荡开来。尔等可愿随我再征战一试，化去冤魂之躯，博阴神之位，无异者准入轮回。你的身上没有那令人作呕的大玄皇族血脉。滔天的冤魂为之一惊，鬼嚎之声在阴天子法相面前瞬间低落。他们对大玄昏君佞臣的恨意刻骨铭心，永世难消，对皇族气息更是敏感至极。但在秦末身上，他们只感受到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幽冥威严，而非那令他们灵魂战栗的厌恶气息。我愿意随主上征战，再搏一世轮回。末将愿往，但求在职战歌，招旌旗，斩阎罗。我也一样，这浑浑噩噩的鬼日子，老子过够了。一道道身影开始从灰色的龙卷中挣脱出来，他们身上缠绕着厚重的怨气与血念，这些都是他们难以踏入轮回的枷锁。这些身影依稀可见昔日百战精锐的彪悍轮廓，如天降仙兵般纷纷落在秦末面前。随着秦末目光扫过，磅礴的幽冥之力涌动，这些冤魂身上那足以让寻常修士堕落的怨灵之气被强行炼化塑形，化作一副复凝时狰狞的黑色鬼铠，覆盖在他们魂体之上。紧接着，秦末心念一动，身后那800追随他一段时日的藤甲兵齐齐化作精纯的阴气魂力。他没有丝毫吝啬，将这些魂力如同养分般引导向新降的虎贲黑旗冤魂。得到这股力量的补充，本就根基深厚的虎贲鬼兵们魂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凝实，气息节节攀升。他们本就是天下有数的强军，哪怕魂飞魄散在即，底子犹在，此刻得到滋养，整体实力迅速稳固，赫然全员维持在了9品5夫以上的层次。良久，整整5000名身披黑色鬼铠、煞气冲霄的虎贲黑旗，已将这片荒芜的刑场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阴风烈烈，甲胄森然，仿佛一支从地狱归来的死亡军团。100年岁月，当初的数万忠魂，也只剩下这5000最为坚韧、凶厉的冤魂还残存至今。最后，秦末的目光投向了被众虎贲鬼兵隐隐围在中央的一处空地，那里并非空无一物，地底无尽枯骨之下，一个身材极其魁梧、身高9尺的将军魂影，通体被铁链贯穿，目光低垂。他如同朽木，又似亘古存在的雕塑，周身散发着远比普通鬼兵沉重浩瀚的压抑气息。他便是这支虎贲黑旗的魂核主帅岳重山。他似乎沉睡了100年，又似乎一直清醒地承受着100年的折磨。感受到秦末那蕴含无上威严的目光，岳重山缓缓抬起头，即便因天子法相的右光刺得他睁不开双目，依旧沙哑道：本将不做叛臣。即便能清晰地感知到眼前之人拥有瞬间让他魂飞魄散的可怕力量，这位100年前的军神依旧没有丝毫怯色，只有属于军人的骄傲与固执。秦末对此并不意外，神色依旧平静，他没有以力压人，而是缓缓开口反问道：将军所中是一家一姓之大玄，还是这中神州万千苍生之大玄？轰！在阴天子法相的神通之下，这番话如同惊雷在岳重山的魂体内炸响。他眼前景象飞速变幻，仿佛瞬间重历了自己的一生，从少年从军到浴血沙场，再到功高震主，最终含冤赴死。他也再次看到了那个因君王昏聩、奸佞当道而生灵涂炭的时代，百姓流离失所，国土沦丧，忠良惨死。这短暂的沉默对岳重山而言，却如同经历了100年之久，他脸上的麻木如同冰雪般消融，神色微微动容。那双曾经令敌人胆寒的虎目之中，一点点地重新绽放出锐利而复杂的光彩，有痛苦，有明悟，更有一种挣脱了某种束缚的释然。这尊9尺悍将缓缓从那困了他100年的葬坑中拔地而起，他动作沉稳，带着千军之众，一步一步来到秦末面前，带甲的膝盖轰然砸落在地，发出沉闷而坚定的撞击声。末将岳重山。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仰视着秦末，声音沉浑有力，再无半分迷茫。愿为殿下手中之剑，马革裹尸，涤荡乾坤。此生此世，绝不变更。善。秦末颔首，抬手一指，
一道蕴含幽冥本源法则的符咒落入岳重山魂体之中。刹那间，岳重山身上挥舞进去，一套更加狰狞威严的黑色将军铠覆盖全身，头盔之上恶鬼吞面，肩胛之处鸣龙盘踞。他周身气息轰然暴涨，阴煞之力凝如实质，赫然突破桎梏，达到了2品武宗的层次。鬼将岳重山于此赤峰而成。5000虎贲鬼兵见状，无需命令，齐齐以拳叩击胸甲，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愿为主上校死，愿为将军效死！阴风呼啸，卷动着冲天的战意与煞气。这支沉寂100年的无敌铁骑，终是在幽冥之中重聚。秦墨现在要做的就是积蓄实力。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京都的氛围不对，登仙中9条世界线和无数支线交错，每一次不一样的选择都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某一条世界中，大玄庆典附近是发生了大乱子的。当时几乎除了5大教的顶级高手，其余次一等的宗门大派大半都参与了进来。这是一条造反线，也是血祸的开始。届时可能还会有大量兵马入城，发生兵变。太子不简单，8皇子也不是省油的灯，6皇子瑞王哪条线都活得很久。至于玄帝，这老狐狸在无数条不同的剧情中，只有被他老祖化中长生仙杀剧情杀的结果，其余人想杀他无意成功。除了岳重山，近几百年内最有名的名将埋骨帝应该是在西晋的汉州的天阙关。埋骨在那的杀神和镇妖君，是大玄历史上除了太祖清变外最强的一只虎狼之师。秦墨想到了登仙中修成鬼仙，真正赵荆奇、斩阎罗的大玄杀神，那位实力无比接近无暇陆地神仙，若是有肉身，甚至有机会位列人间神话。只不过汉州离京都太远，在大玄疆域的最西境，足有15000里之遥，路途坎坷。现在过去，大可不必，不久后的京都可能会死很多人，那时候才是阴天子命格真正开始起势的时候。幽冥鬼域悄然收敛，如同潮水般退去。秦墨的身影无声无息地重新出现在楚王府的书房内，窗外月色依旧，仿佛他从未离开。唯有意识深处那5000虎贲黑旗的肃杀战役与鬼将岳重山沉凝如山的气息，证明着方才郊外荒宅的一切并非虚幻。他略作调息，将周身因驾驭庞大幽冥之力而微微激荡的气息平复下去。随后他从怀中取出那枚温润白玉瓶，倒出一枚龙眼大小、氤氲着七彩霞光与磅礴生机的丹药，正是经李九公公生炼后的极品造化丹。自己服了一枚后，压下药力，径直走向杨玉蝉所居的绣楼。绣楼内灯火温软，杨玉蝉正坐在案前，仔细对照着一卷古老的医书，调试着9转仙方的药材比例。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见是秦墨，轻轻松了口气，放下手中药匙，温婉起身：殿下。他声音柔和，还有些意外。皇嫂不必这般辛劳，养龙莲虽然化解了凤鸣之体的弊端，但还是要多加调养，这丹药你服下。秦墨取出剩下那枚生炼过的造化丹，杨玉蝉的目光落在造化丹上，眸中闪过一丝讶异。他精通药理，自然能认出这灵丹药力非凡，其蕴含的灵机道韵，嗅一嗅都让人体内真气加速流转。这是造化丹，此物对殿下有大用，给我有些暴殄天物了。杨玉蝉摇头。秦墨微微俯身，近前几乎触及杨玉蝉的鼻尖，淡然一笑：我已服用过，皇嫂不要，我就拿去喂鱼了。说罢，秦墨抬手一抛，那枚丹药便从他掌心飞了出去，划过一道弧线，直坠楼下莲池。杨玉蝉眸子倏地睁大，下意识惊呼：不可！他来不及多想，急急伏在朱红栏杆上，探出半个身子，真气如丝如缕地发散出去，试图卷住那枚下坠的丹药。晚风拂乱了他鬓边的发丝，勾勒出纤细紧张的背影。就在这时，一股温热的男子气息忽然靠近，秦墨不知何时已悄然来到他的身后，几乎贴着他的脊背，一只手轻轻环过他的肩头，修长手指间赫然又捏着一枚圆润丹药，不由分说便送至他的唇边。皇嫂不乖啊，还要喂的，张嘴！杨玉蝉猛地一怔，回头看他近在咫尺的脸庞，瞬间明白过来，方才秦墨扔下去的多半是一枚假丹或是寻常丹药。一股被戏弄的羞恼顿时涌上心头，他羞恼地瞪了他一眼，气鼓鼓的，这次不再犹豫，张口便将那枚造化丹含住。贝齿不经意地磕碰在秦墨的虎口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丹丸入口即化，磅礴药力瞬间散开，而他犹自带着点气性，唇瓣擦过他指节，留下一点红烟之痕。绣楼内一片旖旎，怀中的家人娇躯轻颤。秦墨的手指仍停留在太子妃的唇边，沾染了胭脂的虎口微微发烫，他凝视着太子妃那迅速泛红的耳垂，伸手拂过蚕丝红绸，轻轻吹了口气，笑道：皇嫂别回头，我是太子。杨玉蝉凤眸瞪大，这一刻命途都有动静传来，竟从杨玉蝉的身上也吸收到了灵种。
窗外的莲池夜色正浓，鸡尾锦鲤在池底悠然摆尾，搅碎了一池月光。与此同时，一道身影悄无声息来到绣楼外。陆言之他本想寻秦墨说踢计划，了解一下他近日动向，刚走到门外，便听到了里面细微的水声，以及杨玉婵那轻柔的带着某种难以言喻情绪的呼吸与偶尔的低语。陆言之脚步一顿，秀眉瞬间紧蹙。没人知道他也是上三品，耳力非凡，虽未窥视，但里面的情形已能猜出7、8分。陆言之站在原地，听了半晌，脸上神色纠结，最终悠悠一叹，带着几分无奈与心疼，悄然转身离去。都怪我没能早些找回墨，让他流落在外，少了管教。如今方才，他心中自责，更多的却是一种决绝。事已至此，木已成舟，绝不能再让墨伤心。既然他喜欢，那便随他吧。杨玉婵身份特殊，只能委屈太子了。陆言之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回到自己房间，迅速写下一道密令，唤来心腹暗卫，传信给陆奎，不必再装伤了。太子麾下6大供奉，如今都在秘密赶往京都的路上，让他亲自出动，待死事将6大供奉中除了吕家的人全都截杀了。为了墨儿的这份安宁，扳倒太子，或者至少让太子彻底失势，再也无力追究此事，势在必行。时值大选庆典临近，京都本就鱼龙混杂，各方势力的耳目早已遍布城中。而就在数日前，回到宫中的右公主秦幼婉，在一次寻常修炼中，周身竟无意间绽放出琉璃般纯净剔透的华光，一股能够映照万法的独特道韵弥漫开来，虽仅持续片刻便悄然收敛，却已被不少潜伏在暗处的各方眼线敏锐捕捉。这一项的消息通过种种隐秘渠道，以惊人的速度传递出去，说是琉璃剑心现世。此星窍千载难逢，身具此星窍者，再见到一途有着匪夷所思的禀赋，心念纯粹如琉璃，能勘破虚妄，直指本源。修行任何剑诀神通，皆能直指核心，毫无挚爱，更有极大机缘触摸剑道终极之境。不仅如此，此星窍蕴含的映照与明彻之能，与佛门照见五蕴皆空的至高禅境亦隐隐相通，堪称佛门无上慧根。消息传至神霄门，当日便有一袭红衣下山。剑宫内几位常年闭关的长老被紧急传讯惊动，就此事进行密议，意见交锋激烈。一时间，京都暗流为之牵引，风云骤紧。数日后，一则消息震动京都，剑宫与神霄门有2位剑道巨擘来到京都。据说神霄门来的当是第一女剑仙叶红玲，而剑宫则请动了一位辈分更高，号称功法之力冠绝当代的大剑仙李成风。2位剑道巨擘亲临，目的竟惊人一致，都是为了收徒。更令人啧舌的是，万佛寺的无香和尚也参合了进来，要渡佛女，继承慈航宫道统。而被这3方顶尖势力争抢的目标，正是受过秦墨大恩、身世特殊的右公主秦幼婉。突如其来的关注与选择，让本就心思单纯的秦幼婉手足无措，凤飞亦是心乱如麻，不敢轻易决断，只柔声建议道：“婉儿，此事关乎你未来道途，母妃亦难以抉择。楚王殿下见识非凡，对你有恩，你不妨去问问他的意见。”秦幼婉轻轻点头。翌日，楚王府，秦幼婉独自寻上秦墨，她身姿窈窕，容颜清丽绝伦，却笼罩着一层生人勿近的寒意。皇族中关于她血脉的流言与非议，早已将她雕琢成一座沉默的冰山。她刚在花厅坐下，甚至未来的即向秦墨说明来意，便有侍卫匆匆入内禀报：“殿下，府外有3人求见，自称是神霄门叶红玲、剑宫李成风、万佛寺无香。”秦墨目光微动，点了点头：“请。”一旁的秦幼婉纤细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清冷的面容上掠过些许的无奈。他们竟跟到了这里。很快，3道身影步入花厅。神霄门叶红玲一袭红衣似火，容颜绝艳，眉宇间自带一股睥睨天下的英气。她周身气息炽烈，仿佛一轮行走的人间骄阳。剑宫李成风则是一位青袍老者，身形挺拔如松，面容古朴，眼眸开合间似有无数剑影生灭，气息古老而苍茫，带着斩断一切的极致锋芒。万佛寺无相老和尚身着朴素僧袍，笑意盈盈，周身隐有佛光流淌，气息浑厚磅礴，宛如深不见底的古潭。这3人的气息虽已极力内敛，但彼此之间仍有一种无形的契机在相互倾轧碰撞，使得整个花厅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他们衣袂之上甚至还残留着些许未曾完全平息的气机。显然在来此之前，3人已在别处有过一番交锋。秦墨将这一切尽收眼底，泰然自若，淡淡开口：“3位联袂而至，不知有何见教？”叶红玲气势最盛，率先开口道：“楚王殿下，明人不说暗话，本座是为右公主而来。右公主身具琉璃剑心，乃万古罕见的剑道奇才，本座想收她当关门弟子。”他目光灼灼地看向秦幼婉，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李成风抚须，
声音平和，却带着剑鸣般的锐利。叶剑仙此言有失偏颇，右公主殿下灵台空明，澄澈如镜，更契合我剑宫无上剑道真意。此等良才美质，若不入剑宫，实乃憾事。另外，老夫记得叶剑仙不是在3年前就已经收过关门弟子了吗？红绫剑仙虽看着十分年轻，但真实年纪却不小，是神霄门太上长老级的人物。他的关门弟子如今都已经是神霄门的副掌门，徒孙张清玄都比秦佑婉年纪大。叶红绫神色如常，平静道：本座今日破例开个门，李成风你有意见？李成风无言，非是打不过，而是他不想李封女人。无相神僧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声音带着抚慰人心的力量。阿弥陀佛，右公主慧根深重，与我佛门才有缘，唯有斩断尘缘，明心见性，方能得大解脱、大自在，成慈航普渡之伟业。三人各执一词，虽未在动手，但那无形的气势交锋，已让花厅内的压力陡增。秦佑婉坐在那，如同一尊精致的冰雕，清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微微低垂的眼睫泄露了他内心的抗拒。这些人口中的天才、宿命、缘分，对他而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他不喜欢这种被人争来夺去的感觉，仿佛他只是一件没有意志的宝物。他抬起那双淡金色的眸子，清凌凌地看向秦墨，没有言语，但那目光深处却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完全意识到的依赖与求助。在这冰冷的皇城，似乎只有眼前这个同样透着神秘的皇兄，能让他感到一丝安心。秦墨感受到了秦佑婉的目光，看向那3位当时顶尖人物，语气平静无波，决断道：3位不必再争了。他目光转向叶红绫、佑婉，入神霄门，拜叶剑仙为师。此言一出，叶红绫眼中瞬间爆发出明亮的光彩，唇角微扬。李成风眉头微蹙，殿下如此决断，可是认为我剑宫不如神霄门？无相老和尚刚想开口，但忽然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看着秦墨，神色惊疑。他手中掐着的佛珠骤然一顿，将话语咽了回去。李剑仙的剑宫规矩森严，派系错综，他性子喜静，不慕虚名，更厌烦无谓的纷争，去了剑宫非是福气。无相大师的佛门须断七情，绝六欲。秦墨的目光再次落回秦佑婉清冷的面庞上，婉儿外表虽冷，内心却并非无情之物，强行皈依无异于摧折本性，何谈大道？最后他看向叶红绫，叶剑仙性情爽直，道法自然，神霄门风气更为开阔。婉儿的琉璃剑心，唯有在不受束缚、得其真意的环境中，方能淬炼至极致，故此叶剑仙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一番话不仅分析了宗门特点，更是直指秦佑婉的本心与道途根本，有理有据，让人难以反驳。在登仙中，如果秦墨不干预秦佑婉，最终应该是拜了实力最强的李成风为师，但李成风太超然物外，收了徒弟不管教，让他当了剑宫公主，最终的境界却只修到2品。而叶红绫现在实力虽然不如李成风，但十分护犊子，也是未来灵气复苏时最早踏入1品的大剑仙，上限更高。秦墨此举算是改变了秦佑婉的今后命运。秦佑婉怔怔地望着秦墨，皇兄的话都说到了他的心里，那些他无法宣之于口的抗拒，都被皇兄看得清清楚楚。叶红绫恬淡一笑，畅快无比。好，说得好，楚王殿下果然慧眼如炬。小丫头，听见没？以后你就是我叶红绫的弟子了。他越看秦墨越觉得顺眼。李成风沉默片刻，知道是以不可为，这楚王的话不无道理，而且态度坚决，他不再多言，御剑化作一道流光离去。叶红绫心情大好，对秦佑婉道：乖徒儿，给你3天时间准备，与家人道别，过些时日，为师再来接你。大和尚，你还不死心？叶红绫见无相仍驻足原地，秀眉一挑，眸中锐气乍现。他纤手轻按在血鞘长剑之上，那剑鞘之中顿时传出低沉嗡鸣，让修为高深的老和尚眼皮不由自主地跳了跳。无相老和尚苦笑一声，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叶剑仙误会了，贫僧岂敢再行争抢之事，只是方才见楚王殿下风姿，忽然想起殿下有一件旧物，似乎遗落在我寺中，此物关乎不浅，贫僧觉得应当物归原主。真要动起手来，他这精修佛法的路子确实难以抵挡神霄门这等专司杀伐的剑道巨擘。叶红绫闻言审视他片刻，见他确实不似作伪，这才轻哼一声，周身凌厉的剑意徐徐收敛。谅你也不敢再挖本座的墙角。他行事干脆利落，既已收得家徒，便不再多留，只对秦墨微一颔首：殿下，来日再见。话音未落，红影已如惊鸿般消散于原地，再无踪迹。秦佑婉也告退后，厅内便只剩下了秦墨与那宝相庄严却面带一丝苦笑的老和尚。殿下，那寂灭禅舍利子可否割爱？贫僧愿以8宝宫得持灵水相换，再加上一个承诺，
将来若殿下有所需，即便贫僧身死，也绝对会让徒儿前来。老和尚没有问寂灭舍利子的来历，他心如明镜。各宗各教围征大玄境内的灵山灵脉，明显来者不善，还敢玄帝的眼皮子底下开交易会，就太过小觑大玄皇族了。他们觉得大玄已经腐朽，自顾不暇，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和尚是不想得罪玄帝。他一进楚王府，便凭借罗汉身察觉到了舍利子的气息，但没在两位剑仙面前点破。一来是他想与秦墨交好，二来除了舍利子之外，他还在这府中感知到了佛门大恐怖。那气息比净土佛国最深处镇压的业火地狱还要让人心悸，连李剑仙都未能察觉。老和尚佛法高深，对阴魂邪祟感知敏锐，越是如此，越是心惊。他恭敬道：殿下，这八宝宫得吃的灵水千金难求，可助肉身百年不腐，富裕生香，邪祟难侵，还可提升慧根，增加气运。当日在云海楼交易会上，老和尚只出价了3滴八宝宫得水，如今却拿出了整只玉瓶，目测有30滴以上。大师是为明星小和尚求的。此言一出，原本宝相庄严、笑意盈盈的无相老和尚脸上的从容瞬间凝固。明星这个法号是他月前关小徒弟心性出显，偶有所感，才在佛前亲自为其更改的。此事除了他与小徒弟2人，绝无第3人知晓。楚王是如何得知的？刹那间，无数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在他识海中炸开。是佛门传说中的他心通，此乃极高境界的证悟神通，非大智慧、大机缘者不能得。楚王年纪轻轻，修为虽看不透，但怎会？亦或者，眼前这位深不可测的楚王殿下，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某位修行了无尽岁月，早已真至佛魔一体的古老巨擘转世。唯有如此，方能一念洞悉因果，窥见这般隐秘。无论真相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让被人称作无相神曾、见惯了风浪的老和尚感到一阵发自心底的寒意。他周身那圆融无碍的佛光，都因这瞬间的心神激荡而出现了细微的紊乱。殿下所料不错。他的声音有些迟疑。秦墨对这反应道：没有太意外，老和尚第一次认识他，他不是第一次认识老和尚。未来的明星和尚是能与净土圣尊对抗的存在。净土佛国中虽有不少披着皮的妖魔，但也不乏真正的得道高僧，佛法深不可测。寂灭禅这东西，秦墨试着炼化了一下，需要全心全意皈依佛门才能彻底炼化。最终他只截取了一段寂灭禅的真意，留在严浮好土的业火地狱中培养，其余部分倒是用处不大，用来与未来净土的第2世尊结缘倒是未尝不可。大师的缘法够了。见到那枚寂灭禅舍利子，老和尚眼睛一亮，递出那八宝宫得水的玉瓶，呢喃道：阿弥陀佛，佛祖会保佑殿下运到昌隆的。似一语成谶。秦墨拿到那八宝宫得水的同时，万象命图从中吸收了一股庞大的气运，或净土佛国部分气运，命数福祸相依提升。命图内紫色的福祸相依突然绽放出炽盛金辉。福祸相依，紫，逢凶化吉，金，逢凶化吉，金。可不算未来之事，每次遭遇大危机后，皆可获得一桩大机缘。新的金色运势命数只有简单的一句介绍，但其散发的黄黄金光却比九窍玲珑心、无际骨、至木灵体、潜龙在渊有过之而不及。卜算。秦墨心中这个念头升起时，命图空间内浮现出一只六爻龟甲，龟甲转动上方突然涌出金色符文，交织成字。推演成功。近日，大玄圣天子临近游进灯窟，欲召你入宫。老龙濒死，余威犹在，圣心如渊，或石龙子。上爻凶卦，父慈子孝，情真意切，一身骨血既生于父皇，今日弃之又何妨？诚龙象尽显，得知如此，夫复何求？得玄帝3成信任，接掌杀生台一半权柄。拜，身份暴露，遍地杀机，九死一生。中爻凶卦，与玄帝决裂，天子为兵强马壮耳。诚逃离京都。拜，生死道消。下爻凶卦，装病不见，引圣天子猜疑，变天之日，举世皆敌，大凶。玄帝要死了。秦墨看着这卦象显示，不禁沉思。杀生台、九重楼这2大杀手兼情报组织，背后最大的靠山其实就是大玄和北离。即便没有之前互相栽赃的事，两方也是水火不容。看这卦象意思，如果我答应玄帝的要求，就能得到他的一些信任，从他手上接过部分杀生台的权柄。而如果失败，假皇子的身份或许就会暴露，被大玄皇族追杀。古语有云，为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思是在古代礼制社会中，名分与象征权力的事物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随意授给他人。楚王的身份很重要，关乎秦墨是类的命数，也是他能走向更高的垫脚石。如果现在假皇子的身份就败露，未来的路会很难走。秦墨静坐良久，心中逐渐有了决断。
有乾隆在渊的龙象特制在，当今大玄无人能辨我血脉真假。玄帝的所谋应该不是为了夺舍，否则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毕竟以他的实力，皇子中还无人能忤逆他的意志。秦末的应变是以不变应万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后玄帝召见。与此同时，绣楼太子妃杨玉婵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那位名动江南，被人称作红颜祸水的陆家妖女来了。陆延之一袭淡紫色宫裙，肌肤如剥了壳的鸡蛋般娇嫩，腰若约素，肩若削成，与低头不见足的玉碗，与杨柳细腰形成极致反差。太子妃殿下，他不请自来，声音清冷，那双带着眼尾带着魅意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杨玉婵，似乎能洞彻人心。太子妃处心积虑地留在楚王府，是为了杨家能找个靠山，还是不愿与太子联姻，想让莫儿给你当个挡箭牌？可曾有一丝真心？对于陆延之的突然闯入，杨玉婵微微蹙眉。她早料到了会有这一天，不过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怔了一瞬后，她神色恢复恬静，淡淡道：不知陆夫人深夜到访所为何事？听说陆夫人不仅斩男还斩女，莫非想要僭越不成？如果陆延之是秦末的亲小姨，她一定不会这么说，但对方来者不善，她也没必要给太多好脸色。太子妃是怕了吗？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的问题。陆延之声音清冷，一双妩媚多情的杏眸之中忽地浮现几分旖旎的粉色，似人乱人心神方术。杨玉婵真被陆延之的眸子吸引了片刻，不过很快她体内亮起一道嘹亮的凤鸣声，将一切扰乱心神的力量涤荡成虚无。陆夫人好手段，这双眼睛让女子看了都能失神，若是道心不坚的男人看了还不知道会怎样，难怪陈家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杨玉婵笑盈盈道：陆姨无非是怕我害了殿下，还请陆姨放心，玉婵既已选择留在楚王府，便已经下定了决心。陆延之眸中闪过一丝狐疑，语气稍稍缓和，但还是带着几分问询的意味。你若不愿与太子联姻，为何要妥协？杨老太君可是一直护着你？杨玉婵摇头，睫羽垂落，掩去眼底微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容得我半分智慧？彼时杨家正逢大难，祖父远赴东海临危受命，战线岌岌可危。嫁入东宫，虽非我所愿，老太君也未逼我，可我自幼吃杨家的饭，穿杨家的衣，受全族捧在手心教养长大。世家千金这4个字从来不是白淡的，享了多少尊荣，危难时就得扛多少责任。为家族联姻，本就是我该认的命。陆延之轻轻点头，语气稍稍柔和一些。太子妃殿下倒是明事理，可你为何要背叛太子？楚王府可没什么天罗地网，你想走，随时都能走。杨玉婵展颜一笑，陆姨是觉得这些天来太子不知此事。我问陆姨一句，如果你嫁了一个自己女人被劫走都不敢吭声的窝囊废，你会如何？陆延之语气平静，我会杀了他。同时他也有些理解杨玉婵了，太子就这般不堪，他是吕家培养出来想要继承大玄天子之位的人，皇后嫡子理应不该如此怕事。杨玉婵淡淡道，可事实就是如此。玉婵很庆幸能遇到楚王殿下，杨家危机已度过大半，这联姻也早已名存实亡。陆毅过来是怕我对小十九存有异心，将来在关键时候当个叛徒，大可不必。陆延之沉默许久，眸中再次浮现异色，他语气凝重地问道：你真的看上莫儿了？杨玉婵不答反问。敢问陆姨，一个忍辱负重到极致，甚至性格有些扭曲的太子，和一位前途无量、俊美无涛，能不断创造奇迹，能让无上英杰甘为犬马之劳的殿下，让你选，你选谁？陆延之柳叶眉微挑，不等对方开口，杨玉婵已抬眸上前半步，声如寒玉：陆姨心里不放心，我懂。今日我便以杨家的清誉立誓，将来殿下无论处境如何，我都愿与殿下携手共对，同生共死，绝不动摇。若有半分违背，肝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够了！陆延之伸手拦住了他，看着眼前的绝色佳人，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他也曾想过，能有一人值得他这般托付，可事与愿违，直到嫁入陈家，他都没遇到这样的人。他后悔了，今日就不该来。绣楼外下起蒙蒙小雨，他随手丢了油纸伞，这雨竟有些酸。天色将明未明，薄雾如纱，悄然笼住楚王府。秦末于书房中静坐，命图空间里那由逢凶化吉命数所化的6爻龟甲悠悠转动，散出熠熠金辉。尽管主意已定，可老龙濒死，玉石龙子的凶卦仍似乌云压顶，让他心头微沉。恰在此时，书房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殿下，一个小侍女代替了闭关的李公公来禀道：宫里有旨，陛下口谕，召您即刻入宫觐见。终于来了。秦末缓缓睁眼，眸中平静无波，对这召见早有预料。他起身，从容理了李玄色蟒袍的衣襟，
语气平淡却透着不容置疑。备车。马车缓缓碾过清晨湿润的青石板路，向着皇城深处那象征大旋至高权柄的宫阙行去。车厢内，秦墨闭目养神，脑海中念头交织，将可能面临的情形与应对之策反复推演。行至半途，临近灞桥，马车却缓缓停住。殿下，前方有人拦路。车夫的声音带着些许迟疑。秦墨眉头微挑，自从他杀了魏虎，又在龙雀院立威之后，京都勋贵见楚王座驾如避猛虎，怎地还有人敢拦车？他利落地掀开车帘，抬眸望去，只见蒙蒙细雨中，灞桥之畔，一座简易茶棚不知何时支起。一位身着素朴青色儒袍的中年文士安然坐在棚下，红泥小炉上煮着的茶水咕嘟作响，白气与雨丝交织。那人抬起头，面容清癯，眼神温和，看着像个教书先生，可那通身的气度又不像是普通人。乃是偶遇，这分明是未来老丈人，那位名满天下的齐景明亚圣，搁这儿堵他呢。秦墨对他的出现，要说全在预料之中，倒也不尽然，多少还是带了些意外。毕竟在登仙中能触发与儒圣庙齐景明论道这一隐藏剧情的玩家凤毛麟角，通常得把文学天赋点满，还有幸拜入儒圣庙成为正式弟子，才有资格被齐景明拦路。这一幕，秦墨在游戏里经历过无数回，为了完美通过这场茶水论道局，他当初可是反复刷了好多次。此刻凭借过目不忘的天赋，往昔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从容下了车，走上前去，规规矩矩行了个礼，开口道：“齐先生，您怎么在这儿？”齐景明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伸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小马扎，说道：“今儿起得早，出来透透气，顺便煮口茶喝。殿下这是要进宫去，若是不着急这一会儿，不妨坐下喝口热茶，暖暖身子。”秦墨也没推辞，一屁股坐下。那晚辈就叨扰了。齐景明提起铜壶，开始泡茶，动作不紧不慢，一边操作一边仿佛闲聊般开口：“是宫中那位召见？”“是。”秦墨点头，没有多说。齐景明将第一泡茶汤淋过茶壶，继续道：“老夫近日监察，深觉水质为茶之母，茶经中论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然天下山水万千，不知殿下以为何众水，方堪为上上之选。”论道就此开场。秦墨目光落在齐景明注水的动作上，看着茶叶翻滚，淡然一笑：“晚辈以为水之上上者，非拘泥于山川出处，而在其事水无常形，却能因势而变，顺势而为。譬如大江大河之水，奔腾不息，虽历经9曲18弯，仍不改入海之志，此为水之大势，是为之刚。而山间清泉潺潺流淌，遇时则绕，润物无声，最终成江河湖海，此乃水之柔势，是为之柔。”秦墨看着齐景明，总结道：“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海纳百川，刚柔并济，方为水之上上境界。”齐景明闻言动作微顿，默然片刻，将秦墨面前那杯微凉的茶泼掉，重新注入沸水。新的茶叶在杯中沉浮，他注视着，再次发问：“水说完了，咱看这茶，殿下觉得是先沉后浮的茶更有味，还是先浮后沉的更地道？”此问直指境遇与心性。秦墨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唇角微扬：“先生，要我说，沉浮都是过程。这茶叶无论先浮先沉，皆能在水中释放自身，尽显其香其味。人亦如此，身处顺境逆境，皆因坚守本心，不为外物所动，顺时不骄，逆时不馁，如此方能掌控自身沉浮，而非被境遇左右。”齐景明听着，眼神越发亮澈，笑着沉默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动作。他提起茶壶，将壶中所有的茶叶连同那浓缩的茶汤尽数倾入秦墨面前的杯中，直至茶汤满溢，几乎要漫出杯沿。这是无声却最重的提问。他将齐府和唯一的嫡女托付出去，你可能承载，是否会一满倾覆，或绝不堪重负？秦墨看着眼前这杯满得不能再满的茶，神色未动分毫。他伸出双手，极其平稳地接过那只沉重的茶杯，目光郑重地看向齐景明：“先生厚意，晚辈深知其重，寄托以重任，莫定当如这杯中之茶，无论承受多少，皆能包容吸纳，释放芳华。这杯茶满，正如我肩负之责重大，我既已接下，便会以无畏之姿破一切艰难险阻，不负所托。”说罢，他俯身就着那满溢的杯沿，不让其洒落分毫，沉稳地饮下了第一口。齐景明凝视着秦墨，看着他接过满杯的沉稳，听着他坚定的话语，这位当代亚圣脸上所有的试探，终于尽数化为一种彻底的释然与欣赏。他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本已十分整齐的衣冠，后退半步，对着刚刚放下茶杯的秦墨庄重一礼：“听殿下几句实在话，胜过读许多虚文。”齐景明笑着温声道：“殿下的话，
我记住了前路会有风雨，但我这茶水管够，常来坐坐。言罢，他不等秦墨回应，便转身步入那渐渐稀疏的雨幕之中，青山背影很快消失在晨雾里，仿佛从未出现过。秦墨站于茶棚下，看着齐景明消失的方向，眼神深邃。经此一番论道，他心中因卦象而产生的些许阴霾已然消散，至少齐府暂时是站在他这一边了。玄帝的耳目应该也看到了当下的这一幕。秦墨整理了一下心神，目光转向皇宫的方向，眼神变得更加冷静和锐利。出发！马车再次启动，碾过灞桥的石板，向那座即将决定他未来人生走向的皇宫而去。马车驶过护城河，进入到皇城。目之所及，宫阙连绵，飞檐相接，如山峦叠嶂。这座无雄伟的皇宫内，富丽堂皇，却极其冷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所有的小太监和宫娥在见到秦墨时，都惊颤地匍匐在路边。殿下！过了宫门，钟公公垂手急行而来，为秦墨引路。今日的钟公公脸色带着一丝忧色和欲言又止。他们并未前往通常用于觐见的养心殿，而是穿梭于层层宫径，绕过无数亭台楼阁，越走越是僻静。沿途甲士林立，气息森然，目光如鹰隼般扫过，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最终，他们停在一座名为长生殿的宫殿前。此殿相较于其他宫殿，规模不算最大，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仿佛蛰伏在皇城深处的一头吃人的巨兽。殿下，陛下吩咐了，只让您一人进去。钟公公在殿门外驻足，弯腰行礼道。秦墨神色平静，坦然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殿门。殿内光线晦暗，仅凭几盏长明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勉强驱散角落的黑暗。明黄色的帷幔低垂，无声无息，一股浓重的药味混合着某种陈腐的异香扑面而来。他的目光第一时间便被那巨大的龙榻吸引。榻上靠坐着一个身影，身着宽松长服，头发灰白，面容枯槁，带着明显的病容与深入骨髓的倦怠。然而那双偶尔开合的眼睛却如深潭古井，幽深难测，仿佛能洞穿一切虚妄。除了那次在露台地辇上匆匆一瞥，秦墨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玄帝真容。在玄帝背后的墙壁上还有一副浮雕，是一只通体血红的五爪真龙，须发张扬，姿态狰狞，一双龙眸宛若血月，散发着择人而噬的凶戾气息。只是久视片刻，便觉那浮雕的血龙仿佛活了过来，张牙舞爪，欲要吞人魂魄。玄帝看似衰弱不堪，但秦墨敏锐的灵觉却能感知到，那具衰老的躯体内依旧蛰伏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力量，如同在死亡边缘假寐的太古凶兽。越是濒死，越是可怕。同时，那浮雕血龙与玄帝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诡异的契机连接。儿臣拜见父皇。秦墨不卑不亢的行礼，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清晰可闻。安王没随小侍酒一起入宫。玄帝开口，声音沙哑干涩。在他说话的同时，那浮雕上的血龙竟诡异地安静了几分。秦墨平静回道：李公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在闭关。玄帝应了一声，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在秦墨身上停留了许久，仿佛在审视一件稀世珍宝，又像是在确认什么。半晌，他才缓缓道：小侍酒，近来京都因你而起的风波和动静可不小啊，儿臣惶恐。秦墨低头，声音平稳不见波澜，些许小事竟惊扰了父皇静养，是儿臣之过。小事。玄帝轻笑一声，笑声干涩，如同袖刀刮骨，能让太子提前乱了方寸，让武平侯府鸡飞狗跳的事，还能是小事？起来说话吧。谢父皇。秦墨直起身，垂手而立，目光落在玄帝榻前的地面上，姿态无可挑剔。朕老了。玄帝忽然叹了一声，语气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有遗憾，有不甘，更有一丝深藏的暴力。这江山，这天下，将来总要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他话锋一转，冷冽的目光直射秦墨，带着无形的压力。小侍酒，你觉得在朕的这些儿子里，谁最能担此重任？秦墨知道老皇帝毕生所求都是长生。沉声道：父皇言重了，父皇乃真龙天子，授予天齐，如今不过稍染微恙，静养即可康复。而臣等兄弟唯有恪尽职守，为父皇分忧，绝不敢有非分之想。玄帝笑了，笑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瘆人，连带着他背后的血龙浮雕都似乎在咧嘴，露出狰狞的意味。这样的话，七皇子也就是前太子，他也说过，可他最终背叛了朕。他的声音陡然转厉，朕待他恩宠之至，不过是让他献上几滴能滋养神魂的心头血，他都不愿。你可知为何？秦墨眉头微蹙，没有接话。玄帝也不需要他回答，自顾自地说道：因为他不是朕的血脉，他不敢献上心头血，怕因此败露，所以他才发动兵变，想要杀了朕。10年前，
朕亲手割下了他的头颅，他的颅骨制成了你眼前这白骨器皿。玄帝指着龙榻边一个惨白如玉的杯盏，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寻常事，仿佛根本不在乎这家丑是否外扬，不在乎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在儿子心中破碎。他龙眸微眯，目光伴随着那浮雕血龙的凝视，死死锁住秦墨，一字一句狞笑着问道：你说朕该不该杀他？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在大殿内蔓延，玄帝目如幽光烛照，笑容森冷。据秦墨所知，前太子毋庸置疑是玄帝亲子，可他的颅骨现在却成了眼前的杯盏。你说朕该不该杀他？玄帝盯着秦墨，笑容狰狞，问出这句话时，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骤然爆发长生殿内，玄帝的身影仿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垂垂老矣却凶威滔天的百丈血龙盘踞整个大殿。龙首低垂，血目如炬，张开的血盆大口腥风阵阵，垂涎欲滴，那毁灭性的气息仿佛连仙佛都能吞噬。秦墨毫不怀疑，只要自己说错一个字，这悬在头顶的狰狞龙首就会毫不留情地咬下。然而在这滔天威压之下，秦墨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猛地抬头迎上那血色龙眸。他体内风雷神煞奔涌，金乌异魂长鸣，风雪剑意森然，三股强大的力量交织，硬生生抵住了这足以让寻常修士魂飞魄散的恐怖威压。砰砰砰！殿内的长明灯瞬间熄灭大半，光线愈发昏暗。秦墨的脸庞一半笼罩在阴影里，一半在残存的光线下显得棱角分明，眼神锐利如刀。玄帝的目光微微恍惚了一瞬，在他眼中，他这个儿子的身后仿佛也盘踞着一条狰狞的血瞳黑龙。虽身形尚幼，鳞爪未丰，但那冲天的腥气，那不输于五爪血龙的霸道却清晰可见。此子龙象尽显，若为敌必须全力扑杀。威压如潮水般退去，血龙虚影消散，大殿恢复原状，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来自玄帝，也来强行抵抗一品威压的秦墨。你孤身前来就不怕？玄帝沙哑问道。秦墨闻言反而笑了，坦然道：为何要怕？儿臣心中既已认了父皇，便是父皇想收走这一身骨血，又有何妨？他目光扫过那白骨器皿，不知这心头血是需要儿臣传话让钟公公来取，还是儿臣亲自动手？玄帝沉默了。秦墨的确一个人都没带，连李公公都留在了府中闭关。如果自己刚才真想杀他，甚至无需亲自动手，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有些迟疑。良久，玄帝才缓缓开口，声音竟缓和了些许：朕心甚慰，你比你那些皇兄更得朕心。他指着白骨器皿，心头血无需太多，3滴即可。你母妃出身陆家，血脉特殊，你若继承了他的血脉，心头血中当生机无穷。记住，取血之时不可有杂念，不可生怨念，否则这血毫无用处。秦墨心中了然，他大抵明白了玄帝之前的种种袒护，都是为了这一刻，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献上这蕴含特殊生机的心头宝血。心头血对于修士而言十分重要，蕴含生命本源，取血之后，轻则虚弱半年，重则折寿。不过秦墨没有这个担忧，他的至木灵体让他加了几百年寿元，体内的生命本源比一品陆地神仙还要纯粹，损了心头血，几天就能弥补回来。看着玄帝那森冷的眼神，秦墨知道今日不表忠心是走不掉了。他没有废话，当即盘膝坐下，逆行运转体内真气。一股钻心之痛传来，他面色不变，并指如剑，在左胸心口处轻轻一划，逼出3滴嫣红中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淡金光泽的血珠，精准地落入那七皇子的颅骨器皿之中。玄帝的目光始终死死盯着这个过程，即便走火入魔的后遗症和身躯气血枯败带来的巨大困意，如同潮水般不断冲击着他的意识，他也强行支撑着，身躯微微颤抖，却毫不动摇。他伸出枯槁的手，颤抖着接过器皿，又将旁边早已准备好的一碗漆黑如墨、散发着奇异腥气的药液倒入其中。嗡！两者混合的刹那，秦墨那3滴心头血中蕴含的磅礴生机仿佛被瞬间点燃、放大，与那不知年份的大药药液相融，化作一碗粘稠如浆、散发着妖异红光的液体，殿内异香扑鼻。这股生机比朕想的还要浓郁。玄帝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瘆人的笑了笑：好环儿，你很好。说罢，他举起那具着七皇子颅骨制成的器皿，如同饮酒般将碗中血色粘液一饮而尽。轰！一股恐怖的气机猛地从玄帝衰老的躯体内爆发出来，震得整个长生殿都在轰鸣。他的神魂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滋养，瞬间壮大凝实了许多，但那具肉身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干瘪、腐朽，脸上的褶皱层层堆叠，如同风干的橘皮。他脸上浮现一种痛苦与舒畅交织的诡异表情，艰难地极其缓慢地抬起手，抛出一枚物件。那是一枚令牌，
非金非铁，触手冰凉，上面雕刻着一头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族的异兽。小19，接下来这京都，你帮朕看着点。有了这谛听令，杀生台遍布天下的眼线，大半都任你调遣，天下暗毒库的卷宗也可随意查看。话音未落，玄帝的头颅猛地一垂，身上那勃发的气机瞬间消散，变得近乎虚无，再无任何动静，仿佛真的变成了一具作画的枯骨。秦墨伸手接住那枚沉甸甸的谛听令，指尖传来刺骨的寒意。卦象所示，呈龙象尽显，得玄帝3成信任，接掌杀生台一半权柄。这一步他走通了。秦墨收起谛听令，最后看了一眼诡谲的长生殿和龙榻上的枯骨，眼神深邃，转身稳步走了出去。而玄帝的命数从这一刻开始也被他给改了。他的体质所孕育出心头血，比世间的万年大药生机都要磅礴。如果玄帝挺不过去，或许会提前驾崩；如果挺过去，命运如何就尚未可知了。回府的路上，秦墨仔细复盘着长生殿内的一切。玄帝说出前太子的故事时，目光森冷，直勾勾地盯着秦墨，背后血龙的狞笑似乎预兆着玄帝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或许对这位前期英明神武、忠心大玄，晚年却不理朝政，只求长生的大玄圣天子而言，楚王是不是他的血脉都不重要了。他求的是长生，若能长生，血脉的延续就没有太多意义，他自身就能万古不死天下，没有永恒不灭的王朝。古往今来，无论是千秋霸业、万古流芳，还是气吞山河的丰功伟业，坚如磐石的帝王基业，在滚滚历史长河之下，终将灰飞烟灭。玄帝若是看不清天道运转的规则，是个执着于让自己血脉后人继承王朝的人，他的心境就修不到一品。他看破不点破，反而是恩威并施，警示于我。又赐下谛听令，是想推我出来与吕家、洛妃对抗。秦墨推断，玄帝想求长生，最大的阻碍除了他自身以外，就是吕家。吕家太强大了，原本就是9大巨氏门阀之首，后来又出了镇海王这样的绝世强者。过往朝廷每一年都换一位东海道节度使，试图压吕家的权柄，可后来每一位去东海8000里之地继任节度使的封疆大吏，不是给吕家当了狗，就是死无全尸。朝廷当然知道是吕家人做的，可又能怎么办？吕家的强大不止于镇海王一人，100年前他们的舰船在海外发现了一处超级福地，宝物真传无数。这件秘密吕家保守了100年，等到朝廷知道之后，吕家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吕家年轻一辈、老一辈都是强者辈出，触须已经伸向5大教，连净土佛国当中都有吕家的得道高僧。三王之乱之前，大玄国力鼎盛，吕家还在隐忍。可三王之乱爆发之后，大玄内战消耗极其严重，最后收尾还是靠镇海王才扫平了三王。也是自此之后，吕家正式成为千古最强门阀，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如今的吕家已经不是只能依附皇权的普通外戚，而是一头谁都无法控制的巨兽，随时可能行逆命吞龙之举。而这大玄3族鼎立之中，另一方的洛妃，目前的势力虽不如吕家，但自身实力却不惧镇海王。洛扶摇来自天山，登仙中天山一直是封锁区域，传闻那地方有古神奇蛰伏，洛扶摇就是神奇转世。他来大玄的目的不详，镇海王以为他是天山派来帮玄帝的，玄帝认为他是镇海王的人从天山请来阻碍自己得长生的。但实际这位妖妃十分慵懒，平日里就在后宫养猫，偶尔让荣公公去杀几个乱嚼舌根的人，明面上也没做出太多夺权之举，反倒是他麾下的天魔教仗着贵妃撑腰，势力扩张迅速，甚至让大玄已经承认了天魔教是正道势力，教内之人可入朝堂。天山的神灵有什么目的不难猜。秦墨知道未来灵气复苏会加剧，而最先复苏就是大玄的龙脉，凝聚了中神州人族1500年气运的龙脉复苏之后，不断吞噬其他龙脉，最终成了万法天下最强的龙脉。那时大玄的官位、爵位、疆域、封号都会变得无比值钱。官位、爵位越高，给人族龙脉气运加持越多，修行越快，修成仙佛都不是虚妄。到那时，天山的外道神奇都想抢着想得到大玄人皇的敕封，成为一方正神，想万世香火。镇海王压着吕家也是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他或许对灵气复苏之后的事知晓的并没有这么清楚，但修到他那个境界，已经能感应天地，模糊的知道一些真相。换而言之，哪怕现在的大玄真只剩个骨架子，其他势力的人要想留龙脉，就不敢灭了大玄，只能在背后支持某位皇子。除5大教之外，其余势力的首脑们也非泛泛之辈。或许这次天武大典本身除了灵山灵脉的分配之外，他们还想参合到皇子之争中。玄帝交给我谛听令，也是考虑到了这个，想试试我能不能当对抗吕家的刀。秦墨看了眼手中的令牌，世人所知的杀生台并非全貌，真正的杀生台听令于大玄皇室，
设有3个不同的分支：谛听、天网、血河。谛听负责收揽天下情报，暗线无数，藏在尘世中，脱胎于大玄太祖皇帝麾下的谛听司。1500年经营下来，其人数之众，势力之大，恐怕连玄帝自己都无法完全统计。天网脱胎于1000年前大玄18祖的麾下的黑龙台，是一个刺探敌国情报的间谍组织。大玄周边的国度中都有天网的人，其中以北离为最。如今天网的大半暗谍都进了北离。最后一个血河是杀生台的刀，负责暗杀，他们从谛听司拿情报，核心成员只认血河令。除此之外，杀生台还有大批的兼职杀手，拿钱办事，谛听司抽成。之前潜入楚王府想要栽赃嫁祸9重楼的杀生台刺客，有大半就是这样的兼职杀手，同时也是朝廷通缉的亡命之徒。杀生台的存在在暗不在明，最早时是独属于历代大玄皇帝的势力，不列入官方。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哪怕加入自家的杀手，朝廷该通缉还是通缉。所以杀生台与朝廷的关系也很古怪，他们只认钱和令牌，哪怕让他们杀大玄的高官，他们也一样做。事后嫁祸给北离的9重楼就好了。我记得天网令是落到了神武侯府，被萧金鸿接管了。神武侯天纵之资，又是大玄功臣，玄帝明面上撤了他的兵权，实际上还是很信任他的，将杀生台安插在别国的暗谍都交给他管。神武侯开始闭关冲击准一品之后，天网令就落到了萧金鸿手中。不知是玄帝足够自信能把控全局，还是为求长生已经不在乎一切。他先是给秦墨赐了婚，又赐下谛听令，等同于将2/3的杀生台都交给了他。这么玩就不怕自己收了谛听司遍布天下的暗线后，一步步壮大，造他的反。登仙中数条主世界线和上千条支线交错，每一次选择都会改变剧情的方向。而且秦墨以假皇子身份打破死局时，已经让很多事情引起蝴蝶反应，发生变化。可以说影响整个天下的大件事，他依旧了如指掌，但许许多多的小事件却开始充满未知和变数。像杀生台这种大玄皇族的阴权组织，游戏中只是提了个名字，玩家很难真正接触到核心。不过秦墨也不是没有办法应对，逢凶化吉的金色命数可以为自身推演，消耗灵重，1日之内可多次推演。心念一动，唤出命图。秦墨将最近积攒的1000灵种全部消耗，开始新的补算。六爻随着他的念头而动。今日入谛听司，收拢权柄，凶吉如何？玄帝弃用谛听司多年，如今谛听左使已被9重楼一位副楼主渗透，其宫中眼线察觉谛听令重新认主，已在总坛地宫布下杀局，守株待兔。变数1：谛听司专司情报收集，其总坛为防9重楼此刻强攻，设有压制大阵。入谛听司总坛，真气修为将被压制6品以下。变数2：天网渗透进北离的暗谍已经提前知晓谛听司有人叛变，执天网的令的萧金鸿一直在等叛徒动手。萧金鸿是把拿谛听令的人当成鱼饵了。秦墨知道这位与自己有婚约的神武侯府女将心有傲气，哪怕赐婚也不愿嫁，这很正常，毕竟2人素未谋面，不是谁都能像其先生的千金一样愿听父母之命。一位能在除龙榜上留名，又有希望修成一品的天之娇女，没有傲气才奇怪，对付丫头阴谋诡计没有用，只有用实力压服。登仙中对萧金鸿的评价就是独立、冷静、叛逆，放眼望去无人可入他眼，可要真是让他记住，就是一辈子，以后打死也甩不掉，说不定还会挖神武侯府的墙角，补贴夫家，属于是神武侯的漏风小棉袄。出了皇城，秦墨就察觉到沿路街道中有人目光异样，虽然没有人跟踪他，但那股被人盯着的感觉却始终不散。这种窥视感很淡，如果不是他有因天子法相护，寻常五品根本丝毫察觉不了。掉头去萧金窟，马车在秦墨的吩咐下调转方向，向京都城最大的赌坊和玩乐场所而去。谛听司总坛的地下宫殿就设立在萧金窟。马车在喧嚣的萧金窟门前停下，秦墨下车，抬眼望去，只见楼阁重重，灯火璀璨，司主管弦与赌徒的呼喝声混杂在一起，嘈杂声让人心境难宁。他清晰地感觉到，那些从皇城开始便若有若无的窥视感，在这地方变得更加密集，如同暗处的蛛网粘在身上。一进赌坊大堂，门口便有侍从端来托盘，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面具，从简单的半脸眼罩到覆盖全脸的狰狞鬼面，一应俱全。这是萧金窟的规矩，美其名曰保护客人隐私，防止赢钱者被尾随，实则是为谛听司人员往来提供掩护。秦墨随手拿了个面具戴上，没有走向任何赌桌，而是径直穿过人群，来到了一处相对安静的休息区。这里零散坐着几个看似休息的赌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真气波动。秦墨在一张空着的乌木圈椅上坐下，
手指看似无意的在扶手上轻轻一扣。嗡！一道微不可察的灵光波纹以他为中心，瞬间扫过整个休息区。这是只有身负特定功法或持有能与谛听令共鸣信物的人才能识别的契机。几乎在波纹荡开的瞬间，坐在他不远处一个原本正在闭目养神、气息如同普通老赌棍的黑衣老者，双眼骤然开合，眼中金光一闪而逝，目光如实质般落在秦墨身上。老者没有多余的动作，甚至没有看秦墨第二眼，只是端起面前的茶杯，将杯盖特定的扣了3下，发出清脆的响声。随即一名原本在擦拭廊柱的仆役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秦墨身侧，躬身低语，声音直接传入秦墨耳中：贵客，请随我来。秦墨起身，随那仆役转入萧金窟赌坊后院的客栈区域，此地各种阵法隔绝气息。那仆役又带着他来到一处普通的下房，关上门时，房间内出现一道向下的幽深台阶。大人请，下面自有人接引。仆役躬身退开，秦墨迈步踏入暗门，身后石门缓缓闭合，将外界的喧嚣彻底隔绝。石阶向下，光线迅速暗淡，只有墙壁上相隔甚远镶嵌的夜明珠散发着惨淡的幽光，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弥漫开来。同时秦墨清晰地感觉到周身真气仿佛陷入了无形的泥沼，运转骤然变得迟缓，原本如江河奔涌的力量被硬生生压制到只剩下溪流般的程度。不过在他脚下鬼域蔓延时，那股压制又荡然无存。这千年前以皇城根基为基础设立的压制大阵确实强大，恐怕一品之下都难以摆脱。下行约莫数10丈，眼前豁然开朗，整个地下都像是被挖空了，向下望去一时间都看不到底。只见一根根粗大的石柱支撑着地宫，周围的岩壁上开凿出无数房间、廊道。支撑地宫穹顶的柱子上镶嵌着无数散发白光的晶石，将整个地下世界照得亮如白昼。地宫一层，无数身着统一灰色服饰的人员伏案疾书，堆积如山的卷宗几乎将他们淹没，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陈旧纸张的味道。稍下一层的平台上则布置着数十面巨大的铜镜，镜面光滑如水，此刻正映照出京都各处的景象，有方士街道、衙门府邸，甚至某些朝中重臣深宅大院的内廷，还有人正施展着方术调整铜镜中的视角。更下层也人来人往，各司其职，虽忙碌却秩序井然。这里便是大玄王朝经营了1500年的情报心脏——谛听司总坛地宫。一名身着黑色劲装、腰间配着短刃的汉子早已等候在阶梯尽头，见到秦墨，他上前一步，目光锐利地扫过秦墨脸上的面具，沉声道：阁下面生得很，不知凭何而来。秦墨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了手，将那枚谛听令展现在对方面前。那汉子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的警惕瞬间化作震惊与恭敬，他猛地单膝跪地，低头抱拳，声音恭敬无比：谛听司巡守使赵谦参见令主。秦墨跟随巡守使赵谦沿着盘旋向下的石阶深入谛听司地宫。赵谦态度恭敬，一边引路一边介绍着地宫的布局。令主，地宫共分9层，最上层是普通卷宗库与文书整理存放之地，往下一层是观视镜阵列，负责监控京都和各州要地，最下的3层则是各位长老居住和议会之所，越往下等级越森严。这地宫犹如一张巨大的蛛网，而他们正走向网的中心。目前司内事务主要由左使温清离大人代为处理。赵谦继续介绍道：温左使已在乾渊阁等候令主，乾渊阁毗邻核心卷宗库，内有直达各核心区域的密道，便于令主熟悉私务。很快他们来到地宫深处一处分外安静的区域，一扇铭刻着繁复隐秘阵纹的石门矗立前方，门楣上书乾渊阁3字。2名气息比之前所见巡守更为内敛的守卫立于门前，对赵谦点头示意。赵谦在石门前止步：令主，温左使就在阁内，属下告退。阁内布置的极其雅致，丝毫不见阴冷潮湿，四壁是顶天的书架，摆放着并非卷宗的典籍。一位身着月白长裙、青丝如瀑，仅用一根木簪挽起长发的女子，正背对着门口，仰头看着书架上方的一处空位，那里似乎原本应该放着某样东西。听到动静，他缓缓转身。温清离的容貌算得上清丽，只是目光有些灰暗，像是一位用了驻颜术的老妪。他看到秦墨手中的谛听令，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与恭敬，微微屈身行礼：属下温清离参见令主。不知令主亲临，未能远迎，还望恕罪。他声音清冷，还带着一丝沙哑。温左使不必多礼。温清离直起身，目光快速扫过秦墨：令主手持谛听令，便是司内至尊。按惯例须先取得司印，此印乃掌控谛听司信物网络之关键，凭此可直接与左右使者、12长老、各方执事联络，调动天下情报，无需层层通传。司印便封存于乾渊阁内的核心卷宗库中，须持谛听令方可开启封印。他说着，侧身指向房间一侧，
那里看似是一面完整的书架，但若仔细感知，能发现其后隐藏着微弱的空间波动。司印就在其后，请令主随我来。属下为令主开启封印。秦墨目光掠过那面书架，又扫过空无一物的阁内，他能感觉到这乾渊阁内的阵法压制力比外面更强了几分，而且周围的阴影里藏着人，数量不少，有几人体内煞品质十分不凡，绝非普通地听司人员。这些人想必就是温清离从北离九重楼调来，安插在地听司的心腹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拿到司印和地听令，暗谍几乎倾巢而出。只是温清离并不知道，他这些所谓的心腹，其中一部分早已被天网的人悄无声息地替换。此刻他那些自己人里混进了萧惊鸿的人。秦墨不动声色，有劳左使。温清离眼底闪过暗光，面上依旧恭敬，辅佐令主都是属下分内之事。他走到那面书架前，手掐法诀，口中念念有词。书架表面泛起涟漪，缓缓向一侧滑开，露出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幽深通道。强烈的阵法灵光从通道内溢出。令主请。温清离侧身让开入口。就在秦墨迈步跃入的刹那，赤一道雪亮的刀光直取温清离的后心。温清离反应极快，身形如鬼魅般一晃，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要害，但袖袍仍被划开一道口子，肌肤见血。他豁然转身，脸上布满寒霜，盯着攻击袭来的方向，厉喝道：谁？只见那处阴影中缓缓走出3道身影，他们都穿着与暗处温清离心腹类似的黑衣，脸上戴着地听司人员常用的制式面具。为首一人身姿挺拔，虽看不清面容，但那双透过面具的眼眸盛气凌人，凌厉如刀，正冷冷地盯着温清离这3人，正是萧惊鸿与他带来的天网精锐。他可不仅仅只是除龙榜的天骄，还是执掌天网的令主，让北离暗谍渗透进了自家最核心的地听司，是他故意为之，等的就是有机会能一次性清理一番北离嵌入大玄的暗谍，省得后面天网和地听司再出事，浪费他修行的时间。他们悄无声息间混进来后，一直在等待发难的时机。萧惊鸿原本的计划是趁温清离开启卷宗库，心神稍有松懈时骤然发难，将其拿下，清理门户。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手持地听令站在通道口的秦墨时，眉头不禁微微一挑。19皇子，他没想到玄帝竟然将如此重要的地听令交给了才刚回京不久的楚王。如此一来，事情就有些麻烦了。温清离在此设下埋伏，目标显然就是持令人。秦墨的出现打乱了他原先相对简单的擒贼计划，必须保住他。萧惊鸿瞬间做出决定，他并非对秦墨有什么好感，那桩突如其来的婚约他内心依旧有些排斥。但无论如何，秦墨是皇子，地听令更不能落在北离9重楼手中。若秦墨死在这里，局势将更加混乱。若能趁机救下他，让他欠下一个人情，或许日后还能借此为由向陛下提出解除婚约。温清离惊怒交加，他没料到埋伏在侧的自己人会突然对自己下手。他目光扫过那3个戴着面具的身影，又看了看周围其他蠢蠢欲动的心腹，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但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动手，杀了他们，夺地听令。温清离不再伪装，身上爆发出强烈的真气波动，同时他飞快地从怀中取出一块散发着不稳定7色光晕的石头，一次性的一宝补天石残片。咔嚓，他猛地捏碎补天石残片，一股能抵御压制大阵的神秘力量随碎石爆发开来，形成一道光晕，笼罩了他自己以及他最信任的几名核心暗卫。光晕范围内，地宫阵法的压制力骤然被削弱了近半。轰！站在温清离身旁，一名脸上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汉子低吼一声，身上骨骼噼啪爆响，身形不断拔高到9尺之上。他身上随之爆发出一股暴力无比的气息，原本被压制在6品之下的力量，此刻如同挣脱了枷锁的凶兽，再无限制。那沉重的压迫感让整个乾渊阁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开山鬼！温清离厉声道，杀了那个持令者，其他人解决叛徒。这开山鬼乃是北离春秋山魔道巨擘鬼魔麾下的真传弟子，修的是纯粹的炼体之道，是当世少有炼体4品，也是温清离此次行动最大的倚仗之一。开山鬼发出一声沉闷如雷的咆哮，巨大的脚掌在地面一跺，整个人如同蛮龙般冲向秦墨，蒲扇般的大手带着撕裂空气的恶风，当头拍下4品力量，毫无保留，意图一击必杀。小心！萧惊鸿见状，心中一惊，他没想到温清离手中还有残缺的补天石，竟然能让一名护卫临时发挥出4品实力。他顾不得再隐藏，腰间长刀瞬间出鞘半尺，冰冷的刀意锁定了开山鬼，就要出手拦截。然而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些。开山鬼与秦墨的距离太近，速度太快，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只足以开碑裂石的巨掌与看似毫无防备的秦墨之间。
温清离脸上甚至已经露出了胜利在望的狞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墨抬起了眼眸，开山鬼那蕴含四品狂暴力量的一掌带起的罡风已吹动了秦墨的额发，死亡的阴影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吞噬。萧金红的刀锋即将完全出鞘，清冷的刀芒蓄势待发，但他心知恐怕来不及了。然而面对这足以将寻常四品武者都拍成肉泥的一击，秦墨站在原地，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半分。他的眼神平静的可怕，那不是强装镇定，而是一种源自绝对实力的漠然。就在开山鬼的巨掌即将落下的刹那，嗡，一股难以形容的仿佛来自无尽幽冥之地的恐怖威压以秦墨为中心轰然降临。乾渊阁内的光线瞬间暗淡，温度骤降，空气中弥漫起浓重的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气息暴戾的开山鬼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拍下的巨掌在空中再难寸进。他面具下的双眼瞪出血丝，目光惊骇欲绝。他感觉到自己体内奔腾的真气在这股威压面前如同烈日下的冰雪般飞速消融。更让他恐惧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在强行抽取他的生机，撕裂他的一魂。开山鬼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庞大的身躯剧烈颤抖，却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再动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所有人都镇住了。萧金红已经拔出了刀，却被那强悍的气息逼退，眸中不禁闪过一丝异色。温清离脸上浮现出几分惊疑和茫然，发生了什么？开山鬼可是能发挥出四品实力的纯粹炼体武夫，怎么会？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秦墨身后的空间如同平静的水面被投入巨石，泛起涟漪。一尊通体黑暗、覆盖着狰狞鬼铠的将军拔地而起。这尊黑甲鬼将的法相近乎顶到乾渊阁的穹顶，周身阴魂哀嚎的声音令人灵魂战栗。他的面目隐藏在狰狞头盔的阴影中，唯有一双燃烧着幽冥鬼火的眼眸，冷漠地俯视着众人，充斥着恐怖的杀戮气息和无尽的威严。鬼将岳重山，其所散发出的气息波动赫然达到了2品，居然完全不受压制大阵影响。有人惊呼。岳重山睁开眼，随意地抬起那覆盖着厚重铠甲的巨手，五指齐张，对着开山鬼那硕大的头颅轻轻一握，动作云淡风轻，仿佛只是拂去一粒尘埃。在所有人惊悚的注视下，那身材魁梧、体魄练得犹如玄铁的开山鬼，一整颗头颅就像一颗脆弱的西瓜般。噗嗤一声闷响，红白迸溅，那具无头的庞大身躯失去了所有支撑，不堪重负的轰然倒地，震得地面微微一颤。这残忍一幕，众人的心脏像是被狠狠一击。整个乾渊阁陷入了一片死寂，只剩下岳重山鬼铠之上连接严复浩土的漆黑锁链在发出轻响，还有那浓郁的化不开的血腥味和死亡气息在蔓延。温清离脸色惨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最大的倚仗春秋山的真传弟子，能在这压制大阵下发挥4品实力的开山鬼，竟然被对方像捏死一只虫子一样随手碾碎了。这怎么可能？这个楚王到底是什么怪物？恐惧瞬间蔓延心头，他想要逃，却发现双腿如同灌了铅，连挪动一步都做不到。萧金红目光微凝，握刀的手指下意识收紧。2品阴神法相，那尊鬼铠将军散发的恐怖威压绝非虚假。神武侯府底蕴深厚，军中高手也不少，但一尊修为看上去至少有100年以上的2品阴神，他还是头一回亲眼见到。自己之前还想着救他，还想着让他欠人情，现在看来有些太可笑了。这位19皇子隐藏的实在太深，能收服这种东西已经不是有家族背景就能说得通了。太祖时期极尽鼎盛时，皇城宫门处才有过鬼将护持，当今天下阴神鬼将已经极其罕见，且都暴力难驯。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9重楼暗蝶，包括混入其中的天网人员，此刻全都僵在原地，被那恐怖的阴神威压所慑，不敢有丝毫异动。秦墨看都没看地上开山鬼的无头尸体，目光转向被阴气缠绕害得面无人色的温清离。温清离接触到他的目光，浑身一颤，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嘴唇哆嗦着，捂着嘴，连惊叫声都强行压了下去。秦墨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那条通往核心卷宗库的通道。通道口的封印在感应到地听令的气息后自动打开。他步入其中，片刻之后，手持一方刻满了玄奥符文的古朴小印走了出来。这便是地听司司印，执掌此印便可真正调动地听司遍布天下的情报网络。你的人，你打算如何处理？秦墨淡漠的目光忽然瞥向萧金红身后几人。天网的暗蝶如临大敌，被这目光扫到，后背几乎在瞬间湿透，因为在方才的片刻，温清离在内的9重楼暗蝶已经全部喋血在那鬼将刀下，冲天的煞气令人直皱眉头，若非有大阵压制，上面几层都要受到影响。他们未等萧金红开口，
天王骨干成员中就有人连忙跪下抢答大人，谛听司中有人控人生死的手段，还有能斩人记忆的异宝。我甘愿转投大人门下，斩去这段不该有记忆。我也愿调入谛听司，求令主成全。天网这些人一个学一个，他们是暗谍，但不都是死士，而且就算是死士，也不能死得毫无价值，都是为杀生台效力。调入谛听司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机会。秦墨笑了，他只是试试萧金鸿会如何选择。至于这些人能不能保守秘密，倒是无所谓。或许等人知道自己麾下有位二品阴神的时候，鬼将已经不止一位了，错位的信息反倒能成为敌人的弱点。不过看着一身傲气难磨的萧金鸿被手下背叛，暗暗咬牙，眉头挑起的败北模样，倒是有趣。准了，在秦墨得到谛听司的私印不到3日，便有一道密折先于朝廷和太子府的眼线，先一步送到了秦墨手中。太子麾下6大供奉突遭袭杀，2人重伤，4人身首异处，连尸体都没能留下。凶手明面上指向天魔教，暗中却疑似一个消失已久的势力——古神教所为。3日后，6大供奉损失4位的消息传到京都时，东宫深处，太子看完手下递送的情报，闭上眼，脑海中2道不同的念头正在激烈碰撞。废物，一群废物！这些年来孤花重金养着他们，等到用他们时候，不是重伤就是身死，要死他们就该早点死。易怒的分魂面色狰狞，看着对面那容貌与自己相似，神色却无波无澜的魂体，太子分魂更加震怒。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看着孤出丑，你很高兴吗？等什么时候孤的太子之位被人摘了，孤看你还能否像现在这般镇定。太子主魂掀起眼皮，淡淡道：此事既已发生，怒有何用？不如想想是谁做的，想想该怎么挽回损失。分魂冷哼，还能是谁？前不久他们刚剪除了天魔教几个分坛，遭到报复也很正常，只是没想到天魔教的人会丝毫不顾及孤的脸面，他们这是笃定了孤坐不稳太子之位。太子主魂摇头，没有洛妃命令，天魔教真正的高手不会擅自出手。分魂冷笑，你怎么知道那疯女人就没有下令？太子主魂瞥了他一眼，淡漠道：如果洛夫瑶要6大供奉死，一个都逃不掉，现在逃的那2个与吕家有关，是吕家安插在东宫的案子。分魂皱眉，你的意思是还要查？太子主魂目光悠悠，不仅要查，还要查到八皇子头上。他母妃虽然是吕家庶女，但将来镇海王未必不会扶持他上位，这样的祸患先除掉最好。若能逼他狗急跳墙，6大供奉就死有所值。分魂惊了，八皇子前些天还来示好，说愿意与孤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付老十九，现在就翻脸不好吧？孤已经失去了6大供奉，再分心与八皇子为敌，还怎么找机会抢回太子妃？虽说柳姬的密信从未断过，说楚王还算安分，只敢软禁太子妃，不敢有丝毫僭越之举，可孤这心头不放心啊。陆延之已经在楚王府住下，他可不是个讲规矩的人，如果蛊惑了太子妃，让太子妃误入歧途，那……太子主魂冷冷打断道：你不是很能忍吗？怎么现在忍不了了？别忘了，你当初选择与杨家联姻，是为了杨家的势力。如今沧海侯在东海大战失利，兵权正在逐步被吕家蚕食，南边武安侯也被镇西侯处处掣肘。若是现在迎太子妃回来，你想想他是累赘还是助力？况且你那狐媚脸幕僚的话就真的能信了？日久生情，在楚王府一切都是老十九说了算，说不定太子妃现在正在承欢。闭嘴！分魂大怒，你个疯子，胡言乱语什么？老十九要是敢那样，孤把他碎尸万段。太子主魂戏谑冷笑，每一次这易怒的分魂震怒时，身上的魂光和气运都会暗淡一分，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他就不需要跟这废物分魂共用一个身体了。别无能狂怒了，进宫面圣，我有事要同父皇商谈，若能成，你现在失去的一切很快都能加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皇子府邸，殿下，太子府6大供奉6去其4。听完心腹的汇报，八皇子靠在椅背上，眼眸微眯。死了，死得好！太子此刻怕是气得要吐血了吧？当真是天助我也！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搅乱局势的天赐良机，想办法让他查到瑞王头上。瑞王如今举棋不定，正要一人施压。瑞王府，6皇子瑞王正在悠闲地喂着池中锦鲤，听着下属的汇报，只是微微一笑，撒下1把鱼食。风雨欲来，鱼儿才会跳啊，跳得越高才越有趣。就在世人目光齐聚大玄帝京即将开始的开国庆典时，大玄西北之地在接连干旱数月之后突起民变。1000年前与大玄关系密切，曾引领天下开启逐鹿之战的古神教之名再次现世。古神不死，是谓玄牝，古神2字代表大道变化。1500年前的大炎朝分裂之后，便是古神教的人率先喊出旧鼎已裂，星耀当生。
的口号改天下格局。如今古神教再现，朝野震动，不少占山为王或是没有得到大玄承认的野门野派突然都冒了出来，想要趁乱在这天下占据一席之地。太子得玄帝赐如镇亲临的经令，既负责统筹庆典，也负责镇压此次叛乱。与前几日相比，京都城冷清了不少。楚王府八角亭下，秦墨慵懒地躺在陆延之的腿上，岳离跪坐在一旁，正专注地为秦墨按揉着双腿。他动作轻柔，黛眉微垂，宛若一幅静好的画。栏杆处还有一个身段妖娆，略逊于陆延之的狐媚脸侍女，正捧着鱼食，每一次朝着这连通金灵湖的池中抛下一份鱼食，都能引千尾锦鲤相近。陆延之低头凝视着秦墨的侧脸，心头泛起一阵柔软。想到墨儿自幼孤身一人，从未体会过长辈的疼爱，他手上的动作便又轻柔了几分。即便墨儿已经长大成人，他还是忍不住要把他当孩子般宠着。等将来墨儿有了王妃，自己见与他这般亲密相处的时间又少了。陆延之修长玉指细细剥着葡萄，动作轻柔地将果肉递到秦墨唇边，笑盈盈道：墨儿是不是什么秘密瞒着我？他目光似不在意地扫过绣楼，眼含笑意。小姨见过太子妃了。此事说来话长。陆延之葱白玉指梳地抵在秦墨唇上，莞尔道：我相信我家墨儿没有错，错的是太子。那小姨是不是也有秘密瞒着我？秦墨目光微微向上，玉鸾阻绝了视线，并没有能看到那张妖媚的绝世容颜。最近太子这招驱狼吞虎用得挺妙，既稳定了京都局势，又能不费国力镇压叛乱，小姨觉得如何？近日太子开了先河，将天武大典的禁逐变成了对古神教高层的绞杀。各门各派凡是有意参与天武大典的，最终都皆以古神教高层的头颅作为排名，定下往后多年大玄境内灵山灵脉的归属，以及一些其他中立地带由谁家执掌。如今叛乱发生之地已是尸横遍野，血流千里。对于古神教的来历，秦墨倒是十分清楚，其教主是玄帝亲弟，如今大玄西北之主赵王。赵王是玄帝手足兄弟中唯一一个活到现在的亲王，其他的几乎都尸骨无存。晋皇陵也是衣冠冢。最早在玄帝还是皇子的夺嫡期间，赵王就以玄帝马首是瞻，镇守西北，镇压数国。玄帝足足给了他60万的兵马，这些人中有30%都是黑甲精锐，还有30%都是赤鞋马铁骑，足够横扫西北诸国。赵王听调不听宣，如今年纪大了，又多年没来上过大朝会，很多人都怀疑赵王是在积蓄力量，图谋甚大。为此，御史台的人曾数次谏言，要削减赵王的兵马，要让赵王回京面圣。玄帝对此皆置之不理，太子也不敢随意做决定，此事便一再耽搁。好在这些年赵王还算安分，将西北16国治理得很好，朝贡之物年年增长。西北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兄弟情深，玄帝信任赵王，事实却并非如此。赵王心性如何暂且不谈，但他这些年不敢有丝毫异动的原因，却不是忠心，而是体内被玄帝下了天下旗鼓榜第9的死生瞳。只要玄帝死了，任由赵王有天大能耐，也会随之魂飞魄散，甚至这牵扯到赵王的嫡系血脉，都会受死生瞳影响。可以说，赵王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握在玄帝手中。人心易变，就算赵王生出了天大的野心，也只能猫着，否则无论怎么做，都是给旁人做嫁衣。秦墨不觉得这次古神教掀起的叛乱是赵王一手策划，他这么做没好处。如今大玄龙脉是天底下所有顶尖势力盯着的东西，不会容许有人坏了他们好事。那么古神教明知送死还要这么做，大概只有一个原因，是玄帝的安排。他要将五大教和各方大势力的目光强行扭转到西北，让京都安静下来。因为接下来大玄庆典之日是龙脉最脆弱，是大玄强者都要去皇领守着的日子。五大教的那些人若留在京都，极易生变。太子这番行为多半是为了不想让人在庆典之日捣乱，可他这样做也会让很多人不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陆延之回答了秦墨，又笑盈盈道：墨儿你放心，有小姨在，你只管往前走，小姨会一直在你身后，与你同进退。你舅舅不久后就会回来了，他特意去了吕家密库一趟，准备给你带件礼物回来。听他说与上古10大人仙法相有关，若能得手，未来一品绝巅都不是虚妄。说话时，陆延之正伸手去摘葡萄，倒扣的玉碗不自主地往下压了压，贴近秦墨额头，一股清雅幽香入鼻，有些打乱秦墨的思绪。吕家法香，他首先想到的是吕家最强大2大传承，一个大雁天明王身，一个九幽冥黄金，都是真仙功法。前者几乎无人可修成，整个吕家只有镇海王一人亏的皮毛修成了有其3成神韵的法香。凭这个，他2品中期逍遥境时就能做到2品无敌，大逍遥境都不是他的对手。小姨，你压着我了，哈哈，墨儿还会害羞吗？我又不会吃了你。
陆延之展颜笑了笑，美艳无方。他没有立刻坐直纤腰，而是故意又压了压秦墨。纵然这样的情景在外人看来不合适，让月离都红了脸，但陆延之就是玩心大起，不想跟秦墨互相敬重的像两个陌生人，这样等未来两位侧妃入府，他和墨儿只会越走越远。19皇子低估了陆家兄妹对他的袒护，如果知道陆奎能为了他去闯吕家，甚至是有可能夺来那2大传承之一，他或许要重新仔细掂量掂量，是北离好还是大选好。如果是真的19皇子在这，必然不会让陆延之这般，但秦墨不是陆家血脉，倒是没有太多抵触。外面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小姨可不是故意占你便宜，你只有见惯了花海，才能抵御住野花的诱惑。不过萧两家的女儿倒不在野花之列，她们身世显赫，能配得上墨，即便相处不好，她们也是楚王府的人，用得好便是如虎添翼，许多事情都能事半功倍。陆延之说这些话时很平静，但秦墨却能感受到他心跳声在加速。另一边，瑞王府人影交错，氛围严肃。八皇子找上瑞王，在密室中商谈。六哥，不能再等了，该下决心了。我得到密报，父皇快不行了，太子已经拿到金令，再迟疑，什么都是一场空。下一任天子是谁很重要，裹挟大事，几乎可立于不败之地。明日就是庆典，之后3日也是龙脉最虚弱之际，护龙庭的人都会进皇陵，届时大玄护国大阵笼罩京都，没有人能发挥出一品境的实力。父皇已经半只脚入土，只要杀了太子，再夺了帝玺，六哥你就是新太子，父皇和护龙庭的人只能认下。不瞒六哥，这些天借着调度庆典守备之权，我已将京都大半守卫都换成了我的人，城外还有1万亲戚，随时可以杀进皇宫。八皇子取出一枚虎符，恭敬地举过头顶，这些人尽可交给六哥调度。瑞王心中静如平湖，脸上却露出惊怒之色。老八，你早有野心，你可知豢养1万私兵是死罪，谋反更是死罪。八皇子沉声道，我没得选，我已经被太子和老十九逼到了绝路，魏家灭亡，我再不做些什么，下一个就是我，再下一个或许不是六哥，但六哥，你能保证将来永远轮不到你吗？太子查劫杀6大供奉的凶手已经查到了六哥头上，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永远存在，我们都是被逼的。臣弟知道六哥有野心，也早有准备，如今这些都是臣弟为表忠心，提前祝六哥荣登太子之位的贺礼。昔年父皇能从一众兄弟中杀出来，与赵王成就一段佳话，你我亦可如此。臣弟以身家性命立誓，对六哥绝无二心，若有违此事，万鬼噬魂，不得好死。八皇子说的这番话情真意切，声音沙哑，已经对瑞王行起了跪拜大礼。瑞王握着他给的虎符，来回踱步道，几成把握？7成。八皇子眸中闪过暗光，如今各大势力的人都去追杀古神教了，这机会千载难逢，错过了永远不会再有。瑞王轻叹道，走到这一步实非本王所愿，既然准备做，就不要留下祸患。进皇城后，所有看到的皇室宗亲都杀了吧。八皇子心惊，这老六比他还狠毒。大玄庆典前夕，京都歌舞升平，绣楼内暖意氤氲，药香与水汽缠结弥漫。秦墨照旧进行着药浴修行，太子妃额头被蒸得沁出细汗，拿着玉勺，指尖轻吻，将新熬的药汁缓缓淋入汤面。月离则屈膝跪在侧旁，手中白巾半盏，不时拂去岸上凝露，目光一悄悄落在药物缭绕的身影上，动作轻缓，不敢惊扰。主子，有紧急情报。门外忽地响起一道糯糯女声，进来。杨玉婵没有回头，依旧细心添着熬煮的大药精粹。狐媚脸侍女推开门，看到秦墨那无比接近完美的身躯时，微微一怔，随后意识到自己有些逾矩了，颤颤匍匐。殿下。狐媚脸侍女顿了顿，躬声禀报道，奴婢在外的眼线发现今夜城外有大波兵马调动，据悉是有人执陛下手令，待贾氏与4大卫城的禁军进行了换防，牵扯人马足有数万，而4大卫城其余的人马都被调往了北玄关，说是预防魔道和古神教作乱。先退下吧。杨玉婵摆手屏退狐媚脸，随后在秦墨耳畔轻声问道，殿下，今夜恐怕要生乱子，我们出城避避。秦墨陡然睁开眼，轻笑道，更衣去皇城塔楼，今夜的庆典各方戏子来了不少，不知道会怎么唱。京都外4座卫城的兵马调度已经是2个时辰之前的事，而且那封陛下手令也不是从皇宫发出，而是瑞王府中秘密送出。秦墨执掌谛听司在那边刚有所动作时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的还更加详细。与禁军换防的人马正是八皇子麾下的私兵，从他从瑞王那分来了庆典的人员守备和调度之权后，便开始安排禹州10万私兵中最精锐的5万人马化整为零，涌入京都所在的天州。天州一共18座城池，有8座城池的人都愿为八皇子内应提供兵器甲胄。
这一点已经超出常理，说明八皇子背后还有其他人。这个人权势比瑞王还大，玄帝和太子毕竟还没死，瑞王的手再长，也不可能在眼皮子底下将天州80%收服。不仅如此，最近帝京还多出了不少陌生二品，他们隐藏身份极其隐蔽，谛听司日夜不歇，超额运转，才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共指向2股势力。一股是北离的人，他们潜入大玄，为杀北疆王庭王子而来；另一股是来自不同势力的二品，有天雷寺的和尚，有五仙庙的弃徒，还有涅盘山的道人，几乎都是曾名震天下后又销声匿迹的强者。他们当中有不少都代表背后的隐士势力，虽比五大教差了1线，但也都不容小觑。可如果他们想争天下的灵脉，就该在西北杀蛊神教的人，而非隐藏身份潜入京都。而且他们隐匿手段十分了得，上3品的强者就算修成了最高阶的敛息术，但只要进了京都，就逃不过皇城羽化台那面巡天镜的探查。例如春秋山的冰魔，他潜入京都后从未出过手，他以为自己藏得很深，可实际上他的存在早已被羽化台的贺老仙看得一清二楚。而另一股来自不同势力成名已久的2品强者们，却不知用何种手段避开了巡天镜。要不是谛听司的情报网在京都明暗交织密密麻麻，或许还察觉不到他们的潜入。庆典要开始了。庆典前夜，京都家家不闭户，无数人聚集在金陵湖边，放着祈福灯，万千星火冉冉升空，与城中连绵的宫灯交织，将地京上空照得宛如白昼。此时秦墨已立于皇城钟楼之巅，凭栏俯瞰，整座皇城灯火璀璨，丝竹管弦之声隐隐传来。即便玄帝不在宫中，依旧一派热闹景象。他目光落向皇宫深处的军机阁，阁内太子正伏案翻阅一本泛黄古籍，指尖划过书页的动作略显僵硬，额角不时沁出细密冷汗，很是古怪。秦墨瞳孔忽的幽深如渊，阴天子法相在眼底浮现，无形的魂念穿透层层宫墙。刹那间，他看到太子的魂魄，原来是假的，是那件能完美模拟他人的气息、修为乃至外在形态的古堡众生像。古堡众生像能连一品陆地神仙都能骗过，但他无法完全改变一个人魂魄。秦墨收回目光，望向京都城外的方向。真正的太子此刻想必已经抵达皇陵了。对大玄百姓而言，这是举国同庆的盛典之日，但对大玄皇族来说，今日却是最虚弱的时刻。皇陵乃大玄龙脉根基，最核心的区域唯有历代天子与太子可入，每逢庆典，皇族需亲往祭祀先祖。为保皇陵安全，护龙亭70%以上的强者尽数调往皇陵驻守，留在京都的防卫力量实则空虚。就在此时，一道金光自皇城羽化台冲天而起，刺破夜穹。金光越扩越大，化作万千符文交织的光幕，以羽化台为中心，向整个天州蔓延开来，最终形成一道笼罩千里的金光大阵，护国大阵，玄天九转金光阵。大阵之下，隔绝一切天地灵机，陆地神仙来了也只能发挥出准1品的实力，而且掌握的力量越强，大阵降下的威压越强，强行出手只会引来恐怖的反噬。阵光在离京都100里之外的皇陵最为炽盛，如有一条金龙抬手，目光灼灼映照天穹。玄天九转金光阵已成，3日之内，纵使来10位陆地神仙也难破此阵。八皇子侧目看向仍在迟疑的瑞王，神色骤然一冷。六哥，良机已至，此时不除奸佞，更待何时？话音未落，他猛地勒转马头，于宫门前暴喝出声，声震四野。北离春秋山兵魔潜入进宫，欲行刺太子殿下。吾等奉太子密令，入宫擒贼，护驾秦王。身后数万兵马轰然应和，甲叶碰撞声铿锵如雷，尽数亮出冰锋，寒光映着夜色，如一道黑色洪流般向皇城压去。皇城12座宫门已有大半被瑞王暗中买通，守军或袖手旁观，或悄然退避，唯独正南、正北、正东、正西4座主宫门依旧固若金汤城楼上，黑甲禁军肃立如铁，为首笑玉木自欲裂，厉声喝止：放肆！吾陛下金符手令，擅闯天子门户者，以谋逆论罪，立斩不赦。聒噪！八皇子嘴角勾起一抹冷嗤，抬手便是一挥，咻！一道箭矢裹挟着凛冽罡风自阵前劲射而出，速度快如闪电，径直洞穿了那校尉的头颅。鲜血混着脑浆骤然爆溅，染红了身前的城楼栏杆，尸体直挺挺从城墙上栽落，砸在宫门前的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巨响。禁军阵中一阵骚动，而八皇子麾下人马却面无表情，脚步未停，依旧步步紧逼，杀气腾腾。呵，兵魔！尔等怎么不说有个9品小贼潜入皇宫，欲要刺杀本将？这时，一道冷淡的声音瞬间安抚住了混乱的禁军。虎后，禁军甲士们恭敬让开道路。一位身材奇伟、高1丈有余、
犹如上古巨猿般的金甲神将手持巨锤站在城头上，俯瞰着下方人马，神色戏谑。城楼上的这金甲神将乃玄帝麾下第一禁卫虎侯项琼，他是现任禁军统领的授业恩师，当年玄帝尚未登基时便已追随左右，一身修为真至2品逍遥境巅峰。他军中无战绩，名声却不比任何一位将军小。传闻20年前玄帝巡视东海，遇百年大礁兴风作浪，翻覆数十艘舰船，便是向琼手提8万斤重的猎山锤，跃入惊涛骇浪之中，一锤砸碎礁首，鲜血染红数十里海域，余下水族望风而逃，至今仍对这位虎侯畏之如虎。此刻他身披鎏金战甲，甲胄上铭刻的玄奥符文随着呼吸流转微光，巨锤主在城楼地砖上，竟让坚固的青石板都裂开蛛网般的细纹，单凭气势便让下方数万叛军气息一滞。项琼，瑞王眉头微挑，似是没想到玄帝竟留了这尊大神镇守宫门，而身旁的八皇子却神色不变，嘴角反倒勾起一抹笑意。六哥不必惊疑，对付这种莽夫，自然有人料理。话音刚落，叛军阵中便有一道人影缓缓走出。那人身披素色僧袍，头戴黑色帷帽，闲庭信步，与周遭杀气腾腾的叛军格格不入。待他走到阵前，抬手摘下帷帽，露出一张俊朗绝尘的面容，目若朗星，唇红齿白，竟是个雌雄难辨的和尚。他的气息在2品初期堪堪触及封号武宗的门槛，与项琼那几乎要溢出来的巅峰气势相比，天壤之别。禁军阵中顿时响起低低的嗤笑，连城楼上的项琼也眯起眼睛，巨锤微微一抬，嗡鸣之声震得人耳膜发疼。哪来的小和尚也敢来落虎须？俊美和尚双手合十，宣了一声佛号，轻笑道：天雷寺天书，见过虎后。天雷寺。项琼眼神一凝，随即不屑冷哼：一群躲在寺庙里念经的秃驴也敢插手皇家之事，今日便让你知道，沙场之上佛号可挡不住猎山锤。话音未落，项琼双脚猛地一跺，城楼地砖轰然碎裂，他庞大的身躯如同离弦之箭般扑了下去，8万斤的猎山锤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朝着天书头顶狠狠砸落。锤锋所过之处，地面尘土飞扬，连周遭叛军都被逼得连连后退，生怕被这无匹威势波及。天书神色不变，脚下踏出玄妙步伐，身形如同柳絮般轻飘飘避开巨锤，一手依旧保持着掌印，另一只手散发出淡淡佛光，向着虎后的金甲印去。掌印落下，燃烧起业火，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本将军送你去见佛祖。项琼冷哼，每一次锤落都惊天动地，猎山锤砸在地面便会裂开数丈宽的沟壑，砸向半空便会引得风云变色。即便皇宫内外有玄天9转金光阵护持，削弱了部分力量，可余波依旧震得附近宫墙簌簌发抖，不少宫殿的飞檐都被震得断裂坍塌。禁军将士们看得热血沸腾，齐声呐喊助威，都以为项琼只需再出几招，便能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和尚砸成肉泥。可战局却在此时骤然逆转。面对像琼氏如雷霆的攻势，天书始终从容不迫，看似缓慢的动作却总能精准避开锤锋，掌中的佛光越来越盛。待到项琼一锤横扫，欲要将他拦腰斩断时，天书突然停下脚步，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阿弥陀佛，施主你入帐了，掌中佛国现。随着他一声轻喝，周身突然绽放出万道金光，一尊巨大的佛影在他身后浮现，慈悲肃穆，却又带着不容抗拒的威压。紧接着，天书抬手向前一按，虚空仿佛被凝固，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光幕扩散开来，瞬间将向琼笼罩其中。项琼只觉眼前景象突变，原本的皇城战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佛音缭绕的极乐净土，自己的身躯仿佛被亿万斤重物压制，动弹不得，猎山锤的重量骤然翻倍，几乎要脱手而出。他怒吼着催动全身功力，想要冲破这诡异的空间，可越是挣扎，周围的压力便越大，经脉中的内力都开始逆流。这是什么妖法？项琼目眦欲裂，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那片金色光幕包裹，最终缩成一点，被天书抬手吸入掌心。城楼上的禁军瞬间死寂，脸上的狂喜凝固成惊骇，数万叛军也鸦雀无声，唯有天书手中那枚蕴含着项琼气息的金色光点在月光下微微闪烁。虎后败了。有禁军士兵喃喃自语，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八皇子嘴角笑意更浓，抬手一挥，杀！叛军士气大振，如同潮水般涌向正南宫门。失去了项琼坐镇的禁军抵御了不到片刻，便伤亡惨重，向后撤去。天书和尚没有跟着叛军前进，强行镇压了项琼之后，他脸色苍白，盘膝而坐，口中不断念着佛经，稳定佛国空间。与此同时，皇城另外3座主宫门也正上演着惨烈的厮杀。正北宫门，禁军教头五仙庙嫡传弟子李青崖手持长枪，正与一名身着黑衣、气息恐怖如魔的男子对峙。师弟，我会证明
你们都是错的。这些年，你为皇族做事落下太多。黑衣男子神色漠然，纵然李青崖被誉为未来枪仙，可面对他所修的9幽冥黄金，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两人交手不过10数回合，李青崖便被逼得节节败退，长枪悲鸣，肩头被幽冥气蚕食。正东宫门的厮杀同样焦灼，一位专精雷法号青雷武宗的皇族供奉一手掌心雷炼的炉火纯青，指尖跳动的紫电噼啪作响，本是克制阴邪之物的利器，可此刻他对面的敌人却恰好将他的优势死死压制。一条水桶粗细的黑色毒胶盘踞在宫门前，鳞片泛着油腻的暗光，咸水顺着獠牙滴落，在地面腐蚀出一个个深坑。驾驭毒胶的涅槃山养蛟道人身着玄色道袍，手持青铜胶鞭，每一次挥鞭都能引动毒胶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小娃娃，你的雷法虽练，可我这墨灵胶乃万毒所养，风雷不侵，你这点微末雷力还不够他塞牙缝。东宫门之战，青雷武宗被养蛟道人克制，另一边西宫门中公公也迎上极其克制他功法的大敌，紫袍喋血，脸色苍白。宫门处冰刃碰撞声和垂死哀嚎声交织成片，昔日庄严肃穆的宫阙殿宇，今夜彻底沦为了血肉横飞的战场。正南、正北、正东、正西4座主宫门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终被叛军逐一攻破。八皇子与瑞王在亲卫精锐的簇拥下，踏着满地狼藉和尚未冷却的尸骸迈入内宫。八皇子意气风发，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视着这座即将被他踩在脚下的皇城，视线掠过重重殿宇，最终定格在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皇城钟楼之巅。隔着遥远的距离，他依稀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凭栏而立，正静静地俯瞰着这边。八皇子抬头望向钟楼方向，视线与秦墨交汇，冷笑道：六哥，你看咱们的老师九真是好兴致啊，带着杨家那丫头跑到那钟楼之上。他是觉得我们成不了事，特意跑来看个笑话，还是说他也有不该有的想法？不如现在就派人上去宰了他，以绝后患。瑞王皱眉，不要节外生枝，据本王所知，他身边有一位大萧姚靖守护，杨、陆两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务之急是先杀太子，夺弟媳，将宫中那些无力反抗的皇族子弟都杀了。局势稳定后，他若识趣，可以留作本王铲除一己的刀；若不愿臣服，再杀不迟。为保万无一失，瑞王略一沉吟，抬手打了个手势，顿时一道蓝色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侧。来人一袭蓝袍，面容古朴，眼神深邃如海，手中托着一只看似残破的陶碗，碗中隐隐有波涛汹涌之声传出，仿佛内蕴一方缩小的海域，其间甚至能看到微型的雷雨交加，电闪雷鸣。富海真人，你盯住钟楼。瑞王吩咐道，若楚王殿下安分守己，便由他管理，若有任何异动，格杀勿论。富海真人微微颔首，并未言语，只是拖着那只诡异的破碗，身形一晃，便已消失在原地，气息彻底隐匿，仿佛融入了周围的空气之中。但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机已经遥遥锁定远处的钟楼。八皇子见瑞王安排得如此周密，连富海真人都动用了，脸上笑容更盛，对着瑞王半开玩笑半是认真的拱手。还是六哥思虑周全，一切都依陛下。他刻意在陛下2字上加重了语气，引得瑞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光芒的暗光，但很快便被决然所取代。叛军的主力不再理会钟楼上的看客，如同决堤的洪流，在八皇子和瑞王的亲自率领下，朝着皇宫深处涌去。随着叛军在宫中散开，局势彻底控制不住，有些校尉将领打着揪出兵魔的名号，流窜进后宫，大肆烧杀抢掠。封赏归封赏，现在抢到了就是自己的。皇宫已乱，留在后宫之中无力逃亡的几乎都是软柿子。天下早就在传说大玄后宫之中3000佳丽争妍斗艳，哪怕宫女都姿色绝伦。历届大玄庆典，护龙庭不出，必生祸乱，或大或小。不久前，京都风云汇聚，也混进了不少江湖魔头。此刻，除了叛军，他们也顺势杀入宫中，浑水摸鱼，有的冲向密库，有的杀向藏经阁，还有的找上玄帝的妃子。唯有一处安静的可怕，扶摇殿。一袭紫袍翻飞的荣公公站在屋脊之上，目光冷淡地看着昏头昏脑闯到殿前的叛军。凡踏足扶摇殿100丈范围之内的叛军，都在瞬息之间身手分离，被绷直的血线包骨踢筋，血肉化煞，被断臂的荣公公仰头吸入口鼻之中。他曾经的断臂处肉芽生长，很快一条惨白的崭新手臂生长而出，经络清晰可见。北离的杂碎也敢窥探咱家，啧啧。荣公公嘴角浮出一抹冷笑，下一刻身形闪烁，瞬息来到另一处殿脊，手中扼住一人喉咙，咔嚓一声干净利落。冰魔，不滚便死。他阴森的目光陡然望向另一处，潜伏进来的冰魔眉头紧锁，心头恼火。这烟狗明明只有3品修为，离他差得远，
可那阴森诡异的气息却让他觉得不对。唰！下一刻，一道血线陡然洞穿冰魔肩头，速度快的甚至都没让他感受到是对方的气机变化。古堡，血影。冰魔心头大骇，想到数百年前一个名震大玄的魔道巨擘血无涯，他的功法最善以下克上3品10杀2品，2品时1品都要避其锋芒，唯一的弊端就是终生只能止步于2品境。眼前这烟狗3品修为没错，可他修的功法像极了血无涯的传承，连他的古堡都有。洛非的底蕴果真深不可测，这等禁忌功法都随意赐给了宫中阉人。如果是完整的血祖经，此刻我体内的气血运转，诀窍弱点已经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冰魔脸色难看，狠话咽下肚子，像是丢了魂般，不惜血遁，远远逃离伏妖殿的范围。其余叛军看到满地的鲜血和荣公公那阴恻恻的笑容，皆不寒而栗，绕道而走。楚王小祖宗也来了，咱家要不要去打个招呼？荣公公遥望着钟楼方向，心中有些拿捏不定。万一过去打招呼被小祖宗征用了，他听是不听？可若到时候伏妖殿没人守着，有不长眼的叛族闯进来，他万死难辞其咎。这一刻，秦墨的目光恰好落在伏妖殿，荣公公隔着数里讪讪躬身行了一礼，心里嘀咕：小祖宗千万别喊我。殿下，有人来了。杨玉婵面带轻纱，与秦墨并肩而立。瑞王麾下傅海真人冰冷的气机锁定钟楼时，杨玉婵秀眉微蹙，微微抬手。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发老妪不紧不慢地来到钟楼下，他呼吸绵长，纯白的眸子看向不远处的傅海真人。咚！拐杖轻轻触地，傅海真人脸色微变，低头看向陶碗。那受他操纵的海域之中忽地震颤起来，天崩地裂。本就破旧的陶碗不断浮现出细密裂缝，让傅海真人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神药堂的大供奉，神药堂能安稳地将分堂开遍大玄，揽尽天下财，靠的可不只是货够硬，而是拳头更硬。在武者秘药这一行，9大巨士都抢不过神药堂的份额。传闻其总部坐镇的大供奉乃是一位化形大妖，大供奉不轻易出手，每次出手必有强者喋血。当初19皇子能掳走杨玉婵，也是天赐良机。若非大供奉白蛇仙在度生死劫，太子妃又被安全送入了东宫，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贼人胆敢潜入东宫行凶。加上荣公公和吕家的人推波助澜，19皇子身边就算有北离大魔相助，想掳走太子妃也不可能。瑞王，选择今日谋反是不是太早了？即便杀了太子，陛下就真的只能立他当太子吗？晋王还在，再者他就不怕其他几位亲王进京擒王？杨玉婵道出疑惑。不错，现在造反没好处，但如果今夜玄帝可能有身死的凶险，谁拿到地玺，控制龙脉，谁就能占得先机。八皇子和瑞王此举就不足为奇了。或者说是他背后的人想试试玄帝能否挺过今夜。秦墨目光转向皇陵的方向，100里之外，皇陵中的火光比宫中更盛。杨玉婵心头微颤，若真如殿下所言，八皇子和瑞王都只是棋子，幕后之人还在等。与此同时，大玄皇陵古树参天，巨藤蜿蜒，开阔之地已被肃杀的军阵填满。8000重甲骑兵静默矗立，人马皆披玄黑重甲，在朦胧月色下流淌着清冷月华。这些重甲骑兵是从黑旗禁军100人将中遴选出的百战精锐，此刻他们手持玄铁马槊，腰佩横刀，背负强弩，如同8000尊沉默的铁铸雕像。兵家煞气凝聚成云，笼罩于此，影响千丈。寻常武者靠近，只怕连呼吸都会困难。然而，真正的核心力量还不是这些足以在沙场上凿穿万军、定鼎乾坤的禁军王牌。在皇陵入的巨大石门前，隐隐绰绰站立着数十道身影，他们气息或如渊月至，或缥缈难测，虽人数不多，却仿佛与整个皇陵与脚下的龙脉连为一体，散发出的威压和令人心悸之感尤胜千军万马。这便是护龙亭，大玄皇室最神秘、最强大的守护力量。今夜，护龙亭超过70%的强者已齐聚于此，只为确保大玄皇陵和主龙脉万无一失。沉重的石门在低沉的轰鸣声中缓缓开启一道缝隙，留下一道只容2人通过的入口。父皇，太子搀扶着身形有些佝偻的玄帝，迈步走入其中。石门随之轰然闭合，将外界的一切隔绝。皇陵之内没有阴森的墓道，反而大气磅礴，空间开阔。手持长戈驱策战车的青铜甲士延绵无尽，震人心神。走到皇陵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到难以想象的壁画，一直延伸向视野盲区。这幅壁画色彩绚烂，笔触灵动，描绘着琼楼玉宇，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破壁而出。继续走。玄帝沙哑开口，太子硬着头皮扶着他继续向前。嗡的一声，当他们靠近那面描绘着浩瀚仙宫景象的核心壁画时，空间泛起一阵水波般的涟漪，
两人的身影如同融入画中一般，消失不见。下一刻，他们已置身于壁画之内的世界。这方天地立于高天之上，云雾氤氲，灵气浓郁的化不开，吸一口便觉神清气爽。空中时有身着霓裳羽衣、飘带飞舞的仙子翩然掠过，留下串串撩动人心的笑声。远方，一座座巍峨瑰丽的仙殿神阙屹立于云海之中，鳞次栉比，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像极了传说中的仙宫。父皇这地方是？不该问的别多问，去那座最高的殿宇。玄帝不怒自威，太子不敢多言，旋即搀扶着玄帝向着最高处的殿宇而去。步入大殿，两侧有许多姿态各异的仙子侍立，她们容貌绝美，笑颜如花，那眼神落在太子身上，每一次都让太子如芒在背，仿佛被妖魔盯上般。在那最高处的帝座之上，一位白发飘逸、面容如青年般俊朗的仙人正慵懒地倚靠着他身周，还有数位气息尤为灵动的仙子小心侍奉。若秦墨在此，定会一眼认出此人正是玄帝密库深处那幅画卷中的长生仙。不孝子孙，拜见八世祖。太子不敢有丝毫怠慢，以最恭敬的姿态俯首叩拜。玄帝也缓缓跪下，跟着唤了一声八世祖。帝座上的那尊被称为八世祖的白发仙，目光缓缓垂下，落在两人身上。他脸上那抹超然物外的笑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轻叹。这一天还是来了。八世祖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沧桑与漠然。准备的如何？玄帝抬起头，脸上已不见平日的帝王威严，只剩下虔诚，嗓音都因激动而沙哑。八世祖放心，朕都已准备妥当。今日除了几位远在封地来不及召回的亲王，皇室年轻一辈中，但凡身负气运有潜力的子弟，皆已被召入宫中。此刻正跪于长明殿前，为您点祈福点灯，以血脉气运为宜，注释足稳固仙灵。他顿了顿，脸上闪过一丝痛楚，但很快被坚定取代，深深叩首。朕也做好了准备，愿为世祖度过这500年大劫，献出此身血肉、魂灵和帝王龙气，无怨无悔。只愿世祖功成，护我大玄，万世永昌。太子跪在一旁，将头埋得更低，身体微微颤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八世祖闭目感应着，皇宫之中的确有很多人都在为他贡献皇族气运。片刻后，他睁开眼，目光满意地看向玄帝。善，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大殿之内，氤氲的仙气骤然间变得冰冷刺骨。八世祖一步一步走下这座长阶，来到玄帝面前，神色冷淡地抬手扼住他的喉咙。此时，玄帝的七窍之中皆冒出金色的帝王龙气，这其中还流淌着丝丝血色，连带着玄帝的生命本源也在溢散。见此一幕，跪在地上的太子噤若寒蝉，身躯轻颤。不要怕，今日恰巧是500年的斩仙大劫，凡尘留不住仙，度过了这一劫，本座还能再活100年。这100年之内的大玄天子都是安全的。至于100年之后，或许你已经不是大玄天子。八世祖这番话似是有意说给太子听，安抚他的情绪。为八世祖贡献是后世子孙之荣幸，固定坚持活到100岁之后，为八世祖长生奠基，为大玄万世永昌而奠基。听到太子这声胆战心惊、毕恭毕敬的效忠话语，八世祖放声大笑。这几代的大玄天子倒是比前几任更明事理。你且放心，待本座度过此劫，你就是下一任天子，无人能质疑你。今夜不安稳啊，北离的那位老国师来了，不过我那好徒儿就在外面，那老东西再神通广大，也闯不进来。谢老祖垂青孤定，继承父皇之遗志，为老祖长生之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太子重重叩首。八世祖最后看了他一眼，全力吸收起玄帝的生命本源，叹道：腐朽的躯体终究是差了一丝，魂魄不够强啊。他手中的玄帝逐渐化作枯骨消散。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又传来玄帝的声音，让八世祖毛骨悚然。是啊！噗的一声，一把血色长剑猛地刺入八世祖的后背，穿心而过，剑刃之上还流淌着大量养龙莲黑莲的剧毒。八世祖震怒地转头，看到刚才还极尽卑微向他宣誓效忠的太子，此刻狞笑着，一只眼中平静，一只眼中浮现出玄帝的魂影，残忍坚决。你油尽灯枯，还敢自斩魂魄？八世祖面色狰狞，怒视太子。这一刻，他也洞悉了太子身上的神意。此子体质特殊，可容纳多种魂体。光是现在来看，体内除了太子的双魂以外，还容纳了玄帝的主魂。找死！胆敢弑祖，本座要你神魂俱灭，血脉尽焚，永世不得轮回。八世祖的震怒如9天惊雷轰然炸响，整座仙宫大殿随之剧烈摇晃，周遭的仙子们在怒喝声中如同泡影般寸寸碎裂。他周身仙光暴涨，刺得太子双目淌血。太子体内玄帝的主魂如遭雷击，气息快速衰退。华儿，助我！玄帝一声暴喝，
太子另一只眼中主魂与玄帝意念相合，力量融会贯通，手中长剑搅动，搅碎八世祖的心脏。与此同时，外界余波抵挡而来，画中世界轰鸣震颤，一道天雷轰然劈在八世祖的头顶，他的寿数早已超过天地大限，若非寄生龙脉，早该身死道消，魂飞魄散。该死，两个孽畜，没了本座，你们守不住大玄，到头来只会给他人徒作嫁衣。500年天衰之劫在八世祖身上映现，黑莲的剧毒也在此刻发作，他本就虚弱无比，需要躲在画中的肉身轰然破碎，鲜血染红画卷，整片世界都变成血色，仙宫崩塌，仙子哀鸣，八世祖惊怒交加。此刻他只剩下魂魄，那魂魄散发着暗光，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佝偻老者，他眉心经印散发出影响异魂的波动，想要强行扭曲太子和玄帝的想法。太子主魂恍惚了一下，他毕竟年轻，修为浅薄，在曾修成无暇陆地神仙的先祖面前，很快就受到了影响，念头发生了动摇。他下念头的被八世祖的意识牵着走，想到了真的杀死了这位大玄长生仙后，大玄的底蕴大减，他真的还有机会灭了吕家，手刃镇海王吗？太子体内还有一道太子分魂，性格暴躁，在他耳中听到的是八世祖对他的许诺，八世祖的仙人之魂能直窥他的内心，看到了他内心最恐惧和最渴望之物赤儿。本座知道你想要什么，杀了他们两个占据你身体的大盗，这具身体就属于你一个人，未来的大玄地位也属于你一个人，还有你的心魔，那个19皇子，本座允诺待本座度过此劫，定让护龙庭的人废了他，任你处置。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知道，玄帝的肉身已毁，他若弑祖成功，下一步就是让你灰飞烟灭，占据了这具肉身。八世祖的声音在太子脑海中轰然炸响，带着蛊惑的魔音，让他脑海中的念头不断挣扎。他说的对，他说的对，父皇可不是心慈手软之辈，杀了老祖，下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这是在与虎谋皮，听我的，让老东西死。他偏袒老师久，早就该死了。太子易怒的分魂嘶吼着。玄帝大怒，孽子，孽畜，你真以为那窃取龙脉，以子孙血肉为食的邪魔能给你什么？便是称帝，哪一日他气血衰败，你就是他的血食。玄帝的一番话轰隆隆在太子脑海中涤荡，太子主魂立刻就辨明了利弊。父皇毕竟是他父皇，虎毒不嗣子，但这八世祖跟他拆了都不止18代，吞了不知道多少子孙，才续命至今。信的他这辈子都只能当个血食傀儡。太子咬牙，强行撕裂开自己的魂魄，将那易怒的分魂撕扯出来，分魂惊怒。你疯了，这样做你我都会元气大伤。八世祖见太子立场坚定，转而将魔音全力转向玄帝。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收手，本座传你长生之法，让你与天地同寿。若玉石俱焚，本座就是死也会带着你一起下九幽炼狱。吞了太子，你我都还有转圜的余地，不要自寻死路。玄帝嗤笑，八祖得了癔症吗？龙脉再强，也只容得下一尊长生仙。你挡了朕的路，你不死，朕如何能求长生？见无法动摇玄帝念头，八世祖也不再废话，魂魄凝成一根银针，猛地刺入太子眉心。轰！太子魂海内轰然大震，4道魂魄扯得他头疼欲裂。魂海之内景象光怪陆离，映照着4道魂魄的本质。太子的主魂如同一团摇曳不定的青色火焰，坚韧不拔；易怒的分魂则像一团躁动不安的赤红烈焰，不断爆发出愤怒的波动。玄帝的魂魄最为凝实，宛若一轮燃烧着金色光焰的大日，散发着帝王威压。而八世祖的魂魄虽老迈佝偻，却如同一片深不见底的幽暗漩涡，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吞噬欲望与古老威压。你既信任本座，就先让本座补充1、2。八世祖的魂魄所化的幽暗漩涡率先发难，目标直指那最不稳定也最弱的太子分魂。对于他这等精通魂魄之道的老怪而言，这分裂出的充满负面情绪的分魂简直是绝佳的补品和突破口。不，主神救我，老祖饶命！太子分魂发出惊恐的尖笑，剧烈挣扎，爆发出更强的怒意。但这怒意在八世祖那深沉的幽暗面前，如同萤火之于皓月，瞬间就被压制。幽暗漩涡如同磨盘般缓缓转动，赤红烈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撕扯吞噬进去。分魂的尖笑戛然而止，其魂力精华则让八世祖的幽暗魂魄凝实了一丝，甚至那佝偻的身影都挺直了些许。味道尚可惜杂质太多。吞噬了太子分魂，八世祖气势更盛，幽暗漩涡猛地扩张，直接朝着那轮最为耀眼的金色大日玄帝魂魄扑去。老鬼，死吧！玄帝的魂魄发出怒吼，金色大日爆发出万丈光芒，无数道蕴含着帝王龙气的金色神链射出，主动迎向那幽暗漩涡。轰隆隆，
魂海之内仿佛开天辟地般的巨响不断炸开，金色与幽暗疯狂交织，涤荡整片魂海。玄帝的魂魄虽强，但毕竟先前自斩魂魄，催动太祖剑已损耗巨大，此刻面对吞噬了分魂，缓过一口气的八世祖，顿时落入了下风。奇怪，你亦将死之人，寿数无多，魂魄之中怎地还有如此多的生机？八世祖略微惊疑，但攻势不减，狞笑着，已经将玄帝的那轮大日之魂吞噬大半。玄帝的魂光剧烈震颤，明灭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老鬼的魂魄本质远超他的想象，多年的龙脉滋养已经让他真正的接近羽化真仙。父皇，太子的主魂，那团青色火焰焦急地摇曳着，想要上前助战，但他太过弱小，仅仅是靠近那金色与幽暗碰撞的核心区域，就险些被溢散出的魂力波动震散。朕还能战。玄帝的神念传来，带着一丝疲惫，却依旧坚定。他猛地收缩金色大日，将所有的力量凝聚于一点，化作一柄燃烧着金色魂火的地剑，悍然斩向幽暗漩涡的核心。八世祖显然也没料到玄帝如此决绝，幽暗漩涡被那凝聚了玄帝毕生修为与意志的魂火地剑狠狠劈中，剧烈震荡起来，甚至边缘处都被斩裂开一道口子，溢散出精纯的魂力。啊！找死！八世祖发出痛苦的嘶鸣，幽暗漩涡旋转得更快，爆发出更强的吸力，死死缠绕住那柄魂火地剑，要将它连同玄帝最后的魂魄本源一同吞噬消化。魂海的厮杀进入了最惨烈的时刻，两者陷入了危险的僵持，任何一丝外力的介入都可能决定最终的胜负。哼，你忘了，今日是大玄庆典，皇族子弟皆需为本座点灯祈福，这些魂力本座也可随意抽取。八世祖狞笑一声，魂体身后连接着龙脉的经络血线猛地抽来一股庞大的力量，让他整个魂体壮大一成，是吗？玄帝瘆人地笑了笑，朕等你走这一步等太久了。什么意思？八世祖对这诡异一幕觉得不妙，下一刻他骇然发现那些皇室子弟的气运中裹挟着滔天的煞气，他们都死了。在长明殿内给他点灯祈福的皇族弟子，此刻都成了怨念滔天的怨魂。你将自己的这些子嗣都杀了！畜生！八世祖魂魄被滔天煞气和怨念侵蚀，本就在度500年寿数大劫的他，顿时像是吞了天下之毒般，魂体濒临崩溃。与老祖相比，朕还差得远。玄帝冷漠的声音回荡在八世祖的脑海。该死！八世祖强行开了天眼，想要看看那些皇族怨魂为何都要缠着他，而不是去找真正杀他们的玄帝。长明殿内叛军已经杀了进来，他们遵瑞王令，见皇族子弟杀无赦，像是砍瓜切菜般斩下一颗颗首级，连带着将整座长明殿都烧了。叛军，父皇将一切都算到了，就是在等这一刻。太子心头一片冰凉，好在他没有选择站在八世祖这一边，否则今日生死难料啊！大玄京都皇宫，遍地尸骸，数道惊天动地的契机扼守宫门。皇城入口陆续有大军打着护驾的名义涌入，但却不亲叛军，而是加入叛军的队伍。城中即便有肱骨之臣想要进宫看看情况，也都被宫门外围的水泄不通的大军挡住。如今从皇城到皇宫军机阁所有道路都在封锁状态，别说是人，麻雀都飞不进一只。军机阁，用众生相变成太子模样的假太子脸色煞白，拔剑四顾，周遭尽是刀枪与叛军。大胆！你们想做什么？老祖宗还在，护龙庭还在，而等今日造反，就不怕来日清算，诛灭九族吗？假太子目眦欲裂，手中长剑左右挥舞，孤立无援。贼子兵魔竟敢冒充太子殿下，说你把真的太子藏哪了？八皇子戏谑道。说罢，他挽开一张大弓，剑矢离弦，空气撕裂，一根破甲的千段玄铁剑矢瞬间洞穿太子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王爷神射！啊！放肆！孤是太子，哪来的兵魔？孤即便要死，也要死的体面，都滚开！假太子双目通红地看向瑞王，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瑞王，父皇从未苛待于你，你也要造反吗？瑞王面无表情。本王问心无愧。这时，一个小太肩捧着一木盒，跌跌撞撞挤进叛军的队伍，激动无比地喊道：“六王爷，找到地喜了！”唰，一柄长刀抹过小太监的脖颈。八皇子笑着，稳稳接住装着地喜的木盒，看向瑞王道：“六哥，此物孤笑纳了。”这一变故让瑞王身边的供奉都脸色微变，他们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争这个从龙之功。八皇子想截胡，就是瑞王答应，他们也不能答应。庶子，找死！瑞王身边一个擅长隐匿刺杀的三品杀手目光一冷，在开口时身躯像是沙粒般随风而散。下一刻，他瞬间出现在八皇子身边，
刀刃距离八皇子的脖颈只有半寸之遥。呵，八皇子神色不变，冷笑一声，轰！一声巨震，那脸系的刺客身形瞬间暴退，口鼻之间鲜血狂喷，身躯像是破布袋般砸在宫墙之上，筋骨寸寸崩裂，鲜血横流，生死不知。哦，你们觉得我这外孙不适合当天子？一道人影不知何时出现在八皇子身边，来人满头银发，两腮无肉，目光如电，呼吸间气化游龙，只一拳便锤得一位三品不知生死。吕狂人，吕家那位一人镇一宗的武仙。论辈分，这位吕狂人还是镇海王的叔叔。大玄境内曾有一拳道真宗，宗内有封号武道坐镇，门内拳道高手层出不穷。后来被吕狂人一人挑一宗，拜进真宗10大长老，成就武仙，是吕家中流砥柱。瑞王目光冰冷，盯着八皇子，你口口声声说着要摆脱吕家，不当傀儡，就是这样摆脱的。八皇子已经与瑞王拉开距离，毫不在意的轻笑道，夺嫡之争向来残酷，只怪六哥太天真，信了我的话。如今这天下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只能找靠山，吕家与我本就一体，我承他们的地位也能拔高，互惠互利有何不可？若真像太子那般迂腐，才是走向绝路。说着，他目光看向太子，身后养蛟道人手中铜鞭一扬，一条毒蛟缠着军机阁的盘龙柱，猛地咬向太子。就在这时，门外叛军之中被杀出一条血路，一个浑身是血的披甲男子闯了进来。靖王，王兄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此时假太子已经被毒蛟啃噬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假的。八皇子微微讶异，但心情却依旧澎湃。他收了那件古宝众生像，笑道，假的又如何？如今这京都上上下下都是孤的人，孤的5万精锐，扼守京都，等一切定鼎，太子藏到哪儿都要死。外公，靖王就交给你了，不要杀了，留着他还有些用。大玄风雨飘摇，要想国祚绵长，孤当有千古一帝之胸怀，揽天下豪杰进入瓮中。此时此刻，八皇子心中只有一个感觉，大丈夫当如是，天子为兵强马壮折耳。等他收服了靖王、瑞王，坐实了秦王的事实，距离称帝也就一步之遥。大玄虽还有其他强大的亲王，但他们的手暂时伸不到帝京，等一切尘埃落定，他们也只能选择接受结果。造反，自己背靠吕家，谁敢造朝廷和吕家的反？况且到时候护龙亭掌握在他手中，那些人要是想拨乱反正，也要想想后果，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护龙亭只认帝玺和天子，只要皇族还是大玄血脉，他们可不管当皇帝的是谁。哦，对了，还有个楚王，他是沙士流。八皇子感觉自己此刻变得大度起来，有了生杀予夺之权，昔日的不愉快似乎也都不重要了，让那些曾让他低头的人跪下效忠才更有意思。斩旗！八皇子登高振臂一呼，麾下替换了城防的5万私兵振声回应，铭刻着5字的龙纹黑旗在皇城的新风中猎猎作响。放眼望去，满城尽带黄金甲。瑞王、靖王，孤给你们3息时间考虑，现在臣服，孤赦免你们的一切罪行，你们还是一字王，是孤的手足兄弟。八皇子意气风发，俯瞰全场，如今这一切还要多亏了老十九，没有老十九搞垮魏家，逼他到绝路，他或许还在犹豫，不会这么早就造反。老十九，你有功啊，下来让姑好好看看你，看看你是哭是笑。哈哈哈！见秦墨始终不理会自己，八皇子脸上最后一丝笑意敛去，眸中寒光乍现。哼，藐视天威，不识时务，那就跟着那些迂腐之人一同陪葬吧。他袖袍一挥，对身旁势力的5仙妙气徒鬼枪裴渊以涅盘山及养蛟道人冷然下令，杀了他。诺。手持玄铁长矛，以矛带枪的裴渊面无表情地踏前一步，周身气机如寒霜凝结。另一侧，身披玄色道袍的养蛟道人则因侧侧一笑，目光却先瞥向钟楼下正与富海真人对峙的神药堂大供奉。都说大真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碗中乾坤可困真龙，怎地今日连一头大妖都迟迟拿不下？养蛟道人与富海真人素有旧怨，此刻见他被大供奉逼得步步维艰，不由得出言讥讽，意图扰乱其心神。哼，你行，你来。富海真人额角轻汗，手中那口布满裂纹的陶碗震颤不休，显然已至极限。急什么？待贫道先完成了王爷的吩咐，再叫你见识何为天下交舌之属，在贫道手中皆与重置无异。养蛟道人冷笑一声，手中长鞭凌空一抖，盘踞在残破石柱上的那头毒蛟登时发出一声震天嘶吼，庞大的身躯猛然弹射而起，张开腥气扑鼻的巨口，直扑钟楼顶上的秦墨。轰！就在此时，大地巨震，
始终沉默的神药堂大供奉将手中拐杖重重顿地，周身磅礴妖气轰然爆发，凝成一条狰狞白蟒，以迅雷之势一口咬住毒蛟脖颈，将其狠狠灌入下方由禁军鲜血汇成的血泊中。吼！毒蛟吃痛狂笑，扭身反咬妖气白蟒，挣扎欲起。不料第二条白蟒已自虚空中凝形，嘶笑着再度缠上。傅海，你在做什么？他怎还有余力？养蛟道人惊怒交加，猛地转头，却见傅海真人面色煞白，那陶碗上的裂纹正不断扩大，竟以自身难保裴大人，莫旁观了，一起出手吧，杀了钟楼上的那小子，免得惹王爷不悦。养蛟道人咬牙喝道，腰间锦囊一拍，一道碧影电射而出，那是一条3尺碧鳞幼蛟，双目翻白间，毒浪如潮喷涌，一重高过一重，直如碧绿海啸般向天穹席卷而去。裴渊眼神一凛，不再迟疑，手腕翻动，玄铁长矛破空急刺，磅礴真气灌透枪尖，竟引动漫天毒雾，汇成一条狰狞碧绿龙影，发出龙啸直冲钟楼。秦墨目光沉静，脚下无形鬼域悄然蔓延，千钧一发，异变再起。争！一道剑鸣如9天鹤唳，骤然撕裂浓重煞云，通天剑光宛若银河倒泻，下方结阵的叛军将领无不色变，气血翻腾间纷纷倒退。吼！剑光过处，毒雾凝成的碧绿龙首被一击贯穿，哀鸣声中轰然崩散，残余剑气如陨星坠地，将一座宫阙生生定穿，激起漫天烟尘。这惊世一剑，连正与晋王激战的吕狂人也不由侧目，轻疑出声：剑仙，仙剑！养蛟道人与裴渊同时变色，那道斩灭龙影的剑气竟于是不衰，化作2道剑光掠影直劈二人顶门。咔嚓！数件护身异宝应声而碎，剑气纵横之快，竟让他们连格挡的时机都无从捕捉。不对，只是一道剑意。吕狂了哼了一声，拳印如龙，砸得晋王节节败退。钟楼旁开天剑光下，一袭红衣身影傲立，正是昔日收了秦右婉为徒的叶红绫。叶剑仙！秦墨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惊讶，拗不过我那傻徒儿再三恳求，本座只好留下一把仙剑护佑殿下，殿下勿怪。叶红绫神色平静，目光淡淡扫过下方，这把仙剑还有一剑之威，可护殿下今日不被宵小所扰。他这道剑光所化的光影说出这道话时，没有丝毫掩饰。下方众人也都听在耳中，养蛟道人和裴渊等人皆脸色阴沉，他们都是能搅动天下风云的人物，此刻却被称作宵小，这已经不是轻视了，而是狂傲无边的蔑视。如果换成其他武道大家，封号武道敢说这样的话，养蛟道人会立刻让对方体验一下血肉被毒蛟一点点吞噬的感觉。但若是那位神霄门剑锋之主红绫剑仙说出这话，他也只敢在心里大骂几句，表面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真身不在也敢妄言护人周全。八皇子怒极反笑，他精心谋划至今，网罗天下高手，更有5万大军作为底气，岂能被一道虚无缥缈的剑意吓退？若真就此退缩，他日后有何颜面君临天下？孤就不信区区一把无主之剑能敌我万千虎奔。他猛地抽出腰间佩剑，直指苍穹，声音在真气加持下传遍四方。全军听令，结阵，给本王将这座钟楼连同那碍事的剑光一并碾为齑粉。杀！杀！杀！下方5万叛军齐声应和，声浪震天，训练有素的军士瞬间变阵，厚重的血煞之气冲天而起，搅乱天地，霎时乌云盖顶，煞气如铅，令人窒息。在这煞气领域中，无论是修术的方式还是武道高手，都清晰地感受到真气运转至色。放箭！随着军中将领一声令下，无数弓弦震响，汇成一片风鸣，箭矢如同漫天飞蝗，撕裂空气，带着军阵煞气，遮天蔽日般向钟楼倾泻而去。面对这足以让金身武者饮恨的箭雨，叶红绫剑意所化的红衣身影只是微微抬手，目光依旧平静，却多了一丝凛冽。他手中赤如鲜血的3尺长剑向前轻轻一划，嗡！悬于钟楼之上的通天剑光再次鸣响，不过此次并非锐利的穿刺，而是化作一道横扫乾坤的赤色弧光。弧光过处，那蕴含着军阵煞气的漫天箭雨，如同撞上一堵无形的墙壁，在距离钟楼上有100丈之遥的空中，便接连不断地爆碎开来。砰砰砰砰！漆黑的箭矢碎片化为齑粉，被紧随其后的剑光余波涤荡一空，竟无一只能越过雷池半步。天空为之一清，唯有赤色剑光留下的灼热轨迹以及缓缓飘落的金属碎屑，证明着方才那毁灭性箭雨的存在。这就是剑仙之威。无数叛军士兵抬头望天，眼中充满了惊骇与茫然。剑意消耗大半了，他撑不了多久。养蛟道人突然出声，既是提醒八皇子，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八皇子脸色铁青，正欲下令发动总攻。就在这时，叶红绫的目光穿透众人群，锁定在了被重重护卫、
却因下令而气急显眼的八皇子身上，那目光冰冷如万载寒渊。殿下小心！裴渊感应到那纯粹到极致的杀意，脸色巨变，长矛一横，便要挡在八皇子身前。然而叶红绫的动作更快，冥顽不灵。清冷的声音落下，那通天剑光随着他并指一点，骤然收缩，化为一道极致凝练，仅有丈许长短的赤红剑红。剑红出现的瞬间，连军阵煞气都被强行排开，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道红色的轨迹，以及那破灭万法的决绝剑意。目标直指八皇子。不好！正压着靖王猛攻的吕狂人瞳孔一缩，剑修本就最善杀伐，准一品的攻伐之力与陆地神仙几乎相差无几，就是碰上那5位人间神话，也可尝试一战。八皇子激怒叶红绫的这一剑，弄不好就会身首异处。他立刻回身想要救援。吕狂人，你的对手是本王。就在这时，一直处于守势看似岌岌可危的靖王眼中猛地闪过一丝狠厉，他竟完全不理会吕狂人轰向他胸膛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拳，体内真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燃烧，双臂一张，如今似玉的5道法身显现，硬生生用身体缠向了吕狂人。噗！靖王喷出一口鲜血，胸膛肉眼可见得凹陷下去，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但他确实用自己的重伤博得了吕狂人一刹那的停止。就是这一刹那，赤红剑红已跨越空间，无视了沿途试图阻挡的裴渊的长矛、幼蛟毒物以及数名皇室供奉拼死结成的真罡，如同热刀切入牛油，所有阻挡之物皆被一分为二。剑红速度丝毫不减，直刺八皇子面门。八皇子脸上的狂怒瞬间化为极致的惊恐，他疯狂催动身上所有护身法宝，珠光宝气瞬间亮起。轰！剑红精准地命中了他，耀眼的红光吞噬了一切，狂暴的剑气向四周席卷，将地面离出深深的沟壑，靠近的甲士连同他们的铠甲一起被撕碎，烟尘滚滚，弥漫战场。当烟尘稍稍散去，只见八皇子僵立原地，脸色惨白如纸，浑身大汗淋漓，心脏狂跳的几乎要跃出胸腔。在他身前，一道看似薄如蝉翼，却蕴含着龙气的光幕寸寸碎裂，最终啪的一声彻底消散。一剑足以抵挡封号陆地神仙一击的护身至宝，就在这一剑之下彻底报废。嗨嗨！八皇子惊魂未定地喘息着，方才那一瞬，他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死亡。天穹之上，叶红绫的身影开始缓缓变得透明，那惊世的剑意也随之如潮水般消退，只留下满地狼藉和一群心有余悸的叛军。八皇子脸色阴沉地暴吼：楚王！算算时间，李公公也快出关了。皇城钟楼上，秦墨遥望着大怒的八皇子，面如平湖。杀！取楚王首级者，封万户侯，赏万金；夺得楚王残尸，封列侯，赏1000金。八皇子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如今只想宣泄情绪，遥望钟楼，向秦墨冷哼道：孤道要看看，现在还有谁能护得住你？他不怕事后叶红绫报复，等他稳固了局势，炼化地喜，接引紫薇地心天光护体，修成准一品，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他不仅不怕叶红绫，还要问罪神霄门。轰！就在这时，异变再起，叛军军阵中突然被硬生生凿出一道血淋淋的道路。轰的一声巨震，一把鎏金巨锤轰然砸在八皇子身侧，大地龟裂，碎石击射，烟尘呈环状向四周猛烈爆开来。虎后，烟尘中，八皇子眼眸微眯，不禁动容。天书和尚呢？他遥望天边，只见一道金光被人追逐着疯狂逃遁。武平侯，你豢养私兵，杀入皇宫，该当何罪？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让八皇子感到心头不妙。太子！虎后身后还有几位将领以及太子和一帝撵。皇城钟楼上，秦墨看着这一幕，心中了然。看来玄帝真的改命了，大玄那尊长升仙多半是凶多吉少，而且此刻的太子体内只有一道魂魄，往昔那道易怒的分魂也不翼而飞。既然你自己来了，倒也省得本王再去找你。六哥，你我做的都是诛九族的勾当，现在没有任何退路，你还要隐藏实力吗？八皇子瞪了瑞王一眼，他不相信多年前就拿到一字封号王的老六手吓出了富海真人，没有别的力量了。禁军精锐都被堵在了城外，太子只带了800骑就敢闯进来，我们5万对800，杀他如杀鸡。八皇子不惧，是吗？可惜本王跟你不一样，这乱臣贼子可不是这么好当的。瑞王忽地笑了笑，六哥你一怔了，此时何来的退路？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八皇子皱眉喝道。瑞王不再言语，收敛了笑意，神色逐渐变得冷漠。抬手间，八皇子麾下私兵中突发哗变，一位位忠心的高级将领突遭袭击，还有甲士直接换了大玄天子禁军的旗帜。血河的杀手早就混在了军中，此刻突然发难，瓦解军阵，
让叛军陷入一片混乱。儿臣恭迎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瑞王拂袖转身，向着太子身后地辇恭敬跪一拜。造反！在没有98%的把握之前，他怎么可能做这种蠢事？从始至终，他都忠于玄帝，跟着八皇子扮演着反叛者，杀皇族子弟是父皇命令。虽然他不知道这么做有何意义，但天子之令，他只管执行，不需要动摇和质疑。若无忠心，若在玄帝眼中没有价值，这些年来他又如何能坐得稳瑞王之位？大玄的王爵不是天生就有，是优胜劣汰，同养蛊一样残酷。皇族开枝散叶到如今，血脉已经不知凡几。他能从一个旁支取代昔日野心勃勃的正统6皇子，靠的就是懂得审时度势。大军哗变的一幕让八皇子彻底傻眼，他对瑞王破口大骂，那目光恨不得食其肉，啖其血。今日尔等皆是受乱臣贼子蛊惑，孤可免尔等死罪，手上无性命者卸甲。太子此话一出，本就大乱的叛军当中半数人都丧失了斗志，开始卸甲，心惊胆战的跪伏在地，等候发落，谢殿下洪恩，谢陛下宽宥。吕匡人也长叹一声，停下了手。此刻的靖王手臂白骨森森，无力垂落，但身上那股锐气却丝毫不减，锋芒更盛。6重楼大逍遥尽战7重楼拳道第一的武仙，能撑到现在，当世也就只有靖王一人。恭迎父皇，恭迎陛下。吕匡人神色落寞，也心不甘情不愿地道了一声。他知道今天输得彻底，但输的只是他，而不是吕家。可惜了八皇子这枚棋子，废得太快，都没发挥多大作用。卸甲的降卒黑压压跪倒一大片，此刻剩下殊死抵抗的叛军和八皇子，以及身边站着的几人显得尤为醒目。养教道人面色黑如锅底，他向前一步也想投降，却见中公公英恻恻道：“你手上可沾了不少血。”话音落下，养教道人顿感不妙，正要遁走，突然一股巨力将他压趴。虎后项琼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后，他神色焦急，想换来2条毒蛟为自己断后，可一切都为时已晚。富海真人碗口一扣，已经将2条毒蛟都锁在了原地，无法动弹。武仙庙企图裴渊干脆不做反抗，跪着任由禁军将领上前锁住经脉，被压到太子面前。上一刻八皇子还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这一刻已是孤家寡人，举目望去，竟无人再愿意为他闯出一道道路。这从最高处摔下的感觉，比直接刺死他都要难受万倍。为什么？为什么？有大军助我，有武仙助我，为什么还是败了？八皇子神色悲戚，似心如死灰，变得疯疯癫癫，像是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吕家挂是不是说父皇今日挺不过这一关吗？不是说太子要魂飞魄散吗？都是骗我的，都是骗我的。就在众人都觉得八皇子已疯，放松警惕之时，他眸底闪过一丝暗光，忽地冷笑起来。本王还没有输，只要本王还活着，就能重新来过。老十九，你等着，下次本王先杀了你。话音落下，他手中最后一张底牌祭出，古堡雷帝旗轰然爆发出璀璨雷光，裹挟着他的身影瞬息遁出皇城。太子、瑞王等人神色皆变，神霄门能远遁千里的完整古堡。当日八皇子换了面皮，隐藏了身份去的云海楼，除了秦墨，知晓他得到雷帝旗的并不多。皇城百里外，雷帝旗的光辉暗淡，八皇子气喘吁吁，目测了一眼方向，松了口气。虽然在大阵压制下，这雷帝旗只能带我远遁百里，但也足够了，他们追不上来。八皇子没打算休息，用从假太子身上夺来的众生像换了个模样后，就准备继续赶路。忽然间他感觉到自己现在身处的密林过分阴森，刚刚还有的淡淡月光，此刻竟完全消失了。皇城百里之外的密林内，月光消失，鸦雀无声。八皇子目光惊惶地扫视着四周，劫后余生的庆幸消失得荡然无存。此刻他的后颈都不由自主地冒起鸡皮疙瘩，太诡异了。他明明已经催动雷帝旗远遁到了皇城百里之外，这地方应该没人能想到不防，为何他还是感到一阵心悸？八皇子缓缓抬头，想看看被乌云遮住的月亮何时再现。突然他的脖子像僵住了，眼睛瞪到最大，浮出缕缕血丝。这目之所及，天穹之上不见星空，不见乌云，只能看到一颗贴近地表的无边星辰。那种天之将倾的压迫感令人心神俱震，饶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八皇子都觉得有些腿软。此刻无穷无尽的鬼物从阎浮浩土钻出，成千上万道目光同时看向他，嘶吼着，像是饿了半月的妖魔见到了血食般兴奋，对他的存在垂涎欲滴。咕噜，喉结滚动，惊魂未定的八皇子下意识地咽下一丝唾沫，眼睛干涩，闭目在睁眼，压迫心神的恐怖景象又已消失。幻象是幻想，
八皇子后背已经湿透，他刚松了口气不久，脸色又是一僵。只见那万千鬼物和压迫天地的干裂星辰消失之后，出现了一尊通天彻地的巨大法相，恐怖的压迫感过犹不及。区区幻象，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欺瞒本王！八皇子冷哼一声，不惜动用皇族秘法，引燃自身龙气，将修为强行推升至3品。雷帝旗虽有远遁千里之神通，但使用过后需要接引天雷才能再次使用。八皇子强行将气机提升到3品之后，一拂袖，百丈气浪涤荡密林，扫起无数枯叶。没有人。他心头刚生出这疑惑的刹那，瞳孔骤缩，眼前黑影流动，一对对深绕幽冥气的黑旗虎奔突然拔地而起，围满密林。阴森死气充斥，八皇子看着这些黑旗虎奔身上的甲胄，额头不由得沁出一丝冷汗。黑鳞甲，大玄兵家之中，甲胄等级大约可分5种等级：凡甲、玄甲、蛟鳞甲、黑鳞甲以及赤龙铠。其中赤龙铠是采天外仙铁家千年大蛟之灵所铸，传世只有800副，被北离所夺。第2等的黑鳞甲数量一样稀少，在大玄1500年国祚最鼎盛的时期，也就只有不到2万副。100年前，几乎都随着神将岳重山的北伐之战而毁现。如今，大玄所铸的新的黑鳞甲主材所用的品质都差上一筹，但这样也只有8000副，配给了禁军精锐中的黑羽旗。如果等玄镜山那剩下2成没问题的矿脉开采出最高纯度的玄铁矿，或许大玄铸铠师们能造出新的完美品质黑鳞甲。齐王感到万分荒诞，黑羽旗明守在皇陵，与他逃遁的方向相反。那现在他碰到的这些身披黑鳞甲的甲士是什么？鬼吗？嘎吱，树木折断的刺耳声音在这片冷寂中格外刺耳。八皇子抬头望去，只见这支黑旗大军分出道路，一个身形大到需要他仰望的鬼铠神将挤塌了树木，眼眸中魂火跳动，正悠悠盯着自己。难道这些都是阴神鬼将？八皇子借着岳重山眼中的魂火进一步看清周围情况后，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能理解这世间有魂修成阴神，但不可能会有一眼望不到头那么多，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天地法则，修士常识。就是道门精通居灵潜将的那些大真人，也无法召唤出如此多的阴神鬼将排列成阵。八皇子鬼使神差地抬起头，恍惚间他又看到了那逼近地表的恐怖星辰，那尊庞大无边、威慑十方寰宇的巨大法相的眸子竟出奇的熟悉。他心中刚闪过那个让他痛恨的名字，猝然间眼前黑甲鬼将的巨刀已经当头劈下。轰！八皇子抬臂强行抵挡，衣袖炸裂纷飞，露出其中金鳞闪烁的护臂，嘴角溢出鲜血。老十九，老十九，我知道是你，放过我，放过我，什么都好商量。你想要什么？众生相还是雷帝旗？本王什么都可以给你。见黑甲神将毫不废话，裹挟着滔天煞气欺身而上，退路彻底被堵死。八皇子心如死灰，仰天大吼，想死马当活马医，验证心中想法是否属实。糊涂，杀了你！这些也都是我的。恍惚间，他仿佛听到了那尊立于高天之上俯瞰着凡尘的帝王法相发出一声轻笑，居然真是老十九！八皇子害得面无人色。与此同时，皇宫内，太子、瑞王等人脸色阴沉，惊怒于八皇子的逃离，不知该如何向玄帝交代。而此刻钟楼之上，秦墨已经挽起了太祖长弓，紫雷神煞与无忌骨呼应，一呼一吸之间，白色气息如游龙尽出，紫色电光从他手中开始蔓延向太祖长弓，让弓身颤鸣，避风神煞也在显化而出。天地间，风骤止，这2大神煞与无忌骨的神通结合，在秦墨视线中，一切都仿佛慢了一下，直到天地完全静止，他松开了满月的弓弦。高空之上，一道9天惊雷声骤然炸响，震耳欲聋。太子、瑞王等人惊疑地仰头望去，心头大震。只见钟楼之上，漫天紫雷撕裂苍穹，一道比仙剑还快的流光瞬息掠过皇城上空，裹挟着令人睁不开眼的罡风，沿途照亮望不到头的天地山和皇宫之中。无论是幸存的宫女，还是投降的叛族，都仰头看呆了。那立于钟楼之上挽弓的身影，简直宛若天人。天宫都在这一剑之下低眉，众人仿佛忘记了自己还身处修罗场，望着紫雷下的淡然身影，或惊疑，或震惊，或骇然，念头不一，心神俱震。与此同时，八皇子求饶的话语刚开口，一股从天边而来的恐怖罡风几乎要割裂他的皮肤，他眼中既有不可置信，又有惊怒。此刻他也看到了同这恐怖罡风一同而来的紫雷。避风神煞怎么会变成老十九的？当日是他劫的云海楼，夺得我的至宝。事后他还融合这2种神煞，这种绝世之物，哪怕身负大气运者能得其一，就已是莫大的机缘，水满则溢。要是有人强行融合这2种神煞，肉身必然崩溃。他想不通，老十九他凭什么能做到？到来头还是他自己的东西
害了自己。八皇子心中带着无数的疑惑，但一切都已来不及开口。那根附着着避风、紫雷神煞和另一种恐怖雷霆的箭矢到达他面前时已经炸开，但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却直接在他胸口开了个血淋淋的窟窿。八皇子的视线被雷光淹没，脑海中如走马灯般在最后一瞬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他母亲是吕家庶女，是玄帝宠幸的一个宫女，她一出生起就注定比其他嫡系皇子要低一头，他只能拼命地向上爬，爬到吕家愿意正视他，爬到能入局当一枚棋子。旁人不想当棋子，可他万分珍惜这当棋子的机会，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得更高，才能在一众如虎豹豺狼般的手足兄弟中杀出来，让人正视。只可惜他不知道自己从何时起成了弃子。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依旧会这样选，他就是不甘心当一个废物皇子，一个连侯爷封号都拿不到的废物。本王不后悔，唯一后悔的只有娶了魏家女，若非魏家与陆家有仇，本王或许可以与老十九这怪物站在一起。武平侯云，八皇子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当前鬼域范围的极限。岳仲山看了一眼生机彻底断绝的尸身，射来八皇子身上的几件古宝和残缺之物，一声不吭，随着黑旗虎奔和收拢的鬼域一同缓缓消失。报！城外百里血风林发现武平侯尸身，晨光破晓，一轮大日自东方冉冉升起，瑞彩千条，霞光万道。一名斥候逆着金霞闯入残破的皇宫极禀道。殿外染血的宫阶上已经有太监在清洗，还有不少被连夜征召的工匠，方士在修补宫殿和皇宫的铭刻阵法。殿内一派祥和。钟公公指挥着红袍大太监们呈上早膳，送到昨夜评判的各位功臣、贵胄们面前。宫中几名侥幸活下来的皇孙、公主们如坐针毡，太子、晋王、瑞王也都没有心情用膳，只有秦墨有条不紊，像是在自己王府般随意用着早膳。身旁杨玉婵甚至没有遮掩身份，光明正大的现身。昨夜他挽开太祖长弓后，这场叛乱也彻底宣告终结。养教道人、五仙庙企图裴渊皆被押入天牢，只有一个天书和尚全身而退，不知所踪。吕家吕狂人本想凭着这万军难挡的修为一走了之，但地辇中玄帝伸出另一只手，护龙亭内最强的那位人间神话未曾现身，只是一招便废了吕狂人准一品的修为，将他废到了2品初期。吕狂人一生不敢多吭，重伤离开了京都。他知道玄帝留他一命已经是看在镇海王的面子上，否则他今夜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再敢多言一句让玄帝动了杀念，必死无疑。秦墨看到这一幕，心湖掠起波澜，屹立1品绝巅的人间神话跟准1品的武仙之间还差了个陆地神仙境。人间神话是路已走近，随着天地复苏，每一刻都在变强，准1品是卡在瓶颈，两者实力差距的确如李公公所言，判若云泥。不过秦墨也没有太慌，他发现李公公出关时，灵魂契机已经和护龙亭的那位最强者一样达到了巅峰。先不论护龙亭的那位是否愿意为了玄帝拼命，就算愿意，玄帝也不会撕破脸皮，这等存在的厮杀，最终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大战能毁了皇城不说，若影响了道途，最终让另外几人得了好处，才是愚蠢至极。所以在秦墨明确知晓了李公公的状态和护龙亭那位人间神话的实力后，轻松了许多。而且昨夜那紫雷裂空的惊世一剑，让命途吸收了海量灵众还有八皇子的隆重气运，这也算是新的底牌。他已经从棋子的身份转而变成了一位能让玄帝不得不正视的棋手。让杨玉婵光明正大的留在身边，倒非为了刺激太子，毕竟现在的太子体内只有一道主魂，十分冷静。在看到秦墨带着没有遮掩身份的太子妃出场时，只是嘴角抽了抽，也没有暴怒的迹象。秦墨此举既是为了以后能让太子妃光明正大的站在他身边，也是为了试探玄帝的态度。他在这场早膳的上的从容，让太子等人皆面露异色，不禁怀疑19帝是不是被什么转世的外道神器给取代了。昨夜那惊世一剑震动皇城，气势比武仙出手还恐怖，引动的天象之变至今让无数人都心有余悸。报！随着那名斥候传来八皇子身死的消息传来，大殿内又为之一寂。调息中的晋王陡然睁眼，目光落在秦墨身上，带着几分诧异和毫不掩饰的欣赏。瑞王端起杯盏的动作一致，目光深沉，另一只袖袍下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当初他如果没有克制住妄念，听了八皇子的蛊惑，是否也会一样死在那一剑下。一念之差，生死之差。他麾下是有不少能人异士，可昨夜那情况，那些能人异士也都帮不了他，何况这剑相隔百里。当年太祖成就3品武道大家之时，极限也就这样吧。不敢想，若等老19修为精进，真正踏入上3品境之时，那张太祖长弓能在他手中发挥出怎样的威力？太子看着这一幕，轻叹一声，心中也盘算起来。之前那蠢货分魂得罪了老19，
他现在很难做啊。如果父皇容不下老十九也就罢了，自然无惧。偏偏他从小太监们口中得知父皇昨夜提及老十九时，罕见的笑了，如今又让他留下用膳，已经说明了父皇的态度。念及此处，太子咬了咬牙，决定要将杨家的事彻底了结，免得以后老十九找自己算账，分魂的锅他可不想背。19弟，孤关19弟身旁家人有些眼熟，莫非是太子妃的胞妹，杨家那位雪藏的千金杨玉娇？如此郎才女貌，天造地合的一对，太合适了。孤身为兄长，理当关注一番19弟的婚事。这样吧，待父皇过来，孤请只为19弟赐婚。太子一本正经的这番话，让瑞王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杨玉婵听愣了，他知道太子能忍，却没想到能忍到这种程度。听太子意思是想化干戈为玉帛，吃下所有哑巴亏。这性格怎么与先前完全不一样？太诡异了。殿内其余人茫然的面面相觑，他们从未听说杨家还有个女儿。不过太子既然都这样说了，他们也不敢置喙。秦墨神色古怪，放下碗筷，拱手笑了笑道：“那臣弟就谢过太子殿下了。”通过命图，他看到给他提供灵种的人中有2个特别奇怪的存在，是魂灵状态。一个是太子分魂，还有一个是大玄八世祖。大玄八世祖活得比李公公都长，藏有保命的后手在意料之中。太子分魂倒是顽强，竟能在这老东西手中活下来。只是不知道，如果让他将来知晓了今日他的主魂打算与秦墨一笑泯恩仇，甚至主动送出太子妃，该作何感想？陛下驾到。这时钟公公的尖细的声音忽地在殿内回荡起来，众人整理衣襟，面色都有微妙的变化。昨夜评判十分顺利，论功行赏的时候到了。